腾讯音乐娱乐集团出品，冠生文化制作，改编自南派三叔同名原著，精品多人有声剧《盗墓笔记》第4卷《云顶天宫》第222集住院。吴邪昏迷了3天，醒来的时候人已经躺在了医院。他刚睁开眼睛的那一刹那，什么都记不起来，只觉得天旋地转，止不住的恶心头晕。2天之后，这种情况才一点一点的好转起来，但是他的语言能力全部丧失了，无论想说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全是怪叫。医生说那是剧烈脑震荡的后遗症，会慢慢恢复。只不过在那段时间里，他只能像哑巴一样用手势和别人交流。直到第4天，他才可以勉强开口。医生，我现在在什么地方？这是西安市碑林区的红十字会医院。我是怎么到这里来的？你是被几个武警带回来的，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不过他们发现你的时候，你浑身上下都是伤，光骨头就断了20多根，应该是从高处坠崖导致的。那我还真是命大。对了，医生，我大概什么时候能出院？你呀，没10天半个月，连床都下不了。当天晚上，救助吴邪的武警听说他能说话了，便带了水果篮过来探望他。交谈中，吴邪得以了解了一部分事情的经过。当时有几个村民在蓝田的一条溪边找到了你，你是被放在一个竹筏上的，身上的伤口已经被简单处理过了。要不是因为做了那些紧急处理，你都撑不到医院。奇怪，我最后的记忆是落进水里的那一刹那，按道理最多应该会被水冲到河滩上，怎么到了竹筏上了？另外，蓝田离夹子沟那一带有70、80里路呢，难道我被冲到了那么远的地方？对了，同志，你一个人跑到那荒郊野外干嘛去了？我是徒步爱好者，不小心坠了崖。要不是碰上你们，估计死在山沟里也没人知道。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没事没事，以后别再做那么冒险的事情了。是，我这次算是长教训了。既然你没事了，我们就放心了。那我先走了。吴邪千恩万谢地送走了武警同志，然后立刻拨通了王蒙的电话。王蒙，你马上来西安一趟，带一些钱和我的衣服，地址是西安市碑林区的红十字会医院。好的，老板。不过，你跑医院玩什么去啊？玩什么？谁闲的没事来医院玩？少啰嗦，你赶紧动身。好，我现在就出发。王蒙连夜赶路，第2天就到了。他先帮吴邪把医药费付清，又去给他买了新的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处理完杂事之后，2人坐在病房里聊起天来。最近生意怎么样？就还是那样呗，没什么重要的事情。不过你老爸找了你很多次。出来的时候没想到要花这么长时间，他们可能担心了。我给家里打个电话。喂，小邪啊，出去那么久，你终于知道给家里打个电话了。你知不知道我们都担心死了？妈，我这不是没事儿吗？对了，王蒙说我爸找我，他有什么事吗？他不在家，
回头啊，我让他回电话给你。好的。哎，对了，有我三叔的消息吗？没有哎，他没回家，电话也打不通，我们也联系不上他。哦，那我先挂了，等我回去就去看你们啊。接下来的几天，吴邪百无聊赖，大部分时间就躺在病床上发呆。这一天，他忽然想到老痒，心里发酸，便从那件破烂的登山服里翻出了老痒的笔记本。本子上的字已经被水泡得看不清了。他勉强辨认，读了一会儿，再看不出什么，便又连上医院的 WiFi， 上网打发时间，顺便寻找关于青铜树的资料。第223集，新的消息。吴邪查了许多资料，不过网上关于古董的信息不多，他只能将自己脑子里青铜树的景象简略地描绘出来，发给一些懂行的朋友咨询。后来他陆续收到了回信，回信中大部分人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还有一些甚至不相信他的描述。不过有几封信对他有所启发，其中有一封是从美国发来的，发件人是吴邪父亲的一位朋友。小邪，这种青铜树叫做柱。1984年的时候，攀枝花一座矿山里也发现过一棵，但是远没有你说的那么大，只有一节儿。深入地下的那一段已经完全生锈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任何文献资料能够解释这东西是用来干什么的。不过，根据《山海经》和一些文字记录下来的少数民族叙事诗来分析，这东西的确和远古时期的捕地龙活动有关。煮酒阴应该是生活在极深地脉里的一种蛇类，因为长期在陡峭的岩石缝隙中生存，所以两只眼睛像比目鱼一样变异了。古人用鲜血将其从地脉中引出来，然后围捕射杀，做成蜡烛。听起来很残忍呐，但是那个时候持久光源是极其珍贵的东西，特别是对一些晚上活动或生活在漆黑一片的岩洞里的人来说更是如此，所以人们愿意耗费极大的精力去捕捉它。他分析的有点道理，不过还是不能解释为什么碰到青铜树会产生那种奇妙又恐怖的能力。我还是再回一封邮件问问吧。伯父，历史上发现青铜树的人，有遇到过哪些不寻常的经历吗？没过一会儿，吴邪便收到了回复。邮件里还附带着一本笔记体小说，里面记录了清朝乾隆年间发生的一件事情，其中提到了一只青白石龙纹盒。有人把那盒子送到宫里，乾隆皇帝打开一看，当夜就密召几个大臣入宫。谈到了后半夜之后，就发生了乾清宫失火事件。那几位大臣只有一人善终，其他人最后都被莫名其妙地杀害了。清朝乾隆年间，难道这就是李琵琶何木集写的那只盒子？看样子，最后挖出那只青白石龙纹盒的人和了解这件事情的人，都没什么好下场。伯伯，皇帝下了这么大决心要保守一个秘密，这青白石龙纹盒里放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会不会和这棵青铜古树的来历有关？要挖下去才知道。
挖下去，看来这是不太可能了。谁知道下面还有多深？也许当初他们铸造这东西花了几个世纪时间，就算有人愿意挖，我也绝对等不到挖出来的时候了。线索中断，吴邪只好又翻看其他人的邮件，其中有几封是他的二叔吴二白发来的。那个时候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承西周时期的装饰风格，但异族交流有限，而且交通和通信极度不发达，所以应该存在一个时制。也就是说，你把时间估计得太早了。按照一般规律，那个时候中原地区应该已经是秦后期。他们捕猎煮酒阴，可能是为了提炼龙油，进贡给皇帝炼丹，或者进行类似的活动。而且根据地质探测，秦始皇陵的底层也有巨大的金属物体环绕整个陵墓。按照常理，当时的冶金技术应该无法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这一部分的修建者应该是冶金技术特别发达的外来民族。哈哈，二叔是秦始皇的忠实 fans， 凡事都能扯到那一段去。他说的实在没什么可信度啊。1个月后，吴邪出院回到家里，开始收拾心情，重新投入生活。他整理了已经几乎撑爆的信箱，理出一些杂志和报纸之后，找到了一封没有署名的快件。打开信的一瞬间，他整个人都愣住了。第224集，老痒的信。老吴，能猜到我是谁吗？对，我没死，或者说，我又活了。我很抱歉，把你卷进这件事情。不过，毕竟你是我唯一能信任的人，我没有其他选择。现在整件事情已经完成，我们的关系也必须到此结束了。我很高兴和你做过朋友，但是现在这一切已经不重要了。你是不是很想知道3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3年前，我和一个老表以及一群同伴到秦岭那一带采盘子。我们根据当地人的传说，在榕树林子里找到了一个树洞，考虑再三，准备冒险下去。过程你全都知道了。后来，我就被困在了石洞里。当时，我已经绝望。虽然我不会这么快死，但是活着对我来说更可怕。永远生活在狭窄的一片漆黑的大山深处，永无出头之日。那种痛苦，你应该也体会过了。我在黑暗中整整待了4个月，这4个月简直就像是在地狱里煎熬。不过，在这段时间里，我不停地思考。我知道了，这种能力和潜意识有关。比如说，我想要在石头上开一扇门，我必须让自己相信石头上本身就有一个门，否则就算你想破了头，门也不会出现。人自己是无法欺骗潜意识的，所以使用这种能力，必须引导，这非常难。我跟你说过，一旦引导失败或者出现偏差，你物质化出来的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非常可怕。我不停地做试验，逐渐掌握了一些窍门。但是，这个时候我发现，这种能力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消失。这种感觉非常明显，就像人一点一点感觉到疲劳一样。我意识到，如果再不采取办法出去，我可能会饿死在这里。我走投无路，尝试着用那种能力复制了一个自己，却没想到真的成功了。我突然发现，我出现在了山洞的外面。那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我是复制出来的，我和本我的所有记忆都完全一样。
所以当他叫我的时候，我完全不认同我是复制品。他开始骂我，说我想替代他存在于这个世界，说要我消失。我很害怕，我觉得洞里的那个是怪物，所以我不管洞里的本我如何的呼号，我还是找来了炸药，将这个洞完全炸塌了。事实上，我的确知道我自己是被复制出来的，但是我的潜意识不愿意相信这件事情，所以我选择了一种受破坏的状态。我把本我杀了，然后告诉自己，我只是杀了一个替代品。青铜树给人的能力时间很短，所以我取下了一根青铜树枝，从青铜树底下的暗道出去，希望带上青铜树的一部分，能够使我的能力持久一点，这样我才有可能逃到外面去。后来证明我的想法没错，我回到外面，挖出我们到这里之前挖到的东西，我又怕青铜树枝太严，就将它埋了进去。然后回到西安，想找个地方把手里的东西卖了。可惜的是，做买卖的时候，我在古董摊上被便衣抓了。后来你也知道了，我回到家里，我妈已经走了。这些事情我没有骗你。还有一些事情，我也必须告诉你。拥有这种能力并不是没有代价的。我的记忆力非常差，很多事情必须预先写下来，我才能不记得。那就是使用这种能力的后遗症。我一路上本可以将你安顿好，让你不知不觉地帮我完成这一次的探险。但遗憾的是，这3年来我忘记了很多东西。我之前是怎么出来的，我都记不清楚了，所以破绽百出。我估计再有2、3年的功夫，我可能会完全失去记忆的能力。你身上也有那种奇特的能量，按照我的计算，这种力量也许会在你身上残留好几年，但是十分微弱，你应该几乎感觉不到。最后说一句，保重。你的朋友，老杨。信封里面还有一张照片，是老痒和他妈妈坐在船上照的，后面是大海。看样子他们应该是到国外去了。阿姨还是那么年轻漂亮，和她站在一起，不像母子，反倒更像是情侣。不过，总觉得她的脸看上去怪怪的，虽然面带微笑，但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狰狞。哎，也许是心理作用吧。第225集，济南来客。不知不觉，冬天来临了。吴邪窝在西泠印社内堂的空调房里，整个下午慵懒的连打瞌睡都没力气。正在半梦半醒之间，王蒙走了进来。老大，有人找。3、9天的，还有人逛古玩店，这样也算是积极了。吴邪抖擞精神走了出去，一看，原来是济南老海手下名叫秦海婷的小姑娘。她是老海的亲戚，才17岁，已经是古玩界的老手了。外面空调小，小丫头冻得直打哆嗦。怎么，丫头，海叔让你来的？是啊。哎呦，我的妈呀，怎么杭州比我们北方还冷呢？萌萌，快倒点热茶。好嘞。南方这是湿冷天气，感觉刺骨一点。而且你们济南也不算太北啊。你也太怕冷了，
给你热水袋暖暖手。走，我们到内堂去，里面空调暖和。怎么样，暖和点没？稍微好一点了吧。人说杭州多美多美，俺叔不让我过来，我还抢着要来呢。谁知道这么冷？哎呀，我下回再也不来了。哎，你叔叫你来啥事儿啊？怎么也没个电话通知一声？当然是正事儿啊。给，现金支票，那块鱼眼石的钱。那替我谢谢他。哦，还有件事儿，我海叔后天来杭州参加一个古董鉴定会，他说让你也去，有要紧事情和你谈。古董鉴定，就是一帮老头子在那里聊天，太无聊了。其实哪有那么多典故，是真是假，几秒钟就看出来了。我得想个办法推掉。哦，那个，后天我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啊？怎么不在电话里说，神神秘秘的？俺叔说啊，和那条青铜鱼有关系，你不去会后悔的。怎么说？他查到什么消息了？俺叔说到时候再告诉你。俺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你别打听嘞。我和老海的关系还没有好到无话不谈的地步，平时也就是一些生意上的沟通。这个老奸商，估计又想来撬我的竹杠了。第3天，老海果然到了。吴邪把他从火车站接出来，开车带他前往预定的酒店。海叔，你到底听来了什么消息啊？要是蒙我，我可饶不了你啊！嗨，强龙不压地头蛇，都到你的地盘了，我怎么敢蒙你呢？是吧？不过咱们别在这儿说啊，我都快冻死了我。两人来到酒店，放下东西，去餐厅里找了个包厢，烫了壶酒，几杯热酒下肚，总算缓过气儿来。吴邪见老海酒劲儿上来了，便趁机打听起来。哎，行了，你喝也喝了，吃也吃了，该说了吧？到底查到什么了？哎，你看这个，这不就是报纸吗？嚯，年头不短了呀，还是1974年的。喂，你再仔细瞧瞧，这上面用红笔圈出来的新闻。是一张黑白照片，虽然不是很清晰，但大概能看出，照片上拍的是一条蛇眉铜鱼，边上还有很多类似佛珠的小件文物。哎，没错啊！哎，你就说啊，是不是你要找的那个玩意儿？这条鱼的样子跟我和三叔手里的都不一样。海底墓里的墓道雕像额头上有3条鱼的浮雕，这一条应该就是最上面的那一条。这样一来，可以说3条鱼都现世了。海叔，你怎么找到这报纸的？我呢，最近在帮一个大老板捣鼓旧报纸。哎，你知道啊，这有钱人收集什么的都有。这是1974年的广西文化晚报啊，他要我把1月到12月的都给他找到。我找了2个月我才凑齐呀，这几天要交货了，再核对。哎，我一看，正巧就给我看到了这条新闻。哎，你说巧不巧？这份报纸就1974年出了1年，1975年就关门了。市面上这个难找啊，算你运气不错啊，我眼睛再慢点可就没了。第226集，陈皮阿四。旧报纸上的新闻说，那条蛇眉铜鱼是在广西一座佛庙的塔基里面被发现的。佛塔因为年代久远，自然坍塌，人们在清理废墟的时候挖出了地宫，里面有一些已经泡烂的经书和宝函，其中一只宝函里就放了这条鱼。专家推测，
是北宋后期一位僧人的遗物。北宋，这种蛇眉铜鱼，第一条出现在战国后期的诸侯墓里，第二条在元末明初的海笔墓中，第三条在北宋的佛塔地宫里。搞什么？时间上完全不搭嘎啊！这些个内容其实没有什么新东西，等于没说。嗨，你别泄气呀，我这话还没说完呢，这后面的故事还精彩着呢。怎么说？难道这报纸还能衍生出什么来？那是，要是光找到一张报纸啊，我也没必要来杭州找你，是吧？这件事儿啊，那得从头说起。啊，对了，你也是行里混的，知不知道一个人叫陈皮阿四？陈皮阿四，他不是老时长沙有名的土夫子吗？绰号老瓢把子，是和我爷爷同代的人物。听说现在已经90多岁了，60多岁的时候瞎了眼睛，之后再没出现过，也不知道是死是活。他是刀口上过生活的，不单单盗墓，杀人放火什么的，只要是能弄到钱的，他都干。所以1949年之前，人家都叫他剃头阿四，意思是他杀人就像剃头一样，不带犹豫的。这鱼难道和他有什么关系？怎么不说话了？没听说过？嗨，你不知道也不奇怪，到底和我们不是同一辈人。哎，不过我得告诉你啊，这报纸上的这条铜鱼就是他从那佛塔地宫里带出来的，事情还真没这报纸上说的这么简单。哦，这里面有什么故事？1974年的时候啊，这陈四爷也有将近60岁了。那时候啊，他的眼睛还没瞎。他因为在国民党军队中当过排长，后来又当了几年土匪，所以没合法身份，只能在广西一带的少数民族地区活动，连县城都不敢进。那段时间，陈四爷去过广西不少地方。有一年，他正巧在架桥岭盘货，跟当地几个苗民聊天。那几个人喝多了，就说起了猫儿山有座庙里的塔塌了的事儿。当时动静太大了，连地都陷下去了，塌出个大洞，很多人还听到一声非常诡异的惨叫。不对呀，猫儿山我去过很多次，那地方的庙宇修的都很坚固，怎么可能说塌就塌了？哦，其实那座塔不在那个猫儿山上面，是在旁边那个一条叫卧佛岭的山脉里面中心。那个地方奇怪得很啊，四周全部都是村子，就中间有一块10几平方公里的大坑，100多米深吧得有，里面是一片原始森林，被树盖得严严实实，从上面都看不出什么的。啊？那平时有人去吗？以前下到下面打猎和采药的那个苗民，经常会在里面失踪，所以一般没事，没人愿意下去。而且想去那个地方，只能用那个绳索吊下去，太麻烦了。不过也可能有其他的那个进出口，但是没有人知道。没错，我们10几代前就知道那里有座塔，但平时人们从悬崖上看下去，只能看到一个小塔尖啊，其他地方都被树盖满了，下面是什么根本看不清楚，而且也没人想下去看啊。还是前一阵子，突然从下面传来一声巨响，村民们出来一看，塔尖没得了，才知道塔塌了。我听一些老人讲，这个塔是古时候的一位高僧修建来镇妖的，现在塔一倒，妖怪就要出来作恶，那一声怪叫就是妖怪挣脱束缚的叫声。有意思。广西山脉分布众多，堪称全国之首。猫儿山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源头。
地跨兴安、资源、隆盛3县，是漓江、资江、浔江的发源地，连接着长江、珠江2大水系。那地方有着大片的原始丛林，红军长征翻越的第一座大山老山界就在其中。二战期间，援华美军飞虎队的好几架轰炸机在此神秘失踪，所以这地方存在着无数传说。相比之下，佛塔镇妖也不足为奇。讲到这里，老海喝了口茶，润了润嗓子。哎呀，这接下来啊，就是事情的关键了。第227集，静儿宫。陈四爷几经周折，来到卧佛岭上的一个村落里，站在土岗上往山脉中间的盆地一看，哎呦，那塔呀比他想象中要大多了，倒下去的时候砸倒了好几棵树，所以森林的绿色树盖上出现了一个缺口。在卧佛岭上看不到缺口里有什么，但是陈四爷几乎立即发现了，在塔倒塌地方的四周，所有的树木都因为地面下陷变得非常凌乱。塔的下面有什么东西，而且体积比塔基还要大。那是一座静儿宫，也就是说，地上建筑的下面有和地上建筑规模一样的地下部分，看上去就像是地上建筑在湖面上的倒影一样，上下两头是对称的。这在北派叫做阴阳梭，就是指整体建筑就像一只梭子插在地里，一面是阴间，一面是阳间。没错啊。这样的古墓或者古建筑已经很少见了，大部分地面的遗迹已经被毁坏干净，所以这种说法几乎已经没人提起了。陈皮阿四单单看树木的排列变化，就能知道底下埋着静儿宫。这种判断力，没有极其丰富的经验是不可能做到的。他厉害的地方可不止如此。陈皮阿四打定主意之后，心里已经起了贪念。佛塔的地宫里只会有3样东西：舍利子、高僧的金身或者大量的佛经。随便什么都是价值连城的宝贝。他考虑到自己身份特殊，那地方又处在苗寨之中，如果贸然进入，可能会引起怀疑。于是花高价找了一个当地的苗人向导，假装是从外面过来支边的老知识分子。他带领的学生失足坠下了悬崖。苗人民风淳朴，一听到有人坠崖，马上通知了全寨的人。年轻的苗族汉子用绳索扎了吊篮，将陈皮阿四连同几个帮忙的青年放到了悬崖下面。这悬崖非常险峻，人的体重完全靠一条藤绳拉伸，屁股包在一个篮子里，风一吹，整个人像陀螺一样转圈。等陈皮阿四通过浓密的树盖下到丛林底部后，他已经只剩下半条命了。丛林的内部非常昏暗，几乎没有什么阳光，空气中弥漫着沼气的味道。那里树木的种类非常多，但是无一例外的，所有的地方都长着绿苔藓，泥巴非常松软。陈皮阿四就地一坐，再也支撑不住了。这100多米的落差，简直就像地狱一样。你年纪也不小了，就在这等我们吧。那就麻烦你们了。那孩子就掉在那边。苗族首领带着几个村民打起火把，朝陈皮阿四指的方向走去。等他们一走，陈皮阿四马上掏出罗盘，按照事先记下的方位往丛林深处钻去。这里这么大，
苗民们来回估计也得要1个晚上。以我的本事，应该足够找到静儿宫的入口，搭一个来回。可惜我这一次来没有带足够的装备呀，能不能进去，就看造化了。陈皮阿四在丛林内没头没脑地走了整整4个小时，靠着罗盘和这些年走南闯北的魄力，终于来到了佛塔四周的寺院遗迹。随着不断深入，残垣断壁越来越多，这里的古建筑已经荡然无存了，只剩下一些地基和断墙，几乎和那些植被混在了一起，令人看不清原本的模样。看这规模，这寺院也挺大的，那座佛塔应该就在这边，但是具体在哪个地方，实在是不好找啊。陈皮阿四上了年纪，四处一走已经有些气短了。他正想坐下来休息，突然眼前一闪，断墙旁的草丛里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他吓了一跳，打了个滚儿翻了出去，同时手里翻出一颗铁担子，回头一看，只见裹着墙壁的藤蔓草被里有一具苗人打扮的尸体，几乎已经干瘪了，但是尸体的肚子不知道为什么正在微微的鼓动，里面似乎有什么东西。第228集，地黄蜂。死人对陈皮阿四来说是最平常不过的东西，不说淘沙翻出来的干尸粽子，就是他杀过的人恐怕也数不清楚了。他翻身一看是具尸体，心里已经一松。哪来的倒霉鬼死在这儿了？都成了鱼竿了还吓唬人？陈皮阿四手里卡着一颗铁担子，他这空手打铁弹的功夫是从小自己苦练出来的，可以说是百发百中，而且他甩出铁担子的速度极其快，普通人可能连他手里的动作都没看清楚，就已经被打瞎眼睛了。看这尸体的装扮，死了没有10年也得有3、5年了，衣服基本上都烂光了，亏得被大量植物裹住，衣服特征才能保存下来，能看出是个苗人。可是日晒雨淋的，怎么这尸身就没有烂，反而只有一点脱水的感觉？尸体的肚子还在鼓动，陈皮阿四越看越觉得不妥。他这种人有自己的一套特别的行事方法，他从小就信奉着先下手为强，心里转念一想间，手里已经啪啪啪连打出3颗铁担子，全数打中尸体的肚子。管你是什么，打死再说。这铁担子力道极大，几乎将尸体打成2截，下半身一脱落，陈皮阿四就看到里面有一团黄色的粘液，裹着大量的卵，不少卵已经孵化出来，成堆的白色虫子在里面扭动着，四周还挂着一些他非常熟悉的东西，蜂房。紧接着从尸体上的破口处爬出了大量的地黄蜂。妈的倒霉！原来是地黄蜂在尸体里做了窝。地黄蜂毒性猛烈，而且非常凶残。陈皮阿四眼看着一层黑雾腾起，他急中生智，从包里翻出了随身携带的折叠铲，猛地从地上铲起一铲湿泥，往那尸体的断口上一盖，将涌出地黄蜂的部位全部封住，然后转身便跑。已经冲出来的地黄蜂一拥而上，将陈皮阿四围了起来。他一边用衣服拍打，一边没头没脑地四处乱跑。幸亏他刚才那一铲子速度够快，才只付出了几个包的代价，危机便解除了。
这是给我干哪儿来了？这是，我奇了怪了，怎么会有地黄蜂在人的尸体里做窝？这种毒蜂一般在地下生活，在广西的雨林深处，有时候还能看到像山包一样的蜂窝。别人以为是蚂蚁窝，翻开去找蚂蚁，还没等明白过来，就会被裹成蜂球。算了，广西云南这种地方，关于虫子的事情，不被世人了解的太多了，我也只能自认倒霉了。陈皮阿四一边处理蛰伤，一边四处查看。翻过一个山丘之后，他突然愣住了。只见一座巨大的石塔就倒在前面的山丘根部，塔身隐约是六角形的，密檐宽梁，气势磅礴。陈皮阿四用刀刮开上面的青苔和缠绕植物。塔身上的浮雕石刻非常精美，但是有很多黑色的痕迹。这是灼烧的痕迹，看来这座塔被焚烧过，也许是发生过火灾。塔身、塔顶和塔刹全部已经开裂，倒在地上，断成了许多截。因为塔身太重，很大一部分压进了雨林的泥土里。塔下面被压倒的树木更是不计其数。陈皮阿四凭借经验，很快就看出了门道。塔一般由地宫、塔基、塔身、塔顶和塔刹组成。最上头的塔刹应该有须弥座、仰莲、覆钵、相轮和宝珠，也有在相轮之上加宝盖、圆光、仰月和宝珠的。总之，塔上面应该有一个珠形的东西，值得入手。陈皮阿四顺着塔身来到塔刹边上，检查了损坏程度之后，不由得叹了口气。这塔刹倒下的时候，在半空就断了，所以塔刹头朝下插进了地里，须弥座都碎了。看来宝珠肯定成了宝饼了。陈皮阿四回到塔基处，半截断壁还在。他爬进去，发现里面是一片乱石头。这下面肯定就是地宫。可惜这里不仅在修建宝塔的时候已经被人封死了，而且上面还压了坍塌时散落的大量碎石和碎砖。我只有一把折叠铲，靠自己一个人挖进地宫，恐怕得半年。第229集，佛塔地宫。陈皮阿四看了看罗盘，他下来的时候是傍晚，天色已经非常昏暗。现在月亮挂上枝头，他没点火把，走了这么远，也不知道该如何回去。看样子还是得装成迷路的样子，等那些苗民来救才好。他先在塔基用撞断的树枝和枯叶烧起一大团篝火，来吸引别人的注意力。接着，又爬到塔基残余部分的最高点，查看四周的情况。我现在所处的区域，应该就是树木长势非常乱的那一片地带。地面估计比四周还要低一点。陈皮阿四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广西气候特殊，
土层水分多，回填地宫砸填土的时候，如果没有夯结实，随着水分的下渗，泥土里面就会形成很多水泡，一旦发生大的震动，泥层就会坍塌。除此之外，陈皮阿四根据周围的情况，还发现了一些其他的事情。这个地宫应该很大，但不深，不出20分钟肯定能挖到。泥土也挺松软的，应该不会耗费太大的力气。只是，此时，陈皮阿四陷入了犹豫。到底是现在开了这个地宫，还是以后再来？再回来一次并不会太困难。但是陈皮阿四和所有的盗墓人一样，明知道下面有东西，是绝对无法忍住好奇心的。管他呢，这下面的东西老子要定了。要是等一下那群苗人找到这儿来，老子就把他们全杀了，丢进地宫里去，谁也不会知道。陈皮阿四心一横，拆下折叠铲子，凭着直觉贴着塔基地就开始挖盗洞。很快，他便挖到了地宫的顶板。顶板是由曲木的整条树干削方了做的木顶。他心中大喜，用线锯锯掉一个角。掉落的木块掉入地宫之中，不久便传来落地的声音。他忙不迭地用手电往里面照，镜儿宫上下是对称的，也就是说，上面有多少层塔，下面也应该有多少层地宫。所以地宫很深，从上往下望去，每一层之间没有楼板，最下面一片漆黑。手电照过去，有一团白白的雾气。陈皮阿四想起那几个苗人提到的宝塔镇妖，不由得也有了一丝担心。但是这一丝担心转瞬即逝。他现在头热血胀，当下感觉地宫空气没问题，便双脚搭住曲木宫顶，以一个倒挂金钩的方式，头朝下的姿势倒进了地宫里。全身的力量全部压在了2只脚弓上。倒进去之后，他先调整了一下动作，又照了照地宫曲木宫顶的另一面。这种地宫是功能性的，不会像古墓一样设置机关，或者搞很多装饰，倒也不用太担心。陈皮阿四照了一圈后，发现曲木宫顶的另一面天花板的位置有大量的经文，经文是刻在曲木上的，里面封了朱漆。陈皮阿四汉字都不认识几个，是什么经文当然也看不懂，但是他本能地感觉到不安，心里不由得泛起了嘀咕。这刻在上面的应该是用来镇魔或者是伏妖的，难不成这下面真封着什么东西？再往下面，每一层都有一圈凸起的外檐儿，这一层一层的，看上去有点像楼梯呀。每一层上都有一圈等身的佛袍彩雕罗汉像，颜色流光溢彩，非常精致。所有的雕像面部向下，俯视着地宫的最底部。整个地宫一共有10几层，摆满了各种姿势的罗汉像，足有上百具。哎呀，这罗汉像怎么都翻着白眼儿啊？表情也太吓人了。哦，原来是因为眼珠用色太真了，被手电光一照，反光太强，才让我有了错觉。但是怎么感觉表情又变了，比刚才狰狞了？哎，这些罗汉真让人不自在。我是不是应该先退出去再说？第230集，罗汉像。陈皮阿四看着这些罗汉，不由得产生了退却的念头。
但他并没有停下手中的动作，手电继续向下扫射。这个时候，他的手突然一僵，手电的光停在一个位置，在离他有6、7层的凸起处，有一个奇怪的罗汉像。这个罗汉像和其他的都不同，它不是俯视，而是抬着头，脸正对着陈皮阿四，直勾勾地盯着他的眼睛。手电光照上去，一闪间露出一张狰狞的白脸。陈皮阿四顿时吓得浑身冰凉，连动都不敢动，只觉得自己的双脚开始发软，人开始往下滑去。但他转念一想，一股狠劲儿又冒了出来。就算是鬼又能怎么样？我陈皮阿四杀了那么多人，怎么也不见一个半个来报复。我这么多年混下来，靠的不就是祖宗保佑吗？陈皮阿四又仔细看了看那张罗汉脸，隐约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儿。难道当时的修建者算准了有人会从这个位置上开盗洞下来，特意摆了这么个东西在这里吓唬？陈皮阿四越想心里越发怵，但害怕之后一定心神，闪电般的掏出几颗铁担子，双脚使力定住身子，啪啪2颗，直打向那尊白面朝天的罗汉像。陈皮阿四的做人哲学就是先下手为强，2颗铁担子没有丝毫留力，直中白面罗汉像的双眼，铁担子弹飞出去，掉入净儿宫的底部。再看罗汉，2只眼窝已经变成了2个深坑，看上去非常古怪，但是比起刚才已经好了很多。这人是臭和尚，搞什么4大皆空，还不是一样在这里弄这些诡计吓唬人？陈皮阿四从怀中掏出一只壁虎爪，一头勾上上方的曲木宫顶，一头用连着的海象皮制成的单股绳附在脚踝上，往下一松，带着弹性的海象皮绳就向下拉伸。使用海象皮绳是陈皮阿四多年的盗墓经验中总结出来的。这东西的强度仅次于钢绳，但是可以拉伸，加上陈皮阿四身材矮小精瘦，贴身缠绕在腰部，只是10几圈，套上衣服一点也看不出来，就可以用来对付10米左右的深度。然而这净儿宫深度已经远超10米，陈皮阿四将绳子一直放到极限，可是离宫底还是有很长一段距离。不过到这个位置，已经可以看到下面东西的轮廓了。这底下的宫底基座是汉白玉的吧？有很多碎片，应该是因为地震和自然脱落。这中心应该是一座袖珍的白色宝塔，白蒙蒙的，像有一层雾气一样。难不成是因为上面罩着半透明的小沙宝杖？难怪长沙土父子里流传着一句老话：万户侯不如丈夫图。我说吴老板，你知道那下面有什么吗？万户侯不如丈夫图，就是说浮屠地宫的东西往往比万户侯陵墓里的还要奢侈。袖珍宝塔下面应该就是放佛骨舍利的8重宝函，也就是一只套一只的8只盒子。这东西是佛家专用的，加上里面的舍利就是3000世界和6道轮回。暂且不管下面压的是真的佛骨还是玉石银骨，光那只8重宝函就是根本无法计算价值的东西了。没错啊，不过陈四爷虽然听过这话，但是领会不深呢。那时候还不知道下面是什么东西。不对啊，如果他真的从地宫盗出了8重宝函，那这些东西又怎么会出现在报纸上？难道他当时离宝物近在咫尺，却因为什么放弃了？以这种人的性格，实在不太可能啊。你先别急呀，
继续听我讲。陈皮阿四看到宝塔之后，虽然还不知道下面是什么东西，但是他知道肯定不会太差。现在只要能到下面，自然可以满载而归。但是如何下去是个问题。他想看看能不能荡到地宫一边，然后顺着那些罗汉像爬下去，便用手电一节一节地观察墙壁，估计着高度，直看到底部，却突然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这是什么？一堆黄土。难道是封地宫的时候不小心掉下来的？还是我刚才用线锯开顶的时候弄下来的？糟了，那不是黄土，那是一个地黄蜂的封包。第231集，蜂巢。陈皮阿四顺着风包的走向，看到地宫边上有一道半人高的石门，开得十分隐蔽，土包就是从那里长进来的。看来这金儿宫的四周还有附属的地下建筑，而且很有可能没有被封死，结果被这些虫子当成冬暖夏凉的宝地了。咱们一看，封包还算不大，但是藏在矮门里的恐怕就大了去了。这蜂巢里的老虫也怪会看风水的，躲在这地下风雨不侵的好一段仗。还好我刚才锯下了那一截木头，卡在了罗汉像之间，没砸到蜂巢，不然我吊挂在这里，逃也逃不快，被地黄蜂叮死，还不得给后生留下千年的笑柄。那蜂包安静地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陈皮阿四陷入了沉思。这地方太小了，只要脚一着地儿，肯定会惊动这些地黄蜂。看来要把东西弄上来，只能用那个办法了。陈皮阿四自小在浙江沿海的渔村长大，日本人打来的时候才逃难到了长沙。自古以来，土夫子基本上不传手艺给外省人，他是难得的一个。在海盐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一手绝活，用九爪钩在浅滩上抓螃蟹。九爪钩这东西，就类似于武侠片里的飞虎爪，或者特种部队用来攀岩用的三钩爪子。但是这种爪子有9个钩子，成一个环形，排得很密。抓螃蟹的时候，就用绳子绑在钩子的尾巴上，看见螃蟹在浅滩上一冒头，就一把甩出去，一勾就是一只螃蟹，然后一扯，螃蟹就飞回来，自己掉进筐里。不仅如此，20米外的一只生鸡蛋，他一甩手也能勾过来，落地不破，神乎其技。再远一点，就要用棒子甩，也是十分准确。陈皮阿四此时无计可施，只好使出看家本事。他先荡到一边，顺着罗汉像一层一层往下爬。等到距离差不多了，他掏出九爪钩，提起一口气，甩出一个弧线，爪子就勾到了宝杖上。稳了！陈皮阿四用力一提，将宝杖甩起，架到一边的罗汉脑袋上，手上力道一变，钩子拖出去，又回到他手里。接下来就把这玉石还是象牙做成的塔去掉就行了。然而，陈皮阿四甩出九爪钩，勾住袖珍的塔刹，扯了几下，却纹丝不动。这枚半吨也有500斤的。
陈皮阿四用手电扫了一遍塔身，发现塔基处有4根袖珍的柱子。这塔肯定和头顶上塌掉的那座一模一样。这4根柱子应该支撑着塔身所有的重量，保安就在柱子中间，只不过角度不对，不然仔细去勾，也应该能勾得下来。距离陈皮阿四下来已经过去了4个小时左右，外面隐约传来几声哨响，苗人已经回到了附近。陈皮阿四没有时间再犹豫了，他当下心里一急，脑子一热，甩手又打出2颗铁担子。铁担子打在塔基上的小柱子上，柱子应声而碎。接着他纵身一跃，踩到塔的一边，然后一时缓劲儿，顺着自己的冲力将塔带着往一边倾倒。另2边的柱子本来就受力不平衡，顿时断裂，塔向下一沉，塔身和塔基裂了开来。陈皮阿四在塔上控制着力度，塔重力缓，倾斜得很慢。等到塔下的宝函刚露出一个角，他一甩9爪钩，一下便将这东西勾了上来，然后收钩再甩出去，勾住旁边的罗汉像，像拉纤绳一样把自己稳住。这一系列的动作一气呵成，仅用了3秒。但他没想到的是，那罗汉像根本撑不住塔身和他的体重，一拉之下，罗汉像竟然从墙上掉了下来。糟了，下面一圈几乎全是风包，要是这样掉下去，等于直接摔进风包里面，那就死定了。陈皮阿四使尽全身的力气，用力一扯，将罗汉像扯向自己的方向。他一手将8重宝函丢向空中，如此闪电般一换手，罗汉像被他稳稳地接到了手里。但无法避免的是，宝塔顶也重重地撞上了地宫壁，更多的罗汉像从倾斜的塔刹剥落下来。这一次，陈皮阿四再也无计可施，只能眼睁睁看着一排罗汉像砸进蜂巢里。顿时灰尘四起，黄蜂巢被压得几乎完全凹陷裂开。混乱中，他丢下手里的罗汉，又转接住宝函，条件反射地用手电去照那风包，不禁睁大了眼睛。完了，我这老命算是要交代了，没死在战场上，反而死在地宫里，真是应了祖宗的老话了。第232集，多了一个。陈皮阿四还以为自己死定了，然而风包裂缝处并没有涌出大量的黄蜂。他仔细一看，里面已经干涸的没有一点水分，似乎是一个废弃的风包。但是风包里一坨黑乎乎的东西，让他瞬间浑身冰凉。那是什么？死人还是动物尸体？是座罗汉像，已经碎成好几片了，估计是蜂巢还没形成的时候就从上面摔下来碎了，结果被包了进去。不过我刚才下来的时候没觉得少一尊罗汉像啊。这一座是从哪儿掉下来的？此时整个地宫内极其黑暗，向上看去，手电光线所照之处，满眼都是俯视的罗汉，几百双眼睛注视着陈皮阿四，他们的瞳孔因为光线的变化露出狰狞的表情，气氛十分诡异。这些和尚肯定是故意的。此时他也顾不得更多，
又找了几圈，却仍旧没有发现哪里缺了一座雕像。过了一会儿，陈皮阿四心里灵光闪动，慢慢知道了问题的所在。他的手电移向了那一座被他打裂双眼的白面望天罗汉的位置。只有这一座罗汉像，明显和其他的不同。问题应该是出在这儿，有可能是什么人将上面某尊罗汉推倒下来，然后将那尊脑袋朝上的白面望天罗汉放了上去，所以那尊才和其他的不一样。不过到底是谁那么无聊啊？而且还能准确地知道我下来的位置，将雕像的头对准我下来的地方，不是行内人也不可能做到。难道这里已经有人来过了，摆下这个东西来寒碜我？陈皮阿四的手电光照在那胖胖的白面望天罗汉身上，又掂了掂手里沉甸甸的8重宝函，心里的疑问更深了。不过不对呀，如果有人来过，为什么不把这东西带走？人去不留空，肯定是我想多了。这里是那些秃驴设下的圈套，好让我们这些人想歪了去。此时陈皮阿四的身体已经到了极限，他把手电光从那罗汉身上移开，想查看一下怎么回去最省力。就在这时，恐怖的一幕发生了，那张惨白的脸突然扭了过来，手电移得太快，那一幕转瞬即逝。但是陈皮阿四看得真切，当下就觉得脑子一炸，几乎要坐倒在地上。少给我装神弄鬼！陈皮阿四手一翻，连发10几颗铁弹子，铁弹子在头顶上四处弹来弹去，他还以为是那妖怪一样的白面罗汉蹦下来了，顿时乱了阵脚，把早年藏着的一把王八盒子掏了出来。慌乱之中，他看到了墙边那扇不起眼的矮石门。爬上去从盗洞出去是不可能了，那就从这儿跑吧。他猫腰钻进矮门，里面是一间石室，山包一样的地黄蜂巢从墙上一直长过来。他跑了几步，脚嵌进蜂包里，摔了个跟头，手电飞出去很远。此时此刻，陈皮老四也顾不得捡了，抱起那盒子就往前冲去。浮屠地宫的结构并不复杂，他才跑了几步，就隐约看到石室的出口，前面出现几缕火光。他心中大喜，跌跌撞撞地踩着风包就向火光赶去。估计是我刚才在外面点的篝火照了进来。过了石室就是漫道，有10几米长，尽头是地宫的正门，出口仿佛被什么堵住了，只能看到微弱的火光。陈皮阿四咬着牙前进，又跑了10几步，头昏脑胀地赶到火光面前，也不知道迎头撞到了什么东西，下一秒却已经冲了出去，滚倒在地。终于出来了。外面火光熊熊，他站起来四处一看，才意识到自己竟然从一处断墙里撞了出来。他正诧异着，几把苗刀已经架在了脖子上。第233集，麒麟纹身。陈皮阿四的体力已经到了极限，手里的东西在无奈之下被人接了过去。
他没办法反抗，就想干脆逃跑。然而刚踉跄了几步，突然被人一脚踢在了小腿上，跪倒在地。他抬头一看，自己已经被团团包围，苗族首领正一脸愤怒地看着他。你骗了我们，我们找了一圈，什么也没发现。苗族首领看了看从陈皮阿四手里拿来的宝函，又看了看断墙里黑漆漆的暗洞，已经猜出了大概。盘问出他的身份，然后挖了他的眼睛。是。老头，老实交代，你到底是什么人？来这里要干什么？让我先喘口气。那奉命盘问的青年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其他几个苗人好奇断墙内的情况，纷纷打起火把，探头进去查看。陈皮阿四缓了几分钟，体力恢复了一些。这时2个苗人走上前来，要按他的双手。他一咧嘴，突然翻出一把铁担子，跳起来的瞬间便把所有的火把打落在地。是谁？一道冷风再次划过，陈皮阿四的2只眼睛已经被一刀划瞎了。他最后看到的景象是那苗族首领淡定的眸子和他身上舞动的麒麟纹身。事情就是这样。那几个苗人啊，没杀陈四爷，而是将他跟那宝函交给了当地的联防队。巧的是啊，陈四爷起义时的一个战友，那几年正好在那里负责联防，就把他给保了下来，他才没被枪毙。后来那宝函被送到了博物馆，打开一看，最后一层根本不是什么舍利，而是这条铜鱼。陈四爷知道后破口大骂，说自己被人给耍了。这宝函啊，可能早在几代之前就已经被打开过，里边的东西被调包了。他有什么根据？这我就不知道了。这陈皮阿四啊，后来当了和尚，在广西挂单。这些事情我可是托了老关系才打听来的。小哥啊，这消息不便宜啊。以后你有什么好处呢，也别忘了便宜便宜我啊！哼，这老东西果然没安好心啊！哈哈，那肯定啊，以后还得仰仗着海叔帮忙呢。哎，对了，海叔，你这次来杭州那个拍卖会是怎么回事啊？哎呀，这当年乱七八糟的，这条鱼也不知道流落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不。今儿个啊，竟然有人拿出来拍卖。我参加拍卖会是常事，在业内呢也有点名气，他们就给我发了本手册和请帖。你看，这鱼它在拍卖品名单上呢。我看你对这鱼也挺有兴趣，就顺便给你弄了张请帖。甭管有用没用啊，去看看谁想买这鱼也是件好事儿，是吧？啊，我看看。什么？起拍价1000万？神经病才会去买呢！我手上还有2条，要是有人买，我不是有2000万了？现在的拍卖行自我炒作也太厉害了，但也要别人相信才行啊！对了，海叔，你那铺子最近生意怎么样？不咋样啊。我闲得都快长虱子了，我都想跟你一起去见识一下那种活了。哈，还是免了，我自己都不打算再去，你一把老骨头就别掺和了。2人酒足饭饱，准备就此分手回去休息。可秦海婷吵着要出去玩，吴邪是地主，不好推辞，只好开着车带他们四处跑了一下，
吃了点小吃。不过天气实在太冷，他们也就早早的回去休息了。第234集，茶馆偶遇。吴邪觉得家里冷清，于是干脆直接开车去二叔吴二白的茶馆闲坐。在茶馆里，他一边喝茶，一边看着爷爷的笔记，琢磨着3条蛇眉铜鱼的事情。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这3条鱼不在同一个朝代，而且地理位置相差得很远。暂且不管这3条鱼的用处，就是他们被发掘的地方，也八竿子打不着啊！哎呀，古人做这件事情，肯定有他们的目的，不然这阵仗也太大了，不是一般人能玩得起的。可关键就是，我根本想不出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唉，如果爷爷还活着就好了，或者三叔在，至少也有个商量的人。什么味道？吴邪忽然闻到一股焦臭，他低头一看，借阅的杂志里有一张中国的旅游地图。他一边想，一边用香烟在上面比划着，没留神就把那3个地方都烫出了一个洞。等到他反应过来，已经晚了。他赶紧把烟头掐灭，看了看四周，确认服务员没有注意到他搞破坏之后，才松了口气。二叔性格乖张，弄坏他的东西，就算是亲侄子，他也是要翻脸的。这里的杂志都是他的收藏品，每一本都很珍贵，弄坏了，起码要被他念叨个几年。吴邪装成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把杂志还了回去。他刚放下，就有一位老人拿了过去，站在那里翻阅起来。吴邪担心被发现自己搞破坏，他没敢走远，坐在一边的沙发上偷偷地观察。这时，那老人翻到了杂志上被烫坏的那一页。谁给烫出了个风水局在这里？真缺德！吴邪一惊，他偷偷地打量起那个老人。他看起来大概有70岁，身材干瘦，个子不高，眉宇间有一丝阴翳，戴着一副啤酒瓶底式的老花眼镜，穿着有些皱巴的老旧棉袄。这样的打扮，不像是这里的客人。不过二叔的茶馆里能人很多，就连服务员都见怪不怪了。这年头，什么人都有。吴邪不动声色地看着老人，只见他拿着那本书，背着手回到了座位上。他的腰板挺得很直，步履生风，看起来像个练家子。他的座位上还有几个人，都上了年纪，正在聊天。一看到老头回来，都露出了恭敬的神色。吴邪悄悄地端着茶走了过去，坐在他们身后的位置上，竖起耳朵开始偷听。刚开始那几个老人聊了一会儿股票，半小时之后，那戴眼镜的老头终于说起了那本杂志。对了，来，让你们看见有趣的事。有门啊！这家伙可能真知道些什么。你们来看看，这张地图有啥特别的？考考你们。狡兔3窟，3位一体。我看是3足鼎立才对。通通不对。这几个老头还真能扯，快点公布答案吧。你们扶儿过来。快让我看一眼。没事，你说什么悄悄话呀？
难道我就是没缘分知道这事情？真的假的？原来是这样，高，实在是高。我说你们能不能别感叹了？发现了什么赶紧讨论一下呀！稍微透露点细节也行，只要让我知道一点线索，我应该就能推算出个大概了。然而，令吴邪没想到的是，接下来这帮人所有的对话全部都用起了一种他从没听过的语言。听起来也不像是方言。这几个老头到底是哪里来的人？算了，小爷我直接去问。几位老爷子是哪里人啊？你们讲的语言听起来怎么这么奇怪呢？第235集，潜龙出海。吴邪话音刚落，他就有些后悔了。哎呀，我是不是太唐突了？他们不会给我脸色吧？小娃子，你听不懂是正常的，这是老苗话，全国加起来能说的不超过1000号人了。啊，几位都是苗族人，怎么看着不像啊？几位别笑啊！刚才听这位老太爷说什么风水局，这地图是被我烫的，难不成还烫出了什么噱头不成？小伙子，也对风水感兴趣？这学问你可懂不了啊！能懂，能懂。要不您跟我说说，也让我开开眼。其实也没什么，你看，你烫出的3个点，位置都很特别，把它们连起来，然后再横过来看，你看到了什么？这是……吴邪拿起杂志，一看之下，忽然浑身发冷。原来，祁蒙山西周陵、广西的卧佛岭浮屠地宫和西沙的海底墓3条鱼出土的地方，有曲线贴着中国海岸线连了起来，形状非常特别。仔细一看，那赫然是一条若隐若现的龙形脉络。吴邪啊，吴邪，你怎么就这么笨呢？也不会在地图上比划比划，只顾着想这几个遗址的朝代不同，怎么就没想到位置的关系呢？怎么这么快就看出端倪了？没错，这是条不太明显的出水龙，说的好听点儿，叫做潜龙出海。不过这局还少了一点儿，缺了个龙头。龙头应该在这儿，长白山。这个大师，这局有什么用意吗？横看成峰，竖成岭。你看这几个点，连着长白山脉、秦岭、祁蒙山系、昆仑山脉入地的地方，这叫做潜龙压尾。中国的几条龙脉在地下都是连着的。从风水上说，这条线上聚气藏风的地方多不胜数。你下的这3个点呐，都是很关键的宝眼。因为这条线一头在水里，一头在岸上，所以叫出水龙。不过这种大头风水不太实用，用这种风水看出来的龙脉比较抽象。古时候啊，用来占卜看天下运势。北京城的位置
都是靠这个确定的。而给皇帝选灵，这风水就太大了。我呢，也是只懂得点皮毛。要论大师，还属明初时候的那个汪藏海，大头风水是他的拿手好戏呀。我知道了，通了，全都通了。为什么鲁王宫外尸洞里的六角铃铛会出现在海底墓？为什么西周墓里会有那么精巧的迷宫盒子？为什么广西浮屠金儿宫里的佛骨舍利会变成蛇眉铜鱼？理由太简单了，因为这些地方汪藏海全都去过了。出水龙的保眼处都是当条龙脉的藏风聚气之地，一般都修筑了带有标志意义的建筑物或者陵墓。虽然现在还不知道他把铜鱼放在那些地方是什么用意，但是按照风水学上的惯例，这一条风水线大头龙是为了长白山上的龙头而设，一切布置都是为了云顶天宫。难怪他会如此着迷，花费这么巨大的心血。不过，云顶天宫里到底埋着的是谁？瞧这小子，都想出神了。老伙计们，咱们茶也喝饱了，结账走人吧。吴邪一下子没反应过来，等想起向那老人要联系方式时，他已经走出了茶馆。吴邪追出去，正看到他把眼镜一摘，露出了眼睛。那是……只见那老人的脸上有一道可怕的伤疤，从眼角开始划过鼻子，一直到另一边的眼角。他的鼻梁骨有一处凹陷，似乎被利器割伤过。吴邪看到他的眼睛，当即愣在原地，忘记去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一群人上车离开了。这老头子谈吐不凡，而且中气十足，很可能就是老海今天说的陈皮阿四。不过我们吃饭的时候才刚谈到他，转眼就让我在茶馆里碰到了，这也太巧了吧？不对，老海莫名其妙的来杭州给我讲故事，难不成有什么猫腻？难道老海和这老头一起下套，想引我入局？这老头看上去狡猾得很，不可不防啊！还有，他不是已经瞎了吗？怎么还能看得见呢？而且看起来也不像是90岁的人呢。第236集，绿皮火车。吴邪心里虽然还有一大堆疑问，但想通了大头乾隆的局，已经舒服了很多，心头的阴霾也一扫而空。他返回茶馆结了账，然后回家舒服踏实地睡了一觉。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的中午，他看了看请帖上的时间，发现拍卖会已经结束了，于是打电话给老海询问情况。喂，海叔，那条鱼怎么样了？没什么人买。哼，那么贵，傻子才买呢。哎，海叔，你帮我留意着点那条鱼的去向哈。放心吧啊，甭管最后到了谁手里，我都能知道。喂，老海，来拿你的东西。哎，你等会儿。海叔，看来你买了不少好东西啊。那我就不啰嗦了，你先忙吧。啊，行，咱们回头再细聊啊。哎呀，要不我去茶馆里等等那个老头吧。是三叔店里的伙计，这个时候打电话给我。喂，小三爷，有人找您。该不是老痒又出现了吧？谁找我？你来店里一趟就知道了。吴邪挂断电话，
立刻开车到吴三省的店里。他走进店门一看，只见一个熟悉的人正坐在沙发上。他眼睛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潘子，小三爷，你身体怎么样了？康复了吗？放心吧，小三爷，我体质好，恢复得快。其实啊，你刚走我就醒过来了，不过我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打不通。我离开没多久就出海了。我在床上躺了将近1个月才出院，刚回杭州就来找你们了，可一个人影也没找着。算起来，那个时候我应该是在陕西。三叔就不用提了，全世界都在找他，谁也找不着。哎，潘子，你手臂上怎么带着黑纱？我和大奎兄弟一场，头七没赶上，现在戴一下，心里也舒服一点。说到底，这件事情都是因我而起。如果我当时不去多这个事儿，没让三叔看帛书，我们就不会走到这一步了。小三爷，做我们这一行的，这该来的逃不了，怪不得别人。你说的简单，打死大奎的又不是你。唏嘘了一阵，吴邪又把他最近的经历说给潘子听，然后又说起他和胖子以及张起灵的猜测。潘子的脸色越听越难看。我跟了三爷这么多年，我敢肯定，三爷绝对不是那种人。小三爷，你别听别人乱讲。潘子和我三叔感情深，听不进去这些话也是自然。算了，我还是赶紧转一个话题吧。潘子，你之后什么打算？我打算还是回长沙，继续混饭吃。那里三爷的生意都还在，人我也都认识，回去不怕没事情做。不过现在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这事儿不简单，我得想办法再查查，才能安心。你能去查查是最好不过的。这之后，潘子打了好几个电话，对方都让他等消息。吴邪以为要等个10天8天的，没想到才过了5分钟就都回了电话。潘子听完之后眉头紧皱。小三爷，恐怕你得跟我走一趟了。怎么回事？该不会是出事了？三爷在长沙找到了一个人，给你留了话，不过得亲自和你讲。那一边的人叫我带你过去。三叔留了话给我？长沙那边我也不是没联络过，怎么从来没人跟我提起这个事儿？这些事以后再说，那边很急。你看什么时候能出发？那明天？今晚怎么样？那好吧。潘子，要是着急，为什么不坐飞机啊？还坐个绿皮火车？火车也就算了，至少要坐个特快吧？干嘛买绿皮的硬座呀？这不是笑话吗？等一下你就知道了。这潘子脑门上都冒汗了，他到底在紧张什么？第237集，监视。火车从杭州出发，预计3个小时抵达金华市。中途就在吴邪忍耐不住想要问个究竟的时候，火车突然临时停车了。绿皮车临时停车是常有的事情，吴邪的心里有些幸灾乐祸。让你坐绿皮，你急是吧？临时停车急死你！小三爷，跟我走。去哪儿？吴邪正纳闷呢，只见潘子突然一个打滚从车窗跳了出去。这是干什么呀？小三爷，你还等什么？快下来！完了，这下子明天要上头条了。
吴邪一咬牙也翻了出去。绿皮车很高，他跳下来后翻了个跟头，摔到了一边的路枕上。潘子一把把他扶起来，拉着他就跑。两个人就这样马不停蹄地穿越田野，翻上大道。马路旁正停着一辆皮卡车，潘子二话不说，拉着吴邪跳进皮卡，车子立刻发动，行驶了起来。你搞什么？别生气，我也是第一次这么狼狈，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招惹上的，不知道能不能甩掉。不过，已经看不到人影了，应该暂时安全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火车上有警察，三爷不在，长沙那边的生意乱了套，做活的帮工里可能有警察的人。吴邪看了一眼司机，意识到司机是临时找来的，不能透露太多，所以也没有再追问。可他心里却像打翻了五味瓶一样。那我现在算什么？我不是成逃犯了呀！哎呀，我的天，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啊？早几个月我还是个小商贩，突然就变成盗墓贼，和粽子搞外交就不说了，现在又成逃犯了。人生真是太刺激了。车子一路奔驰，开到金华边上的一个小县城里。潘子下车付了钱，带吴邪去随便买了几件西装换上，然后又赶到火车站。刚才那列火车由于临时停车，现在才到站点。他们买了卧铺，重新上车。潘子来回走了几圈，看了看车厢，终于放松了下来。刚才那些警察应该在金华站就下车了，现在高速公路省道两头都有卡，他们绝对想不到我们会重新上火车。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们怎么就被警察盯上了？我也不知道。下午我给长沙的地下钱庄去电话，结果那老板一听是我的声音，只说了2句：一是让我马上把你带去长沙，三爷有话留；二是长沙出了状况，叫我们小心，然后就挂了。这老板是三爷30年的合作伙伴，绝对靠得牢。我想了一下，杭州我们不熟悉，待久了会出事儿，怎么样也要先回长沙再说。哎，你是什么时候发现有人跟踪我们的？我上车之后就发现了，于是联系了朋友，叫了辆车，让他尽量跟着铁轨走。刚才临时停车，我看到司机给我们打信号，就知道机会来了，所以才拖着你下来。你看那司机，一路上一句话也没说，也是咱们道上混的。在这种人面前，你不能说太多。不过这些条子没抓到我们，说明我们和长沙的事情关系不大，肯定是长沙那里有大头被逮住了。咱们这些小虾米啊，都是萝卜带出的泥儿，你也不用太害怕，和你无关。谢天谢地。不过长沙一旦出事儿，千丝万缕的，三爷肯定脱不了干系。那老板也不说清楚，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事情。其实我们这几年已经很收敛了，几乎都没怎么直接下地。以前的事儿也不可能给翻得这么大，真是想不明白。那你现在怎么打算？我可不想亡命天涯。我们不能直接去长沙，出了浙江我们就下车，然后坐长途大巴到长沙边上的山里。三爷在外面有几个收古董的点儿，那里有人接头。那钱庄老板到时候会过来。好。第238集，楚光头。火车到站停靠，吴邪和潘子所在的卧铺间里又上来了一位乘客。潘子打了个眼色，吴邪马上转移话题，聊着聊着，不知不觉就说到了陈皮阿四的事。这人的名气在长沙响当当的，潘子也曾经听说过他。这人在我们那里也有自己的生意，听说他瞎了以后就不再自己做活了。文革结束后呢，收了几个徒弟，倒卖古董给外国人，
这人阴得很。那几个醉仙跟他的徒弟，几乎都被枪毙了，他还逍遥在外。你最好和他保持距离。但是我看他那样子，也不像瞎了呀。这我就不知道了。这之后，两人按照潘子的计划，几经波折，来到长沙附近福寿山一带。那里是个好地方，沿途风景迷人。吴邪跟着潘子来到镇上一处杂货市场，东拐西勾的找到一家冷清的小铺子。铺子外面卖的是旧电脑，里面推开后墙就是一间小内室，再往里面豁然开朗，是两间铺面之间背靠背留出的一道建筑缝隙，大概能容纳2个人并排走。上面拉起了雨布，两边各有一排架子，架子上全是刚出土的名器，有几个人正在那里挑货。负责人认识潘子，看见他后立刻放下手里的东西走了过来。你们怎么才到？东西都备好了，你们什么时候走啊？东西？什么东西？你不知道？不知道啊。小三爷，你知道吗？你的地盘，你问我干什么？三爷吩咐的，5人装备做活啊！嗨，潘子，你不知道？我怎么不知道？三爷回来过了，什么时候吩咐的？少跟我装傻了，东西是给你的，你能不知道？我骗你做啥子嘛？三爷怎么说的？啥时候说的？这就奇怪了，具体我也不清楚，我也是听钱庄的楚老板交代的。他就在后头，你们去问他吧。潘子带着吴邪穿过窄道，来到尽头的铁门，铁门没锁，一推就开了。里面是一间简陋的办公室，一个油光满面的光头中年人正坐在沙发上抽着烟，看到吴邪他们进来，把烟头往地上一扔，彩西站了起来。怎么才到啊？等你们2天了。楚哥，到底出了什么事儿？我们哪里招惹号子里的人了？先别慌，没出事。这是三爷的意思，是他让我把他前几年做的一些买卖的消息放出去，给耗子来点刺激的。现在厅里已经立项目组侦查了，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用意。不过看样子他是在给另一批人设障碍。另一批人？对，因为这一招，现在整个古董市场都受了牵连，凡是和三爷有生意关系的人全部被监控了。这样一来，没提前做准备的人现在就很难开展活动。三爷是在给你们争取时间。什么时间？我也不知道，你三叔是老江湖了，他的套路我是猜不透的。刚才听外面的酒肆说，什么装备准备好了，说是您安排的，这又是怎么回事？刚才说了，只要我一把消息放出去，凡是做这一行的人都没办法轻举妄动了。所以三爷让我在放消息前把该做的事情都做了。我呢，提早买好了装备，要是现在去，连铲头都买不到一只。可是买这些装备干什么呢？我们又没打算做活。这就是你三叔给你带话的原因呢。其实你三叔的那些装备，刚开始没算上你的份，也就是说，他准备了5份装备，其中1份是留给他自己的。不过呢，他当时打电话的时候也跟我说了，他做的事情，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在做，还有人在和他抢湖，对方也不是省油的灯。所以，如果他回不来，这套装备就给你用。无论如何，你要把他的事情继续下去，不能让另一批人抢先了。另一批人？难道是阿宁所属的那个公司？三叔在海斗里摆了他们一道，出于这个原因，两边不对付了。三爷有没有说，另一批人是什么人？没有。不过我想现在三爷有可能已经落在他们的手上了。
不然他早该出现了。可惜啊，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知道，不然对方来头再大，我们也不至于摆不平。对了，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是哪儿？在吉林长白山脉的衡山山脉上，具体地方只能用坐标来标。不过我已经联系好了当地向导，他会带你们过去。长白山？难道是汪藏海的云顶天宫？第239集，新的团伙。不是吧？莫名其妙就被安排了，而且在冬天登长白山，认真的吗？唉，你也别不高兴。说实话，我也搞不懂情况。不过呢，我仔细想过了，现在你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跟着三爷准备好的计划走下去，才能找到线索。不然，三爷恐怕过不了这一关。楚哥，那三爷的计划里，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做？你们一共5个人，先上火车去吉林，行李我们会想办法托运到那边，然后哪里有车带你们去下一个点，人都是三爷联系好的，基本上都到了。唉，看样子只能去爬雪山了。不用担心，我会负责你们全程的所有细节，你们呢只管上路，只要小心路上别被盯上就行了。今天晚上你们先休息，明天我直接送你们上火车，车票和洗漱用品已经准备好了。至于其他问题，另外3个人都知道，你们明天问他们吧。这光头行政能力真强啊！放正经公司里，高低得是个行政主管。对了，楚哥，那3个人都是谁啊？我也不知道。不过你三叔说了，人绝对靠谱。那行，楚哥，那就先这样，我们去休息一会儿。2人原路返回，吴邪看到铺子外面运来许多2手电脑的显示器，不由得有些好奇。哎，他们怎么还做2手电脑的生意？小三爷，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明器就是藏在那里面运输的，一般关卡检查，这样的包装是查不出来的。哦，那光头说把我们的装备运去吉林，也是通过这个方式？没错。傍晚，潘子带着吴邪去吃长沙的角饵，2人边吃边讨论着今天的事情。小三爷，我琢磨了琢磨，总觉得你和我说的去西沙给你们准备的那个什么什么资源公司很可疑。你说三爷说的那另一批人会不会就是他们？这我早就想到了，不过我觉得问题不在那个公司，而在于公司背后的人。咱们也别想了，反正到了那边，我们不去找他们，他们也会找上门来。只是那个楚哥靠不靠得住啊？小三爷，我潘子看人准得很，这人你绝对放心。我就是担心，他说一起去的有5个人，其他3个人到底是个什么货色？三叔安排的总不会错。难说啊。三爷常说，看人要365天的看，少看1天都不行。人啊，是会变的。你1个星期不见他，说不定他已经想着要害你了。特别是我们这一行里那些没文化的，说的不好听点，哪几个手里没几条人命债呀？心一狠，老娘都能埋到土里。三爷这么久没回来，这里的伙计人心肯定起变。你要求太高也不行，咱们走一步是一步吧。晚上，天气冷起来，2人吃完饭后来到潘子以前住的房子里睡觉。第2天一早，他们刚吃完早饭，楚光头的车就来了。吴邪背起自己的贴身行李，远远看了看车里，发现座位上已经坐了个人。
他仔细一看，那个人是个老头，很面熟，似乎在哪里见过。他并没有在意，和潘子开着玩笑走了过去。他靠近一看，突然懵了，因为那老头不是别人，竟然是陈皮阿四。他坐在车里干什么？难不成这老头子也是5个人中的一个？总不会这么离谱吧？哎，愣着干嘛？快上车呀！四爷。潘子见了陈皮阿四，也是一脸的诧异。他看向开车的楚光头，呲着牙用嘴型问他怎么回事。楚光头无奈一笑，用嘴型回答他也不知道，三爷就是这样安排的。不会吧，这老家伙不是个瞎子吗？而且年龄比我和潘子加起来还大。三叔这是玩的什么花样啊？三叔给我们安排的第1个人是一个近100岁的老头，那第2个人是什么货色，就真不好估计了。难道三叔是想看我们有没有爱心？值得庆幸的是，陈皮阿四的身体很硬朗。到了车站后，他背着手就下了车。楚光头恭恭敬敬地跟在他后面，帮他提行李。一行人为了方便，选了条件比较差的卧铺。这卧铺1个房间可以睡6个人，正好剩1张床放行李。吴邪来到自己的位置，探头往里看了看，就看见一个胖子在吃着方便面。看到吴邪后，那人露出了诡异的表情。又是你？三叔怎么找了你？难不成还是以前那支队伍吗？吴邪马上看向胖子的上铺，果然，一双淡定的毫无波澜的眼睛正注视着他。此人正是张起灵。第240集，假喇嘛。队伍中的2个新成员，一个是王胖子，一个是张起灵，这让吴邪瞬间松了口气。他们接下来的旅程将是坐火车从长沙到山海关，然后换乘到敦化，大约2天，跨越将近3000公里。小吴同志，真好真好。哎，胖子，你那鱼也卖了个不错的价钱，这是支票。还得是我们小吴同志啊，不辱使命，功不可没。少扯犊子。话说你怎么会到这儿来？我北京一朋友听说那楚光头假喇嘛，就帮我搭上这车了。假喇嘛？怎么，我们小吴同志连这个都没听说过？那就让你胖爷给你科普科普。这道上有些事儿只能扎堆做，比如说啊，有些深山老林里的大头，一个人绝对办不掉。一来呢，太多装备一个人背不进去；二来呀，这好东西太多，一个人也带不走。这种古墓一般非常危险，走运的话，能活着打1个来回就不错了。再要2、3次进去冒险，谁都不愿意。所以碰到这种情况，就会有一个人出来牵头。古时候叫捉斗，民国后啊又有新说法，就是假喇嘛。这不就跟包工头似的，手里有项目，自己找水电工来做嘛。哎，对，没错，就是这么回事。那你知道具体情况吗？一般不到目的地啊，这假喇嘛的人是不会透露的，不然被别人提前知道了，有可能起内讧。这么说来，你也不知道我三叔现在在哪儿？真的哎，那个熊，你还问我？你胖爷，我要知道这事儿又和你那狗屁三叔有关系，再多票子我也不干啊！看来这里了解情况最多的，除了我和潘子，就只有那个陈皮阿四了。闷油瓶肯定也是光头联系的，估计也问不出什么来。不过，还是打个招呼吧。小哥，又见面了啊！
上次我们能逃出来，还得谢谢你。哎，对了，这次，小哥，哎，你就别费力气了。他上车以后啊，一直在睡觉。列车行驶后，吴邪和胖子、潘子一起玩扑克牌消磨时间。他们一边杵大地，一边琢磨起陈皮阿四的事情。这老头上了车后就一直没讲过话，车一开就自顾自走了出去，到现在还没回来，到底是去干嘛了？哎，这瘦老头谁啊？帅的跟258万似的。他就是陈皮阿四，陈四爷，今年已经90多岁了。啥？90多岁？哎，你可别告诉我，这老家伙也得跟我们上山啊！要真这样，到没人的地方，我先把他给人道毁灭了，谁也别拦我啊！反正那进去横竖也是一死。你少说几句，老家伙精得很，给他听到了，没到地方就把你害了。我之前在我二叔的茶馆里见过他，那时他给我的感觉就像一个高深莫测的国学大师，旁边一群人围着。以这种人的势力和造诣，再加上这么大年纪，怎么会一个人来加喇嘛？不怕被我们害了吗？这你就不懂了，咱们现在都是三爷夹来的喇嘛，不管是小沙弥还是方丈，现在都给三爷夹着，这是江湖规矩。他要分这杯羹，就得按规矩来，来头再大都没办法。不过，我们是得小心着这老头。表面上他是一个人，但按照他的性子，肯定有安排自己人在四周。老子就不懂了，你那三爷整这么个人出来干什么呀？这不存心添乱吗？这人要真那么邪，我看咱们得先下手为强，要么绑了，要么做了。我警告你，你别乱来啊！三爷提这个人来，肯定有用意，咱们就买他的面子。反正他这么一把年纪了，年轻时再厉害也没用，到时候要真……潘子话还没说完，张起灵的手突然从上铺垂了下来，一把掐住了他的肩膀，几乎让他疼得跳起来。潘子对张起灵没什么好感，他刚想骂人，车厢的门突然被推开了，陈皮阿四走了进来。吴邪他们忙低头继续玩牌，陈皮阿四看了看他们，也不说话，径直回到自己的床铺躺下。三个人再也不敢商量事情，只好专心打牌。就这样，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第二天晚上将近0点，列车停靠到了山海关。第241集，山海关。哎，换乘的车还有2个小时才到站，山海关可是天下第1关，要不咱下去看看？这都凌晨了，又没月亮，看个鸟啊！我们还是去候车室等着吧。正值春运前夕，候车室客流量很大。车站里充斥着难闻的气味，各种各样过夜的人都有，还有直接卷着铺盖睡在地上的。吴邪一行人小心翼翼地顺着人流进去，可没一会儿功夫就被挤散了。张起灵和陈皮阿四被冲到了远处，王胖子被几个人踩了脚，在那里直骂。吴邪举起手来想招呼他们别走散了，这时潘子一把拉住了他的手，将他拉得蹲了下来。有警吊子，悠着点。应该没事吧？就大门口有几个警察在查身份证，杭州也经常有。我们没带装备，也没被通缉，怕什么？便衣就藏在人堆里，正在找人呢。把头低下，别被认出来。哎，那边好像有个熟面孔，正在往我们这边看。他们在那儿！我靠，那不是楚光头吗？怎么2天不见已经给铐进去了？妈了个巴子！小三爷，快跑！
两人拔腿就跑，连滚带爬翻过好几排座位。潘子一路过去，人们全都纷纷让开了。可吴邪要挤过去的时候，人们却又围了过来。这叫什么事儿啊？我看着这么好欺负吗？眼看着警察就要赶到了，候车室大厅天花板上的一盏日光灯突然碎了，所有人都被吓了一跳。紧接着又一盏灯也灭了。吴邪趁机猫着腰从人群之间钻了过去，想挤到门口的位置。忽然一个人抓住了他，将他拉到了一边。此人是潘子。走，咱们从铁轨那里出去。吴邪跟着潘子逆着人流往站台挤，远远就看见胖子朝他们打手势，便朝他跑了过去。小哥呢？这不说来就来了吗？潘子，你那夹喇嘛的筷子让雷子给折了，现在怎么办？那个龟儿子这么容易就把我们抖出来了，现在的人真靠不住，要有机会我非弄死他。你现在起什么劲儿啊？你得说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啊。小三爷，你说呢？依我看，跟着老头。三个人顺着张起灵的目光看去，陈皮阿四正在不远处看着他们，旁边还站着几个陌生的中年人。眼看张起灵径直朝那边走过去，吴邪他们只好也硬着头皮跟过去。这时陈皮阿四打了个手势，便和身边的人一起散开在人群里。一行人在人群的掩护下摸黑逃出了火车站。他们来到一处公园里，商量起下一步的计划。这次真是出师不利。本来以为按光头的计划，我们可以轻轻松松到达目的地，没想到他竟然被逮住了，还带人来抓我们。就这义气，还30年的老关系，看来三叔的眼光也不怎么样。就凭你们几个货色，还想去挖东夏皇帝的九龙台师关？吴三省老糊涂了吗？呸！老爷子，你这话说错了啊！这不关我们的事儿，是那个什么三爷他眼光有问题，这事儿能怪我们吗？老子他妈混这么久了，第一次给雷子撵得满街跑，真他妈憋气儿。我说胖子，你这话说的可就没意思了。那潘子你说咋整？陈家阿公，咱们也算打过交道，现在也不是批评我们的时候。您呢，是这里辈分最大的，现在夹喇叭的筷子断了，您看这事儿怎么着吧？我们都听您的。凭什么要听他的呀？哎，胖子，你先冷静点啊。第242集，九龙台诗。潘子是吧？算你懂点规矩，我就提点你们几句。这火车是不能坐了，我安排了其他车，想跟来的，等一下跟我上车。不服气的，哪儿来回哪儿去。不过我事先告诉你吧，这次要去的地方没那么简单。吴三省当初找我，就是要找我这个老家伙给你们指点着点儿。那地方，当今世上除了我，恐怕没有第二个人能进去了。嘿嘿，我呸！老爷子，您别吓唬人。你小胖爷我什么世面没见过？我告诉你啊，我们几个上天摘过月，下海捉过鳖，这玉皇大帝的尿壶我们都拿着颠过，不就是一个九龙台师关吗？能有多厉害啊？老子过去一巴掌能把里边的粽子打得自己跳起来。还有这位，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长沙狗王的孙子。想当年在山东的时候，哎，老爷子，别听他胡说，这家伙说一句话，你得掰一半扔茅坑里去。你也别急着否认，我知道你是吴老狗的孙子。你老爸满月酒我去喝过，
算起来，你还要叫我一声阿公。吴老狗是我爷爷在道上几个走得近的人称呼的，这人果然和爷爷打过交道。千穿万穿，马屁不穿，我客气点总没错。是，四阿公。陈家公，那现在咱们怎么办？是先找个地方落脚，还是……我的车来了，是来是去，你们自己考虑。要上山的，就跟着我过来。操！这老家伙早有准备，好像早知道我们在这里会出事儿。我敢肯定是他卖了光头。现在敦化那边接头的人肯定也没了，装备趁早也别指望了。要弄清楚怎么回事，咱们非得跟着他不可。这一招真狠啊！不过无论如何，三爷交代的事情我一定要做下去。你们去不去，自己考虑吧。我也去。哎，我说小哥，你怎么也跑了？怎么办？现在就剩我们俩了。哎，对了，他刚才说那东夏皇帝的九龙台石棺是什么东西啊？我也不知道啊。啊，那要不咱也追上去问问？我觉得行。来接陈皮阿四的是一辆解放卡车，车上的人便是在车站里出现过的那些中年人。开车的是个大个子，叫朗峰，另外一个戴着眼镜的叫华和尚。那个人看起来斯文，不过浑身上下全是刀疤。还有一个比较年轻的30多岁，叫叶成。吴邪一行人爬上车斗后，那些人便在后面堆上了货物。就这样，车子一路开出了山海关，上了省道，直开往2道白河。这一路上，大家睡得昏天暗地，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第2天中午了。这里的温度比杭州低了很多，车斗虽然有篷布盖着，但是风还是直往里钻。陈皮阿四裹在军大衣里，不经意间露出了老人的疲态，但是这样的表情转瞬即逝。吴邪在一旁瞥了他几眼，心里的疑惑越来越深。也不知道这么一个早已经知天命的老人，这么折腾是图什么？四阿公，我们进山后怎么安排？本来楚光头在2道白河安排了向导和装备，会带我们前往一个叫栗子沟的小村子。等到了那儿，楚光头才会告诉我们目的地的信息，然后向导再带我们去。但现在栗子沟肯定是不能去了，雷子可能已经守在那儿了。也不知道光头到底知道多少关于天宫位置的信息。现在他已经进去了，事情就难办了。长白山很大，还有一部分在朝鲜境内，一寸一寸的找也不现实。不过既然是去栗子沟，地方肯定就在那附近。没错，我们干脆不进沟，直接开进去。里面还有几个村子，开到没路为止。不如我们按老路子来，先到附近的山村子里踩踩盘子，打听打听消息，应该会有收获。一切按照计划进行着。到了2道白河，陈皮阿四的人弄来装备，打开一看，没有铲子，没有军火，最多的竟然是卫生巾，另外还有绳子、普通的工具、巧克力、一大包辣椒、脸盆等日用品。胖子一看就不乐意了：“这闹啥呢？咱们这是去发妇女劳保用品还是怎么的？用起来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第243集，另一支队伍。
4天后，一行人来到衡山林区比较靠里的营山村。卡车能开到这里已经算是奇迹了。有几段路外面30厘米就是万丈深渊，只要司机稍微一疏忽，大家就都会摔成肉泥。他们到了那里找当地人一问，才知道这里原来有一个边防岗哨，后来撤了，所以才有公路，不然得用雪爬犁才能过得来。不过正因为有了路，偶尔会有一些游客开车自驾游，村里的人也就习惯了外来的人。吴邪下车后，环视起四周的雪山，想找出记忆里和海底木影画中相似的山景，但没有什么收获。应该是站的地方不对，这里的雪山看上去几乎都是一个样子。寻龙容易点穴难，藏经上说，3年寻龙，10年点穴。定一条龙脉，最起码要3年时间，但是找到宝眼要10年。这一过程是非常严格的。既然我们知道了龙头在衡山，只要进到山里，自然就能够找到宝眼的位置。问题是怎么进到山里去？这里不比其他地方，雪山太高，一般的猎户不会去那种地方，采参人也到不了雪顶，要找一个向导恐怕很难。我们还是先找个地方落脚吧。村里没有招待所，他们没找到地方住，只好去敲村委会的门。村支书很热情，给他们找了间守林人的临时空木房，他们付了钱就安顿了下来。这之后，他们在村里待了几天，租好了马，几经周折，最终找到了一个当地的朝鲜族退伍兵顺子，愿意做他们的向导。一般人不会上雪山，这些风雪大，每天的路都会变得不一样，而且上去了也没东西，只有我们当兵巡逻的时候会上去。这里几座峰我都能上，如果你们真想上去，我能带你们去。不过进了雪区之后，得听我的。好说，你开个价吧。双方商量好价钱之后，就这么定了下来。一行人整理好装备后，又按照顺子的要求买了不少东西，准备就绪。9个人14匹马，浩浩荡荡地朝着林区的深处走去。长白山风景优美，举目望去，山的每一段都有不同的色彩。不过，因为山高的令人心寒，大家并没有闲情逸致去欣赏美景。他们绷紧神经，时刻小心着别从马背上摔下去。但是偶然一瞥，整个天穹和山峰的那种巍然，还是让人忍不住心潮澎湃。长白山是火山体，山脉中有大量的温泉和小型火山湖。他们从营山村进入林区，顺着人工的山道一直往上，4个小时之后抵达了阿盖西湖。这里的湖水如镜，一点波澜都没有，整个长白山的倒影映在其中。吴邪一行人为了装游客，先是在湖边留了影，然后才继续出发。他们刚进山的那一段是在山脉的底部，越往里走，地面越陡。这里的树都是笔直的，但是地面倾斜，每一步都异常惊险。走了一会儿，最前面的顺子突然停下了脚步。再往上那里面还有个荒村，就是边防哨所在的地方，那里现在已经没人了。我们在那里过一夜，第2天就要过雪线了。很快他们便抵达了边防哨，凑合了一夜，第2天继续前进。下午的时候，他们已经离阿盖西湖很远了，俯视之下，偌大的湖面就犹如一个水池一般小。这个时候，一行人突然发现另一支马队出现在了湖边。
那支队伍的人数远远超过了他们。王胖子拿出望远镜，朝下面看了看，然后递给了吴邪。哎，我们有麻烦了啊！湖边上有30几个人，50多匹马，是一支很大的马队。他们正在搭建帐篷，看来他们想在湖边过夜。有一个女人正在张开一个雷达一样的东西做测试。哎，那人是阿宁。啊？怎么那女的也来这儿了？看来三叔想要拖延的就是他们这帮人，也不知道这捞沉船的公司来内陆干什么。来得好，说明我们的路没走错。继续走，别管他们。奇怪，也没看见三叔啊。不过，三叔如果落在了他们手里，有可能是被关在了帐篷里。小吴同志啊，你看啊，下面那些人里有一半都背着50、60步枪，他们还有卫星电话和很多先进设备，看来是有备而来。哎，陈家老爷子，你说不买枪不买枪，你看人家荷枪实弹的给撵上来了，这要交上手了怎么办？难不成拿脸盆当盾牌啊？拿卫生巾去抽他们？哎呀，做我们这一行从来不靠人多。过了雪线，你就知道跟着我跟对了。第244集，风雪。老板们，继续走啊！顺子的汉语并不算好，而且他做向导很多年，知道客人说的话最好别听，所以早早的就走到了最前面等着。见耽误了不少时间，便在远处催促了几声。一行人继续往前走，直到看到前面出现一些破旧的木头房子和铁丝门，上面还写着标语：祖国领土神圣不可侵犯。顺子让马停下，指着那些房子向大家介绍：那里是雪山前哨站的补给站，多边会谈后，几个哨站都换了地方，这里也荒废了。雪县的那几个哨站也没人了，咱们今晚上就在那儿凑合一夜吧。众人休息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就起床继续赶路。顺子虽然觉得奇怪，旅游的人很少这么拼命赶路，不过收人钱财也不好多说什么。这时外面已经开始下雪，气温骤降，南方人难以适应这样的天气。除了王胖子和叶成，其他几个人无一例外的都冻僵了。再往上过了雪线，他们终于看到了积雪。一开始是稀稀落落的，越往上就越厚，树越来越少，各种石头也多了起来。陈皮阿四看了看四周，心里已经了然。这里有动过工程的痕迹，看来我们已经接近目的地了。走到中午时候，四周已经白茫茫一片，地上的雪很厚，已经看不到任何路了，全靠顺子在前面带着马开路。这时候忽然刮起了风，顺子看了看云彩，心中隐约觉得不妙。老板们，要不今天就到这里吧，这天可能有大风，看雪山过眼就过一下，再往上就有危险了。你先等等，我们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吃点干粮啊，然后四处去看看风景再走。好的。此刻一行人正位于一处矮山的山脊上，一回头便可以看到来时走过的原始森林。陈皮阿四极目眺望，然后指了指眼前的一大片洼地。古时候建陵一般就地取材，你们看，
这一大片林子，明显比旁边的稀落。100年之前，肯定被人砍伐过。而且我们一路上来，虽然步履艰难，但是没有特别难过的障碍。这说明啊，这一带山体被修整过，附近肯定有个古代的大工程。咱们大方向没错，还得往上。这时，叶城走到陈皮阿四的身边，十分恭敬。老爷子，这山脉有10几座山峰，都是从这里上，我们怎么找啊？走走看看，龙头所在肯定有异象。地脉停顿之处为龙穴，这里山多，但是地脉只有一条。我们现在是沿着地脉走，不怕找不到，最多花点时间而已。吴邪顺着陈皮阿四的目光看去，只看到一片一片的树，也看不出有什么区别。他又转头去看张起灵，却见张起灵盯着前面的雪山，眉头微微皱了起来。众人又休息了一会儿，收拾东西，再次出发。我们继续往上吧。再往上就不能骑马了，要用马拉雪爬犁。不过我们事先说好了，一旦起风，你们都得听我的。我说回来就回来，绝对不能有任何异议。好，好。撤！准备妥当之后，顺子扬鞭出发，在前面带路。其他的马自动跟在了后面，一行人在雪地里飞驰。他们刚做雪爬犁的时候还觉得有趣，不一会儿便冻得浑身僵硬，手脚都没了知觉。因为是山路，马跑得不稳当，王胖子因为太沉了，好几次都侧翻摔进了雪里。大家好几次停下来等他，就这样一直跑到天下起雪来。风越来越大，马越走越慢，他们不得不戴上风镜才能睁开眼睛。到处是白色的雪花，满耳是风声。刚想说句话，嘴巴一张开，冰凉的风就直往里灌。真他妈冷啊！马娘的话都冻喉咙里了。不对啊，现在才下午2点，怎么天就灰了？这时，顺子的马突然在前面停了下来。吴邪隐约觉得不妙，便和王胖子还有潘子顶着风赶到顺子身边。就见顺子一边揉着马脖子，一边张望四周，眉头都快皱进鼻孔里去了。怎么了？风太大了，这里好像发生过雪崩，地貌不一样，我有点不认识了。而且前面压的都是上面山上的雪，太深太松，一脚下去就到马肚子了，马不肯过去。这种雪地下面有气泡，很容易滑塌，非常危险。我们不能扎堆一起走。那怎么办？看这天气，好像不太妙啊，回得去吗？说不准，不过这风一旦刮起来，没2天2夜是不会停的。咱们在这里肯定是死路一条。前面离上港不远了，到了那里就能避风雪。我看回去已经来不及了，我们可以徒步过去。徒步？他奶奶的，有的罪受了啊！第245集，雪地生物。我知道了，这地方是风口，在2边山脊的中间，风特别大，难怪会雪崩。我们往风口里走，大概1小时就能到上港。然而，
他们一直走到傍晚6点多，还是没见到邵岗的影子。顺子转来转去，摸不着头脑。再一想，他忽然拍了一下大腿。完了！我知道这邵岗在什么地方了。什么情况？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不是小雪崩，邵岗肯定被雪埋了，就在我们脚下。难怪找了半天都找不到。妈的！哎，现在怎么办？马也没了，难不成咱们死这儿啊？别慌，还有最后一个希望。我记得附近应该有一个温泉，如果我们能到那里，也能挨几天。那温泉海拔比这里高，应该没被雪埋住。要真的找不到，那我们就只能靠意志求生了。众人哭丧着脸，跟着顺子继续往上走。天越来越黑，顺子拉起绳子让大家绑在身上，因为周围的能见度很低，根本看不到人，叫也听不见，只能靠这条绳子才能防止有人掉队。吴邪走在中间，视线越来越模糊，怎么也看不清楚，前面的人越走越远，后面的人越拖越往后，他前后都看不到人，心里难免紧张了起来。我们是不是不该这个时候进山啊？我们不会死在这里吧？不过顺子走得还挺稳的，虽然看不见他，但这绳子一直在稳稳地往前拉。这种风雪他一定已经见惯了，跟着他准没事。吴邪一边安慰自己，一边继续前进。这时他忽然看到前面的雪雾中出现了一个黑影，那黑影走了几步，忽然一歪，倒在了雪地里。他赶紧跑过去一看，竟然是顺子扑倒在了雪里。后面的张起灵追了上来，赶忙和他一起将顺子扶了起来。他们背着顺子，拉紧绳子，让其余的人先聚集过来。王胖子刚跑过来，看清楚情况之后，立刻抱怨了起来：“这什么向导啊！不认路不说，咱们还没晕呢，他先晕了，这叫咱们怎么办？”糟了，情况已经完全失控了。强风夹裹着雪花，在上空盘旋，附近的能见度只有1米。一行人来时的脚印已经被吹得无影无踪了。大家在原地徘徊了几圈，完全分不清东西南北。强风压过，连头都抬不起来，站起来就会被风吹倒。此时所有的人脸色惨白，陈皮阿四的状态最糟，他眼神迷离，看样子已经撑不了多久了。潘子立刻将大家聚集起来，商量下一步的计划。我们不能停下来等死，温泉可能就在附近，我们拉长绳子，分散了去找找，找到了就拉绳子做信号。好。大家四处散开，吴邪也不知道自己选了哪个方向，走了没一会儿，只觉得一种麻木感从四肢流窜到全身。以前看过不少电影里都说，在雪山上人会越来越困，如果睡着就永远醒不过来了，还会产生很多幻觉，比如说看见热腾腾的饭。吴邪啊吴邪，你一定要提起精神，再坚持一下。吴邪拼命提醒自己，可是一点用也没有。他每走一步，眼皮就像多灌了铅一样，直往下耷拉。正在一筹莫展之时，风雪中突然传来了王胖子的声音：“哎，他爷爷呢？不好，解绳子，有人踏进雪坑里去了！”王胖子刚一摔下雪坑，紧接着所有人就像一串骨头一样，一个接一个的被拉进了雪地里，翻来滚去，不知道滚了多久才停住。众人挣扎着起身，这时潘子叫住了大家：“都先别动，我先爬下去，然后再说。”等等啊！臭家伙，都别下去！那雪里盘着的是什么东西啊？潘子刚要行动，叶城突然大喊大叫起来。吴邪拍掉脸上的雪，看了看周遭的情况，
此刻，一伙人零零散散地摔落在一面倾斜的乱石坡上，离坡底还有5、6米。因为绳子挂住了一块岩石的边缘，他们才没有直接滚下去。叶城就在他的下面。他定了定神，下意识地去看叶城在害怕什么东西。他往下仔细一看，发现坡底全是滑落的雪块和石头，雪堆里面露出了好几节黑色细长的爪子。顺着爪子再往上看，雪堆里若隐若现盘绕着一条黑色的水桶粗细的东西，环节状的身体上全是鳞片，一些藏在雪里，一些露在雪外，乍一看就像一条冬眠的蛇，再仔细一看又像是一条蜈蚣。第246集，百足龙。这里是雪线以上，本来活物就很少，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怎么看着像个巨型蜈蚣？我下去看看。哎，别去，太可怕了！吵醒他，我们就死定了。你给我小声点，我看你是想把他给吵醒。这还不都怪你粗心大意？嘿，这不能怪胖子，这里应该是一处封闭的小山谷，被雪崩填满了。但是因为地面有很多乱石，雪层下积聚了大量气泡，人走在上面很容易踩踏，引起连锁反应。一般情况下，四周的雪还会不断塌下来，就像流沙一样汇拢，将塌出的地方重新埋住。很多高山探险队遇到这种情况，几秒钟就被雪淹没了。瞧瞧，瞧瞧人家这文化水平。不过这么说来，咱们是不是得尽快爬上去？我刚看了一下，边上的雪还算结实，可能是因为我们是轮流滚下来的，把四周的雪压平了。哎呀，那就好啊。这里是背风面，风明显小了很多，不像刚才那么冷。一行人得以畅快地大口呼吸空气了。他们小心翼翼地坐起来，往下挪了几步。这里虽然很陡峭，但是坡面上都是大大小小的碎石，攀爬起来很方便。此时，潘子和张启灵已经解开了绳子，跳了下去。他们落地之后打了个滚儿，缓冲力道，滚到了坡底。两个人蹑手蹑脚地爬起来，一前一后朝那黑色的东西摸过去。他们走了几步之后，便直起了腰，明显放松了下来。下来吧，没事儿。到底什么玩意儿啊？一行人解开绳子，陆续走下去。张启灵已经把石雕上的积雪扫掉，原来那是一条伏石而卧的摩崖石龙，是用黑色的石头雕成的，非常传神。陈皮阿四看见石雕之后，脸色突变，走着走着，一个趔趄，险些没站稳。华和尚赶紧上前扶他，没事没事，走到了摩崖石雕的前面。那条龙的身子下面刻了无数只和蜈蚣一样的角。王胖子看了几眼，露出了嫌弃的表情。怎么这龙这么难看呢？像条虫一样，看上去这邪气冲天的，比故宫龙壁上的难看多了。这该不会是刻坏了吧？不懂别乱说，这条是百足龙，不是盘龙。东夏国早期的龙雕刻都是这个样子的。在中国早些时候，龙的形态迥异，有的龙还有猪鼻子呢，这不奇怪。正如华和尚所说，中国龙的演变史非常漫长。刚开始的龙是匍匐爬行，随便找个兽头放在蛇的身上就是龙了。那个时候，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龙图腾，各部落分别演变，到最后龙的形态也各不相同。后来汉文化传播，夷夏文化大融合，汉龙的形象才和各少数民族部落的龙开始混合，到最后逐步统一成现在的盘龙。这条百足龙就是龙和蜈蚣的混合体。哎，刀疤兄，
这看不出来你还挺有学问的啊。那这块石头应该是东夏国的东西了吧？没错。只不过这颗雕龙的石头是从哪里来的？可能是从上面塌下来的。四阿公说的没错，我们要去的地方还在上面。现在天已经快黑了，我们先把石头上的血清理一下看看吧。这好家伙，这块石板恐怕有5米多高吧，这3米多宽了啊，简直就是一个巨型平板啊！这石头是黑色的，表面非常平整，就竖在斜坡旁，和周围的其他石头明显不同。你们看，这上面的龙形体不对称，这是双龙戏珠。这样的石雕应该还有一边，一般是刻在石门上的，两面各一个。放屁！一知半解，大放厥词。什么石门？这块是墓道里的风石。和尚，你去看看，那龙嘴里有没有东西？有一条手腕粗的黑铁链。哎，完了，这龙肠子给你扯出来了。这是封墓时用来拉动风石的马链，这一面是朝里的一面。果然是，我看错了。可是风石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这铁链扯不动，这就不好办了。第247集，盘龙风石。如果这块风石也是从上面塌下来的，那说明上面的墓道毁坏很严重了。我们就算找到了，还能不能进去？你们先把自己的东西照顾好，该休息的休息一下。这里正好避风，有什么事情等风停了再说。上空风雪肆虐，天已经完全黑了。一行人发现了石雕，增长了找到天宫的信心。华和尚给石雕拍了照片，之后就去照顾昏迷的顺子了。其他人则是负责整理装备。就在吴邪翻找东西的时候，华和尚突然跑了过来。出事了，顺子快不行了。走，我们去看看。顺子，顺子。这是地体温症，需要赶紧取暖。我们得生点火，不然他熬不了多久了。睡过去就醒不过来了。可是这里根本就没有柴火，要点火，只能烧爬犁了。可是上雪山需要很多装备，没有爬犁，之后的路恐怕走不下去啊。烧吧，暂时别让他死，我还有事情问他。太好了，我这就把爬犁上的木条扯出来当柴火。不过现在爬犁已经被雪浸湿了，不知道还点不点得起来。什么味道？停，你先别动。硫磺，同志们，好像有温泉的味道。叶成、郎峰，你们出去找找。好。别慌，咱们有高手在呢。潘子说的高手自然是张起灵。只见他俯下身子，用齐长的2根手指逐一摸了摸底下的石头。他忽然皱了皱眉头，然后转头看向盘龙石。一行人立刻会意，来到那块盘龙石面前。这里刚才还没有什么味道，现在硫磺味已经十分明显了。
张起灵走过来，摸了摸龙头，又看了看石头身后，将手往龙头上一放，一压，他的眉头轻轻地皱起来。奇怪，龙头后面是空的。长白山是潜在的活火山，根据史料记载，最后一次小规模喷发应该是在1000年前。现在虽然归于沉寂，但是附近地热非常丰富，不少火山时期的地质缝隙和熔岩口都保持着极高的温度。这盘龙峰石的后面，说不定就压着一条冒着热气的地缝，才会冒出硫磺的味道。这可真是好消息，这不比点篝火经济实在啊！可是盘龙峰石压在上面，目测少说也有10几吨重，我们没有开山设备，要把它翻过来，实在有点难度。怕什么呀？走，咱们搬搬试试。这不成啊！这石板纹丝不动的。老爷子，早说咱们装备不行了，你看现在这情况，要有点炸药多好啊！你不懂就不要乱说。我们老爷子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不带炸药来是对的。我们现在在谷底，头顶上白雪皑，你随便哪里放个炮眼，把上面的雪震下来，一下子就把咱们全活埋了。哎，有了，可能不需要炸药，让我来。吴邪从行李中拿出了一把石工锤，走到盘龙峰石的一边，仔细检查了一下下面几块比较大的石头，然后对准其中一块用力一凿，那块石头上方承受着10几吨的压力，现在又受到侧向的锤击，马上裂开一条缝。紧接着上面的盘龙峰石因为支撑力突然变化，顺着石坡开始滑动，他们急忙向后退去。可是这块石头实在是太重了，滑动了一点点的位置就停了下来。不过峰石的后面已经露出了山体上的一条岩缝，勉强可以容纳一个人通过。吴邪检查了一下裂缝处，几乎可以断定温泉就在里面。洞口的边缘呈岩层撕裂状，没有人工开凿的痕迹，硫磺的味道就是从里面传出来的。哎，里头很暖和，不过这角度太难受了，照不到。哎，这石壁上好像有字儿，写着什么？哎呦，看不懂。不行，胖爷这体型实在挤不进去啊！你把大衣脱了试试。早知道我来之前先减肥了。哎，你这法子行啊！来，让胖爷我给你们开道。叶城、狼凤和潘子，你们先留在外面，有什么事情好照应。其他人跟上。是。第248集，山缝。王胖子带头钻进缝隙，吴邪、张起灵、陈皮、阿四和华和尚随后跟上。这里是山体运动时裂开的岩缝，缝隙向下延伸，十分陡峭，里面又黑又深，似乎通到了山体内部。地上全是棱角分明的大块石头，走起来极其困难。洞里的硫磺味道很浓，温度起码有30摄氏度，连石头都是烫的。一行人手脚并用地往前走了几步之后，王胖子用手电照了照一边，发现先前看到的那些字不是刻在缝隙的壁上，而是刻在一块横着的底部乱石上。哎，您看，这些什么字啊？有点像中文，又有点像韩文，刻得很乱，看不出来啊。这是女真文字。哎呦，看不出来啊，
和尚你还挺厉害的嘛，写的什么呀？等等，我没那么厉害，要看看才知道。我先把它描下来。等华和尚把这些字抄到本子上之后，一行人排成一队，继续朝洞的深处走去。整条缝隙几乎30度向下，又没有阶梯，几乎全靠爬着下去。里面时宽时窄，时高时低，有些地方人要坐着才能通过。唯一让人舒服的是，这里面暖和很多，大家爬着爬着都开始出汗了，只好解开衣服扣子。这时候，走在最前面的王胖子突然停了下来。哎，老爷子，你说那块风石堵着这条缝，会不会是偶然呢？开山建陵，就地取材，这外面那么多乱石头，应该是修建陵墓时用来采石的石场。可能这条缝是他们采石的时候发现的，不知道为什么最后要用风石压住。哎，你们看，这里岩石都有琉璃的光彩了，这手电一照还怪好看呢。那是云母高温融化过的痕迹。我们下来大概有100米了，硫磺的味道越来越浓，岩石也越来越黑。哎呀，这里应该是一处火山的熔岩口啊！要是突然间喷发了，我们不就死定了？你还是先担心点别的吧，前面的缝太小了，看样子得匍匐前进了。照我的体力是爬不进去了。华和尚，要不你陪着四阿公在这等我们，我、胖子和小哥进去看看里面还有什么。也好。吴邪他们脱掉外衣，让自己的体积尽量减小。这一次是张起灵打头，3个人依次一点一点地挤进那条缝里。起初，吴邪以为这一段坍塌只是暂时的，向前爬几步一定会有出口。如果是实的，也可以及时掉头回去。可他没想到，这一段空隙很长，深得出乎意料。里面的石头尖非常锋利，勾破了他们的衣服，挤压着他们的胸部，再加上温度越来越高，大家逐渐感觉到呼吸困难。王胖子最先支撑不住，他拉住吴邪的脚。不成，这儿空气可能有问题，咱探也没探就进来了，太莽撞了。我们刚才已经爬了很长一段距离了，倒着爬恐怕比来时要更痛苦。咱们干脆再往前几步，如果还没底，再退出去。那行吧。吴邪听到张起灵的声音，急忙转头向前看去，却发现眼前空空荡荡的，张起灵竟然凭空消失了，只剩下一条黑漆漆的石隙通道。不对啊，从我听到闷油瓶说话到发现他消失在我面前，绝对不超过5秒钟。就算是一只老鼠，也不可能这么快啊，更何况是一个人。吴邪顿感不妙，他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想再看个仔细。一晃神间，却看到张起灵又出现在了他的前方。哎，我吓死我了！干嘛后退啊？怎么回事？啊，没事。快跟上。奇怪，他好像不知道自己刚刚消失了。难道他其实没消失？是这的空气让我产生了幻觉？我说，你愣着干嘛呀？爬呀！吴邪一边纳闷，一边跟着爬了一段距离。爬过刚才张起灵消失的那一段的时候，还特别留意看了看四周，却没有发现任何的凹陷和可能让他产生错觉的原因。
他的心里隐约感到不安。通过这一段，他们又前进了大概10分钟。张起灵忽然身形一松，整个人探了出去，出口到了。缝隙的尽头是大量乱石。张起灵爬出去之后，掏出数支荧光棒，扔到四周。黄色的暖光瞬间将周围照亮。第249集，双层壁画。缝隙尽头的山洞，大概有4、5辆金杯小面包车的宽度，有1个半篮球场的长度，底下全是大大小小的碎石。王胖子扩大手电的光圈，四处观察。他越看越觉得奇怪。这怪了啊，这里竟然还有壁画。看样子咱们不是第一批来这儿的人。可惜壁画保存情况非常差，颜色暗淡，只能勉强看出画的是类似仙女飞天的内容。哎，奇怪，入口被一块巨大的风石压住了，里面还有壁画。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谁知道呢？哎，咱们再到处看看吧，也许会有线索。他们来回走了走，在碎石之间发现了几处小的温泉眼，都很浅，热气腾腾的，但并没有人类活动过的痕迹。再往里面，缝隙又逐渐收拢，直变成一条2人宽的小缝隙，往山岩的深处而去。缝隙里还不时吹出热风。吴邪走到一边，向里照了照，心中的不安愈发沉重了。里面深不见底，也不知道通到了哪里。我觉得没必要再进去了，你们说呢？巧了，我也这么觉得。这里简直就是遮风挡雨的风水宝地。我刚测了一下空气质量，没什么大问题。我出去叫他们。不一会儿，华和尚和叶成先后进来，顺子也被潘子背了进来。吴邪马上去检查顺子的情况。这里温度比较高，他的脸终于有点血色了。哎呀，但是手脚冰凉，也不知道能不能挺过来。他要是醒不过来就麻烦了啊！啊，虽然不至于说下不去山，但是总归会多很多困难。而且，我也不希望他因为我们这么无辜的就死了。你先到一边去，让我看看。啊。还有心跳和脉搏，我拿湿毛巾给他擦擦身子，你去烧点热水过来。好。给你。行了，死不了了。气氛缓和下来。这时，陈皮阿四也被潘子搀扶着进来。经过这一连串的变故，众人都已经筋疲力尽，再没力气说话了，各自找了舒服的地方坐下休息。他们身上的雪因为温度升高融化成水，衣服和鞋子又潮又湿，所以干脆脱下来放在石头上晾干。大家休息了一会儿，叶成拿出罐头扔进温泉里热过，然后分给众人。吴邪一边吃一边去看刚才发现的壁画。这里很明显是天然形成的山洞，而且空间狭窄，为什么要在这里画壁画？小吴同志，又去研究那壁画了，看出什么门道没啊？没。
仙女飞天的壁画在华丽的宫廷或者礼器上都很常见，通常只是表现一种美好的景象，并没有实际意义。这里的壁画残片大概也是这样。让胖爷爷帮你研究研究啊！哎，我说胖子，你干嘛用手剥壁画啊？这东西虽然没什么价值，但是也是前人遗物，你也不能去破坏它呀。你胡扯什么呀？我这指甲就没价值了？这一般东西我还不剥呢。你自己过来看，这壁画有2层。啊，2层？什么意思啊？嘿，都过来了。那胖爷就给你们展示展示。你们瞧啊，这刮下来表面的朱砂料后，就可以看到里面的构图和边上是完全不同的。行啊，胖子，眼睛真尖，这都能发现？那当然了，这没什么东西啊能逃过胖爷这双慧眼。看起来是有人在原先的壁画上重新画了一层，把原本的内容遮住了。上面这层因为暴露在空气之中久了，逐渐脱落了。这有了防护罩，里面的颜色还挺鲜艳的嘛。表面这层好像并没有完成所有的工序啊，随便一刮就可以擦掉颜色。如果按照完整的步骤，唐以后的壁画外面会附上一层特殊的青料，这层东西会像清漆一样保护壁画，就没那么容易褪色和剥落了。这画，和尚、叶长，你们也一起去剥。是。很快，一片脸盆大的壁画被剥了下来。在这壁画之后，出现了用五彩颜料画的半辆马车，马车浮在云端，几个蒙古服饰的女子侍奉在马车左右，而马车的主人是一个肥胖的男人。吴邪看出这是一幅叙事壁画，忽然紧张起来。这个男人的服饰我从来没有见过。这和天宫有关系，把整面墙都清掉，看看壁画里讲的是什么。第250集，双层壁画。所有人开始精细作业，去剥石壁上的壁画。壁画大片大片的剥落，不一会儿，一幅色彩绚丽、气势磅礴的画卷逐渐在他们面前展现开来。四周静得吓人，昏黄的灯光照在岩石上，增加了几分神秘古老的气息。壁画的颜色非常鲜艳，主体是鲜红色的，闪现出琉璃的光彩，就像整块岩石正在渗出鲜血一般。掩藏在另一层颜料下面的壁画能保存得如此完好，令每一个人都大吃一惊。然而真正让他们惊讶的却是壁画的内容。对此颇有研究的华和尚此刻已经兴奋异常。真是美妙绝伦。壁画分2个部分，分别记述了不同的事情，然而又整合在一起，看上去十分完整。这应该是东夏万奴皇帝和蒙古人之间的战争场景。这个男人应该就是万奴王本人。这很可能是传说中东夏灭国的那一场战争。哎，小胡同志，他说的这些你知不知道？我对东夏了解非常少，听他怎么说吧。你们看，这些披戴着裘皮和盔甲的士兵，这是万奴王的军队；另一边的骑兵是蒙古人的军队，人数远远多过东夏的军队。这是一场压倒性的战争。奇怪了，这为什么东夏的军队那些人的脸都像是女人呢？难道东夏人靠女人打仗吗？不是，这是东夏壁画的一个特征。你看，所有的人都是非常清秀的。我在典故上也查到过一些奇怪的现象。
似乎所有和东夏国打交道的人都说在东夏国见不到老人，所有的人都很年轻。朝鲜人说，东夏的人就连死的时候也保持着年轻的容貌。这么邪门？那第二部分讲了什么？壁画的第二部分记载着战斗的情形。你们看，东夏人以一敌三，还是陆续被蒙古人射死。这场战争最后变成了屠杀。壁画上用了大量红色，表现战争的惨烈，代入感也太强了。可惜壁画的第三部分被压在了一块巨石后面，我们估计搬不动。那上面应该有后续的内容。哎，不对啊，东夏这个国家不是老早就被蒙古人灭了？我看资料说，他们才存在了70多年，一直在打仗。如果说云顶天宫是他们造的，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么小一个国家，有能力建造这么大规模的陵墓？你还说你不知道？你这不是门儿清吗？小三爷说的有道理。那你就说说你的见解。据我所知，东夏是女真被灭国时期，在吉林和黑龙江一带突然出现的一个政权。他的开国皇帝万奴王甚至没时间传位给下一代，就被蒙古人绕到朝鲜给消灭了。那时蒙古正是极端强悍的时候，遇神杀神，遇佛杀佛。壁画上的景象，如果真是那一场决战，以蒙古人的性格，应该灭得十分彻底才对。而且那个时候，女真各部的生产力还十分低下，没有大量劳动力，就算没被灭国，也根本不可能建造这么大的陵墓啊。这么说来，这云顶天宫不可能埋着东夏的皇帝，他们没有这个时间，也没这个实力。其实，更没有理由的是，如果按照在海底墓穴中我们看到的东西推断，这座传说中的陵墓应该是由汪藏海建造的。那修建的朝代怎么样也应该是元末。那个时候，东夏国已经被灭几百年了，哪里还会下葬什么东夏皇帝？既然他们不信，和尚，你就给他们说说。我知道你们在怀疑什么，我敢说，你们都想错了。你们看到的关于东夏的资料，大部分都是根据一些不完整的古书推断出来的。实际上，东夏国留下的资料实在太少了，国外甚至不承认有这么一个国家存在过。所以你们现在所看到的信息有多少是真实的，就很难说了。那你凭什么说你的资料就是对的？因为我们的资料更直接。华和尚说着，他从贴身的衣服口袋里掏出了一块白绢布，在大家面前展开。这白绢布里包着的，竟然是拍卖会上的那条蛇眉铜鱼。拍卖会上的蛇眉铜鱼，怎么会在他们手上？不是说没人买吗？既然没人买，鱼又在陈皮阿四手上，难道说陈皮阿四就是这条鱼的出售者？这种铜鱼是龙的一种异形，是我们老爷子机缘巧合之下得到的。我相信，他应该是一个知道东夏国内情的人制作的。奇特的是，他通过一种非常巧妙的手段，在这条铜鱼身上隐藏了一段绝密的信息。你们看，华和尚将铜鱼放到风灯的一边，鎏金的鱼鳞反射出金色的光芒，在壁画上投映出许多细细的光斑。华和尚转动鱼身，光斑便开始变化，最后竟然变成了几个文字样式。第251集，铜鱼里的秘密。秘密就在这里。这条鱼的鳞片里
一共藏了47个女贞子。竟然还有这种技巧，是什么内容？因为这上面的数据并不完整，所以我还没有全部破译出来。不过我能肯定，做这条鱼的人是想把某些事情记录下来，而且不想让别人发现。这里记载了真实的东夏历史。其实早在我看到这东西前，就已经根据一些蛛丝马迹推断出东夏国这个政权一直存在着。我研究过高丽志，直到明朝建立之前，还有采参人在这儿的雪山里看到过身穿旗服的人。我想，那应该就是东夏国残存的部分居民。你是说，他们在强大的蒙古和虎视眈眈的高丽之间，延续了几百年？没错。铜语里的零星记载证明了我的想法。东夏国在与蒙古决战后，退到了吉林与朝鲜的边界处，一直隐秘地存在了几百年，总共有过14个皇帝。蒙古和高丽不止一次地想把这个小国灭了，但是因为一个奇怪的理由，全部失败了。什么理由？和尚，你讲话能不能痛快点？我不知道，那鱼上的数据不完整，后面就没了。肯定还有其他东西记载了另外一部分。不过，根据我手上的这几个字，我敢说，东夏国能够存在下来，可能有非常离奇的事情发生过。我们一直想找，但是很遗憾，我们老爷子找了很多年都没有找到其他的部分。你们知不知道这几个女真字的最后一句是什么意思？当然不知道。什么？上面说，历代的万奴王都不是人。不是人？那是什么呀？他们都是一种从地底下爬出来的怪物。壁画上那个万奴王，看起来人模人样，不像是怪物啊。会不会是说皇帝是龙而不是人这样的比喻啊？我原本以为他是指真龙天子这样的比喻，但是后来研究起来，我发现这人应该只是想把一些秘密记录下来，对东夏的历史记录的还是比较客观的，所以应该不会用这么恭敬的语言。而且啊，如果是你说的那样，也不会这样表示。你想象一下，如果你给皇帝贺寿，你先来一句“陛下，您真不是人”，哼，恐怕你第二句没出口就被剐了。而且后面这一句写的不是很清楚，非常唐突。如果能拿到另外的部分，也许就能破译出来了。我要不要把这2条鱼在我手里的事情告诉他们呢？说实话，这2条鱼对我来说没什么意义，我也看不懂女真文字。但是，胖子和闷油瓶都知道这件事，他们什么都没说。要不还是算了。刀疤兄，我说你破译什么呀？咱们是实在人，别搞知识分子那一套，到时候棺材一开，是人是狗一清二楚。哼，我的意思是，知己知彼，总是好一点的。不过，画这壁画的人，干嘛要把这些东西画这儿？不忘国仇家恨啊？这我就不清楚了。有可能是想在这里画好壁画后，将石头整块踩下，或者干脆就是画来消磨时间的。你看这里这么暖和，可能当时的工匠就利用这里来休息。你这话说的就没谱了啊！讨论结束后，华和尚拿出相机开始拍摄这些壁画，以留作资料。其他人则是各自找个地方继续休息。等他们精神逐渐恢复之后，陈皮阿四就命令他的人轮流去外面值守，其他人轮流睡觉。当吴邪睡醒的时候，他发现顺子终于苏醒过来了。哎，你没事吧？没事了，真是对不起，是我害了你们。吃点东西吧。你好好休息，我们还得靠你继续上去。
3天后，雪终于停了，一行人陆续爬出裂缝，天空已经放晴，到处是一片广袤的白色。大家整理好装备，发现这几天已经吃掉了太多食物，现有的物资已经不够维持到目的地了。问顺子有没有别的办法，顺子也是直摇头。血象之上，真的没什么办法，要不就回去再回来，要不分配食物，尽量少吃一点。得，咱们现在啥都不多，就卫生巾多。其实，在雪山上有很多小技巧，比如说，把卫生巾垫在鞋里，可以吸收脚汗，保持干燥，全身就会暖和。那你不早说！大家按照陈皮阿四的方法一试，效果确实不错。之后，他们利用绳索爬上了陡坡。王胖子蹲在地上一看，发现地上有不少新的马蹄印。看来阿宁那帮人超过咱们了啊，跑前面去了。那我们得加快脚步了。2个小时之后，他们在山坡上看到了阿宁小姐的队伍，30个人只剩下20来个，马也少了一半。吴邪他们不动声色地潜伏起来，观察着他们。吴邪看到阿宁小姐正在用望远镜凝视着一个方向，就也朝着那个方向看去。只见远处的云雾中，一座雪峰的大山巍然而立，正是他在海底墓中看到的那座雪山，几乎和影画中的如出一辙。顺子，那是什么山啊？要怎么过去？原来你们要去那里，那里不能去的。第252集，三圣雪山。为什么？你不是说这800里雪山，你每一座都上得去吗？怎么这一座又不能去了？那座山叫三圣雪山，这山只有非常小的一部分在我们这一边，雪线以上到另一边，都在朝鲜境内，我们过不去的。三圣雪山，哦，是不是当年抗美援朝的时候，志愿军后勤部队建设战后生命线翻的那座雪山？对，就是那山，海拔2400多米，翻过它，就是朝鲜的丘陵地带。坏了，天下最难过的3条边境线，一条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一条是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还有一条就是三圣山的这条14公里长的边境线了。其实，中国和朝鲜2国历来是友好国家，在长白山的东坡可以非常轻松地越过边境线，并没有太多关卡。1996年前后，中国长白山林区萧条，很多人经常在此挖掘一种叫做高山红景天的中草药，卖了赚钱。虽然政府也在抓，但是药贩子跑得溜，大打游击战，加上很多来偷挖草药的都带着烟酒，被抓了也能圆滑脱身。所以一段时间下来，东坡这边的封锁政策已经名存实亡了，唯独三圣山这一段却仍旧封锁得十分严密，没有人知道原因。一行人走到山边，眺望着那似乎遥不可及的三圣山，一个个都面露愁色，吴邪也不例外。现在我们的食物储备不允许我们从边上海拔非常高的那几段边境线绕过去，唯一能赶上进度的办法就是走直线，从三圣山口直接过中朝边境，然后进入雪顶。但那个时候我们面对的就是非常实在的81式自动步枪的子弹，以及少则一个排多则一个连的正规军了。没错，那咱们可干不过。你们别急，边境上偷渡过境的路肯定有，在这里当过兵的顺子肯定知道。顺子，你就带我们过去吧，
我们可以多给你点钱。不行，没可能的。那边能上山的道路就那么几条，都是高岗，10米一个探照灯，从山脚下就全是军事禁区。虽然人不多，但是哨岗密得很。别说过境，你连靠近我们自己那边的哨子都不可能。我服役时接到的命令是，看到任何陌生人进入视野，马上朝天开1枪警告。如果对方不退，第2枪就直接打他腿，不带一点理由的。那咱们买点水果带上去，装成老百姓来慰问，行不行？老板，你也太会说笑话了。当然不行，一来这不是能浑水摸鱼的地方，二来这冰天雪地的，去哪里找水果呀？我们提着水果到长白山的雪线以上，比空手还可以。那怎么办？这条破线就打死过不去了？我就不信了，这马其顿防线都给突破了，就这条破防线还能比马其顿防线强？你是不是嫌钱少啊？需要多少你就直说。哎，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要是真有办法，我还会跟钱过不去。你们要想到朝鲜去，该早说，我就不带你们走这条路了。现在既然来了这里，我是没有办法。这一带并不富裕，过个边境也不是什么大罪。如果真有办法，顺子应该不会瞒我们。如果继续走的话，就只能像顺子说的，绕过其他边境线，时间可能会延长1倍，而且最后几天得饿着肚子爬雪山。不继续走，就是回去休整，重新再来。也就是说，这几天都白爬了，各种辛苦全部白费。老爷子，您说怎么办？看来这陈皮阿四也没遇到过这么麻烦的事情。这些个长沙的老瓢把子，在自己的行里只手遮天，杀人放火什么都干，但是一碰到和官面上扯上联系的事情就蔫了。其实我倒是想继续走，一是三叔部署的这么着急，肯定有他的目的；二是阿宁的队伍走在前面，也许追上去就能见到三叔。要不问问闷油瓶？小哥，你有什么看法吗？然而张起灵并没有理会吴邪，只是看着远处的雪山，不知道在思考什么，好像这一切都和他没有关系。众人商量来商量去，谁也拿不出主意。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一边的叶城突然叫了大家一声：“哎，你们看，那支马队又向前移动了，看他们出发的方向，目标应该就是那座三圣山。”奇怪，他们好像卸掉了很多物资，就随便扔在雪地上了。难道是为了减重加速？这些家伙不知道前面是边境线吗？他们的向导干什么吃的？要真像顺子说的，背着这么多武器过去，不是给人家练实弹射击去了吗？不可能，他们肯定也有当地的向导带路，而且也许不止一个。他们是专业的私人考察公司，最擅长的就是调研和公关。这里的形势，他们了解的绝对比我们清楚，而且肯定在来之前就定下了固定的线路，不会轻易更改。第253集，小胜雪山。我说顺子，你是不是业务能力不行啊？你看人别的向导怎么就能走？难道他认识的路比你多呀？这样走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他们想从前面的山口绕到其他山上，然后绕过那段边境线，在朝鲜境内再转向三圣山。风险虽然也大，但是比冲击边防线要好很多。他们的队伍比我们大，食物充足，或者与朝鲜方面打通关节的话，的确有这个实力走长线。那怎么办？老爷子，要不要跟上他们再说？先别急，顺子。你看，三圣山边上另一面的小山头，那是什么山？
哦，那是小圣雪山，那一座山是在我国境内的，它和三圣山、小圣山再加上另一边的大圣山，被叫做五圣雪山。从这里走，能不能上到那个小圣山上去？倒是没问题，1天就能到，而且那里离邵岗很远，风景不错，就是路不太好走。行，你带我们去那里就行了。老爷子，到那里去太浪费时间了，咱们的食物不够啊。我说你这老头想干嘛呀？这里善事严民，终年积雪而又三面环抱，是一条罕见的3头老龙。大风水上说，这就是所谓的群龙座。这3座山都是龙头，非常适合群葬。如果天宫是在中间三圣山的悬崖峭壁上，那边上2个小龙头应该会有皇后或者近臣的陪葬陵。3头龙的格局非常奇特，3个头必须连通，不然3龙各飞其天，龙就没有了方向，会乱成一团，葬在下面的子孙就会互相残杀。所以如果有陪葬陵，陵墓之下必然会有和中间主陵相通的密道。历史上有很多3头龙的古墓，比如说1987年发掘的邙山战国3子连葬，就是3个有关系的古墓分裂同一条山脉的3个山头，两边的2个古墓本来都有大概半米直径的甬道通向中间的主墓，可惜当时发掘的时候甬道已经坍塌，考古队不知道这些甬道是真的相连，还是一个象征性的摆设。3座雪山山脉横亘在天地尽头，与四周的雪山毫无区别。众人不知道陈皮阿四的判断从何而来。陈皮阿四并不在意，只是看了一眼张起灵。小哥，我说的对不对？张起灵破天荒地对别人的问话产生了反应。他回头看了一眼陈皮阿四，什么也没说，又转回头继续看远处的雪山。吴邪不懂大头风水，听得云里雾里。这么悬？不过既然老头子这么说，那尤平似乎也同意，那这一套应该靠谱。一行人走到山下阿宁小姐他们待过的地方，此时雪地里散落着废弃的行李，里面一点食物都没有。显然所有的装备都经过了重新筛选，一些没用的或者多余的东西都被舍弃了。王胖子甚至还找到了几把枪。这里面的子弹都被退干净带走了，就剩下空枪身了。我喜欢这枪啊，正好搞一把带上。王老板，如果背着枪在这里碰到边防军就不好说话了，如果没枪被查到，我还能帮你们混过去。可惜点了。过了山下这片平坦坡道，后面就是山谷。阿宁小姐马队的足迹朝着山谷的深处延伸。吴邪一行人在这里休整了一下之后，顺子带着他们往另一个方向的小圣山口走去。很快他们就走进了一片白色的世界，眼里看到的都是漫无边际的雪和难得一见的裸岩与冰锥。比起昆仑山的冰川来说，长白山的环境要好上很多，没有那种裂缝的巨大冰盖，也不用担心脚下突然断裂。但是长白山的冰川也是典型的古冰川，山的连贯性不好，有很多冰石地貌、旧洞、巨型冰斗，以及深不见底的冰井，经常走着走着就没路了，
一旦碰上万丈悬崖，就得从旁边绕过去或者爬过去，惊险万分。众人一路都没有说话，看上去几个小时就能到的直线距离，他们走了将近1天。到达小圣雪山脚下山谷的时候，已经是当天的傍晚了。就在这时，陈皮阿四叫停了队伍。我们就在这里扎营休息吧。哎，你别说，在山谷之上500-600米的雪坡上打雪洞扎营，还真挺有感觉的啊！热乎，这太幸福了。哎，那老头干嘛呢？老爷子在定我们明天要走的路线，用指北针配合心里的天文罗盘以及天上的星宿排列，就能确定出来。哦，哎，顺子，这周围有没有温泉呢？这里海拔太高了，我也不常来，要找温泉有点难。要是觉得无聊，倒是可以四处走走找找，顺便还可以去看看古代先民殡葬的地方，那里也就离我们1公里多。好啊。第254集，坟山。倒斗的人总是对尸体有一种特别的感情，一听到有死人，大家都好奇起来。陈皮阿四体力已经耗尽，华和尚便留下来照顾他，其他人都跟着顺子往营地左边的山谷走去。20分钟之后，他们来到一处悬崖边，下面是冰谷，里面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到。顺子打起一支冷烟火丢下去，只见冰谷底部的冰层里有很多蜷缩成一团的黑影，密密麻麻的，有的可以明显看出是人的形状，有些则只剩下小黑点儿。冰谷的四周还有一些祭祀的痕迹。顺子见大家很感兴趣，便讲解了起来。古代山里的村民都流行冰葬，1949年之后还有人被葬入这座冰崖，所以现在还有一些老人到这里来祭拜。这里的冰川是逐年加厚的。哎，你们看，最里面的尸体就是那些几乎看不清楚的小点，恐怕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最外面的就是几十年前的。这么多黑点，得有成千上万个人啊！看来这块冰冻的墓地在几千年的岁月中累积了不少死人。那这座雪山岂不就是一座特大号的坟山？你们说，这些尸体当中会不会有当时建立灵宫时候的冬夏奴隶啊？也许有。张启灵看着冰谷深处逐渐暗淡的冷光，又陷入了沉思。尸体被埋在冰中，也不可能去挖掘。众人看了一圈，觉得索然无味，又去寻找温泉，结果真找到了一处小的。大家在温泉中洗了脸和脚，浑身暖烘烘地回到营地，把情况一说，华和尚羡慕不已。在雪山上，人冻得要死的时候会犯困，暖和了也会犯困。晚饭过后，大家困意袭来。今天轮岗的是顺子、朗风和潘子3个人，顺子守第一波，其他人则早早地进入睡袋休息。吴邪疲惫地睡去，可还没睡上1个小时，就被此起彼伏的呼噜声吵醒了。他再也睡不着，于是爬出帐篷，和顺子换班。我和你换换，你回去睡一会儿吧。不用，我拿了你们的钱，这点都做不到，就不好了。好吧，那随便你。哎，借个火。
吴邪往炉子里添了些燃料，然后就和顺子闲聊了起来。与向导聊天是一件长见识的事情。吴邪给他讲了很多古董方面的事儿，他很感兴趣。他也跟吴邪说了一些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山林趣事，两个人越聊越精神。聊着聊着，话题多了起来，距离也拉近了。后来就聊到了这一次的探险上。我当了7年的边防兵，不过有4年是预备役。在当兵之前，我是采草药的，所以对雪山很熟悉。我的战友都叫我雪山的儿子，所以你们跟着我，绝对可以放心。像这里的山，能带人进来的人不多，我算是其中一个了。这家伙肯定是吹牛，他还没进山就晕了。不过看他说的这么一本正经，我还是别拆台了。吴老板，其实，你们进山来，到底是干什么的？你能不能告诉我？我们的目的怎么说呢？说是来找云顶天宫的，他能信吗？说是来盗墓的也不行，说是旅游的又明摆着不是，这还真不好说。哎，你管这个干嘛？我不能说。没关系，没关系，我只是随便问问。其实我也知道你早就怀疑了，最起码没有哪个旅游的人会这么丧心病狂的赶路。反正你都做了长白山的导游了，应该早有接待各种神秘团队的觉悟。这里每年的偷猎者、朝圣者、采药人，没有1000也有800，每个人都有秘密。我们是干什么的，你就猜去吧。也是。哎，不过，既然你以前是采草药的，怎么后来做了雪山向导了？在长白山采草药应该很赚钱啊，不比做着吃力不讨好的向导舒服多了。其实我不是专业向导，我退伍之后也一直在采草药，难得带几次人上山，也不会走得这么深。一般在姑娘湖那边就折返了，这里还是我第一次带队伍进来。不是吧？你别开玩笑了。真的，吴老板，我实话实说，在这个季节，没有专业向导会带你们进雪山。如果我不带你们进来，你们只能自己走了，那太危险。如果不是菩萨保佑，其实我们已经死了。能一个不缺的到这里，已经是个奇迹了。不过你不用担心，虽然我没带人进来过，但是自己走过很多次，熟悉得很，不会出事的。这小子坑我们呀！第255集，龙头堡穴。既然这么危险，你还带我们来，你就这么缺钱吗？钱也是一个原因吧，还有一个原因是我的父亲，他10年前失踪了，当时他也是带一批人进雪山，和你们要走的路线差不多，但最后整批人都消失了。在山里消失了？我隐隐约约就记得，当时找他的那几个游客和你们装扮很像，也是在一个冬天，也是非上山不可。所以我看到你们，就突然觉得一定要跟着你们来。一来呢，我不希望你们像我父亲一样死在这里面；二来，我其实有一种很幼稚的想法：如果你们进山的目的和10年前那批人是一样的，那或许我就能知道我父亲到底出了什么事。当然，这都是我瞎想的。我的父亲呢，也许只是单纯的遇上了雪崩，被掩埋在这一片雪山里了。所以，你才问我们进山的目的？对，你可能不太明白那种
追到父亲，就长眠在这片雪山里，却无法见到的感觉。10年前进到雪山失踪的游客和我们打扮很像，难道也是来找云顶天宫的？不可能。长白山里能让一个人失踪的地方太多了，不可能有这样的巧合的。他的父亲可能遇到了什么意外。没想到你还挺细腻的。以前我还以为你只是一个油嘴滑舌的普通导游而已。吴老板，我看你和其他人不一样，才和你说这些。希望这些话呢，你别和其他人讲，我怕他们会有顾虑。我肯定不会讲。谢谢。我哪敢说呀？要是让他们知道他是第一次带人来这里，就算那陈皮阿四没拿他怎么样，胖子都有可能会打死他。该我轮岗了。哎，你们怎么在聊天啊？睡不着，出来抽根烟。第2班的郎峰来轮岗，顺子和吴邪就回去睡觉了。在震耳欲聋的呼噜声中，吴邪迷迷糊糊的梦到了10年前顺子的父亲带着一群人上山的情景。老板们跟上，就在前面了。那是顺子的爸爸。那几个游客怎么这么面熟？好像在哪里见过。第2天天没亮，一行人就继续顺山脉走势向上行进。山腰之上更加难走，很多路都是斜的，头顶上又是万丈高的积雪山峦，极容易发生雪崩，不能大声说话。几千年的雪层下面几乎是空的，有时候一下子就会陷进雪里，没到胸口，没人帮忙，自己都出不来。他们只能小心翼翼地用长冰锥一点一点地打着脚窝，犹如走在雷区。王胖子脚程最快，一路走在最前面，这和他经历过雪地探险有关。因为高山反应，大家的舌头都开始发麻。除了陈皮阿四偶然修改行进的方向之外，四周只剩下喘粗气的声音。整个世界安静的似乎已经没了生命。过了山腰的雪路，他们走入了一处两面都有巨型雪坡的冰封带。这里常年照不到阳光，雪呈冻土状，山路越走越陡，温度极低。走着走着，一处几乎与山呈60度锐角的斜坡峭壁出现在众人面前，上面覆盖着皑皑白雪。陈皮阿斯停下脚步，歇了口气。这里就是龙头堡穴了，走啊，我们继续往上上。他们一个接一个错开身形，使用冰锥、冰锤向那一处斜坡爬去。小圣山不在长白16峰之列，但它也不是无名的小峰，它和对面的大圣峰遥遥相对，中间形成一道山谷，矗立于三圣雪山的前方，犹如两个守门的卫士。这一景观被称为天兵守仙门。从小风水来说，仙门两山虎踞龙盘，气吞万象。要不是处在边境，历来纷争不断，这里必然会是一个王公贵胄墓葬的积聚之地。众人一路走来，看出这里山势走势奇特，带着一股劲道十足的龙气，对于山上有灵的假设也更加有信心了。陈皮阿四爬了一会儿，体力消耗到了极限，只能让狼峰背着走，队伍的速度被拖得更慢了。
经过大约3个小时的跋涉，他们终于登上雪坡。第256集，隐功。王胖子第一个到达雪坡坡顶，他已经有点神志不清了，却还装模作样的用力踩了个脚印儿。这对我个人来说只是一小步，但是对摸金校尉来说，是一次飞跃。此时，吴邪整个人几乎虚脱，双腿发软，止不住地往下滑。潘子想把他拉起来，但是拉了几下，自己也滚倒在地。吴邪用冰镐用力刨进雪地，这才勉强停住。其他人也纷纷倒地，大口地呼着白气。众人向四周看去，这片雪坡非常宽广，左右几乎看不到分界线，上面的雪覆盖得十分平整，只有几块黑色裸岩突兀而出。三圣雪山就在他们的左侧，比昨天看得近了很多。圣山的顶上覆盖着皑皑白雪，巨大的山体犹如怪兽巍峨而立，白顶黑岩比四周其他的山峰更加陡峭。由于夕阳的关系，一股奇怪的淡蓝色雾气笼罩着整个山体，仙气飘渺，景色震撼人心。一行人都因美景陶醉，叶城更是忍不住感叹起来：太美了，难怪他们说到蓬莱仙境不及长白一跳，爬这么久也知道了。哎，小吴同志，看那边。吴邪顺着王胖子手指的方向一看，只见一边的张起灵竟然跪了下来，朝着远处的三圣雪山十分恭敬地低下了头，原本毫无表情的脸上露出了一种淡淡的悲切。他为什么对着雪山下跪啊？还行那么恭敬的大礼？难道他对这一座山有什么特殊的感情？张起灵叩拜过后，又恢复了那种漠然的表情。他爬上一边的裸岩，闭目养神。真是看不透他，他那黑不见底的眼睛里，到底隐藏了些什么？其他人也都十分纳闷，但一路过来，大家都知道了张起灵的为人，所以没人去问他怎么回事。只有顺子不以为然，还以为张起灵也是朝鲜人。众人各怀心思，一边看风景一边休息。片刻之后，他们的体力有所恢复。王胖子点起无烟炉，大家围过来烧茶取暖。顺子喝了几口热酒，缓过劲儿来。他指了指周围的几座雪山，向众人介绍起他们的由来。在长白山的传说中，这里的小圣雪峰、大圣雪峰和那个神秘的三圣山，在洪荒时代其实是一整座雪山。大禹治水的时候路过这里，用一把神刃劈了2下，才使一座山变成了3座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里还没有开放。我听祖父说，这3座雪山上去之后，看到的四中风景截然不同。哦，怎么个不同啊？比如说，在小圣雪峰之上，可以看到三圣和大圣2峰，而在大圣峰上，却只能看到三圣峰，看不到小圣峰。这么奇特？最奇特的还在三圣山上，除了能看到两边的2座大小圣峰，还可以看到三圣山后面的一座更大的雪山，叫做天梯峰。那一座山呢，终年被云雾笼罩，传说山上有一道天梯，可以直达天宫，
是人间和仙境的通道。天宫。不仅如此，如果天高气爽，还能看到天梯峰和大小圣山之间会出现彩虹一样的霞光，非常漂亮。几位老板，你们先休息一下，吃点东西，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得抓紧时间。天快黑了，这里没法搭帐篷，天一黑路就不好走了。咱们还得连夜找一个，比较平坦的地方。顺子讲完风景之后，给大家倒了茶，就很识相地站到远处休息。一行人便开始讨论起天宫的位置。这传说呀，肯定是搞错了。天宫明明是在三圣山上，怎么可能跑到天梯峰去？留下这传说的人肯定眼神有问题。不是，我来之前研究过这个传说。我猜这也许是云顶天宫修建的时候，天梯峰和四周雪山的白雪产生折射形成的海市蜃楼。因为天梯峰终年有雾，大雾就形成了反射的幕布，映出的云顶天宫隐在雾中，就好像真的在天上一样。海市蜃楼这种现象大多发生在沙漠、湖泊之中，雪山之中非常罕见。如果真是这样，恐怕不是偶然，也许和这里是龙脉的源头有关。我在古书上看到过，这种现象在风水上叫做隐功，也不知道具体有什么讲究。不过，宝穴之内异象丛生，发生什么都不奇怪。离太阳下山还有1个多小时，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咱们这休息也休息够了，也该干正事了。这附近全是雪，没一点特别的痕迹。如果有陪葬灵，也肯定是被埋在了雪里。入口应该在雪层里，但雪山环境和地面上大不相同，怎么下手？老爷子，您说呢？等我歇口气儿。来，我给您揉揉背，促进血液流通。老爷子，再喝2口热酒，暖和暖和。第257集，炮神。宝穴的方位就在我们脚下，我也没有好办法，先下几场子看看，雪下面有什么再做打算吧。是。雪比泥松软得多，探铲打得很顺。华和尚他们手脚极快，很快雪地里就多了10几个探洞。不过几乎所有的铲子敲进雪坡中5、6米，就怎么也敲不动了。王胖子跑去帮忙，用了蛮力，也只打进去1点儿。每次拔出来一看，铲子上什么也没带上来。铲尖上沾着冰晶，我知道了，下面是由冻土和冰形成的冰川面，和混凝土一样硬，铲子穿不透，自然也带不上什么来。这里下了几千年的雪了，这雪积压多了就会成冰。你说会不会陪葬灵被冻在下面的冰里了？有这个可能，但是洛阳铲刨不进冰里，就算知道东西在下面，我们也找不到。主要是这些雪太碍事了，咱们又没有炸药。我当兵的时候听几个兄弟说，他们在大兴安岭的时候，那里的生产大队会定期上雪山和雪坡清雪，只要一个炮眼就能把这些雪全炸下去，省事的很。把雪炸了，雪下的情况就一目了然了，咱们再找就方便很多，也省得挖盗洞了。我知道你说的情况，每次下雪形成的雪层中间都有间隙，只要一个小爆炸，整个山体一震，整片雪层都会滑下来，形成连锁反应，最后一层一层的往下塌。大兴安岭林区有几座小雪山，为了防止积雪太厚发生雪崩危害林区，当地的工兵队经常在大雪之后人工清雪。
当时条件简陋，都是人工放炮眼，有一定的危险性。现在改成直接用迫击炮来轰了。炸药我是有，但是你看咱们头顶，在这里放炮，会不会是自杀？上面是万丈雪崖，连着整条雪龙一样的山脉，我们在这底下就像蚂蚁一样渺小，只要上面飘下来一点点雪，就要长眠在这里了。长白山是旅游景点，这里每年都会清雪，我感觉问题不大。不把这些雪清掉，那咱们就趁早回去。想在雪山里挖藏在雪里的东西，不和大海捞针一样吗？其实啊，藏地雪山找落难的登山队员也是这么做的，没有别的好办法。如果不用炸药，盗洞也绝对打不下去。这一炮，你还就放定了。这风险实在太大了，我宁可花点时间用铲子来铲。小三爷，我们就是因为没时间了才用炸药，要有时间，我们就等到夏天再来了。无论如何，都得试一试。三爷还等着我们回去呢。你们不用吵，咱们说的都不作数，听听专业人士的意见。啊？专业人士？谁？郎峰。哦，确实，一路过来，也不知道郎峰是个什么人物。难道他是这方面的专家？我认为，老潘的说法应该可行。其实，来之前我已经预料到会有这样的情况，做了一定的准备。而且，这个我专业，可以控制炸药的威力，声音也不会太响。只要在雪下面有很小的震动，就可以达到目的了。有的时候，甚至只需要一枚鞭炮就够了。你确定？这可不是炸木啊！咱们现在相当于在豆腐里放鞭炮，让你在豆腐里炸个洞，但是表面上呢又看不出来，这可是个精细活啊！哼，我做矿工的时候，放炮眼放了不下1万个，这不算有难度。哼，你们别看郎峰平时不说话，这家伙是20年的老矿工，14岁开始放炮眼儿，炸平的山头不下20座。被老爷子看中，进到行内才1年，就已经被人叫做炮神。说起炸药，没人比他更内行了。你就是炮神？都是同行给捧的，一个外号而已。你也不用谦虚，在这种场合，你得发挥你的专长。大家放心，郎峰到现在还没失过手。炸东西，他说炸成几片就是几片，我绝对相信他。他既然这么说，我认为可以试一下。你们有没有意见？小武同志，那你表个态吧，我听你的。既然这样，就拼一把吧。不过就算我说不准炸，他们也不会听。行，那就动手吧。叶城取出一把特别的洛阳铲，拧上了一个特殊的铲头，在雪地上打了几个探洞，然后郎峰用几种粉末调配出一种炸药，往雪层深处埋进去几个低威力的雷管。现代化的盗墓贼大多拥有相当扎实的工程学知识，只需要几个小威力的雷管，就能在任何地方炸出一个能容人通过的洞。郎峰调制的炸药威力比10个炮仗还小，大家不再顾虑，只等着他继续操作。这时，在一边喝茶的顺子突然发现不对，他见过朝圣者插国旗的，见过偷猎者晚上偷跑出去的，也见过偷渡过境的，但是千辛万苦跑上来掏出雷管来炸山的，还是头一回。顺子心里一慌，疯了似的跑了过来。第258集，炸山。你们干什么？老板，你们疯了！郎峰，你这是……不把他销魂，没法干活。也是，当我们的导游还真够惨的，路走得多不说，还要挨这一下。我们拿这小子怎么办？
先不管他，我们还要靠他回去，把他带到地宫里去，丢在一边就行了。到时候多塞点钱给他，他还能怎么样？各位，雷管安好了，大家都爬到高处的石头上去，以防等一下产生连锁反应，把你们一起裹下去。准备！雪面整个开裂，大片大片的滚落下坡。不一会儿，雪坡下便露出一大片凹凸不平的冰雪混合层，也就是第4纪古冰川表面。这时，吴邪看了看头顶，发现除了上方一点点雪因为失去支撑而下滑以外，也没出现什么问题。不愧是炮神啊，厉害！呵，还真没什么声音，这神了啊！兄弟，你牛！哪里？完了，上面的雪还是裂了。看来炮神这个名号，今天是要到头了。所有人不准说话，连屁都不准放。大家找找附近有没有什么凸出来的岩石或者冰缝。这下我们要倒霉了。啊？不可能啊！我算准了分量。嘘，有话以后再说。先带上装备，找避难的地方。哎，看到那边大核桃一样的石头了吗？咱们躲到那下边去。无数细小的裂缝在雪坡上方的雪层蔓延，雪块不时滚落下来，打在它们四周。上面的雪层并不厚，就算雪崩，也只是小范围的坍塌。但是他们站的地方离断裂面太近，一旦被雪潮冲击，很容易被裹挟下去。下面是极高的陡坡，非常危险。在他们不远处，有一块巨大的核桃形石头，石头的下方和斜坡形成一个夹角，可以用来避难。可靠，这中间怎么隔着一个光溜溜的冰面呢？怎么过去啊？没时间换冰鞋了，硬着头皮上吧。胖子，你把绳子系在腰间，另一头递给我们，我们陆续过去。行吧，也没别的法子了。1步，2步，3步，每一次迈腿就像踩在鸡蛋上。不过3步之后，他已经稳稳地爬到了对面的石头上。哎，这儿安全，过来吧。潘子和张起灵最先行动，接着是背着陈皮阿四的狼风，然后是背着顺子的叶城，吴邪最后。看大家都平安落地了，吴邪心安了许多。此时大如西瓜的雪块纷纷砸下，那条雪缝已经支持不住了。王胖子忍不住挥手催促：“你快点啊！别催，我从小平衡性就差。早看出来你是最难搞的了，别想那么多，才2步，跳过来。也是，距离也不远，只要我充分发力，肯定可以跳过去。”就在吴邪使力准备纵身一跃的瞬间，他的脚下突然一陷，踩的那块冰突然碎了，他在斜坡上打了个滑，整个人直直地摔落下去。吴邪急忙手脚乱抓，但是冰上没有着力点，他一下子就直摔到绳子绷紧，挂在了冰崖上。啊！糟了，登山口竟然开了，这是西北货呀！王胖子被吴邪这么一拉，几乎也跟着摔下石头。幸好潘子及时抓住了他的裤腰带，几个人才把他扯住。他们用力拉住绳子，把吴邪往上拽，但每扯一下，绳子就松一下。吴邪心急如焚。
259集，雪崩。吴邪心急如焚，双脚想蹬个地方，重新卡上扣子，但是冰实在太滑，根本无法借力。眼看扣子就要脱钩了，他猛地扯出登山镐，用力往冰崖上一凿，狠狠地钉在了里面，然后左脚一踩，这才找到了一个可以支撑的地方。他忙低头换登山扣，然而还没等他扣死，一阵古怪的震动突然从他头顶上方传来。吴邪抬头一看，只见上面几个人正在用一种看白痴的眼神看着他。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刹那间一片白色的雪雾炸到半空，几乎遮盖了他的整个视野。雪崩了。吴邪，抓住登山镐，贴住冰面。吴邪的四周瞬间陷入黑暗，他的身子猛地一沉，就像被10几个人拉着全身的衣服向下扯，腰部的绳子顿时勒进肉里，大量冰冷的血气呛进肺里，一时间鼻子嘴巴里全是血的味道。混沌中巨大的冲击力撞击着他身上的每一个地方，让他连头都抬不起来。很快他的喉咙开始发紧，极度的窒息感从肺部传来，他觉得自己像是掉进了糖炒栗子机里，被无数冰冷的东西从四面八方挤压冲撞。直到这时他才猛然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冰是绝好的传震导体，特别是极厚的冰，有非常强的共鸣性。我刚才那一镐子催化了雪崩。吴邪几乎想抽自己一个嘴巴，但是此时后悔已经没用了。他整个人像陀螺一样被撞得到处打转。他想抓住登山镐，但是连自己的手在哪里都感觉不到。就在他脑子发懵，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绳子竟然被人往上提了一提。胖子他们在那头拉我，绳子还能反应，说明雪崩下来的雪量不是很多，他们的力气还能传到我这里来。吴邪用力拨开四周的雪流，身体使劲往上钻，几次趔趄之后，借着绳子的拉动，他的耳朵突然一阵轰鸣，眼前一亮，探出了雪流的表面。此时王胖子他们正躲在那块岩石的夹角下，雪流从石头上面冲过去，形成了一个雪瀑，几个人都安然无恙。王胖子和郎峰扯着绳子，看见吴邪被拉了上来，终于松了口气。小吴，没事吧？没事。漫天的雪雾依旧在劈头盖脸地砸向吴邪，他用力扯着绳子，顶着雪流向王胖子那边靠拢，但是雪流冲力太大，他根本没办法站起来，两只手再用力也无法移动半分。王胖子只好拉着他，等待雪流过去。雪崩来得快，去得也快，半分钟不到就停了。吴邪心有余悸地朝身下看了看，脚下的整个山谷都已经被白雾笼罩。这要是被冲下去，还能有命在？这可算给你拉上来了，你小子真的算是命大的啊！幸好血量少，不然别说你啊，我也得被扯下去。谢了。此时，整片雪坡已经倾泻到了山谷的下方，一大块巨型的陡峭冰川暴露在了众人面前。冰川的表面都是千年雪层下受压而成的雪压冰，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重力冰。
这种病是自然形成的，包裹了整座山体，十分壮观。在夕阳的照耀下，冰崖反射着晶莹绚丽的光芒，令大家看得如痴如醉。除了王胖子，其他人从来都没见过真实的冰川。他们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半天才缓过神来。叶城和华和尚率先亮起手电，朝冰里照下去，想寻找陪葬灵的痕迹。狼峰这一炮倒也不是没有成果。冰面下混混沌沌的，深不见底。一般的雪山冰川几乎只有10-20米厚，这块冰川厚得离谱啊！我看看，发现什么了，胖子？哎，你们看啊，这冰川深处是不是有个大黑影啊？就像是一个蜷缩的大头婴儿。还真有，但是形状也太诡异了，不伦不类，像是什么冻死的动物幼胎，脑袋大的要命，浑身还长着长刺，看着就让人发毛。出来没拜菩萨，老是撞邪，这什么鬼东西啊？这是。我反正从来没见过，这看这大小，应该有一幢5层小楼那么大。要是陪葬灵，是怎么修建的？难道是远古时候的生物？传说长白山地带在几十万年前还是一片汪洋，因为火山喷发才从海里隆起来。这么大的东西，会不会是当时巨型海洋生物的尸体？也不对，古冰川形成的时候，山早就在了，有尸体也早成化石了。干脆在冰川上挖个坑，穿上冰鞋，站下去看看。好。第260集，昆仑胎。得，还是看不出什么门道。让我看看。四阿公，您小心啊！这影子难道是昆仑胎？昆仑胎？什么是昆仑胎？昆仑胎是一种奇特的自然现象，在龙脉的源头，也就是俗话说的集天地之灵气的地方，岩石、冰川、树木之内，会自己孕育出一些奇怪的婴儿状的东西出来。这些在古籍里就叫做地生胎。传说经过万年的演化，有些地生胎就会成精，比如说《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孙悟空？那不是神话里的吗？仅此一例，还能当真啊？我记得在一本源自唐朝的笔记里看到过，传说西汉末年，在昆仑山的巨型冰斗底下，当地藏民发现过一个巨型冰胎，大如山头，五官已经具备，还是一个女婴，栩栩如生。于是地生胎就被叫做昆仑胎。后来人们在那女婴的肚脐眼上修了个庙，叫做昆仑童子庙。风水中，昆仑胎是天定的宝穴，和人为推断出来的风水穴位是不同的。要找到一条龙脉中可能生成昆仑胎的地方是不可能的，只有等昆仑胎开始形成，偶然被人发现，然后将胎形挖出，再把陵墓修建在其中。这样的宝穴可遇而不可求，传说只有通天的人才有资格。历史记载，埋在昆仑胎里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皇帝。还有这么邪门的事儿呢？哎呀，这不过仔细看看，这昆仑胎不像是人胎啊。我也只是猜测，昆仑胎是神定胎位，地生神物。如果这个是昆仑胎，那陪葬陵就是修建在昆仑胎位内。不过，
这样一来的话，不过什么呀？咋还卖起关子了呢？我明白了，四阿公的意思是，如果天生的宝穴昆仑胎位里修的只是一座陪葬陵，那这样的话，云顶天宫主陵所在的三圣山风水要好到什么程度才算完？再怎么样也不能比昆仑胎差呀。没错，没有比昆仑胎更好的风水了。昆仑胎是天地灵气汇聚的地方，如果要比这里更好，那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天宫真的是修建在天上。怎么可能啊？是不可能，所以这里出现昆仑胎绝对有问题。难道山川的走势被他改了？汪藏海竟然神通到了这样的地步？不应该这么想。会不会这个胎形的影子是假的，是人工修出来的一种象征性的手法？这在古墓葬的设计中其实很常见，比如武则天陵的形状就像女人的阴户，说不定这影子只是陪葬陵的影子。把陵墓的入口冻在冰里，修成婴儿状，也符合汪藏海事不惊人死不休的性格。你说的有可能。看着胎影之中还有浅淡之分，显然不是一个单纯的东西，似乎有高矮，而且四周还有刺，可能真的是建筑。汪藏海把陵墓修成了胎儿的形状，难道是希望这座陵墓像昆仑胎一样成精吗？这事情如果是真的，那也太匪夷所思了。还是别猜了，反正不挖出来，怎么猜也是猜。有这闲工夫，不如想个办法下去。那要是挖下去看到的不是陪葬陵，而是一具真的巨型冰胎，那怎么办啊？叶成兄弟，既然你这么怕，那你就留在上面，我们下去确认了再叫你下来啊。如果真是个冰胎，那真是天作的奇迹，能看到一眼也是值得的。叶成，就你胆子小，跟这几位大哥学着点。现在的问题不是下不下去，而是怎么下去。冰层太厚了，用镐子挖，半个月都不一定能挖得到那里。没错，我们又不是冰夫子，在冰上作业完全不同于在一般的地面，要考虑非常多的因素。平时身手再好也没有用。这有什么难的？包在你胖爷我身上。第261集，冰穹。王胖子在队伍中一直充当着急先锋的角色，很少在技术方面发表意见，但是一旦他发表意见，提出的东西就非常关键，这说明他的心思其实相当细腻，这也是他贪财如命却还能屡次化险为夷的原因之一。吴邪在海底已经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不过他知道跟王胖子说话需要技巧，对方属于软硬不吃的那种人，大多数时候激他比奉承他有用多了。于是吴邪故意提高了声调：我说胖子，你能有什么办法？你这什么话呀？就许你大学生有想法，我去过昆仑山，昆仑山上比这厚的冰川多的是，我经验比你丰富多了。那你说出来听听。当时我们向导讲过很多关于冰的故事，昆仑山的海拔比这里要高得多，是真正的高山冰川。那里的大型冰缝因为气温和山体运动会经常开裂，有时候就会在裂缝里发现古时候的先民遗迹，有人甚至发现过冻在冰川深处的房子，但那些东西都是残骸。我当时就问向导，为什么这么冷的环境下，这些古代遗迹都保存不下来呢？那向导告诉我啊，把一座建筑完整的冻在冰里是不可能的，特别是木结构的房屋，遭遇冰崩或者雪崩的时候肯定会塌。现在咱们脚下的冰川中，建筑肯定是修建在悬崖上的，
而且黑影看上去囫囵个，轮廓有模有样，这就说明下面没有塌，不然这种隔空的建筑一塌就完全不成样子。所以，除非冰川中的不是陪葬陵，而是石头，不然啊，这陪葬陵冻在冰里就肯定不是雪崩造成的，而是人为的。有道理。那又怎么样？盘子，这你就不懂了吧？如果不是雪崩，那修建陵墓是在900年以前。按理来说啊，900年积累的雪压冰绝对不可能这么厚，所以咱们脚下的肯定是人工冰墙。这冰墙呢，又不可能直接压在建筑上，那肯定需要一个弧度，也就是说，有个冰穹压在斜坡上，保护下面的建筑，类似于冰做的封土堆儿。那么啊，中间的冰就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厚。你看，这个位置的冰透明度就很好，也是一个证据。有道理啊！你这一通分析，可真是令人刮目相看了。来，小吴同志，你是学建筑的，你说我说对不对？理论上解释得通，而且有可行性。世界上很早就有用冰来架构房屋的先例了。三国时期，曹操的一邺城就是用冰加稻草造的。因纽特人也用冰来搭建自己的房屋。最近在丹麦还有现代的冰建筑出现，这些都说明冰的硬度在建筑学上是绝对没问题的。嘿，瞧，胖爷我这叫人才。不过，我话其实还没说完。曹操的一邺城是在平原上，要在峭壁上搭建这么宏伟的冰穹，真的可以实现吗？毕竟是发生在1000多年前，汪藏海就算能超前他们那个时代很多，也不至于牛到这种程度吧？部下少爷，你能不能根据建筑学算出这冰穹的厚度？我大学里学的大部分知识都还给老师了，不过单位体积冰的重量幸好还知道。我算算啊，如果像胖子说的，假设使用木头的支撑结构，那我们脚底下冰层的厚度不会超过10米，不然自重太重会自我坍塌，用什么都撑不住。10米！我靠，那也够呛了。这儿的冰和其他地方不一样，硬多了。我们没专业设备，刚才我和朗峰用铲子用力敲过冰层，敲了几下，手都麻了，只敲出几个白印子。要打穿10米，恐怕得花上点时间，1个星期可能都不够。没错，重力冰和其他河床上的冰不同，河床冰的原料是河水，里面有杂质和大量气泡，河床的温度也不会太低。但是重力冰是被千年雪一层一层压成的，不仅杂质少，而且雪层底下的冰温可能有零下50多摄氏度。在这个温度和纯度下，冰的硬度和密度是非常可怕的。咱不是有炸药吗？干脆咱们爬到石头上去，再放个炮眼得了。我觉得不太行。喂，胖子，我可是差点死在雪里，你还真不长记性。刚才还没尝够滋味啊！而且，如果冰川真的是空心的，就算爆炸威力再小，也可能把整个冰穹给炸裂了。如果你的假设是正确的，采用破坏力太大的方法来打洞就不能考虑。挖到关键的地方，可能连冰铲都不能用。一旦弄不好，就是连锁反应。你这是本本主义，冰铲都不能用，那怎么办？难道用勺啊？你别仗着自己是大学生，就在这危言耸听，人为给咱们制造难题啊！我比你还急呢，但是事实就是事实。谁要是不信，可以试验一下。那完了，一个问题想通，又来一个问题。这样行不行？我说小哥，你拿个小破炉子有啥用啊？第262集，龙楼宝殿。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下，张起灵拿起顺子烧茶的无烟炉，走到旁边，往冰上一放，滚烫的炉身马上和冰冷的冰面起了反应。对啊，
都被冻驴了，没想到这办法，用火不就行了吗？温度一升高，冰的硬度就会下降，冰墙表面就会变脆，冰铲敲击造成的连锁反应也会相应减弱。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先把表面的冰烘软，然后整块敲下来，露出里面冻得结实的冰心，再继续用无烟炉烤，如此重复，直到砸通为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行人马上试验，掏出自己的无烟炉，点燃后放到冰上。1分钟后，用铲子削冰，果然奏效了。不过，因为四周气温太低，这样做进展非常慢。他们轮流尝试，用了将近3个小时，直到天几乎全黑的时候，冰面上终于出现了一个半米宽、7米深的凹陷。下面冰层的颜色明显有变化，冰的纯度也清澈了许多。王胖子见自己的猜测已经10拿9稳，干脆在腰上绑好绳子，双脚撑在冰井两边。最后用无烟炉烤了一下井底的冰面，然后用短柄锤子一凿，冰穹顿时裂开一条缝，空气猛然灌进洞口，旋起一阵风。哎，下边空了，还真被我猜对了。胖子，你先上来。大家将王胖子拉了上来，围拢到洞口，争先恐后的拿手电朝里面照去。冰井之内是一个灰蒙蒙的巨大空间，整个冰穹犹如一个透明的碗，倒扣在一道峭壁上，峭壁上竖着无数挂满冰凌的木梁，交错在一起，形成类似于脚手架的结构，撑着外面的冰碗。这些就是胎影身上的刺。峭壁之下是看不到底、漆黑一片的深渊，而在100多米落差下的山腰，正是那黑色胎影的真身。那是一个巨大的胎形山洞，洞口足足有一个标准游泳池那么大，乍一看像极了一个黑色的巨大婴儿。所有人都被惊得说不出话。王胖子眼睛很毒，他抓住吴邪的手电就照向另一个方向。看这里。在王胖子的指引下，大家眯起眼睛仔细寻找，这才看到在山洞之中竟然还修建有一座横延飞梁的巨大宫殿。一部分建筑探出洞口，用木头廊子支撑在峭壁上，犹如空中楼阁。而大部分的建筑修建在山洞之中，看不到全貌，因为常年在低温中，到处凝结着冰屑，露出洞口的那部分建筑看上去灰蒙蒙的，并不明显，所以不容易被发现。这是陪葬陵的陵宫，也就是摸金校尉口中常提的龙楼宝殿，陵墓中的陵这一部分。而埋着墓主人尸体的墓应该是在这陵宫的底下，山体之内。吴邪看着下面的情况，不禁感慨万千。还以为这里最多只有一个隐蔽的地宫入口，没想到万奴王排场这么大，陪葬陵都设了如此巨大的陵宫。那如果云顶天宫没有被大雪覆盖，应该是相当壮观吧？古人的智慧真是让人畏惧啊！还真给我们找到了！胖子，你悠着点，差点被你撞飞。哎呀，谁让你胖爷屁股大呢？小声点，要是再塌方一次，我们都在冰崖上，一个也逃不了。其实，也怪不得大家这么激动。这世上有几个人能挖到皇陵这种档次？如果能进去一次，又能安全出来，还在乎什么宝贝？这腕儿就够大了。不说吹牛能吹多少年，心态肯定就不同了。这种吸引力，谁也抗拒不了，就连我也一样。
我们是现在下去，还是明天再下去？明天下去，你们忍得住吗？一行人整顿装备，把无烟炉熄灭收好，把所有的镐子、铲子都折叠起来。几个人都似乎有了默契，速度非常快，很快就收拾妥当，集中到了他们挖出的破口周围。这是人有了共同目标时候的典型表现。其实收拾得再快，与是不是能早点下去一点关系也没有，因为谁也没有碰过皇陵，再怎么样也要经历一个熟悉的过程。所以当大家都围到破口周围之后，突然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第263集，胎动灵宫。几个人面面相觑，都有点愕然。这时陈皮阿四冷笑着走了过来。一直以来大家都唯他马首是瞻，刚才王胖子露了一手之后，他便忍不住口出恶言来挽回自己的地位。哼，一群没出息的，都让开！老爷子，小的们不是都乐昏了吗？没见过这么大的阵势，您说这斗该怎么个倒法？万变不离其宗，小心为上。咱们先找一个人，到这些撑着冰穹的木头廊柱上，顺着廊柱爬到山洞的上方，然后再用绳子下到外面架空的建筑瓦顶。啊，每一根廊柱足有100多米长，绝对不是一棵树的原木，肯定是由木楔子连起来的。这样的结构承压不成问题，但是不知道能不能承受拉力。如果不行，那就完蛋了。一根木头廊子坍塌之后，下落的过程当中肯定会砸到其他的廊柱，到时候整个冰穹都可能会塌。这样的方法太冒险了吧？上面的冰穹不比我们沉，我们就像蚂蚁一样。放心吧，问题不大。没错，老爷子说的对，而且也没更好的办法了。不过，谁来趟雷？让我来吧。现在看来，身手和体重最合适的就是我了。行，你挑一些轻量装备带上。来，大伙儿帮忙给潘子绑上绳子。潘子，给，喝口酒镇定一下，千万别乐晕了头。咱们的目标不是这里，下去，给我放亮点儿。啊，哎，知道了。潘子小心翼翼地爬入冰井，用飞虎爪绕上一边的木头廊子，像特种兵荡绳一样荡了过去，一下便爬到了木廊柱之上。然而他的脚刚踩上去，木头廊柱就发出了一连串冰块爆裂声。大家唯恐廊柱解体断裂，顿时都屏住了呼吸。潘子也脸色惨白的一动不动。幸运的是，10几分钟后，廊柱的爆裂声停止了，四周又恢复到一片寂静，受力也重新恢复了平衡。几个人都松了口气，被这么一下，大家都清醒了一点，那种莫名的激动也稍稍减退。潘子继续向前，走得更加小心了。他缓缓来到廊柱尽头的山崖石上，下面100多米就是山洞所在，上方打下来的手电光过于发散，不足以让他看清情况。于是他打起5、6支荧光棒，一支一支地往下丢去。
黑暗中，几道光直落向下，有几道像流星一样消失在了深渊尽头，有几只掉落10几米后，撞在了瓦顶上，弹了几下，停了下来。荧光棒因为剧烈震动，光线越来越亮，隐约照亮了冰穹里面的情形。接着，潘子丢下绳子，一直垂到了下面瓦顶，然后迅速地滑了下去，稳稳地落到了瓦顶之上。安全！冰井外，众人悬着的心终于放下，又开始兴奋起来。大家小心翼翼地照葫芦画瓢，一波一波有惊无险地到了瓦顶之上。100多米的平衡木和绳索攀爬并非儿戏，吴邪一通操作之后几乎站立不稳，要潘子搀扶才能在琉璃瓦上站定。这时，在7只手电的照耀下，大家终于得以看清楚周围的情况了。这一座斜坡峭壁大概呈30度夹角，山洞很深，宫殿直入山体内部，看不到最里面的情况。山顶和灵宫之顶几乎贴合，我们所站的瓦顶是其中最外面一层架空大殿的屋顶，檐头的飞檐都是朝凤龙头，屋脊两边是镇宅的螭吻。这黄瓦红梁很有黄气啊！我瞧瞧这瓦片，则冻得死死的，根本掰不下来。走，我们用绳子下到灵宫正门外的门廊去。小心，这里是类似于祭祀台的地方，架空铺平的地面都是石板，常年的寒冷让石头脆化，随时可能断裂。第264集，灵宫大殿。这里便是当年修建入山栈道的尽头，现在栈道已经被拆毁，对面是一片漆黑的万丈深渊，左右两边是一排覆盖着冰屑的铜鼎，里面全是黑色的古老灰烬。吴邪细看之下，发现铜器和宫殿都有非常明显的汉族风格。看样子汪藏海无论到哪里承包工程，设计方面还是没办法超出他自己的民族和时代限制，也可能以当时东夏的国力，只能去掠夺边境民族的东西来凑合。另一边就是灵宫的宫门，门前立着一块无字石碑，石碑后面就是灵宫的白玉石门。门很大，几乎有3人高2人宽，石门上雕刻着许多在云中舞蹈的人面怪鸟。门上方的黄铜门簪是一个虎头，门缝和门轴全都被浇了水，两边门板冻得犹如一个整体。华和尚显然对这些东西很感兴趣，他掏出相机就要记录。我要在这里拍一些照片，你们先四处看看吧。真搞不明白，这万奴皇帝为什么非要把陵寝搞在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平地上不好吗？这不是折腾人吗？做皇帝的想法和平常人是不一样的，也许是和他们的宗教有什么特别的关系。你看西藏有很多的庙宇，都是建在一些人根本没办法到达的地方，为的就是要接近天灵。我们这种俗人无法理解。我感觉修建这儿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不想让别人上。这皇陵里面肯定有什么好东西。万奴皇帝这老小子捂着当宝贝，死了也不给人。咱们这次啊，得好好教育教育他。老婆，走，咱哥俩去把那宫门撬开。玉石石门的后面没有自来石，用撬杠一卡，两边门轴的冰就爆裂了。
众人一起用凿子将门缝里的冰凿碎后，门勉强可以推开一条缝隙。这时，一道黑气突然涌了出来，一行人急忙躲开。华和尚走上前来，只看了一眼，就松了口气。没事，这是粘在门背后的防潮漆，现在都给冻成粉了。哎，这门推不动了，是不是门轴锈死了？里面什么都看不见，照进去的手电光好像都被吸收了。让我钻进去看看。别成，等会儿。小个，你先去看看，这地方会不会有什么撬黄机关？你们跟在我后面，别说话。吴邪和王胖子使劲点了点头，几个人都掏出防身的东西戒备。张起灵闪身，跨过高达膝盖的门槛，一马当先走了进去。其他人紧跟其后，越过门槛，忐忑不安地走进去。走到黑暗中的一刹那，吴邪突然感觉到一股极度的异样向他袭来。近千年来，我们可能是踏入此地的第一批人。这1000年里，这座巨大宫殿中，到底发生过什么呢？灵宫大殿是整个陵墓地上建筑的主体部分，规模最大。吴邪进去之后，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灵宫中间灵道两边的10吨大柱子，大概间隔5米一根。这时，他忽然想起影画上用飞来剪吊棺椁的情形。想必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用这样的方式，一点一点从我们现在认为最不可能的悬崖上吊上来的。石柱中间的黑暗里，隐约可以看到黑色的大型灯奴，再后面就是漆黑一片。手电照过去，竟然没有任何光线的反射，似乎是一片虚空一样。王胖子打起火折子，想去尝试点燃灯奴，却被吴邪拦住了。这座建筑历经岁月，依旧矗立在这里，没有倒塌。低温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如果点燃大量灯奴，造成瓦顶的冰晶融化，可能会引起坍塌。王胖子立刻心领神会，熄灭了火折子。一行人只能靠手电在黑暗中继续前进。所有人都不说话，似乎怕吵醒了这灵宫里的什么东西。四周静得吓人，空气中只剩下脚步的回声和大家沉重的呼吸声。叶城是这几个人里最沉不住气的，他走了没几步，就忍不住开口了：“太安静了，怎么感觉浑身凉飕飕的？越没声音我就越慌，要不咱们还是说点话吧？啊，别搞得和做贼。你别说馊主意啊，咱们不就是贼吗？这位小哥耳朵灵着呢，你一说话，咱们踩到机关他听不出来，你担当得起吗你？哦，也不用这么紧张，这里是祭祀用的，东夏的统治阶层可能每年还来这里祭祀，有机关的机会不大，而且这里也有些年头了，不用担心。你胡说！不对，外面冰穹这么厚，一旦封闭就很难再打开了，栈道也早就烧了。这说明灵宫封闭之后，压根就没人打算回来。华和尚不可能没想到这个。算了，我还是别说了，在这种事情上，没必要增加恐慌。第265集，玉台雕像。一行人继续往前，走了不到5分钟，已经来到了灵宫大殿的中央。
前面出现一座玉台，四周围着几只人头鸟身的巨大铜尊。玉台之上立着一座巨大的黑色雕像，雕像上雕的既不是人，也不是佛，却像一根爬满地衣的扭曲柱子，看上去非常诡异，令大家都呆住了。这灵宫里不是放墓主的坐像吗？难道墓主长得这副德行？这不是一只大蚂蟥吗？这可能是东夏宗教中被异化的长生天，他们的主神。这神长得也太没溜了吧，和媳妇的棒槌有什么区别？哎，你就积点口德吧，咱们现在还在他的地盘上呢，就不怕遭报应。话虽这么说，但吴邪知道那诡异的黑色图腾并不是长生天。长生天是没有形象的，代表一种无处不在、无限的力量，是一种宇宙崇拜。华和尚这么说，要么是在骗胖子，要么是在掩饰自己的心虚。但是，如果灵宫之中放的不是崇拜的神龛，那应该就是墓主人的坐像了。难道真如胖子说的，东夏皇族长得是这个样子的？不可能啊！这根本不是人的形状啊！吴邪看着眼前的诡异雕像，他突然想起自己曾经在上海看过的一次展览，展览上，海地拜物教中的邪神，似乎就是这种类型。那边的神是这种一坨一坨的锅巴样子，就像巨型的软体动物。哎，对了，和尚说那个铜玉上记载着，东夏皇族都是从地底挖出来的怪物，难道就是这东西？不会吧，这东西只能说是个妖孽，东夏人不会蠢到认块锅巴当皇帝吧？哎呀，如果能知道另外2条铜玉中记载的东西就好了，就不用猜得这么辛苦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这个机会。你们看这里，小心机关！啊，放心吧。此时，潘子已经爬上了一座铜尊，从人面鸟的嘴巴里小心翼翼地捧出了一个东西。那是一只鎏金青面獠牙的铜猴，身上还雕刻着无数奇特的花纹，犹如纹身的小鬼儿。大家都没见过这种东西，好奇地围了过去。这是什么？我从来没见过这种设计的尊器。我也没有。这到底是啥玩意儿啊？等等，这竟然是青铜的！没有人见过潘子手里的这种尊器，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在考古中，这种事情是稀松平常的，因为墓葬一方面是有着严格规定的神秘学，另一方面又是墓主个人的事情。很多墓葬中都出现过无法言喻的陪葬品。那些既定规则的东西，可以通过收集和整理信息，挖掘无限接近真相的事实。但是个性化的东西，就只能靠猜了。甚至有很多的东西，历史上只出现过一次，除了墓主，谁也无法知道是什么意图。华和尚检查了一遍其他4只铜尊，也发现里面有相同的东西。如果这一根棒槌是他们的主神的话，四周的应该是主神的守护兽。这可能和当地非常地域化的神话传说有关系。咱们不在那个朝代，没办法了解真实的情况。只不过让人想不通的是，为什么会是青铜的材料？明朝的时候已经是十分发达的铁器时代了。还有更奇怪的，这灵宫大殿里面怎么没有祭祀用的巨鼎、长明往生竹、暖阁、宝床、宝座和神位之类的东西？难道是因为东夏国一直蜗居在长白山密林深处，女真习俗里没有这种讲究？这儿也没有，那儿也没有，
我来这儿的目的就是摸东西，这跑了一路没看见任何可以带走的冥器，这太郁闷了。话说，能不能让我去那些灯炉后面看看，看看后面那乌漆麻黑里有没有什么宝贝？不行。为什么？怎么回事？这荧光棒扔到里面，怎么一下消失了？不知道。我们在外面看，大殿没这么大，手电又没反光，殿墙肯定是涂了吸光的涂料。胖子，你要是离开队伍自己走，我保证你有去无回，还是不要轻举妄动的好。那你们拴根绳子在我腰上，摸了东西算你们一份，算你技术入股10%，怎么样？你要封，等我们都出去了再封，现在别连累我们。就是，胖子，你猴急什么？这才到哪里啊？要是等一下你拴根绳子进去，拉出来就剩条大腿了。你说我们是进去找你啊，还是不找你啊？你看人家陈老爷子的队伍多齐心，你别给咱们三爷丢脸啊！哎，得，你们人多，说不过你们。胖爷，我服从组织安排就是了。在没有查明敌情之前，绝对不会背叛组织。查明了也不准背叛，你现在就开始捞油水，见了地宫怎么办？你能装得了多少？嘿嘿，行，我投降。真拿他没办法，现在说什么都没用，只能多留个心眼看着他了，免得他闯祸。第266集，百足龙壁画。再往里走，一行人来到了大殿的尽头，那里有一道玉门，是用4块汉白玉片嵌接而成的，门轴盘着琉璃烧制的百足盘龙，门楣浮雕是月舞百戏图，门上雕刻着2个守门的童子。门是用水浇死的，后面同样没有自来石。撬开之后是通往灵宫后殿的走廊，里面漆黑一片。王胖子看到门上的2条龙，顿时又来了精神。我在一拍卖会上见过这种门，这叫做盘龙轴琉璃栓。整一扇门拍到2亿，还是港币呢。哎呀，这门看上去也不是很重啊。你省点心吧，那是炒作。现在现金的古董交易能超过2000万就是天价了，这门最多就值40万。啊，不会吧？40万炒到2亿，有这么离谱的事儿？现在拍卖行的勾当谁不知道？都是想着3年不开张，开张就吃一辈子。碰到个愣头青，真掏2亿买扇门，下辈子的工作就只剩下花钱了。我的世界观被摧毁了。后殿一般会放一口装饰性的棺椁，点着终年不灭的长生蜡烛，或是堆着大量祭品，由守灵人定期更换。那里应该有不少宝贝吧？东夏这种常年处于战争状态下的隐秘边境小国，应该不会有太多好东西。真是让人毫无动力。不过，地宫入口一般都设在后殿，我们必须进去看看。众人进入走廊，向后殿走去。走廊2边和上方全是壁画。壁画上蒙着一层冰，冻得灰蒙蒙的。壁画上面画的几乎全是盘绕在云雾之中的百足龙，盘起的、飞腾的，满墙都是，乍一看就像是爬满了蜈蚣。壁画分成好几个部分，有的画着众多穿裘皮的士兵，朝天上的百足龙叩拜。有的画着2条百足龙缠绕在一起，每幅壁画之上，百足龙都是主体，四周的人物十分渺小，而且谦卑至极。
吴邪自从看过那块双层壁画之后，一直对这种继续性的东西很感兴趣。于是他打起手电，仔细端详。他越看越觉得浑身发凉。看来东夏人对这种蜈蚣龙的崇拜，比我们汉人对盘龙的崇拜有过之而无不及。哇！我得把这些壁画都拍下来，卖冥器的时候可以用到。这种不确定存没存在过的政权，有陵墓的照片为证，价格能翻上好几倍。哎，你们说这陪葬陵里葬的是什么人啊？万奴的老婆还是手下？怎么进化这种壁画？我也不知道，总觉得有点不对劲。一般来说，陪葬陵的墓主人会有2种，一种是自己的子嗣和亲属，另一种是自己的宠臣。子嗣和亲属的话，壁画的内容应该多是生活场景；宠臣的话，一般就是在朝的场景，比如说文官治水、武官伐兵之类的画面。画这么多神话龙形，如果在主陵里看到还可以说正常，在这里就不对劲了。而且还有个更奇怪的地方。什么地方？壁画里没有陵墓主人的形象，就算以龙为主体，突出龙的威严，那在下面虔诚叩首的应该会有一个领头人。因为是陪葬陵，带头人必然是万奴王，而这座陵的主人应该是在万奴王的左右四方。但是壁画上所有的人都是奴隶或者士兵打扮，没有任何的领头人。这在皇陵壁画之中简直不合常理，不符合3纲5常的壁画画在这里等于没画。会不会这里的壁画也是双层的？不是，这里的壁画有些已经脱落了，没什么特殊的。那道火山缝隙中的壁画背后肯定有故事，不然在那么一个地方有着2层壁画，实在说不过去。众人继续往前走了200多米，壁画戛然而止，走廊到了尽头，后殿的出口出现在了前方。出口处没有门，中央摆着一只青铜鹤角的灯台，有半人高，造型奇特，上面起了一层白色的冰膜，使得颜色看起来偏黑。他们走出走廊，来到后殿之内，王胖子打起一支冷烟火，四处观察。后殿的格局和大殿几乎相同，只是小了很多。四周的殿墙上也全是百足龙壁画，颜色最初应该都是鲜红色，现在都被冻成灰的了。后殿之内空空如也，一目了然，没有任何的陪葬品。中间横放着3张黑色的雷纹盘龙石床，上面覆盖着雕刻有云边的木台，都已经被冻得开裂了。那是停棺台，棺椁被抬进来之后会暂时放在那里。3张停棺台，这合着当时入殓的时候并不是只有1口棺椁，这陪葬者的妻儿也跟着他下葬了。当陪葬者的陪葬，听起来就感觉非常不幸，但是在那个年代也没有办法。第267集，封墓石。 3张石床后边的地上，有一块突出的巨大4方形石板，石板上的浮雕是2只人面怪鸟环绕着中间的太极八卦图。这是封墓石，地宫的入口就在这块石板之下。除此之外，后殿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王胖子看了一圈，一无所获。 他气不打一处来，这万奴老儿真他妈吝啬，舍得钱给手下盖房子，舍不得钱买家具，这叫别人怎么过呀？哎，肯定好东西全被他一人占了。别胡说，能盖这么大一个陵墓，还会舍不得几个器品？这他娘的肯定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我也觉得没那么简单。 这后殿之中的情形有点不太对劲。
即便是一个边陲小国，国力不足，但再怎么说，破船也有3斤钉，没有金银，一般的铜器总会有几件的。就这么大点的地方，连个通道都没有，看来咱们只能掀起这枫木石了。太闪了，这纹丝不动啊！哎，你们别光看着呀，帮忙啊！啊，来了。等等，为防石台下面有毒沙、毒水之类的陷阱，张起灵仔细检查了枫木石板边上的青砖地面，确定没问题之后，郎峰把顺子放在一旁的停棺台上，然后就和华和尚、叶成他们上去推石板。石板被缓缓地推到一边，然而石台之下并没有任何密道入口的痕迹，而是和边上一样的青砖，只不过因为石板压在上面长达100年，青砖已经陷入地下几毫米，形成一个明显的四方形的印子。众人看着眼前的一幕，齐齐吃了一惊。怎么回事？这枫木石是假的？摆设？不可能，这是最基本的葬石，玩什么都不会玩这个。入口肯定就在这里。会不会封在这层青砖下面了？不好说，这些砖头没有被铁匠封死，看上去似乎有点问题。管他呢，反正没人，难得到一回荒岭，拆了砖头看看就知道了。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们这些人现在已经不能说是在盗墓了，干脆就叫明卡。盗墓的时候还怕惊动四周的居民，怕遇到巡逻的警察，但是现在最近的警察局也在800里外，我根本就不用怕什么。所有人的肾上腺素都开始过度分泌，谁也无法否认，挖掘和开地宫永远是令人兴奋的时刻，有时候开棺都没这一刻紧张。这时张起灵蹲下身子，用他颀长的手指夹住一块青砖，用力一拔，硬生生地将砖头从地上拔了起来。华和尚和叶成看得目瞪口呆，嘴巴都合不拢。这是什么功夫？用手指头就拔出来了。哎，看着没，咱兄弟厉不厉害？还愣着干啥呀？干吧！大伙儿忙上去帮忙，用登山镐将砖头挖出来。可令人奇怪的是，下面的砖头仍旧没有铁浆的痕迹，全部是交错结构，并不难挖。不过越是这样，吴邪就越是觉得不祥。地宫的入口处是堡垒最森严的部分。当年孙麻子挖慈禧墓，要不是有炸药，连地宫石峰的皮都铲不掉。这里这么轻松就能挤出青砖，肯定不对劲。会不会下面有什么蹊跷？小哥都没说话，应该没问题。挖吧，继续。半支烟的功夫，他们就挖出了一个大坑。最后一层青砖被起出后，露出了一块黑色的类似于布满花纹龟壳的石头。叶成一看，立刻兴奋起来。是不是风石条？不是，都挖出来看看。华和尚把黑色石头四周的砖头都起出来后，下面出现了一只8仙桌大小黑色的双头石雕龟，龟壳上雕刻的花纹看起来就像一张女人的脸。这是怎么回事？这应该是地宫入口的地方，竟然埋着一只石头乌龟。
怎么没有木门啊？先搬出来再说，看看龟下面是什么。胖子，怎么了？我刚蹲下来，腰上工兵铲就被这乌龟背给吸住了。又吸住了？难道这龟是用磁石雕的吗？奇怪了。哎，是这样，1元硬币。嘿，还真是磁铁啊！这么大磁铁，这墓主人收废铁的呀？第268集，博弈。怎么回事？老爷子，这砖头下面埋着一只雌龟。雌龟？叶成，扶我过去看看。是。糟糕，我们被骗了。这个陪葬陵是个陷阱，我们中计了。老爷子，怎么回事？这里的龙脉被人做了手脚，这条3头老龙是假的，龙头的方向错了。假的？什么意思啊？吴邪忙掏出自己的指北针去看，果然，无论怎么转动，指针都是指向黑色的石龟。显然，这古怪的东西磁性极强。他马上明白了陈皮阿四的意思。看风水脉络，方位非常重要。我们一路过来，4阿公都是靠指北针，配合自己心里熟背的罗盘来确定龙脉的走向和方位。但是，这里埋着一只磁石雕刻的东西，体积还这么大。当我们靠近这座山的时候，指北针里的南北指针肯定会受到影响。那当时用来判断龙脉走向的依据就是完全错误的。这3头龙的格局是在错误的依据下判断出来的，那肯定也是假的了。这里不是龙头，那昆仑台外面那巨大冰穹又是怎么回事？全都是假象，都是引导我们走入这个陷阱的心理暗示。王藏海预料到，以后能找到这里的人，肯定有相当高的风水造诣，所以早就做好了准备。在我们还没进入陵墓的时候，就进了他的套。昆仑台、冰穹，这么巧妙的设计，竟然只是为了一个陷阱。一直以来，我都嘲笑那些笃信风水的建筑师，风水没有给墓主人带来任何福音，反而为盗墓贼指明了方向。但是我们犯了同样的错误，被一个古人硬生生摆了一道。现在，我们是和一个死了有几百年的人博弈，结果第1局还没开始，我们就被将军了，真是出师不利。不可能啊！那时候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磁石啊？是磁性陨石，这东西的价值非比寻常。看来为了保护云顶天宫，老王真是下死力气了。我靠，这根本就不可能！这里修的这么正规，我靠，这怪不得这里边一点灵宫的必需品都没有。哎呀，其实大家早就发现破绽了，只是谁也没想到，整座灵宫竟然会是一个圈套，因为它的制式实在是太正规了。这下算是完蛋了，我们的粮食肯定不够再去三圣山了，恐怕得先回山村补给。那这一趟来回，算是白走了。而且我们已经消耗了太多精力了，估计回到村里还得花时间休息，这时间也损失不起。阿宁他们就算走得再慢，也该到了。现在还不知道三叔这些安排的目的，但是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讲，我们都已经处在下风。算了，那咱赶紧回去吧，不过是走错路了，咱们出去再来。阿宁他们才那么几个人，不可能把东西全部运出去，咱动作快点，还
还有杨老家。你知道什么？三叔几乎是牺牲了自己的生意来拖慢安宁他们的进度，但我们还是慢了一拍。如果回去再回来，不知道要给他们落下多少，三叔可能就会凶多吉少。你只知道名气，什么都不关心，别在这瞎笑。我说小吴同志，你这话可说了就没意思了啊！什么叫……哎，好了，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白走一趟，大家都不好受。现在主要是想办法补救。咱们镇定点，想想怎么办吧。什么补救啊？我认为没关系。这么大一辞职戳这儿，谁到这儿都得倒霉。你们就敢说阿宁那帮人就没中招？说不定他们方位也全错了，现在已经被边防打成蜂窝煤了。咱们就应该把这里摸一遍，把能带走的都带走，然后用最快的速度折返，在山下重整装备再来，别浪费时间。既然已经中招了，不面对事实怎么行啊？胖子，你说的轻松，现在按原路回去，你有把握回得去吗？就算你认识路，咱们走了1天了，你皮糙肉厚的不觉得累，我们可吃不消。就算要回去，也肯定是明天早上。小三爷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这样耽搁时间，三爷的部署就全白费了。三爷，去你的三爷！你们连那老瘪三抢什么都不知道，还扯什么淡呀？哎，胖爷，我为什么非得掺和到你们家务事里来呀？老子是来摸名气的，我不管啊，老子自己摸完自己走。你们陪那不阴不阳老鬼一起死去吧！等等，干什么？别挡着我胖爷发财！你不觉得奇怪吗？我们到了这里，好像情绪都很焦躁，连吴邪都发火了。啊！第269集，重相遇。是啊，刚才的无名火就是突然起来的，发的一点道理也没有。胖子以前就是这样一个人，再不靠谱的话我都听过，但我怎么就发飙了？这不是我的性格啊！以我的做事方式，就算真的有人说不中听的话，我也不会在这种场合去挤兑他。而且，刚才胖子的反应也太大了，难道我们真是被四周的环境影响了？小哥，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好像刚才真他妈有点邪门，突然就发火了。我也不清楚，不过我看这里不仅仅是一块磁铁这么简单。现在一定要冷静，你们争论也没有用。这里既然是陷阱，汪藏海花了这么大精力设置这里，能放我们进来，不一定能放我们出去。那现在怎么办？既然已经入了套，我们只能走一步是一步。现在下结论能不能出去还太早。不过不管怎样，我们必须把这只乌龟毁掉，然后在这里搜索一下，确定再没有同样的东西，不然我们来几次都是一样。呸！这就敲碎这破玩意儿。等一下，大磁铁打碎了也只是变成小磁铁而已，还是会对指北针有影响。要完全消除磁性，只有用火烧。众人掏出无烟炉的燃料，浇在乌龟身上。然后王胖子点起一支烟，往里面一扔，火就烧了起来，热浪随之腾空而起。一行人趁机靠在砖坑边上取暖，高纯度的燃料很快就烧完了。半支烟的功夫后，底下只剩下滚烫的砖头和通红的乌龟。此时华和尚正在用指北针测试，吴邪凑过去看了一眼。怎么样？搞定，磁性已经完全消失了，地下也没别的磁石。此地不宜久留，既然是个陷阱，他们再无留恋。几个人收拾了一下就要离开。这时吴邪又想起了张起灵的话，心中不由得涌起不祥的预感。我们进到这个后殿之后，外面会不会已经发生了什么变故？
比如外面已经塌了，把我们活埋到了这里之类的。哎呀，呸！现在也只是推测，没必要自己吓自己，走一步是一步就行了。吴邪的预感总是在倒霉的时候出奇的准确。就在他们准备重新进入走廊的时候，后方突然传来了一串奇怪的声音。这是什么声音？声音一直在延续，是从他们焚烧过的那个砖坑里传出来的。吴邪小心翼翼地走回去，他探头一看，坑里的那只乌龟竟然裂开了，大量的裂缝在龟壳上蔓延，同时一股奇怪的黑气从裂缝中飘了出来，速度很快，瞬间膨胀上升到了空中，犹如一个巨大的软体生物从乌龟的体内挤了出来。接着，黑气和头顶的黑暗连在了一起，不停地蠕动，形状竟然和外面大殿之中的黑色图腾越来越相似。跟在吴邪后面的王胖子一看这情形，脸色吓得惨白。这是长生天？你别吓人，可能这乌龟是空心的，热胀冷缩就裂开了，里面有什么东西被烧焦了。空心的，那这黑烟会不会有毒啊？应该不会，没这个线。话和尚话音未落，张起灵突然做了个噤声的手势，让大家不要说话。吴邪瞬间冷汗直流，忙捂住了嘴。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四处去看，想知道又出了什么变故。在这极度安静的后殿中，除了石龟的爆裂声，还有一种非常轻微的窸窣声。吴邪听了半天，也没听出那是什么声音，连他的方位也感觉不出来，好像这声音是直接进入了大脑似的。这座灵宫在冰穹里面，不可能被风吹倒，这声音肯定不是风声。烟里没有东西，这烟是重香玉，乌龟里有重香玉，黄苍还想让我们死。重香玉是什么东西？背上身子，跑，不要回头，不管什么东西掉在身上都不要停，一直到出去，快！完了，在鲁王宫里碰到血尸的时候，闷油瓶都没露出这种表情来，看来这次的事情真的很严重。大家听小哥的，快跑！第270集，骚动。吴邪以为自己对张起灵的指示贯彻的已经非常彻底了，没想到一回头，发现叶城和王胖子他们早已经跑进走廊里了。没良心的！一行人冲过走廊，撞开玉门，来到大殿。那种窸窣的声音不减反增，从房顶的各个方向传来，听着让人直起鸡皮疙瘩。但是抬头向上看去，却是浓雾一般的黑暗，什么都看不到。所有人恨不得马上离开，跑起来几乎都拼了命。叶城已经被吓破了胆，跑得比兔子还快。王胖子紧随其后，两个人一下子就飞了出去，其他人几乎跟不上。很快，几个人就拉开了距离。吴邪在后面勉强追着，只能凭借手电的光点来分辨方向。也不知道跑了多久，他的力气几乎都用光了。眼看着前方的光点越来越慢，脚步也不由自主地慢了下来。目的地好像快到了，幸亏体力比以前好了不少，不然肯定就要被他们落下了。胖子，叶城，怎么回事？怎么不跑了？不对劲！我刚才留意过，大殿一共是500步距离，我的步长是1米，
以这样100米狂奔的速度，估计2分钟不到就到了。可是现在跑了早不止2分钟了，应该至少应该看到玉门了，但是前面还是什么都没有，有问题。会不会你数错了？哪有人每一步都绝对是1米的？绝对不会错，我的1步就是1米，不超过1厘米的误差。你要不信，咱们可以打赌。我们回来我已经跑了快1000步了，肯定有问题。后面的华和尚也跟了上来，跑到吴邪他们身边停了下来。你们怎么停下来了？快跑啊！一口气跑出去再休息。门不见了，本来也就500米的距离，现在跑了1000米也没看见啊！怎么回事？我们进来的时候没走岔路啊，怎么一往回走就找不到路了呢？肯定又是中招了。小哥说的果然没错，汪藏海根本就没想让我们出去。那怎么办？咱们换个方向，往左跑。不行，既然原路都回不去了，肯定是朝任何地方跑，都会跑到四处不着边的地方，永远到不了头。不用白费这个力气。我靠，那我们岂不是要被困死在这儿了？那倒不至于，我们有这么多人在，肯定能出得去。只要集思广益，就不会有问题。毕竟汪藏海只能在他能力范围内动手脚，机关再精密，也肯定是有破绽的。只怕汪藏海困住我们不是本意，那头顶上的怪声，才是我们要担心的东西。真是疯了，上面灰蒙蒙一片，什么都看不清啊！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啊？待在这里不动也不是办法，要不我们兵分4队，朝2个方向跑，这样总归有一队能先出去，不至于全军覆没。哎，你看看清楚啊，人还没到齐，咱们就这么几个人，怎么兵分4路啊？1、2、3、4，我靠，一半的人都没了。小哥、陈皮、阿四，背着顺子的狼峰，还有潘子都没赶上来，我还以为他们都在我们旁边呢。哎呀，这刚才跑的时候乱成一团，也没有注意他们什么时候掉队啊。难道是刚才跑的时候跑岔了路？哎呀，麻烦大了！这种情况下走散，几乎等于自杀。现在除了咱们这儿，到处都是黑的，一点光线都没有，根本找不到他们的影啊！我想想，我们并不是跑在最后的，潘子一般会在最后，这是他当兵养成的习惯，这样就可以监视所有人的行动。陈皮、阿四年纪大了，也是在我们后面。狼峰背着顺子，行动不便，也跑不快。小哥是职业级别的突然失踪人员，他在遇到情况的时候，一般会习惯性殿后，然后突然失踪。这些人都在我们后面，显然他们失踪的时候离我们并不远。刚才我们跑得太疯狂了，一点也没察觉到。现在怎么办？怎么办？直接喊算了。老潘，你们在哪儿啊？我在这儿。是狼峰！我靠！和尚，快把手电灭了，看头顶！啊！灭手电！已经少了这么多人，还灭手电，要是再少了怎么办啊？这不是找倒霉吗？和尚，你说呢？我也不知道，灭不灭？哎，听他的，灭了看看。第271集，强串子。4个人陆续关掉手电，四周瞬间陷入绝对的黑暗。他们急忙抬头看房顶，一开始还是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到。王胖子正想骂人，忽然上面就亮了起来。无数绿色的小光点密密麻麻地聚集在房顶上，乍一看就像漫天的星海一样。华和尚观察了一会儿，他惊讶地发现那些光点竟然是有规律的。这是50星图，好像还真是。
又不是很像。这些绿色的光点怎么在动啊？哇，这下发财了！这么多夜明珠！不是，夜明珠哪有这么小？在动，是虫子。虫？什么虫？萤火虫啊？不是，萤火虫是一闪一闪的。我们……吴邪话音未落，他突然感觉脖子里痒了起来，好像什么东西掉进了他的领子里。他忙用手一摸，摸到了一团东西，一捏就捏死了。凭借着手感，他感觉到不妙。这是节肢动物，而且好像长了很多的腿。他把那东西用手指从脖子里捏出来，打开手电一看，那是一只长得非常像蜈蚣的虫子，身体细长，分成15节，每一节的背上都有一个绿点。但是它和蜈蚣明显不同的是，它的脚非常长，而且非常多，犹如许多毛长在躯干两侧。吴邪心里发毛，浑身发麻，急忙把它扔在了地上。是油盐，有的地方管它叫强串子。这东西非常邪门，我小时候什么都敢碰，但是就是不敢碰它，总觉得一看就浑身不舒服。传说这东西只要爬到你的身上，给它爬过的地方就会腐烂。最可怕的是，这东西会往人的耳朵里钻。强串子在《聊斋》里面也有记载，最大能长到3尺，而且和蜈蚣、蜘蛛一样，都是妖性很重的东西。吴邪看到这虫子就全身发紧，他突然觉得头上又痒了起来，一摸又是一只，是从上面掉下来的。我靠，越来越多的虫子掉下来了。下面的人无可避免的中招，华和尚反应没有吴邪这么快，已经跳了起来。他不停地拍打着脖子，但是一点用也没有。强串子见缝就钻，很快就钻到了他的衣服里面。此时地上的虫子全都围向他们，从他们的脚上往上爬。王胖子一只手拿出一只脸盆罩在头上，另一只手用工兵铲不停地拍打。吴邪看到叶城抱住了脑袋，赶紧去帮他。拉开他的手一看，只见他的耳朵里已经爬进去了好几只。快侧过来，我给你拍出来。几个人边拍边跑，但不管跑到哪里都像下雨一样，强串子不停地往下掉。正在他们要抓狂的时候，远处的一盏灯炉忽然亮了起来。吴邪顺着光源看了过去，心里觉得纳闷儿，这时候谁还有心思去点灯啊？这时地上的强串子忽然开始向灯炉的方向爬去，远处传来顺子的声音：这位老板，点起火！这些虫子会在温暖的东西上产卵，不要让你的身体成为丝绒最短的东西。原来是顺子，看样子他醒过来了。吴邪和王胖子一听，赶紧爬上一旁的灯炉。这灯炉是用石头雕刻而成的，造型是一个人背着一只盆子，盆子里面就是灯芯。灯炉有1人多高。吴邪爬上去一看，盆子里的万年油都被冻住了，里面爬满了虫子。他拿起打火机烧了烧灯芯，一开始火苗很小，但是随着里面万年油的融化，火势渐渐旺了起来。油盆里的强串子看到火苗，竟然毫不犹豫地围了上去。几只强串子围绕在一起，被火烧得噼啪作响。吴邪再一次打开手电，向屋顶照去，上面的横梁彩画这时已经发生了变化。刚才的图案似乎是由这些虫子排列而成的。这个时候，其他地方也点起了灯炉，火光在黑暗中显得非常灰暗。
吴邪虽然看不到边上的人，但是已经知道了他们的方位。看来这里的黑暗并不是不能用光来穿透，而是我们的光线不够强而已。大部分强串子都掉到了灯奴的方向，他们几个趁机用手护着头，向另一边的灯光跑去。跑了几步，就看到了狼风还有顺子。狼风倒在了地上，正在不停地抽搐。顺子一边摸着自己的后脑勺，一边给狼风拍身上的虫子。第272集，失散。顺子，狼风他怎么了？虫子跑进他脑子里去了，进得太深，挖不出来了。啊！哎，幸亏我这20多，还有没有得救？不知道，在我们村里，一旦中了这血毛子，死活听天由命。他眼球已经不动了，看来真的够呛了。不过，这其实也是好事。这家伙是陈皮阿四的人，我们迟早会和他们翻脸，到时候肯定非常难对付。现在他中了招，我们手里就多了一份胜算。小三爷，胖子，你们快过来！顺子，先不管那虫子了，人集合到一起再说吧。哎，你脑袋没事吧？没事，不过我怎么突然就晕过去了？我记得你们要炸山，怎么？这里是什么地方？这个……哎，顺子，你真糊涂了。咱们本来只想放个礼炮，没想到雪崩了，有山石掉下来砸你头上了，把你砸晕了。我们呀被雪裹到了这里，好像是座庙。哎呀，我们也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我怎么一点也想不起来了？不过，你们怎么可以在雪山上炸东西啊？简直太乱来了！不行，你们回去得给我加钱，这买卖不合算。哎，加，随便加。行了，别扯淡了，这事咱们待会再说，快点过去。来，胖子，咱俩把狼风抬起来。这家伙死沉啊！狼风个子大，吴邪和王胖子两个人几乎用尽了全部的力气，才勉强的把他推得坐起来。狼风抽搐着，脑袋已经挺不直了，耷拉在一边。吴邪正思考着怎么把他抬得立起来，这时王胖子突然皱了皱眉。吴邪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发现狼风的后脑勺有一块被打过的痕迹，虽然不是很明显，但是仔细一看就能发现，狼风不是中了毒，他这是被人打晕了。吴邪看了一眼正在背狼风背包的顺子，刚想问他是怎么回事，王胖子立刻使了个眼色制止了他。吴邪不知道他什么用意，只好还了一个眼色过去。两个人抬起狼风，吃力地往潘子的方向走去。经过一段黑暗，他们到达了潘子的那盏灯炉前面。陈皮阿四和潘子都等在那里，唯独不见张起灵。潘子，小哥呢？不是和你们在一起吗？我一直没有看到他。周围除了我们和顺子点的那2盏灯炉，再没有第4盏了。按理来说，在刚才那种情况下，听到顺子的提醒，怎么样也会点上灯炉，不然肯定会被这些强串子围死的。难道他在听到顺子大叫之前，已经像狼凤一样中招失去了知觉？也不可能啊！像他那样的蚊香体质，应该什么虫子见了他都怕才对。哎，小哥，小哥，小哥，没回应啊，去找找吧。哎，算了，以小哥的身手，应该没有什么东西能在毫无声响的情况下制住他。如果他这样无声无息的消失了，肯定是有他什么特殊的理由，或者发现了什么东西，自己离开了队伍。即使我们现在跪下来给他磕头，他
他也不会出现的。这时候千万别走散了，我们先把伤员处理好，然后一起去找。也对。众人马上围到郎峰身边，陈皮阿四检查了一下他的伤势，几乎立刻发现了他后脑的伤口。但是陈皮阿四一点惊讶的表情也没有显露出来，反而只是淡淡的看了一眼吴邪。吴邪立刻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儿。不对啊，刚才背狼峰回来的人是我和胖子。按一般的逻辑关系，陈皮阿四不可能会怀疑在山村里临时找来的顺子，那他就很可能认为击伤狼峰的是我和胖子中的一个，或者是我们两个。哎，完了，也不知道他后面会怎么对付我们。这真是把枪口往自己身上拽啊！话说回来，顺子是退伍兵，怎么说也是边防第一线的正规军。要说他打昏一个狼峰，应该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他可能是忌讳着我们，到底我们的身份不明，又明显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所以暂时装傻来迷惑我们。哎，那我也不能去拆穿他。这里环境这么复杂，多一个朋友好过多一个敌人。哎呀，当时就不应该找个当兵的来做向导，现在关系乱成一团，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吴邪思考的同时，顺子已经将狼峰放倒，然后从口袋里拿出2支牙签，撑开他的耳朵后，将里面的墙串子剔了出来，扔到地上。王胖子看那虫子就要爬走，急忙一脚踩死。哎呀，这玩意儿真恶心！这儿怎么会有这么一堆啊？第273集，火光鬼影。我们管这种虫子叫做血毛，是非常罕见的中药。它们一般是在血线下活动的，在血线上，从来没有见过，也不知道这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老冯脑子里中了虫子，估计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狼峰的下颌肿了。应该是墙串子在他耳朵里咬了一口，导致他中毒了，但肯定没顺子说的那么严重。一般来说，通过耳朵进入大脑，那是扯淡。我带了药，暂时可以保住他的命。这些虫子到底是从哪里来的？真是让人搞不懂。肯定是藏在屋顶的瓦片里，给那什么虫香玉一熏就醒过来了。这招还真狠啊！不过。那老王难道知道咱们会烧雌龟？那是肯定的。既然把雌龟埋在枫木石的最下方，肯定是希望盗墓贼发现，然后破坏它。不论是烧还是砸，估计都会导致虫香玉的挥发，熏醒隐藏在宫殿瓦顶上的油盐。但是敬畏灵宫的人肯定不会搞破坏，那雌龟在这里，就能永远保证云顶天宫的安全。这老贼想的真周全。好了。给狼峰打完针了，后面就得看他的造化了。我们把他衣服脱了，看看里面还有没有虫子。四阿公，这虫子的毒性很厉害，我们最好快点离开这里。要再有人给蛰一下，药品就不够了。可是玉门不见了，500米的距离，我们拼命跑了上千步也没看到。你确定？会不会是我们走岔了？不可能，有点奇怪啊。怎么了，顺子？你们看，我刚才点的灯炉灭掉了。灯炉里面的灯油几百年没用了，现在能点着已经谢天谢地了，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哎，吴老板，你再仔细看看。哎呀，有什么好看的呀？哎。吴邪仔细一看，发现他点燃的那盏灯炉的火苗突然抖动起来，似乎有什么人从旁边走过，带起了风，吹动了火苗。不对啊，大殿之中绝对没有风，如果边上没东西经过，绝对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难道是小哥回来了？兄，这时，吴邪看到火苗的光隐约照出了一个人的轮廓，但肯定不是张起灵，因为那个影子太高大了。但是，火光晦暗不明，连轮廓也照不清楚。陈皮阿四看了几眼，突然手一扬，打出一颗铁担子，直掠过远处的那盏灯炉，劲风带起火苗，亮了一下。他们看到一个脖子颀长的人影，就站在灯炉的旁边。铁担子飞过之后，闪动的火苗瞬间又暗淡了下来，那边的人影变得模糊，一下子又看不清楚了。那是什么东西？别说话！几个人的手都下意识地按在了自己的刀上。陈皮阿四摆了摆手，让他们不要这么紧张，然后给华和尚使了个眼色。后者马上几步跳上一边的灯炉，一手将火拍灭了。这一通操作让吴邪不得不感到佩服。这老家伙真够冷静的，在这么诡异的环境下，任谁也不会想到把自己身边的光源拍灭，都是希望自己身边越亮越好。但其实身处在黑暗中，才是最安全的。灯炉一灭，四周瞬间暗了下来，浓雾一般的黑暗将他们包围。另一边的灯炉却显得更加明亮。接着，他们把自己的手电也灭了，一起屏住呼吸，盯着远处的影子。这影子明显是一个人，大部分的身体隐没在黑暗中。让人觉得非常诡异的是他颀长的脖子和他身上一些让人难以言说的，似乎是刺或是触须一样的东西，看上去不像是人类，而像是一种鸟类。吴邪越看越觉得神经紧绷，他的心脏砰砰直跳。除了闷油瓶，其他人都在这里了。那影子看着又肯定不是闷油瓶，难道这里还有其他人？他是什么人？怎么会出现在雪山顶上的灵宫里？难道刚才这里的雪崩引起边防的注意了？这人是来探路的？也不会啊。先不说雪崩发生在山谷里，就是真发现了，赶过来起码也要1天，不可能这么快就到了。这个灵宫是汪藏海设下的一个陷阱，既然是一个陷阱，肯定十分险恶。这个影子会不会就是汪藏海设立陷阱的时候安排在这里的怪物呢？第274集，百足龙神。一行人大气也不敢出，都死盯着那个影子，指望着能从他的动作和形状中推断出他是什么东西。但奇怪的是，那个影子直直地站在那里，犹如一座泥雕，纹丝不动，似乎根本不是活物。等了片刻，双方都没有丝毫动静。王胖子开始沉不住气了。不对劲啊！是活物它就得动，这东西一动不动，是不是咱们看花眼了？那是那些灯炉映在柱子上的影子。胡说！灯炉不是都在边上站着吗？怎么能自己走到这边来？不是说天地灵气，琵琶都能成精吗？说不定这类石头灯炉就成了精了，自己能走。你开什么玩笑？虽然早几个月的时候我连粽子都不信，现在见过的粽子都可以凑上2桌麻将了，但是这石头灯炉成精也太不靠谱了。不过有一点你说的没错，只要是活的物体，它肯定得动。就算是个粽子，它也不可能像石头那样站在那里。这影子一动不动，太奇怪了。不管是什么东西，咱们也不能一直在这傻站着吧？
没错，这里到处都爬满了枪串子，如果再有人被咬，虽然不致命，但是雪山上缺医少药，也是要命的事情。那咱们就别在这里欣赏他的身材了，偷偷摸过去看看，要真是个人，摁头就揍。走。话音刚落，心急的几人已经摸了过去，吴邪硬着头皮跟上。那灯奴离他们不是很远，走了几步后，影子越来越清晰，吴邪愈发感到不祥。在几乎走进那灯光能照到的区域时，他下意识地放慢了速度，埋伏在黑暗里，蹑手蹑脚地靠过去。那黑色的影子几乎就在他10步之外，他眯起眼睛来看，心跳越来越快，冷汗不停地往外冒，不由自主地默默祈祷起来。老天爷，千万不要让我看到我不想看到的东西啊！可是随着视野越来越明亮，他已经逐渐意识到，老天可能不会保佑他这种盗墓掘坟的人。眼前的影子越来越清晰，他再也迈不动脚步，只觉得浑身发软，最后整个人都僵在那里无法动弹。那是一条巨大的油盐形状的东西，像蛇一样扬着半个身子缠绕在一座灯奴上。他们先看到的脖子，其实只是他的2只大毒鳄和长触须形成的影子。整条巨虫一动不动，无数长角垂在地上，似乎正在吮吸从灯油里挥发出来的气体。在蜈蚣科里，加勒比海加拉帕戈斯蜈蚣能够长到40到60厘米，但是长到1米多的至今还没有发现。从体型来看，这条虫子的寿命恐怕有上千年了。众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齐齐地倒吸了一口凉气。你大爷的！我明白了，东夏人的龙为什么会长着蜈蚣的千足？看样子是他们退入深山之后，看到了这么巨大的油盐，把它神化成龙了。退回去！听到这话，吴邪不自觉地向后退去，一直退，也不知道退到什么地方了。等到他稍微松口气的时候，朝四周一看，才发现周围一片漆黑。他和其他人已经走散了。吴邪重新打起手电，想点起一盏灯奴来吸引其他人的注意力，却看到不远处那巨型油盐的影子晃动了一下，紧接着那盏灯奴突然熄灭了，巨型油盐消失在了黑暗里。这时他想起了顺子说过的话。完了，顺子说这玩意儿有驱热的习性，看来这灯是不能点了。大家千万别点灯奴，所有人看着我的冷焰火到我这里集合。为什么不点啊？点上这东西3身拖呀！那大虫子不点它直接奔我们来了，它那么多脚，我们跑不过它呀！不行，我闻了那灯油，那油里面也有琼香玉，味道一散发出去，更多的这种东西就会爬出来，到时候更麻烦。难道还不止这条？那我们拿这条怎么办啊？到了这里我自有办法，小心自己的身后，这种虫子爬得非常快。第275集，爆炸坑。很快，吴邪和其他人都冲到了华和尚的身边，他们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连话都说不上来。王胖子捂着胸口，一边观察周围，一边问华和尚：好了，到地方了，有什么办法快说啊！那东西马上就要过来了。其实也不是什么特别的方法，
我妈有炸药，炸死他。那好吧，这光荣的任务就交给你了，你去啊，我会帮你照顾好老爷子。不用我去，我已经安置好了，自然会有人去。狼峰呢？准备好，就要来了。黑暗里忽然闪出一团耀眼的火光，众人条件反射般的扑倒在地，大量木头碎屑如雨般的坠落，整个地面为之狂震。冲击波不大，但是声音很响，震得大家耳膜嗡嗡作响，一时间什么都听不清楚了。吴邪抬起头看向爆炸的方向，只见地面被炸出了一个大坑，边缘已经燃烧起来。那条千足油炎龙的脑袋已经被炸碎了，身体还在不停扭动，而爆炸的地方竟然是他们刚才安置狼峰的位置。吴邪顿时就明白华和尚做了什么，难怪刚才那条千足油炎龙没有追到我们这里来，他是被一边昏迷的狼峰吸引了过去，而华和尚把炸药安在了他的身上。吴邪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转头看了看华和尚和陈皮阿四那边，几个人都没什么表情，似乎这事情和他们一点关系也没有。吴邪，先走3，后走4，你爷爷没教你吗？如果是我，他们同样也会这么对我。做这一行，就要有这样的觉悟。前走3，后走4，是土夫子的土语，意思是做事情之前考虑3步，做之后要考虑4步。土夫子在地下每动一样东西，都是性命攸关的，所以在做任何事情之前，都必须考虑到后3步会发生的事情和解决的办法。如果发现没办法解决，那这事情就不能做。陈皮阿四这话的意思，吴邪也明白。像狼峰这样的情况，活着出去的机会已经非常渺茫，早晚是死，不如让他死得痛快点。吴邪的爷爷曾在笔记里也提过，在地下的时候，等你意识到危险已经晚了，所以在危险产生之前就要考虑到它。这些吴邪都懂，但他心里还是忍不住一阵唏嘘。狼峰就这样死了，也实在太可怜了，也太可怕了。吴邪无法表达自己的心情，只好深呼吸一口，尽量装作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前面的火光正在逐渐熄灭，这里的木板经过常年的冰冻，空隙里面全是空气中的水分凝结成的冰颗粒，越烧越多，越多就越烧不起来。几人向着那地板上炸出来的大坑走去，吴邪的脚步越来越沉重，生怕会突然看到狼峰的肢体。王胖子和潘子却没有什么大反应，似乎已经很习惯这种事情了，或者说他们认为把郁闷表现出来没有用。王胖子见吴邪无法释怀，拍了拍他的肩膀，表示安慰。哎，算了，反正是他们的人，这说不定身上还背着人命债呢，出来混总归要还的啊。顺子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几乎被吓傻了，他呆呆地跟在后面。众人走到地板被炸出的破洞处，用手电往下面一照，木头地板下面的砖头被炸出了一个大坑，地下用黑色石条做的加固廊子也已经被炸裂了，露出一条缝隙。吴邪看了看缝隙里面，发现下面是空的。这座灵宫的这一部分是修建在陡坡上的，但地板却是平的。
这说明下面是用梁柱撑起来的一个三角形空间。所有修建在陡坡上或者悬崖上的建筑，比如说布达拉宫，都是这样的结构。缝隙中有冷风刮出来，一定是和外界相连的。我们也许可以从这里出去。咱们周围全是墙串，如果硬要从正门出去，恐怕会越走越危险。这里正好炸出一个坑，小吴同志也说有戏，不如咱们从这儿走。可以试试。我看行。那胖爷我打头阵，先探探路。哎，这下面洞有点小啊，钻不过去，得挖大点才行。我来帮忙。第276集，夹层。小吴同志，你说就这样直接挖下去，有没有什么关系啊？你们先别乱来，冬天的石廊子本来就冻得发脆，刚才的爆炸肯定已经把下面的承压结构完全破坏了。这下面不知道有多高，万一突然塌了，这附近整块地很可能都会陷下去，到时候灵宫就是我们的封土了。那你说怎么办？记住，你们先在腰上系紧绳子，我们把另一头绑在外边的大柱子上，其他人也把登山扣都扣在绳子上，这样万一塌了也可以相互照应。可以呀，还是你想的周到啊！好了，那胖爷得开砸了啊！怎么了？哎呀，吓我一跳，我还以为说塌就塌了。他娘的，这出师不利呀！塌是没塌，就是踩断梁子了，脚陷进去了。哎，我靠，拔不出来啊！怎么回事？不，有东西在撑我脚！快帮忙！不行，拽不上来啊！好像真有什么东西把它抓住了。啊！我的妈呀！下面！叶城打开手电，往下一照，众人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只见踩踏的石廊缝隙中，竟然伸出了一只青紫色的干手，正死死地抓着王胖子的脚踝。所有人都慌了，潘子一手拔出自己腰间的折叠铲，直接跳入坑中，抡起来就砍。胖子，你别甩来甩去！嘿，你他妈砍准点，别砍到胖爷我脚上！你别动，不然老子从你腿根砍！换人！这小子看我不顺眼，要公报私仇，我来！你小子是来添乱的吧？叶城落地后还没站稳，人突然也一陷，石廊又塌了一块，整个人缩了下去。花和尚忙上去一把抓住他，自己又没站稳，一个趔趄撞开了吴邪拉着王胖子的手。紧接着王胖子整个人被拖了下去。事情发生的太快，加上光线不佳，几个人滚成一团。王胖子像肉球一样一下子摔进了坑底，吴邪和潘子被他带得重重地摔倒在砖坑的斜坡上。吴邪还没来得及站起来，就听到一连串奇怪的声音从砖层下传了上来。糟了，这声音我太熟了，这是我们做建筑受力实验的时候，受冻石材大范围纵向开裂的声音。这时四周突然一震，整个坑猛地一陷，坑下面那部分的石廊完全坍塌了。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突然就失去了平衡，像坐滑梯一样顺着斜坡滚了下去，裹着砖头摔到了木头廊塌出的凹陷里。我可真有闲见识！哎呀，你们没事吧？
妈的，这是倒了8倍罪了！他娘的！过了一会儿，砖头终于停止掉落，四周一片狼藉，几只手电被裹到了砖头里去，还有几只沿着斜坡摔到了下面的黑暗中。这些登山用的德国货很结实，一只也没碎。不过一点点光从人和砖头的缝隙里透出来，仍旧什么都照不清楚。第277集，藏尸阁。这里也太黑了，头顶好像有一个大洞，应该是石狼子的破口。我们居然从上面滑下来了。哎，这里应该就是灵宫大殿的下面，陡坡山岩上架空的那一块空间。我们摔在了陡坡上。哎呀，幸好，要不是有绳子，早就滚到底了。痛，怎么这么痛啊？叶城，你有没有事？午饭啊，我吃过了。完了，这是砸傻了。小心，这里可能有个粽子，抄家伙！有蹄子的都把蹄子拿出来。胖子，你在哪儿？抓你脚那玩意儿还在吗？我在最下边呢，还抓着呢，都快摸到我大腿根了。老子把他夹住了，哎，快给我拉出来，不然你胖爷爷我老二也保不住了。妈的，那是我的手！我靠，你他妈耍流氓也不会挑个时候啊！潘子，你没事吧？没事儿，就是我的手被这死胖子夹得死紧，拔不出来呀。不是我不想松啊，我根本动不了，快给我挖出来！哎，我说你们这些挨千刀的，还他妈真舍得压我！幸好老子带着神镖，不然这一次就他妈归位了。你脚上那东西呢？哎，没了，摔成这样还能抓着？不太可能。可能被咱们撞到斜坡下面去了。不过这种地方怎么会有粽子？肯定还在附近，大家都小心点，拿好黑驴蹄子，先把手电找出来。手电摸不着啊！哎，我找到手电了！你调暗点，别晃我眼睛。你后，我后面？难道？吴邪顿时冷汗直冒，忙咬牙转头一看，就看到肩膀边上离鼻子只有1尺距离的地方，赫然探出了一张青紫色的干枯怪脸。吴邪吓得往后一缩，左手抄起一块青砖就拍了过去。也不知道拍中了没有，转身就往上爬。这时候，另外几只手电也都被挖了出来，四周一下子全亮了。只见这灵宫大殿地下的斜坡悬崖上，被修成了一层一层像简陋梯田一样的凸起，在这些凸起之上，几乎整齐地坐满了冰冻的青紫色古尸，一层一层，看上去就像庙里的罗汉堂。他们缩在一起，密密麻麻，面目狰狞，全都保持着盘腿打坐的姿势，影影绰绰，看不到头。叶城是这里胆子最小的，已经被吓得止不住发抖了。我靠，这里是和尚对金身的藏尸阁吗？不用怕，只是尸体而已，都冻得跟石头似的，一碰就碎。这些东西已经不可能识别了，
这里应该没有粽子。那刚才抓我脚的是什么东西啊？你的脚，刚才可能是正巧被尸体的手勾住了，不然要是粽子，你以为你还能有腿在？不信你看看自己的裤管，还真有一个破洞。哎，那只手在砖头堆里，的确很硬，已经不可能伸指头去抓你的腿了。哎呦，有些人胆子这么小啊，看都会看错。你刚才那手真的抓到我脚了，被勾了还是被抓了，我难道分不清楚啊？不信拉倒。大家冷静下来后，再次观察起四周的情况。灵宫大殿地下的空间很大，尸体排得很密，看不到尽头。手电扫过，可以发现古尸的五官保存得还算完好，他们的眼睛都闭着，脸上皱褶横亘，却都没有胡子，浑身上下覆盖了一层薄冰。这些尸体的皮肤都是青紫色的，嘴巴张得这么大，还长着獠牙，怪瘆人的。哎，和尚，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尸体？老子连听都没听说过。看情形，应该是个殉葬的隔藏。这个我完全看不懂了，没有任何朝代的皇陵是这样的。这些尸体到底是什么人？第278集，邪术。这些尸体说不定不是人。哎，你看这口牙，亲个嘴儿，能把人家脸皮给烧了去。不是人类，那是什么？妖怪？说不定是传说中的雪人，只不过这些没毛。放屁！什么妖怪雪人的？这些尸体的牙齿是自己磨尖的，这是古萨满教的一个习俗。后来因为太麻烦，就用面具替代了。这些肯定不是明朝那个时候的女真人。你看，尸体的衣服都非常原始，不是女真或者蒙古的样式。还有，尸体外面有的还裹着麻布，这是冰葬形成的木乃伊。难道这些尸体是汪藏海挖山修陵的时候挖出来的那些冰葬的先人遗骨？肯定没错。这一处太行山洞以前可能是个墓地，当地上古先民在这里进行冰葬，不过被汪藏海规划成假陪葬陵了。这些尸体肯定是挖掘山洞的时候挖出来的。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为什么不直接烧掉，把这些尸体摆在这儿？目的是什么呀？谁知道呢？你看这些木乃伊这么可怕，萨满教有很多原始诡异的行巫仪式和诅咒，据说都需要借助尸体。这里的布置可能和萨满巫术有关，说不定会有什么诡异的事情发生。我们在上面怎么走也走不出去，也许就是因为这些尸体。咱们必须小心一点。秦岭之中也有这种尸阵，似乎有大量尸体的地方，总会发生这种类似鬼打墙的事情。难道真的是邪术？萨满教并不是完全的宗教，它其实是一种原始巫术，也就是说，它是有实用价值的，和药理、精神崇拜有着紧密的联系。据说，萨满巫术和中国的奇门遁甲一样，在历史上分段的失传了。一部分好的东西引入了藏传佛教，一部分邪恶的东西则突然消失了。有些古籍记载，远古早期，萨满巫术很多仪式极其阴邪乖张，有着大量关于诅咒、尸体方面的内容，都和古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吴邪看着眼前诡异非常的尸体，突然想起了古舍国的文化。舍人就是信奉古术的，这两者之间难道有什么共同点？
难怪进到这个灵宫总感觉脚下直烧，浑身不自在。原来底下埋了这么些个粽子，这万奴老二的良心真是大大的坏了。我也只是推测，现在最重要的是怎么出去。咱们分头找死兽有没有出口，但是要小心，这里怪邪门的，可能会有危险，而且这里的山崖太陡了，一旦出事，想跑也跑不了。得嘞。王胖子早就等不及了，几个人解开登山扣，拿起手电，分散开来，小心翼翼地在这陡峭的崖壁上寻找。在这么多尸体中行进，并不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情，但尸体越多，反倒越不慌，这是人害怕到一定程度后产生的逆反情绪。尸体排得极密，每一排中间并没有留下工人行走的空间，几乎得从尸体和尸体的缝隙中挤过去。尸体有老有少，全都冻得犹如青紫色的岩石，有些尸体还带着铜制的法器，已经生了锈绿。几乎所有尸体的下半身都和下面的岩石融合在了一起，若要搬动，除非将它敲碎。吴邪顺着一个方向找了半天，完全没有收获。看着自己离其他人越来越远，他愈发不安起来。干脆我就假装找完了，回去问其他人结果好了。死胖子，你在干什么？众人顺着潘子的声音朝刚才王胖子寻找的方向望去，只见王胖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停止了搜索，正面向着破洞位置蹲在地上。整个藏尸阁里漆黑一片，几只手电的光束交叉在一起，纷纷照向王胖子。他所在的角落离其他几个人都很远，由于四周尸体的遮挡，影子一层叠着一层，纵使照得透彻也看不太清楚。然而几乎每个人都看到了王胖子那张奇怪的脸，他面色青紫，嘴巴大张，表情诡异阴森，就和旁边的尸体几乎一模一样。我说胖子，这时候你还有闲心瞎闹啊？胖子，胖子！奇怪，怎么没反应啊？好像是出事了。胖子的表情、动作和这里的尸体这么像，如果不是他在耍我们，就肯定有怪事发生了。但是其他人都没事，怎么偏偏又是他？看他这副德行，难道是被这里的鬼附身了，还是中了萨满的诅咒了？走，过去看看。奇怪，没看到他周围有什么怪异啊，全是青紫獠牙的尸体。停！大家别动。和尚，走，我们先去看一下。第279集，尸态。潘子和华和尚各自翻出猎刀，反手拿住，向王胖子摸了过去。两个人很快就摸到了王胖子旁边，可王胖子却依然岿然不动，就像那些搞行为艺术的街头艺人假扮的雕像一样。这一会儿，吴邪的手心里全是汗，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眼看着前面两个人已经停了下来，离王胖子越来越近，几乎抬手就可以碰到他了。可是他们却突然向后摆了摆手，示意其他人别再靠近了。两个人也开始缓缓后退。吴邪心脏狂跳，也跟着后退。等他感觉拉开了安全距离，终于忍不住问：怎么回事？麻烦了，他身后的那具尸体有问题。什么麻烦？是个大粽子。先别问了，跟我走。
一行人跟着潘子穿过几具尸体，下了几层梯田，来到了王胖子的侧面。只见王胖子后面盘坐着好几具青紫色的尸体，但是其中一具与众不同，那一具尸体的脑袋几乎有普通人的3倍大，五官看不清楚，犹如一个还未发育成熟的大头婴儿，嘴巴里伸出了一条奇长的舌头，竟然盘绕在王胖子的脖子上。吴邪看了，顿感头皮发麻，心脏狂跳，脖子几乎都僵硬住了。他捂住嘴巴，不让自己惊叫出来。那是什么？可能是一个尸胎。那尸体所在的位置，肯定是整个灵宫的养尸穴。这具尸体正好在这个点上。时间一长就起了变化，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再有个几百年，恐怕就要成精了。不对呀，这条龙脉不是假的吗？怎么会出现养尸穴？老爷子，难道这是个连环扣？连环扣是一种骗术，是外八行里老千一个雀字局里的伎俩，讲的是把真的东西做成假的，再做成真的，然后留一点破绽。其他人看的时候看到破绽，以为这东西是假的，其实这东西确实是真的，也就是空城计的一种。是啊，假的龙脉上怎么会有养尸穴呢？王藏海这老家伙，连环扣玩得很绝。可惜你百密一疏，终于还是出了破绽。我怎么没听懂啊？和尚，到底是怎么回事？真是太悬了，我们差点就被骗了，幸亏摔到了这里来。你记不记得，我们发现方位被作假之后，一直以为这条龙脉是假的，但是这里出现了尸胎。假龙脉上没有宝穴，是不可能出现尸胎的，这样就有破绽了。看样子，那雌龟也是汪藏海陷阱的一部分，是想让我们误认为自己上当了，误以为整条龙脉都是假的。其实龙脉是真的，只不过格局并不是3头龙。那只雌龟只是将一条普通的龙脉格局修改成了群龙座的极品大局。风水方位其实在决定一条龙脉的好坏上非常关键。比如一条独眼龙自西向东，那就是腾龙；自东向西就是伏龙。埋雌龟可以改变当地的风水方位，那伏龙就可以伪装成腾龙。实际上，3只龙头全部朝东，才能叫做群龙座，而长白山3条圣山脉全都是朝北，只有中间的3圣山才是龙头。旁边2条叫做双蛇盘户，也是风水家学，但是不宜葬人，只适合修建庙宇。但雌龟放在了那里，北就变成了东，所以陈皮阿四才会做出错误的判断。哦，我明白了，这么复杂的设局，这种斗志的程度，简直不可思议。我们刚才完全被骗了，如果不是发现了这里的尸胎，肯定就灰溜溜的回去了。王藏海在1000年前定下的计策，竟然还能够把我们玩得团团转。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来路？你们竟然还有心思说这些？现在死胖子怎么办？对付这东西，黑驴蹄子管用不管用啊？不知道。和尚，你有办法吗？老爷子都没办法，我就更不知道了。也不知道胖子这样被舌头绕着，会不会有什么危险？
但是贸然去救又怕形势恶化，两边都无计可施。这可咋整啊？潘子和吴邪急得满头是汗，又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没想到的是，他们还没动，王胖子那边倒是先有了反应，突然摔倒在了地上。那大头尸胎蜷缩着爬动，用舌头扯着王胖子朝陡坡的下方迅速拉去，而王胖子僵得和石头一样，一点反应也没有。要是被他扯下去，胖子就死定了！追！第280集，来自地狱的搭讪。那大头尸胎一见有人冲来，立刻加快了速度。王胖子顿时就在坡道上翻滚起来，一路把那些尸体撞得七零八落。其他人在斜坡上根本跑不快，干脆像坐滑梯一样顺着就滑了下去。很快就追下去10几米，可王胖子却突然在斜坡上消失了。大家大惊失色，冲到那边，就看到斜坡之上竟然有一个洞。王胖子已经被拖进了洞里，只剩下2只脚在外面。潘子一跃而起，猛虎扑食般的抓住了那2只脚，然后用力去拉。吴邪滑过了头，又双脚乱蹬爬回去，也去帮忙。接着叶成、顺子和华和尚也冲了下来。华和尚扯下一条登山绳，绑在王胖子的腿上，众人一起发力，很快就把王胖子硬生生地扯了上来。那条舌头紧紧地勒在王胖子的喉咙上，几乎抠进了肉里。眼看着王胖子青筋直爆，双眼翻白，几乎就要不行了。潘子立刻翻出军刀，抬手就是一刀，割断了那舌头。尸胎钻下去了。吴邪赶紧扯开那条断舌，丢进洞里去，然后摁压王胖子的胸口。杀死老子了！你没事吧？啊！谢谢啊，谢谢各位好汉。胖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啊！你刚才怎么一动不动，就像弥勒佛一样？我也不知道啊，我这找着找着，突然脖子一凉就不能动了，看和听都行，但身体怎么也动不了，就好像被冻在这冰里，我在那里猛地使劲儿，但是连转动一下眼珠子都不行，给我急坏了。听刚才那声尖叫，这是个女尸胎，估计是在这里太寂寞了，看你和她体型相似，想拖你下去陪她，这叫做来自地狱的搭讪。你他妈才和他长得像呢！胖子，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就在这个时候，那颗巨大的尸胎头突然又从洞里探了出来，满嘴是血，一下子咬住了潘子的脚。潘子根本没反应过来，猛地就被拖进了洞里。洞里有转弯，手电照不到底下的情况，不知道他是死是活。吴邪脑子一热，就想跳下去，但王胖子比他更快，扯住自己脚上的绳子，拔出军刀就跳入洞中，一瞬间就滑了下去。胖子，洞里直径太小了啊！你也跳下去的话，下面打都没法打。如果有用，胖子一个人就能把人救上来；如果没用，你跳下去也是送死。怎么办？这洞里什么都看不到。拉绳子！快拉！这尸胎死活不松口啊！你们让开！陈皮阿四翻出一颗铁担子，狠狠地打在尸胎的大头上。
师太这才松了口。但是松了之后，马上就想冲上来。陈皮阿四又是一颗铁担子，把他打了个跟头。他翻身再冲，又是一颗，这一次被打得滚了下去。吴邪他们趁机把王胖子和潘子都拉出了洞，几个人马上远离洞口。华和尚抡起工兵铲等在一边，果然没等几秒，那东西又猛地窜了上来，然而一瞬间就被华和尚拍了下去。乔员外，看来你家媳妇还是喜欢你多一点。不说了，咱们扯平。第281集，人工井。和尚，这个洞是不是师太的窝？要是的话，老子炸了他，让他早日投胎。不是，师太又不是动物，哪来的窝？这个洞确实奇怪。你们刚刚跌下去的时候，在里面看到什么了？又没带手电，什么也看不见。不过摸了好几块石板，这洞应该是人工修的。人工修的？难道是废弃的钻孔井？不对啊，这个井口的直径有点大，当时的钻孔不可能打到这种程度。井洞的边缘有修凿的痕迹，也不是天然形成的那种火山熔岩口。小吴同志，能看到那女师太吗？看不见，看样子是摔到里面去了，不知道是不是已经被拍死了。里面的井壁刚开始还有一些石板镶嵌，到后面就没有了，而且非常不平整，有点像12指长的内壁。哎呦，你还挺有想象力的啊！奇怪，里面有风，还夹杂着点潮湿的味道，有点像东北的地窖口子。该不是修这座灵宫的时候，工匠用来腌白菜的地方吧？风是从里面吹过来的，这井不是实心的，肯定是通到什么地方去了。哎，会不会就是通到天宫地宫里去的后门啊？难道是你们说的三头龙之间的密道？三头龙局已经证明是假的了，而且就算是真的，密道也应该开在地宫里，怎么能开到这里来？哎，对，你不懂，这叫声东击西，你没听过啊？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说不定这就是那个汪汪叫的计策。你还真是瞎起外号，拜托你放尊重点儿。怎么说汪藏海也是这一派的大师，你见了也得叫声祖师爷。你少给我认祖宗啊！什么祖师爷？他要认我，我还不认他呢。咱别扯这个啊！这洞怎么办？要不要进去看看？这说不定啊，还真让我说中了。那师太在这里也是个祸害，要是在这洞里做了窝，可能还会害人。咱们下去把他给干掉。不可能，既然群龙座是假的，就没有必要挖通3座山。这样倒也合情理，他们根本就没有人力和精力做这么大的工程，修一个云顶天宫恐怕就够呛了。这个洞在这里，恐怕大有学问。和尚，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说出来听听，大家也好商量商量。我只是初步的一个构想，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没事，先说出来再说。如果有错误，同志们会帮你改正的。好，那我就来说说。其他先不说，咱说这洞的口子开在这灵殿下面的这块地方，就非常耐人寻味。你想，把这口子开在这里，肯定是出于隐蔽的考虑，又有风吹出，说明这个洞是通往什么地方的一条通道。再看，洞壁上有的修凿痕迹全是反凿子，就是说这个洞是从里面开出来的，而不是从这里打进去的。按照我们的经验，我觉得这可能是一条排道，也许是修墓的工匠给自己留的后路。如果古墓被封，可以从这里逃跑。排道？
不会吧？这么说，这下面还是有地宫的。虽然这里不是三头龙，但还是修建了陪葬陵。可能性不大。我们在枫木石下面没有发现地宫的入口，有地宫入口肯定是在那里。如果没有入口，就肯定没有地宫，这是万古不变的真理。把入口修在风水位之外，与主大不利。汪汪叫这个人做事情很乖张的，也许他就是把入口修在了别的地方。千万别想得这么复杂。汪藏海还是有时代局限性的。要是他连藏书都不遵守，乱来一气的话，我们死1万次都不够。也是，如果连藏书都不遵守了，那就不用看风水了。像成吉思汗一样，随便找个地方刨坑埋了，万马一踏，到现在都没人找到。那既然下面没地宫，和尚，你说这条排道是通向什么地方的？排除法。第一，这条排道修在这假陪葬陵的下面，那么肯定是和云顶天宫的工匠有关系。第二，附近什么地方可能会修这样的排道？毫无疑问，只有云顶天宫的地宫。所以我的结论，排道10有8九是从三圣山下天宫地宫一路挖过来的。这怎么可能？这也太远了。他们如果真要挖一条排道来做后路，也不用把口子挖到这里来，大可以直接做到三圣山上，那样不是可以省不少力气吗？而且，在山里挖出这么长一条排道，需要多少时间？少说也要20-30年吧。这样的工程，是人能做到的吗？第282集，排道。云顶天宫这么大的工程，在古时候肯定需要花费60-70年，甚至几代人才能修建起来。我想里面的工匠在知道自己最后必死的情况下，偷偷挖一条排道出来，并不是不可能。至于他们为什么要把洞口开在那么远的另一座山上，肯定有他们不得已的原因。我们下去看看就知道了。和尚，你这想法，你自己有没有把握？叶成，说实话，我不敢说。不过我觉得值得我们去尝试一下，总比咱们出去之后再跑一趟强。现在所有的迹象都表明，这是一条排道。如果我猜错了，那下面是其他地方，进去也不是坏事。这种排道咱们也不是第一次见了，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没人会在自己逃命的路上设机关的。我赞成。我们已经浪费了太长时间，现在记不清楚阿宁那边的进度，也不知道我三叔的目的。要是因此一个来回全盘皆输，我都对不起三叔他老人家。另外，顺子可能已经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了。救出来潘子后，他就闷声不响地站在远处，手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他的道超过2指，分明是在戒备我们。没错，这人一旦回到村里，谁知道他会干什么？说不定啊，马上就把咱们卖了。如果我们不得已要出山重来，那进村之前第一件事不是重金收买，就是……不过到时候再找向导，不一定能找得来。一来我们去一次雪山，自己回来了，向导没回来，谁还会再带我们进去？二来，村里能带人上雪山的人恐怕也不多了。所以依我看，干脆就直接下去吧。我不同意，那师太还在下面呢，保不齐还有更多。我也觉得玄乎。其实，也许真的可以试一下。那东西除了长得可怕一点，倒也不是很厉害。就是啊，怕什么呀？大不了再一铲子给它拍飞。老爷子，您看呢？老爷子，哎，老爷子，老爷子，您倒是说句话呀，别在这儿装酷行不行？哎，没反应啊！老爷子，我这脖子上没脉搏，我靠，死了！什么死了？死了？怎么可能啊？几分钟前不是还好好的吗？陈皮阿四闭着眼睛，一动也不动地坐着，犹如冰雕一般。吴邪摸了摸他的手腕，
一下子也没摸到脉搏在什么地方，只感觉他的皮肤又干又涩，冷得可怕，里面的肉似乎都僵硬了。难道真的死了？是不是低体温症？但是低体温症起码需要在低温下20分钟才会断气，我们才做了5分钟不到，怎么就突然死了？这也说不通啊！胖子，你这人不靠谱，你只是摸了摸脖子就宣布死亡，未免也太武断了。这老爷子可能是休克了，刚才一路跑得太快，90多岁的老人怎么可能受得了？不是休克，怎么回事？怎么死的？潘子，你这问的不是废话吗？这一把年纪了，怎么死不行啊？果然，对90多岁的老头来说，来到这里实在是太勉强了。发生这种事，虽然说是意外，却也在情理之中。吴邪猛然想起了自己的爷爷，他最后也是这样突然去世的。当时他们在吃饭，前1分钟他还让吴邪给他拿酒，后1分钟就去了。吴邪的父亲曾说，很多盗墓的人因为早年接触了大量的木器，心脏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结果老了之后大部分都是这样死的。不过也算是最舒服的死法了。陈皮阿四的猝死令大家都有些不知所措，一来他是瓢把子，现在他死了，叶城和华和尚待在这里就没有意义了；二来他一死，张起灵又不在，只靠潘子和王胖子，剩下的人也够呛。就在大家不知该怎么办的时候，陈皮阿四忽然一颤，猛地伸出手来，死死掐住了吴邪的脖子。同时陈皮阿四顿时一直，眼睛睁了开来，除了吴邪被限制住无法动弹，其他人都被吓得倒退了几步。战士了！好，急死了！快！第283集，死而复生。你在胡吃什么？大师还会说话。哎呦，这面色红润，呼吸平稳，不像是死人啊！嘿，老爷子，你怎么回事啊？老爷子，你没事吧？您刚才这是什么？没什么。你放心，老头子我没那么容易死。看他的样子和语气，和刚才差不多，也不像被什么鬼借尸还魂的样子。我们不会是被他耍了吧？但是他一把年纪了，干嘛要玩这种把戏啊？难道刚才华和尚和胖子弄错了？老年人的脉搏本来就很难摸，2个半吊子医生可能根本就没摸对地方。陈皮阿四年纪大了，偶尔发一下呆也是很正常的事。华和尚虽然觉得奇怪，但是一看陈皮阿四没事了，也就放下心来，于是把他们刚才讨论的事情又说了一遍。陈皮阿四看着那洞口琢磨了一会儿，心中已经有了判断。有点道理，值得试一下。不过这里不比平原和山区，需要从长计议。这个洞刚开始是斜着40度左右下去的，底下很深，并不好走。刚才我们摔下去的时候，要是控制不住姿势，那可是相当危险的，很可能会在洞里打滚，那摔到脑袋可就直接撞扁了。我先扔个荧光棒看看，看不到底。如果华和尚的说法是对的，根据2座雪山之间的走势来看，这个洞穴肯定是一路向下，然后再往上的 V 字路线。2座雪山因为属于同一条山脉，所以山峰之间的峡谷海拔也很高。这条 V 字路线的距离应该不会超过5公里。当然，
如果当时的工匠大脑短路，喜欢 Z 字形挖掘，那我们也没有办法。不过这种情理之外的事情，应该不用考虑。那氧气呢？里面会不会缺氧啊？既然是人工挖掘出来的通道，就不用担心氧气的问题。行，那也差不多了，咱们收拾收拾出发。啊，我来探洞。万一那尸胎还在里面，我就地把它解决了。不，把这绳子系我腰上，胖爷我给你保驾护航。得了吧你，别害我栽跟头就行。安全，可以下来了。洞道修凿得非常粗糙，石头里进外出，都是火山喷发的时候涌出的玄武岩，上面有大量气泡，石头的密度很不稳定，有些硬得像铁一样，有些却软得像豆腐。大家一路滑下去，屁股硌得生疼。最后一堆人挤在石道斜坡的尽头，大口喘着粗气。这么多黑色液体，肯定是尸胎的体液。尸胎可能往洞穴的更深处跑去了。哦，谢天谢地，希望不要再碰到它了。冰封下的峡洞倾斜着下去，到了下面转弯的地方变得竖直狭长起来。再往里面，洞穴的高度似乎继续在增加，但是一片漆黑，手电光照不进去。吴邪观察了一番，还以为这是工匠在挖隧道的时候故意设置的。这是不是就像开盗洞时修的鸽子间，专门用来囤积空气和放置废土的？不是，你们看，我们已经到尽头了。什么？还真是。前面的路收缩变窄，只剩下一条缝了，看起来只能容一个人侧身通过。和尚，你不是说这是工匠逃生的密道吗？怎么变成苗人缝了？这还走得过去吗？我猜对了，我想他们挖这一条排道，可能是利用了天然的火山溶洞。火山洞在火山地带的岩层里面非常常见，四通八达。最长的火山溶洞全长可以达到几千公里，就像蜘蛛网一样密布地下。也许这一条火山缝隙一直通到对面的三圣山，正因为这样，他们才可以挖通这么长的一条密道。原来是利用了大自然预先设好的通道。难道咱们也得进这缝里不成？你们倒还行，我这体型可够呛啊！上次见你就说要减肥，到现在也没见着成效，看你的身材还真是够呛。胖子，这个你不用担心，这种火山溶洞都是树枝状结构的，这些孔洞应该通到了更大的缝隙里，这在地质学上就叫地下走廊。有的地下走廊规模非常大，里面甚至会形成自己独特的生态系统。我相信进去不久，缝隙肯定会宽起来，因为这种地质破坏都是从内部开始的。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华和尚言之凿凿，于是大家休息片刻，整顿装备，由王胖子打头，继续朝缝隙内爬去。第284集，地下走廊。缝隙里面一片漆黑，就像通往地狱的通道。手电已经没有用处了，他们一个接一个收起肚子，进入缝隙之后，侧着身像螃蟹一样行走。这个地方的洞壁已经没有了人工的痕迹，里面几乎不能转头，前面满眼都是玻璃花的痕迹，大量颜色各异的岩溶滴覆盖着所有岩石，上面结满了透明的冰。王胖子一路走来，看得啧啧称奇。这里边花里胡哨的，而且只有一条路，是不是跟咱们躲暴风雪时候钻那个缝差不多呀？没错，这是火山喷出岩。这种地貌的产生，
不同于常见的火山岩洞，缝隙是在火山喷发的一刹那形成的，然后被火山碎屑流以极高的速度冲出来。它的特点是形成的火山缝隙非常长，但是隧道单一，不会形成火山岩洞一样的迷宫洞群。缝隙刚开始的一段非常狭窄，一行人不得不学着霹雳舞的动作挪动，没15分钟已经累得浑身酸疼了。胖爷，我不行了啊，哪儿都疼。再坚持一下，缝隙变宽了，应该能舒服一些。哎呀，终于。哎，别说，这儿虽然还是黑乎乎的，但是这光束不灵不灵的，挺炫酷啊。这是四周的琉璃和融化的云母反射手电光，产生了一种魔幻的效果。加上这里有大面积的火山碎屑覆盖的熔岩刺、绳状结壳熔岩、熔岩钟乳，确实还是很震撼的。你们看，这里有废弃的铁锈工具，还有篝火的痕迹，看起来年头很久了，应该时有人类活动过。我们继续往前看看。一行人继续往前走，一路上再没有碰到任何奇怪的东西，缝隙里面非常干净。他们只走了将近6个小时，终于抵达了画和尚所说的那个地下走廊规模的隧道。这里非常宽阔，有大量人工修凿的痕迹，一边的缝隙壁上修凿出了很多简陋的台阶，一路蔓延向上。说是台阶，其实只是一些突出的石头。一行人决定先停下来休息。吴邪靠着墙坐下，估算起地理位置。根据我们行走的距离和下来的坡度来估算，我们现在所处的海拔应该已经低于雪线了，可能位于2座山峰之间的峡谷下方。如果我们在地表上，就算是直线行走，最起码也要花8个小时。现在在地下行走倒是节约了不少时间。要是上面的边防线知道有这么一条地下走廊，肯定会大跌眼镜。那是不是要上台阶了？要是继续走地缝，我觉得我们都要走到地心去了。这些简陋的台阶估计是说明这条隧道进入了第2个阶段。台阶的尽头也许就是云顶天宫的神秘地宫。不容易，终于看到希望了。太好了！休息了片刻，几个人都按捺不住自己的心情，于是马上再次启程。不过这一路走得并不顺利，他们几个都用登山绳子互相连起来，然后尽量贴着一边的峭壁，踩着简陋的石阶梯，一点一点向上走。刚开始还好，等到爬到一定的高度后，甚至需要攀岩。王胖子的脚大，他踩着这些阶梯就像踩高跷一样，没走几步，脚已经开始发抖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行人走得极其小心，一点一点向上爬去。很快，下面已经是一片漆黑的深渊了，看一眼都叫人头晕。随后的几个小时，他们越走越高，最后已经无法判断自己的位置了，也无法判断时间，几个人都进入了一种茫然的状态。但是没有一个人提出休息，不知道是因为盗墓人天生的贪婪，还是因为这里的环境实在无法休息。毕竟一只脚踩在一块巴掌大的石头上，另一只脚悬空，而下面是万丈悬崖，怎么休息呀？走着走着，四周忽然传来一阵水声，他们打起手电一照，原来一边的峭壁上有好几处泉水瀑布，大小不一，顺着峭壁流淌着，上面蒸汽腾腾。王胖子仔细一看，立刻提起了精神。哎，是温泉，还挺近的。哎，咱们爬过去，洗把脸舒服一下。好啊！不行，你们看温泉边的石头。
他们沿着顺子的手指看去，温泉边的岩石上有很多非常奇怪的纹路，乍一看像是火山纹路，但是又仔细一看，所有人的汗毛都竖了起来。原来那些纹路竟然是一条条手臂粗细的油盐，这些油盐的颜色和边上的琉璃火山石一模一样，不仔细看根本分辨不出来。一行人东张西望看了一圈，才发现这边的石头上面几乎爬满了这些东西，一动不动，似乎都死了一样。一瞬间，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怎么回事？咱们怎么进虫子窝了？第285集，翡翠银河。雪山上的生物一般都集中在温泉边上，所以不要一看到温泉就想下去舒服。有些温泉里面甚至都是蚂蟥。不过现在气温很低，这些趴在这里的东西处于半死状态，没有特别强烈的刺激，它们是不会醒过来的。我们快走，过了这一段就没事了。哎，特别强烈的刺激是指什么呀？都别动！关手电！他们马上关掉手电，转头一看，几乎整个峭壁目光所及之处，全是大大小小幽绿色的光点，数量之多，宛如繁星。他们站在黑暗里，就像置身于群星宇宙之中，那种壮观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然而他们身边的景象其实又算不了什么，因为就在深渊底下的虚无黑色中，一条绿色的银河蜿蜒而去，宛如黑色幕布上华丽的翡翠流苏，穿过无边的黑暗，从天的这一头一直甩到那一尽头。吴邪低头一看，不禁张大了嘴巴。这底下谣言的数量，恐怕要以亿万来计了。就在大家被这无比壮观、几乎可以用仙境来形容的景色震撼的时候，下面的光点中，忽然闪现出几点巨大的红色荧光。那几点荧光扭曲着，在星海之中挪动，瞬间又消失不见了。显然，是一只巨大的油盐。众人惊得说不出话来，顺子却十分震惊。这种虫子在我们这里被当成神来膜拜，因为它可以活很长时间，而且一只油盐死了之后，它的尸体会吸引来很多同类，所以我们走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千万不要踩到它们。要是刚才爬的时候不小心摁死一只，恶心不说，弄不好就要死在这儿了。顺子打开了手电，手电一照，四周的绿色星海马上便消失了，顿时又变成无边无际的黑暗。这些油盐的保护色过于厉害，如果不关掉手电，根本无法察觉。众人收敛心神，继续顺着石头的阶梯缓慢地向上爬去，小心翼翼地穿过温泉区域。石纹油盐逐渐减少，到了后来就看不到了。就如顺子说的一样，雪山的生态链都是围绕着温泉的，没有了石纹油盐，它们的速度相对快了起来。但是上方的黑暗似乎无穷无尽，吴邪甚至开始有些怀念刚刚的那一番景象了。真是太壮观了！如果有机会，我真的还想多看几眼。很难想象这么丑的虫子居然能够组成那么美的景象，这个世界真是太神奇了。要看你自己看去啊，我们可不奉陪。哎，对了，老爷子，我问你个事儿啊，在车站那儿，您跟我们讲那九龙抬尸是怎么回事？我这一直想听，可就没再听您提起过了。和尚，既然他想知道，
你就讲讲吧。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所有的信息都是从那条龙鱼上来的。九龙抬尸可能是一种失传的丧葬制度。那原文字的记载，似乎是说，万奴皇帝的棺材是由9条龙抬着的，9条龙守着他的尸体，没有任何人可以靠近。不过，女真语言几乎失传了，我翻译的也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意思。哇，要是这鱼上面的字是真的，那我们要看那万奴皇帝的棺椁，岂不是还得先学哪吒大战龙王三太子啊？哎呦，那你就别操这本心了。我看这9龙抬尸棺呢，大概也就是棺材下面刻着9条龙这样的性质，意思一下。要是有真龙，那咱们就发财了，逮一条回去往故宫里这么一放，保证人山人海，光收票的钱就得好几万。就你这点出息，光惦记钱了。你要真逮得到龙，那你就是孙大圣。我还没见过孙大圣是你这身材的。嘿，胖怎么了？胖爷我上天下地，靠的就是这身神镖，晃一晃风云骤变，抖一抖地动山摇。哎，我操！这邪风怎么会突然有风啊？到了，阶梯到头了，前面就是缝隙的尽头。再走过去，外面好像是一个很大的空间，但是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清。几个人不再说话，闷头向边缘的极限靠拢。那里有一个突出的山岩，他们爬上去后，华和尚打起一支冷烟火，往四周照了照。然而，除了他们站的地方，前面什么都看不到。他把冷烟火往峭壁下一扔，冷烟火直线坠下，瞬间变成了一个小点儿。掉落到地的时候，几乎已经看不到了。第286集，火山口。前面到底是什么地方？怎么好像是一个被悬崖包围的巨大盆地一样？和尚，照明弹。流星一样的照明弹划过一道悠长的弧线，射入面前的黑暗，直飞出160-170米，然后开始下降。一团耀眼的白色赤球炸了起来，瞬间照亮了整片黑暗。吴邪想举起望远镜看看，但是手刚举到一半就呆住了，他的耳朵突然听不到任何声音了，时间也仿佛凝固了一般。在白色光线的照耀下，一个无比巨大的火山口出现在了他们眼前。如果说9头蛇柏和青铜古树给人的感觉是奇迹，那么这个埋藏在地下的火山口就是神迹。火山口的直径目测大于3公里，是灰色玄武岩形成的大盆地。吴邪一行人站在盆地的边缘，就犹如几只无比渺小的蚂蚁。盆地里覆盖着大量已经死去的树木，这说明这个火山口曾经暴露于大气中，原先是一座地下森林，由于火山喷发或者突然的火山活动，导致树木硫化而死。一行人望着眼前的壮观景象，久久缓不过神来。想不到直接就连到火山里来了。哎，看那边！接连2发信号弹飞向火山口的上方，在强光的照耀下，他们看到一片宏伟的建筑群出现在了火山盆地中央地下森林深处。黑黝黝的黑色石城规模之大，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那难道就是万奴皇帝的陵寝？云顶天宫的地宫竟然在火山口里！要是这些建筑下面就是地宫的话，那这里的规模恐怕可以跟秦始皇陵有一拼了。
按照海底墓穴影画里的景象，真正的云顶天宫本来应该在他们头顶之上，雪崩之后，上面的灵宫可能被全部压垮，无数积雪化为这地宫的封土。渐渐的，信号弹都熄灭了，黑暗重新包围过来，他们的光线又变成手里几盏明显电力不足的手电。此时此刻，除了顺子，所有人脸上都带着一种近乎狂热的兴奋。盗墓代表着人类一种最原始的欲望，求得财富和探寻死亡。这种刺激恐怕世人都无法抗拒。足足过了10分钟，他们才缓过来。陈皮阿四也终于发话了：和尚，把没用的东西留下，准备绳子，我们轻装上阵。好嘞。华和尚马上开始准备，其他人也纷纷照做。他们把一部分没有必要的东西放在这里的平台上，免得负重攀岩产生不必要的风险。接着，全部戴上防毒面具，然后按标准登山步骤，一步一步地用绳索爬下悬崖。下方弥漫着奇怪的气味，就连防毒面具也无法过滤掉。有过部队经验的潘子首先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里是个死坑，我们得快点，待久了可能会缺氧而死。我在部队的时候听过，这种地方鸟都飞不过去。应该是火山活动所挥发出的寒流毒气，毒性很烈。别急，先看看情况。华和尚打起冷烟火，照亮了四周的环境。众人环视了一圈，发现脚下是用石板铺成的2车宽的石道，几乎笔直地通向前方。这是陵墓的神道，直通向陵墓的正门，隐约能看到尽头一片黑色的巨大影子。继续行动前，华和尚先请示了陈皮阿四：老爷子，咱们怎么走？顺着神道，先进皇陵再说。其他人都没有对付皇陵的经验，此时也没有其他想法，于是二话不说跟在他们后面，一路小跑。他们翻过无数倒塌在神道上的死树，很快来到一扇石门前。石头很高，有点像古村中的牌坊。这是皇陵的第1道石门，叫做天门。经过石门的时候，陈皮阿四提醒大家：出来的时候接着倒着走，免得撞了断头门。吴邪曾在爷爷的笔记上看到过这个讲究。这第1道石头门有着非常诡异的身份，因为进门之前的位置就是屠杀抬棺和送殡队伍的地方。古时候，入殓大典完成之后，只要走出这道门，都会被咔嚓一刀，所以这一道门等于阴阳之门。盗墓者要是顺着神道而入，或者是进入地宫的第1道大门，那出来的时候必须倒着出来，不然就会遇到麻烦。当然，几乎没有土夫子有机会能顺着神道进入皇陵挖掘，他们可能是极其稀少的几个之一。历代能够挖掘皇陵的人，不是军阀就是枭雄，自然也不怕所谓的断头门。第287集，神道。过了天门，神道两边每隔5米，就有一座白色石人石马雕像。一行人对此并不感兴趣，一路看也不看，就直奔前方而去。跑着跑着，前面的王胖子突然停了下来，吴邪跟在他后面，直接撞了个满怀，摔倒在地。你干嘛突然停下来？路边好像站着个人。
怎么回事？我刚跑过来的时候，看到路边有个人。不可能吧？我没注意到。我也没看到。是石头人吧？你是不是看错了？一闪就过去了。我刚反应过来，你看我，一下子一身冷汗，应该没看错。那你有没有看清是什么人？哎呀，好像是个女人，也不能肯定，跑他妈太快了，我都没看清。奇怪，没有人影啊。手电照不了多远，胖子说的那个女人，说不定在更后面。老爷子，要不要回去看看？说不定是那帮人里那个女的。你是说阿宁？那肯定不是。要是那娘们儿，老子肯定一眼就能认出来。他们走的是云顶天宫的正门，就算他们已经成功越过边法，那现在也应该是在我们头顶上打盗洞，绝对没有我们这么快。这样，和尚，你和其他人先过去。哎，顺子，你陪我回去看看。我？他叫顺子干嘛？难道他想支开我们，杀顺子灭口？不对啊，他都90多岁了，要杀一个退伍的壮年正规军军人，就算是偷袭，也未必能得手。而且我们回去还得靠顺子，他应该不会借这个机会杀人灭口吧？顺子，没事，去吧，小心点。顺子看了吴邪一眼，就跟着陈皮阿四走了过去。其他人马上回头，顺着神道继续向前跑去。女真信奉萨满，但在这里汉人设计的痕迹随处可见。比如这一条神道一共有6道石门，代表汉家佛教的6道轮回。吴邪边看边跑，不由得有点头晕目眩，身上裸露的皮肤开始瘙痒起来，心里愈发觉得不妙。不知不觉，他们手电的光圈已经可以照射到一些黑色的残垣断壁，很快就到了神道尽头的祭坛。祭坛的后面，60级破败的台阶之上，便是皇陵的正门。在一般人的墓葬观念中，陵和墓经常是混为一谈的。其实陵和墓是2种不同的东西。陵就是用来祭祀和举行入殓仪式的地上建筑，而墓才是地下的地宫。陵和墓并不一定要在一起，很多的陵墓地点相差108000里。比如成吉思汗陵就在内蒙古鄂尔多斯草原的中部，但是陵中的棺木里只有附着成吉思汗灵魂的驼毛，而他的尸体和陪葬品葬于草原的何处，无人知晓。这云顶天宫有3层结构，他们头顶上在海底墓穴中看到的那些宫殿，是象征性的陵宫，与地下的皇陵和地底的王墓构成3000世界，也象征着万奴王神人鬼的身份变化。整片皇陵的建筑风格很像明宫，规模巨大，皇气逼人。由于大量使用黑色的石料，所以在壮观之余还显得有一丝诡异和神秘。但是他们一进入陵宫，这种感觉便消失了，因为他们眼前到处都是一片萧索和残破，如果不是一些大型的犹如庙宇一样的楼殿还耸立在那里，不免就要失望了。哎，这也太破了吧！这里空气不流通，也没有狂风日晒，建筑应该保存得非常好才对，怎么会破成这个样子？他们踩着宽大到可以并驰10架马车的陵阶，走入皇陵的正门之内。陵门早已坍塌，打满乳头钉的巨大门板就倒在地上。正门里面是陵宫的门殿，藏书中说：“4道龙楼盘宝殿，9尾仙车入黄泉。”这就是4道龙楼里的第1殿。王胖子还在左顾右盼，吴邪忍不住催促大家：“
你们快点，这一路上空气太糟糕了，嘴巴和鼻子里被火烧了一样难受。走进去也见不得能好到哪儿去。一行人进入门店，环顾四周，门店大概有2个篮球场大，两边是迎驾的铜马车。在后面的深墙边上，左右各有2座黑色雕像，已经蒙上了厚厚的尘土。雕像面目狰狞，冷面怒目，似乎是萨满的图腾。上面的辅梁柱已经倒塌，云纹瓦当摔了一地。他们见没有什么特别起眼的东西，就想穿过门店向皇陵的中心走去。然而才走了几步，王胖子忽然脚下一滑，摔了个仰面朝天。第288集，门店。哎呀，小心点儿！不过地板上全是碎瓦片，要是绊一跤还说得过去，怎么会滑倒？是啊，这奇了怪了，这地上只有我打滑的痕迹，别的什么都没有啊。这破瓦下面也没什么异常啊。你别不是鬼绊脚了？不对，停下！哎，你们看啊，我这鞋底上卡了一枚子弹壳。我是盼着你傻了，你戴这个防毒面具能闻到啥呀？弹壳上还有温度，这是刚从枪膛里打出来不久的。有人先到了，难道阿宁他们这么神通广大，竟然比我们还快？但是为什么要在这里开枪呢？点个火，看看四周还有什么。看这里，这边的柱子上有一大串连续射击的子弹孔，看上去好像是有什么东西顺着这柱子下来，然后子弹就跟着它扫下来了。不是，正好相反。看这子弹偏移的角度，枪口是顺着柱子往上甩的。你们看，横梁上有黑影。看姿势，应该是一个死人，也许是阿宁队伍里的。他肩膀上挂着一把5/6式老步枪。这人怎么会死在横梁上呀？他们把手电照过去，看到了那人的脸。死者是个男人，脸上戴着最先进的小型鼻吸式防毒面具，从脸型判断，应该有斯拉夫血统。他眼睛瞪得很大，不过因为面具的关系，看不到表情。尸体吊在悬梁上，距离太远，令人无法看清是不是绳子。我上去看看。别轻举妄动，这人死得那么快，肯定有问题。哎，各位，看横梁另一边，还不止一个呢。众人顺着王胖子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上面横梁的其他地方还有6、7具尸体，都是悬空挂在上面，犹如吊死鬼一样。这些人身穿着清一色的登山装，都挂着5/6式国产步枪。吴邪越看越觉得奇怪。按说5/6式步枪的破坏力很强，有这东西在手，粽子也吃不消10几发子弹。是什么东西杀了他们？而且就算这里有过枪战，这些尸体怎么会跑到横梁上去的？这地方邪门得很，要不我们还是快点离开这儿吧。没问题，不过你们等等胖爷啊！你搞什么？快下来！现在这个局面，你竟然还往那上面爬！哎，这慌什么呀？你胖爷我又不是什么3岁小孩，有不对劲的，我自然会下来啊！胖子是盯上那把5/6式步枪了，这家伙手里没枪，一路上一直不自在，现在看到这么好的枪，怎么可能不兴奋？死胖子无组织无纪律惯了，真拿他没办法。胖子，你给我悠着点，这横梁都快被你踩塌了，等一下咱们几个的命都要被你断送了。
抱歉啊！王胖子大跨步走到那具尸体的旁边，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尸体身上的5、60步枪勾了上去，拿到手后马上退膛看子弹，然后从上面扔给了潘子。潘子，进！王胖子把尸体身上的子弹包挑了过来，背到自己身上，最后才去看那尸体。他一点一点地把尸体的防毒面具解下来，露出里面一张中年老外的脸。整张脸扭曲着，脸色发青，嘴巴张得出奇的大，似乎死的时候正在惨叫。吴邪越看越觉得不对。就在王胖子接触到尸体的一瞬间，他急忙大喊出口：“别碰他！他脸色发青，应该是中毒死的。”那我戴上手套。哎，这些绳子是怎么回事啊？这些人肯定不是自己吊在上面的吧？哎，发现什么了？这些好像是头发呀！头发还挺长，怎么这些人难道都是娘们儿？不对，这头发是从他脖子里出来的。我靠！难道是嘎吱窝毛？这老外就是厉害啊，嘎吱窝毛都长这么长。奇怪，这毛怎么还割不断啊？割不断总能收断吧？哎，算了，我没兴趣看尸体，你快点下来，别搞了，万一有毒就麻烦了。也是。不过再等一下啊，马上。胖爷我呀，给你也整一把好枪。行吧，你赶紧的。第289集，背上的头发。王胖子勾下一把枪，丢给吴邪，又挑走了那尸体上的子弹袋，接着就要去摘他的防毒面具。就在这时候，吴邪忽然看到尸体的手突然动了一下。等等，这个好像还活着，别摘他面具。真的？还真是有脉搏。王胖子忙拿出打火机，将上面的头发烧断，这尸体立刻从横梁上掉了下来。吴邪和华和尚将他接住，放倒在地上。华和尚戴上手套，一翻他的脖子，只见这吊着尸体的头发果然是从这个人的背上长出来的。死是没死，不过也差不多了，瞳孔几乎放大了，好像是中国人。还有没有得救？咱们犯不着救他，一来只能让他多撑一会儿，死的时候更难受；二来带着走麻烦。那他还没死，把他丢在这里，好像不太好吧？说什么傻话！喂，你干什么？他中毒了，死的时候会很难受。我给他放血，可以死得舒服点。不行，这什么逻辑啊？就在这时，那尸体突然痉挛了一下，手猛地就拉住了华和尚的手，接着他睁开了眼睛，不停地发抖。华和尚被吓了一跳，忙把手挣开，一连退后了好几步。那人意识有所恢复，看了看吴邪，又看了看华和尚，突然就挺起身子，痛苦地嚎叫起来。吴邪和华和尚忙过去压住他，但是这个人的力气很大，用力一挥，将两个人都甩开了。然后他在地上翻来滚去，撕心裂肺的大叫，嘴巴越张越大，竟然张到了人类绝对不可能张到的极限，脖子也膨胀了起来，就像要爆炸一样，同时吐出了大量腥臭的液体。潘子看着那人的惨状，于心不忍，他拉上枪栓送了他一程。
这一枪直接打中了他的心脏，大量的血从衣服里涌了出来。这人扭动了2下，停下来不动了。大家都被这突然的变故惊得冷汗直流，好半天才缓过神来。他刚才在叫什么？有人听懂了吗？客家话，他叫成这样，我也听不懂多少啊。不过，似乎是在叫什么背上。难道他背上有什么蹊跷？华和尚将尸体翻了过来，想割开他的衣服，看看背上到底是怎么回事。喷涌而出的鲜血令吴邪感到一阵头晕，他只好转过头不再去看，将视线投向了王胖子。胖子，你快点下来！别催了，你快和我老娘一样，我保证抽完这烟我就下去。你戴着防毒面具怎么抽啊？王胖子的肩膀后面竟然冒出了一张陌生的瞪着眼睛的白脸，他就趴在王胖子的背上，而王胖子却一点儿也都没有察觉到。几个人都被吴邪的惊叫声吸引，转头过来，这一看，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后退了一步。潘子条件反射上弹抬枪，却没有扣动扳机。实际上，几乎没有人会在墓穴里用枪打粽子。表面原因是很多尸体都有尸毒，如果对方是个毒粽子，这一枪下去，尸水溅到哪里，哪里就废了。而且枪的声音太容易招惹麻烦。可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样，谁也说不清楚。此时，王胖子正琢磨着怎么把烟塞到防毒面具里去，就被大家的动静吓了一跳。他一看潘子枪指的地方是自己的脑袋旁边，马上意识到了问题。他转头就往后看去，这一看，他就和那张脸对上了，一下子就懵了，手里的香烟掉到梁上，人也僵在那里。趴在王胖子背上的人鬼气森森地缩在他肩膀后面，并没有因为他的转头做出任何反应。就这样，两个人大眼瞪小眼，含情脉脉地对视着，而下面的吴邪脑袋已经炸开了锅。这人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刚才我们进来的时候都用手电扫过一遍了，虽然没有很仔细，但是这么大一个人肯定是躲不掉的。也就是说，刚才我们进来的时候，这人还不在这里，那他怎么就会突然出现在胖子背上？会不会是阿宁他们一伙的，在这里着了什么道？还是死在这皇陵中的冤魂？第290集，怪脸。吴邪自认为古怪的事情已经见多了，可现在这个状况，还是让他忍不住头皮发麻，汗毛直竖，不由得感觉自己的背上好像也有个什么东西趴着一样，浑身不自在。王胖子就更慌了，他脸色惨白，冷汗直流。不过他到底是个人物，这时候已经反应过来，他不敢轻举妄动，于是缓缓做了一个手枪的手势，示意潘子开枪。潘子摆了摆手，让他把头移过去点，自己好瞄准。这时华和尚突然拦住了潘子：“等等，先看看，别是个活人。长成这样能叫活人？是，先别说话。”华和尚用手电一点一点地移向王胖子肩膀后面的地方。那个人被光线一照，头突然转了过来。吴邪他们就看到了一张无法形容的脸，整张脸凹陷下去，
鼻子的地方只有一个大洞，眼窝深的畸形，2只眼睛犹如会发光一样反射着手电的光芒，嘴巴的地方看上去竟然像一只猫头鹰。潘子突然松了一口气，缓缓放下了枪。是只夜猫子。怎么可能？这里的空气质量这么差，动物根本没法活。夜猫子不可能在这里生存，而且如果是夜猫子，那也太大了。但是看起来真的非常像。也是，夜猫子飞翔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难道就是因为这样，它从瓦顶上悄无声息地飞了下来，停到了胖子身上？那胖子怎么会一点感觉都没有？王胖子脸上的汗就像瀑布一样，他一手还在比划着让潘子开枪，另一只手往腰上的匕首伸去。吴邪忙向他摆了摆手，让他千万不要硬来。王胖子朝吴邪呲牙，表示抗议。没想到他刚一露牙齿，背上的东西突然像是受了刺激一样，凹陷的脸突然扭曲起来，向后一仰，嘴巴就张了开来，露出一口2寸长的獠牙，而且嘴巴越张越大，很快就超过了人类所能张的极限。我靠，那肯定就不是鸟了！糟了，胖子要倒霉了！潘子猛地把枪托压紧在自己的肩膀，瞄准那张嘴就扣动了扳机。与此同时，突然嗖的一声，一道劲风在吴邪面前飞过，一个东西从门店外面被扔了进来，正好打在潘子的枪上，使得枪头一偏，一连串子弹就贴着王胖子的耳朵扫了过去。王胖子顿时吓得破口大骂：“你打哪儿了？潘子，放下枪！”陈皮、阿四和顺子冲了进来。与此同时，上面的东西已经朝王胖子的脖子咬了下去。王胖子脑袋一撞，把那家伙的脑袋撞开，然后扭过身子，反手扳住他的嘴巴，想把他甩下去。但是那东西不知道是怎么趴在他背上的，怎么甩都甩不掉。会上个人来帮忙啊！我来。不行，梁要塌了！胖子，你快跳下来！你们几个他妈没良心的，快点啊！这时陈皮、阿四猛一甩手，一颗铁担子就打在了王胖子脚上。王胖子吃痛，脚下一滑，整根梁柱就因为他的动作往下一斜，王胖子顿时失去平衡，摔了下来。横梁离地很高，幸好下面挂着一具尸体。他下来的时候用力一扯，在半空缓冲了一下力道，摔进了地上的瓦砾堆里。你没事吧？奇怪，那东西不见了。不对劲，柱子上那些弹口，那东西没掉下来，掉进头顶。话音未落，头顶一个影子闪电般掠过，一边的顺子一个就地打滚，左肩膀上已经多了3道血痕。吴邪马上端起枪，但是老560步枪比他想象中要重得多，他端的不是很稳，抬了2下，竟然没抬起枪口。王胖子急忙爬起来，一把夺过枪，凭着感觉就朝顶上扫射一圈，大量瓦片稀里哗啦地掉了下来，一时间所有的手电全部照向了敌人。但是等烟雾散尽，顶上却什么都没有。第291集，分头行动。这到底是他妈什么东西啊？你还问我们？他趴在你身上你都没感觉，你干什么吃的？王胖子大怒，他刚想骂回去，人忽然一顿，众人转头一看，那张怪脸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从潘子的肩膀后面探了出来，悠悠地看着他们，而潘子自己却一点都没发觉。他们马上全部退开，潘子一看这反应，脸马上绿了。不是，你们干什么？还没等他回头，
他肩膀后面那东西猛地张开大嘴巴，露出一口獠牙。王胖子抬枪一个点射，直接轰飞那东西半边脑袋，绿水顿时四溅，溅了众人一身。一股极其难闻的味道随之弥漫开来，大家都以为搞定了，一看又发现不对，那张半个脑袋的巨大嘴巴里面竟然还隐约地藏着一张小脸。该死！这时一边的顺子突然一个飞扑撞到潘子身上，潘子被撞得飞了出去，他倒地后一个转身就坐了起来，手握军刀，反手就向身后捅去。但是那东西已经不见了，坐在他身后的是刚撞倒他的顺子，这刀已经捅了出去。幸好顺子反应快，一把压住他的手，把他的手扭了过来，同时大声质问了一句：刚才谁开过枪？我，还有我。开过枪的人留下，其他人跑，一直往前跑，绝对不能回头。啊！我们的人几乎全留下了，那我怎么办？跟着陈皮阿四，岂不是等着被宰吗？我忘记了，我也开了。这时，门殿顶上突然传来了瓦片碎裂的声音，似乎有很多东西正在爬上瓦顶，数量之多难以想象。几个人都大惊失色，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儿。来不及了，还不走？走！陈皮阿四一声令下，华和尚和叶成就跟着他快速跑出了前殿。吴邪心里觉得奇怪，但是形势已经不容他多想了。头顶上的瓦片碎裂声越来越多，王胖子急忙甩出自己的子弹袋扔给潘子，2把枪都上好膛，4个人围成一圈，全神戒备。顺子，这上面到底什么东西啊？咱们怎么办啊？不知道。那你让他们跑什么？和那老头子分开，这不是我的主意，是你们三叔的吩咐。什么？我三叔吩咐的？那你是什么人？别问这么多了，我现在带你们去见你们的三叔，到时候你们自己去问他吧。我三叔现在也在这皇陵里。数量很多，好像全是刚才那种东西。刚才你们枪声一响，这死树林里面到处都能听到响声，他们都向这里围过来了。那我们为什么不跑，在这里等死吗？等他们再走远一点。好像已经跑远了，我们走。顺子一马当先向着前殿的出口跑去，其他人紧跟其后。门殿之外可以看到神道的衍生殿，前面有一道汉白玉20拱长桥，桥上吊着2条整体雕刻的盘龙，顺着桥两边的栏杆缠绕蜿蜒，成色极好，没有一丝缝隙。桥下就是内皇陵的护城河。4人才跑出几步，后面劲风忽起，他们顺势一滚，王胖子回手一个点射，击中了一团东西。那东西嘶叫了一声，摔进了桥下的深渊。黑暗中弥漫着一种躁动，好像有什么在来回飞翔。手电狂扫，却什么也看不到。他们爬起来继续往前跑，时不时能感觉到有东西在贴着他们的头皮盘旋。王胖子对着上面边跑边扫射，很快便跑到了桥上。这时吴邪突然感到背上被狠狠地撞了一下，摔了出去。第292集，玄武巨狮。吴邪一个翻身爬起来，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王胖子一枪托就从他耳朵边砸了过去。紧接着，一个东西从他背上摔出，他回头一看，黑色的影子正挣扎着爬起来。这时，潘子抬手就是一枪，将这东西打成2截。这之后，王胖子对着上空狂扫了几枪，子弹的夜光闪过，他
他们终于看到了那些东西的影子。这些到底是什么？太多了，打不过，只能跑了。再往前就是4道龙楼殿的第2殿，到了那里免不了要和陈皮阿斯碰头。现在已经有了三叔的下落，我们得赶紧去找三叔，问问他到底怎么回事。栓子，三爷到底在哪里？我们怎么走？你们三爷应该在地下玄宫了。地宫，太好了，省事了。地宫入口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啊！你不知道，你还说带我们去见他？这皇陵这么大，我们怎么找啊？一般来说，地宫的正规入口就在顺着神道进入的第3道龙楼天殿之内，但是必然压在铜鼎之下有70多道青砖加上千江铁水的装甲来加固，现代工兵团没有10天半个月也挖不开。不过地宫肯定有秘密入口，而且一般就在皇陵建筑之内的中轴线上。比如慈禧陵的地宫入口就是在灵宫影壁里，但是现在这情形，吴邪他们根本没时间去挖洞。3个人都是一副着急的样子，可顺子却非常镇静。吴邪，你三叔说这里是玄武巨尸之地，他说告诉你这话，你自然就知道地宫的入口在什么地方。你想想，有没有印象？奇怪了，玄武巨尸是玩笑之说，也就是风水理论中集合了世界上最差风水的地方。这种地方和理论中极品宝穴九龙盘花相同，世界上是不会有的。他真这么说？还有没有说别的什么？没了。当时你三叔似乎在躲什么人，所以非常匆忙。你三叔安排我在村子里接应你们，带你们进山，然后就是带这几句话。如果这里真的是玄武巨尸之地，那葬在这里，后代死绝，老婆偷人，发生任何事情都不奇怪。那汪藏海和万奴皇帝有这么大仇，按照陈皮老头的说法，这里的风水应该是极好的才对，怎么会是玄武巨尸呢？藏书有云：地有4势，气从8方，故藏以左为青龙，右为白虎，前为朱雀，后为玄武。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顺府。形势凡此，法当破死。故虎蹲谓之贤师，龙踞谓之吉主，玄武不垂者巨尸，朱雀不舞者腾去。吴邪开始后悔以前没有好好留意这些东西了，现在只能抓瞎。王胖子也懂这些东西，甚至有些方面比吴邪知道的还多一点，但这时候也很疑惑。放屁，不可能！皇陵玄宫所在，怎么可能在玄武巨尸的地方？也不是不可能啊，风水是对人来讲的。你没听那和尚说吗？这皇陵里埋的不是人，说不定这种奇怪的格局差异和这有关系。你别不懂装懂行吗？不是人难道会是条狗啊？不管陵墓里葬的什么东西，按照风水上的讲法，都不应该选择败穴之地。你以为棺材里是妖怪是吧？那葬他的风水就该与人相反吗？没这回事儿。而且你看这儿的规模，少说也是个城邦级别的，何必为妖孽修建如此规模的陵寝啊？没错，以东夏国微薄的国力，建造这些建筑，应该已经倾注了全部的力量和资源。能够发动这么大工程的，只有万奴王一个人。而且，我不相信当时的末代万奴王还有如此的威信。建造这座皇陵，肯定夹杂了某种宗教成分。那个时期，万奴王很可能是人神一体的宗教偶像。同一上说，历代的万奴王都是从地里来的妖孽。我觉得不能直白的去理解，应该另有隐晦。几位老板，我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别闲扯淡了。到底是怎么回事？谁懂谁说，快点！这还不简单？藏书看过没？你知道什么叫地有4势，气从8方，前为朱雀，后为玄武吗？玄武
就是后面的意思，拒尸就是拒绝尸体，拒绝了那就是没尸体的意思，合起来就是说后面没尸体，那不就摆明了吗？尸体在前面啊！这范围也太广了点，要说在前面，是在什么的前面？就凭这个也找不到入口啊！别听胖子胡扯，哪有这么解释葬书的？要是作者郭婆还活着，肯定会把他掐死。三叔既然没有直接把玄宫入口的方位说出来，肯定是因为照直说，你反而无法转达，那就不能单纯从字面意思去理解他的话。像胖子这么猜是没用的。那你有什么眉目？没有，我得好好想想。三叔精通古代密码和密文，应该从那方面去下功夫。而且既然他认为我能理解，肯定有他的理由。第293集，坠落。说话间，四人已经退到了石桥末端，再过去就是皇陵的广场。黑暗中，可以隐约看到石桥末端的地方，竖了2块并排的石碑，都有10米多高，一块已经断了，底下由黑色的巨大碧玺驮着。石碑后面不远处是一片高耸的巨大黑影，那是皇陵界碑。石碑之后，就是通向往生殿的长生街，也就是通往幽冥界的大门。皇陵界碑可以说是真正的人间与幽冥界的分界线，因为皇陵界碑之后的地方，守陵人都无法进入。几百年前，皇陵封闭的那一刻起，就没有人再踏足界碑后面的那一片区域了。看见石碑的一刹那，吴邪突然有了一种非常不祥的预感。在那里面的某个角落，不会有什么更恐怖的东西在等着我们吧？快停下！前面石桥塌了，这得有2、3米远了，下面黑蒙蒙的，看不到底，也不知道多深，怎么办？还能怎么办？一个一个跳过去，快！奥运会选手那些人能跳多远？8米左右，3米多好像不算太远，但是对我这种整天不运动的人来说，还真有点悬呢。嘟囔啥呢？跳就完了呀！你们先把装备扔过来。小三爷，你先跳吧，我给你垫后。死就死吧，胖子，拉着我点儿。行行行，你就大胆跳吧。等等，刹不住了！他高高跃起，猛地向对岸跳去。潘子这么一叫，他还下意识地回头一看，奇怪潘子为什么要叫自己。这一看，就看到一个巨大的黑色影子从他左上方俯冲下来，凌空抓住他的后领子，把他往边上一带。吴邪在空中的姿势瞬间失控，接着那爪子一松，他整个人翻了一个跟头，就笔直的往深渊里掉去。怎么办？怎么办？抓住我的手！刹那间，吴邪的脑子里一片空白，眼前的一切就好像慢动作播放一样。他看到王胖子冲过来，一跃而起，想在空中拉住他，但是手却从他的领子边上擦了过去。他看到潘子举起枪，对着他的头顶就是3个点射，子弹呼啸而过，带起一股气流。然而下一秒，手电光瞬间消失了，吴邪坠落到一片黑暗之中。他在空中打了几个转，脑子里闪过一连串的念头。这下面是什么？下面是护城河道，一般的护城河会有多深？有水吗？我会摔死，或者被这流化的水化成一堆骨头吗？然而，还没等他想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他
他的背就撞到了一根类似于铁链的物体，疼得他眼前一花，接着身体绕着铁链打了一个转，又往下摔去。还没等他缓过来，又撞上了另一根铁链。这一次因为刚才的缓冲，撞得不重，他伸手想去抓铁链，但是抓了个空，继续下落。接连的撞击令他晕头转向，连坠落时蜷缩的身体姿态也无法保持了。紧接着，他就脸朝下重重地摔在了地上。我死了，还是没死？足足过了有半支烟的功夫，他才缓过来。吴邪颤颤巍巍地坐起来，四周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到。他摸了摸地上，到处都是干燥的石头和沙子。这护城河底是干的，幸亏这些石头还算平整，不然我就是不摔死，也渴死了。防毒面具已经裂开，他摸了一下，整个防毒面具已经凹了进去。再一摸面前的地面，发现他脸摔的地方有一块尖锐的石头。看样子是多亏了这面具的保护，我的脸才没摔烂。不过这下防毒面具算是完全没用了。第294集，护城河。吴邪艰难地扯掉防毒面具的扣子，小心翼翼地把它从脸上解下来，才拿到手上，面具就裂成了4瓣，再也戴不起来了。没有了面具，四周空气中的硫磺味道更加浓郁了。好在吴邪吸了几口，也没产生什么明显的不适。看样子这里的毒气也没潘子说的那么厉害，或者护城河底下的空气质量还可以。小吴同志，小三爷！吴邪艰难地抬头，上面是一片灰蒙蒙的，他能看到王胖子他们的手电从上面照下来，四处晃动，似乎在搜索，还能听到一些叫声。但他耳朵里此时满是刚才落地造成的嗡鸣，什么也听不清。他尝试着回应，但一用气，一股撕裂的剧痛就从他的胸口扩散到全身，声音到了嘴边也变成了呻吟。我在这儿。吴邪的大脑一片混沌，甚至不确定自己到底有没有发出声音。为了让王胖子他们知道自己还活着，他捡起刚才扔掉的防毒面具，用力敲了敲地面。过了一会儿，一支冷烟火突然从上面扔了下来，落在他的附近。紧接着，吴邪就看到上面有一个人的头探出了桥的断面。看那大脑袋，应该是胖子。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就知道你小子死不了。赶紧，救命啊！不一会儿，上面扔下了一根绳子，晃晃悠悠地垂到河床底部。王胖子背着自动步枪开始往下滑，垂直高度大约有10几米，他一下就滑到了底部。他放开绳子后，先用枪指了指四周，
看有没有什么动静，才跑到吴邪身边蹲下查看他的伤势。没事吧？没事，你上一次试试看。哎呦，状态不错呀，还能开玩笑呢。很快，潘子和顺子也背着装备从上面滑了下来。他们把吴邪扶到附近的石头边坐下。大家见吴邪没戴防毒面具，也没有中毒的迹象，于是纷纷摘下面罩。潘子拿出医药包，为吴邪检查起身体来。还好没骨折，不过伤口不少。我先给你消消毒，包扎一下。谢了。谢个屁！叫你停，你怎么还跳？也亏得你命大，不然你死了，我怎么和三爷交代？你还说我都在半空了，你才叫停。这又不是放录像带，还能倒回去。行了，快别动了。那，喝点水。说真的啊，你也算命大了，这么高，下面又全是石头，一般人掉下来绝对不死也残废了。这应该叫命贱才对。刚才肯定是因为撞到那2根铁链子，才没死。也不知道是走运还是倒霉，最近老是碰到高空坠落这种事，而且还都死不了。哎呀，甭管命大命贱的，能活着就成，别人想要还没有呢。对了，刚才到底是什么东西？你们看清没？这次看清了，肯定是一只怪鸟，而且个头很大，有1个人这么高。可惜没打中，不然就能看看到底是什么了。哎呀，真邪乎！刚才我在神道那边看到的啊，没准也是这东西，人头鸟，可能是种猫头鹰吧。奇怪，那些怪鸟好像不会飞下来。好像真没冲下来了。是不是这里有什么蹊跷？他们不肯下来。哎，这样吧啊，你们先待在这儿，我四处看看。要是这里有问题，我们马上上去。小郭，先休息一下。你小心点儿。胖子好像发现什么了。奇怪，你们看，他背后是不是有一大片黑色影子？好像有很多人站在那儿。第295集，殉葬渠。胖子，怎么回事？什么东西？你们过来看看就知道了。听他的语气，应该没什么危险。吴老板，你还能不能走？要不过去看看？可以。来，我扶你起来。慢点。王胖子照出来的那一大片交错的黑色影子，正好位于上边石桥的桥墩下。顺子和潘子搀扶着吴邪，艰难地走了过去。那些影子渐渐地清晰起来。胖子站的位置，河床上出现了一个断层，断层之下是一条大概1米深的沟渠，沟渠约20米宽。无数真人大小的黑色古代人俑，夹杂着马俑，以及青铜的马车残骸排列在沟渠之内，连绵一片。人俑的表面已经被严重腐蚀，面目模糊，无法分辨五官。很多人俑拿着铜器，锈迹斑斑，烂成一片斑斓色彩。这些人俑大部分都站着，靠得极密，也有很多已经倒塌碎裂，东倒西歪地堆在一起。从他们这里看去，
目力加上手电光所及的地方，几乎全是这些东西，一大片黑蒙蒙的，在这阴森的皇陵底部，直叫人毛骨悚然。这些是什么东西？好像是殉葬俑。这些是车马俑，象征的是迎宾或者帝王出行时候的队伍。不过，这里怎么会有这些东西？不是应该放在地下玄宫或者陪葬坑里吗？是啊，我也觉得奇怪。这地方是皇陵，按说不可能儿戏。地下玄宫中东西的数量，陪葬坑里所有殉葬品的摆设，都是相当讲究的，不像一般王公贵胄的陵墓，可以想怎么来就怎么来。皇陵讲究一个器一个室，这种把殉葬品堆在露天的做法，相当于一块上等白玉上的一块老鼠斑，大忌中的大忌。在当时要给皇帝看见，不得抄家才怪呢。虽然当时东夏是一个边陲隐秘小国，但是既然修建陵墓的是鼎鼎大名的汪藏海，肯定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看服饰好像是少数民族的，等我仔细看看啊！别乱动，这东西神神秘秘的，摆在这里，指不定有什么蹊跷。怕什么呀？难不成还能活过来不成啊？小心点总没错。得嘞。货真价实石头人啊！我下去看看。你们悠着点。小吴，你是干这行的，哎，你说这些玩意儿值不值钱啊？这东西有点花头，不说整个，就是局部也有人要。我知道一个兵马俑的头就值200万元，还是美元。那些马头比人头少，更珍贵，价格就说不好了。哎呀，可惜呀，这东西他妈不好带。真的太奇怪了，这些东西实在不应该出现在这里啊！听人说，古墓中每一件东西背后都是一个故事，难道有什么讲究？当时的设计者到底有什么用意？吴邪越看越觉得不对。按照两侧的距离来看，这些人俑站的沟渠位于护城河中央最深的地方，这就说明，在皇陵刚修建完成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沉在护城河的水底，被水面所覆盖。人俑模糊的面部也是他们曾经长期浸泡在水中的证据。也就是说，当时皇陵修建完成之后，上面的人是看不到这些东西的。既然看不到，那把这些人俑放在这里有什么意义？难道这些是建筑废料、人俑的次品？工匠偷懒把这些垃圾沉到护城河里了？也不像啊，毕竟摆得这么整齐。要不是我摔下来，在脚上根本就看不到这些东西，也算是机缘巧合。这是不是上天想提示我什么？哎，你们有没有发现，这儿所有的人俑都是面朝一个方向的，而且都做成了走路的姿势，和咱们在市场上看到的很不一样。还真是，这些人好像是在行军。行军？从马车和人物的衣饰来看，这是一支帝王出行的队伍。你看这些马、这些车、这些人的动作，他们都在朝同一个地方走，但是他们一直延伸到护城河深处，也不知道目的地是哪里。第296集，暗号疑云。咱们要不去看看？反正这河也不长。咱们耽搁不了时间，小三爷受了伤，要再出点什么事儿，跑都跑不了。咱们还是别把精力花在这儿了。三爷给我们传的话，
咱们都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与其节外生枝，不如趁这个时候好好想想，三爷说的地宫入口究竟在什么地方？正巧那些怪鸟也不会飞下来。没错，潘子说的对。那算了。来。顺子把王胖子和潘子拉上食用局，一行人又回到了吴邪摔下来的地方。潘子从背包里拿出风灯，点燃了给大家取暖。4个人已经快1天没吃东西了，于是坐下来整理装备，准备干粮。王胖子打开背包一看，眉头都皱了起来。糟了，咱们身上食物不多了，大部分都在陈皮阿四那伙人包里。这一顿下去，后面怕是得饿肚子了。不过，几乎所有的装备都在我们这里。看样子陈皮阿四在分配物资的时候下了功夫，装备全都是我们的人背，食物是他们的人来背，这样两边谁也拉不下谁，谁也不能自个儿跑掉。这一招还真没注意到。你注意到什么了？幸好我就没指望你和你们那三爷，每次碰到你们一定做亏本买卖。在火车上我就料到有这么一天了。去，少说风凉话。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不给我们闯祸，我就阿弥陀佛了。几位老板，有力气吵架，不如快点想想你们那个三叔说的话是什么意思。是啊，潘子，你就别跟他置气了。对了，顺子，当时三叔来找你是个什么情况？你要不详细和我们说说？那一句话太笼统了，我们连皇陵都还没进呢，真不知道该怎么去想。那大概是1个月以前，当时我也是带客人上山，当然没你们上的这么厉害，就是四周走走，看看雪山。你们三叔混在那群客人当中，后来在山上过夜的时候，他突然就把我叫出去，神神秘秘的说他现在要自己一个人上雪山去了，让我别跟其他任何人说。接着给了我点钱，让我大概在这个时间在山脚下等一个叫吴邪的人，然后带你们进山，只要能把你们带到他面前，就给我一大笔钱。他就是在那个时候和我说的这一句话，他强调只要是你，一听就马上能动。你确定他是这么说的？我确定。奇怪，这话似乎是在强调听的人，而不是话的内容。只要是我听了就能马上懂，难道我身上有不同于其他几个人的特质吗？嘿呀，那你怎么还知道支开陈皮阿四之后才告诉我们这些东西啊？我也不是傻子，你们三叔告诉过我你们的人数，说如果人数不对，就只能把话传给吴老板一个人听。我一看到你们，当时就觉得你们这队人气氛有问题，似乎有2股不同的势力。当时我又不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只好先装傻看看，到底我收了别人的钱了，万一弄得不好，耽误了你们的事情就不好了。原来从上山开始，他的那种憨厚都是装的，真是人不可貌相。难怪越走到后来，这小子就越镇定，原来是露出本来面目了。没这么简单吧？我看你好像还知道什么。我的父母是土生土长的朝鲜族人，动乱的时候从朝鲜逃到这里来，然后在山里躲了好几年。这山里啊，古时候的传说多了，我们碰到的怪事也多了。我退役前在这里当兵，大大小小的雪山基本都走过，每年怀着各种奇怪目的进山的人也数不胜数，我总归还是知道一些的。所以我一看你们往这个山头走，就猜出你们想干什么了。
要不是有你们三叔的嘱咐，在山妖雪崩的那个地方，我就绝对不会让你们再往前走了。哎，顺哥，有眼不识泰山了。那咱们现在是自己人了，来抽一根。烟就不抽了。我是个实在人，别说废话。我帮你们不是喜欢你们，我是求财。你们那个三叔答应给我的数目够我用2辈子了，所以我怎么样也得把你们带到他面前。你们还是快点想想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吧。那你把三叔当时的原话重复一遍给我听听。当时他似乎是这么说的：等吴邪到了，你告诉他，地宫的入口在玄武巨狮之地。那是什么意思？你只要这么说，如果是他，就肯定能知道了。整句话听下来，关键还是我，但是我明明一点也听不懂啊！三叔他到底是哪来的信息？这不是坑我吗？第297集，破解暗号。小吴同志，怎么样？有思路了吗？没有。会不会是这样？这个提示和你们以前自己家里发生的事情有关系，所以只有你们吴家人才知道。我了解三叔的个性，他不是那种会讲一个超级复杂的暗号，然后让我们来猜的人。他既然让顺子传话，那这句话绝对是意思非常明确，肯定是哪里差了，或者我们想错了。不过三爷既然说你一听就能知道，而不是我们，那肯定有一个你们之间的共同点才能明白的暗号。你再想想。这也太不靠谱了吧。不过也没别的办法了。我和三叔的共同点其实不太多，而且还必须是我和三叔的。潘子他们如果也是，就得排除。比如说大家都是男人，潘子也是男人，那就不行了。算起来我们都姓吴，应该算一个，但是这和那暗号应该没关系吧。除了这些，要说能算共同点的，就是我和他都住在杭州，现在主要的生活地盘是杭州。等等，玄武巨狮，三叔的暗示，杭州，我一定能听懂。这4个字竟然是这个意思！想到什么了？玄武巨狮，狗屁的玄武巨狮，这完全是一个误会。三叔说的根本就不是这4个字，因为我们对藏书先入为主的概念，一听到发音相近的4个字，就把它对号入座了。三叔用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办法，让一句几乎很直白的话可以在别人面前传达，但是真实的意思只有我能知道。看来三叔早就想到了，和我们一起来这皇陵的不一定都是他安排的人。三叔说这句话我能听懂，最重要的原因不是我和他的共同点，而是因为我是一个从小在杭州长大的人。这么说，这句话和杭州的风景有关系？不会啊，你胖爷有去过杭州呀？没听说有什么叫玄武巨狮的景点啊？你扯哪儿去了？肯定和风景没关系。从小在杭州长大的人，也不一定熟悉杭州的名胜古迹。你看我们家三爷，在杭州也定居快10年了，他就知道个西湖。上次带我们去宝石山上喝茶，还给我们带迷路了。最后走到天黑，一看，嘿，到玉泉了。确实，我也是这样的人。
谁说做古董就得喜欢古迹？我也没走过多少景点。和风景也没关系，那是什么呀？你还是直接说了吧，我都快急死了。这很简单，在杭州长大的，虽然不一定熟悉风景，但是绝对能听得懂杭州土话，这一点才是关键。发音？没错，在这几个人中，只有我是精通杭州土话的。潘子常年在长沙，杭州话能说能听懂点儿，但是要说到深处去就不行了。胖子，你是京片子，一听就知道常年混在北京城。顺子就更不用说了，普通话都说不利索。如果三叔用杭州话说一句，确实只有我能听懂。可惜的是，顺子因为汉语不好，只记得了发音，没听出前面的话和后面的语调变化，所以他念出来就变成了一句完全不着调的话。我靠，这我还真想不到，那玄武巨狮用杭州土话来念是什么意思？这好像也难念啊。听我来分析就行了。其实三叔的暗语不是4个字，而是玄武巨狮之地这6个字。第一个字玄，杭州话的发音同源，又相似于言。武的发音和胡的发音是一样的，但是在杭州，胡这个发音既可以说是胡，又可以说是河。巨和渠发音是一样的，湿和水同音，支和至同音，地和底同音，连起来就是沿河曲水至底。相当合理，毫无破绽啊！三爷就是三爷啊！这句话要是给陈皮阿四听见，他打死都想不到是这个意思，肯定绞尽脑汁去琢磨玄武巨狮的意思。可是这儿没河渠啊，皇陵中会有河吗？好问题，陵墓中可以有泉，但是应该不能有河，因为河的水位不受控制，水太高了会淹，水太小就会破势，而且河水会暴露古墓的位置。这里说的河渠，可能就是指这条护城河。那咱们是误打误撞，还走对路了？也不好说，毕竟没进过皇陵，不知道里面的情况。不过，按照现在的迹象和以前看过的资料推断，我的分析还是有道理的。如果说河就是护城河，那渠该不会就是我们刚才看见的那条吧？不过，那渠里没水。第298集，河渠之水。三叔当时还没进这个皇陵，他说的这句话，应该也只是他从其他什么地方得到的提示，有可能是什么古籍或者地图。当时制作那个地图或者古籍的人，大概也想不到，有朝一日，护城河里会一点水也没有了。这里河壁堆砌的岩石上有被腐蚀的痕迹，说明原来肯定有水。但是经过上千年的岁月，引入河水的源头可能已经干涸了，河水得不到补充，逐渐渗入地下，最后一点也没剩下。既然如此，同志们，难得咱们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高度统一了，还等什么？一起上呗！你也太猴急了，反正已经有眉目了，现在倒是不急。你看看，小三爷受这么重的伤，还没缓过劲儿来。你是想一个人去，还是让我们把他扔在这里等死啊？行吧。哎，那顺子，咱哥俩先去探探，禽鸟吃头菜，让他们俩在这歇着，保证拿到的不比老三爷给你的少。老板，我的任务是把吴老板带到你们那个三爷面前，之后你们的死活都不关我的事，所以现在我得看着他。胖子，现在知道这里谁是大人物了吧？呸！得，你们都在这歇着吧，胖爷我自己去。等我摸几件宝贝回来，看你们眼红不眼红。哎，我把丑话说前头啊，摸到的就是我的，可不带分的啊！你们谁都没份儿。
干什么？又不敢了？什么不敢呢？你们还真想让我去啊？胖爷，我没那么笨。等一下，我把东西摸出来啊！你们3人上来抢，我猛虎难敌群狼啊！给你们占便宜，指不定还被你们谋财害命呢。我才不干这缺心眼的买卖呢！哎呀，你这就叫小人之心，别以为我们都跟你似的。哎，行了，都别说了。现在算起来也该半夜了，虽然这里看不到天，但是我们也得抓紧时间休息。现在已经很晚了，是得好好休息一下。潘子把风灯调大，让温度更高，然后扯出充气睡袋，吹了气。收拾好之后，吴邪、潘子和顺子都钻了进去。王胖子点上一根烟，坐在睡袋旁的石头上。睡不着，来手第一把。你可千万别半夜自己摸出去找东西啊！进了玄宫随便你拿，这里就消停点，别被我看扁了。我是这样人吗？你放心吧，我守夜，保证你们安全。因为这一路路途遥远，一行人从上到雪山进入冰盖中的宫殿，到一路过来，已经用了将近10个钟头了。其中包括攀岩、狂奔、跳远，相当于强体力劳动1天1夜。吴邪还得再加上一条，跳远失败坠楼。此时他已经极度疲惫，一进睡袋很快就睡着了。这一觉他睡得很香，因为是伤员，不用守夜。他醒过来的时候，四周还是一片漆黑，风灯暗了很多。守夜的人已经换成了潘子，潘子正靠在石头上抽着烟，而一边的王胖子呼噜打得像雷一样。吴邪看了看表，发现自己也才睡了5个小时。不过，人在受重伤的时候，因为过度疲劳会非常放松，因此睡眠质量很好。一觉醒来，吴邪的体力恢复了不少，脑子也清醒了，只是搏命之后，腰酸背痛不可避免。吴邪揉了揉脸，爬出睡袋，来到潘子身边。潘子，你去睡会儿吧，我来守。不用，在越南习惯了，不在床上啊，1天都睡不了3个钟头。给我来根烟。小三爷，你能不能估计出三爷现在怎么样了？会不会有什么事儿？潘子对这个老头子的忠心和信任，还真是让我这个亲侄子都自愧不如。按道理，他这种战场上下来的人，看惯了枪林弹雨、生离死别，不应该和人有这么深的感情才对啊。也不知道他们以前发生过什么，有机会真要问问他。你放心吧，那只老狐狸绝对不会亏待自己的。他这种人命硬，要是出事，也不会等到现在才出事。咱们现在只要顾好自己就行了。现阶段，让别人担心的应该是我们，因为我们还什么都不知道。可惜我脑子不行，三爷做的事情我总搞不懂，不然这种危险的事儿也不用他亲自去做，我去就行了。三叔做的事情也不见得非常危险，最危险的反而是我们。老是跟在三叔后面猜他的意思，然后被他牵着鼻子走，这样下去，运气再好也有中招的时候。
第299集，处境。从吴三省可以提前留下地下玄宫入口的线索这一点来看，吴邪几乎可以确定，他身上有什么东西让他预先知道了地宫里的结构。而沿河取水至底这一句文言文，和吴三省平时说话的腔调完全不一样，所以吴邪猜测，这个东西可能是一本古籍。那么古籍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吴邪想着想着，脑海中的几条线索突然串联了起来。也许让三叔预先知道地宫结构的东西，就是他前几个月去西沙的目的。这样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阿宁公司里的人会出现在这里。他们和三叔合作去西沙，只不过是为了在海底墓穴中寻找云顶天宫的线索。而阿宁在海底古墓中和我们分开过很长时间，在我们疲于奔命，被那些机关陷阱弄得抓狂的时候，那个女人在后殿中干了什么？是不是也和三叔一样，拿到了通往这个地下皇陵的关键？吴邪联想起在前殿看到的那些装备精良的尸体，思路愈发清晰起来。阿宁的队伍已经先我们到达了这里。根据顺子说的，他们这么庞大的队伍，是无论如何也通不过边防线的。可是他们比我们还快，这说明他们肯定知道一条隐秘道路，说不定还有更多的线索。这么看，现在我们的处境是最糟糕的。地下玄宫之中有什么等着我们，根本无法想象。吴邪的这些推测并没有告诉其他人，因为对潘子来说，三爷就是一切。吴三省要他做的事情，他就必须去做，不用管动机。对顺子来讲，他完全是个局外人，这就是一笔买卖，他只关心最后的结果。而王胖子就更加简单了，他是为了加喇嘛而来的，陵墓中的东西才是关键。吴三省对他来讲，只是一个麻烦的代名词而已。一想到这几个人只在乎对自己有用的，只有自己一个人身处迷雾之中，吴邪就羡慕起其他人简单的动机来。就在他愈发胡思乱想的时候，潘子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小三爷，你身体行不行？睡了一觉，好多了，能勉强走动。不过打架肯定是不行的。你还是再去休息一会儿吧，难得这里这么安静，似乎也很安全。恐怕咱们进了地宫之后啊，就再也没有这种机会了。也是，那我再去睡会儿。老板，这玩意儿多少钱？250。您这下可真是吓着我了啊！忒贵的了点儿吧？死胖子，闭嘴！成。我跟您说，我可不是外行，这玩意儿我瞅着就值个180块的。这么着，我也不跟您绕弯子了。嘿，谁打我？怎么了？王胖子一嚷嚷，谁也别想睡了。一行人干脆整理好东西，又随便吃了一点干粮，重新走回到河中心的殉葬渠处。黑色石头人俑无声地矗立在那里，长长的队列一直延伸至两边无尽的黑暗之处。4个人爬下殉葬渠，走入人俑之中。人俑几乎和他们一般高，四周黑影重重，令人心生不安。王胖子用手电照了照沟渠两边，问吴邪：“你们的三爷让咱们顺着水走，但现在这儿没水了，咱们该往哪儿走啊？”
我也不知道。潘子，你有特种战经验，你知不知道？看石头上水流的痕迹，人俑面朝的方向应该就是下游。哎，人命关天啊，你可别胡说。小三爷，顺子，咱们走。4个人开始顺着沟渠向护城河的黑暗处走去。走了有半个小时，却还是没有走到头。殉葬渠高低不平，有几段里面的人俑碎裂得十分严重，就像被什么巨大的东西踩过一样。沟渠底部的土里似乎也埋着一层，不时露出人俑的头颅和四肢。沟渠里越走越黑，起初手电照在一边的河壁上还有一些反光，后来就连河壁都照不到了，四面都是黑咕隆咚的。潘子不由得放慢了脚步。大家都机灵点，千万不要分神。等等，好像走到头了。到头了。众人顺着王胖子的手电看去，发现果然到了尽头，人俑的队伍已经消失，前面是一块巨大的石头河壁，河壁上雕刻着纹路。因为手电照不到全貌，一行人也看不清楚具体是什么，只能看到河壁的底部有一个被碎石掩盖的方洞。现在石头已经被搬开不少，露出一个黑漆漆的洞口。第300集，英文记号。方洞有半人高，四方形，非常粗糙，边上全是西瓜大小的碎石头，里面也有不少。显然，有人曾经把这个洞堵上过，而方洞内漆黑一片，不知道通向哪里。潘子上前检查了一番，他越看越觉得奇怪。又是一个反打的坑道，开口怎么会在这里？这不可能啊！怎么不可能啊？又不是你修的。这里当年是在水下，你以为那些工匠全是鱼啊？停，别吵了。哎，过来看，这里有东西。在顺子的提醒下，3人转身发现方洞一边的石头上刻着几个字，歪七扭八，像是在非常仓促的情况下刻的，痕迹非常浅。看起来像外国的文字，在这种地方太突兀了。可惜分辨不出来刻的是什么。是三叔刻上去给我们认路的吗？但是三叔的洋文很不靠谱哎，他这种脑子怎么会想出来刻洋文当暗号？这实在不是他的风格。哎，小吴，这几个洋文咱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呀？啊？有这事儿？不是，好像这几个符号我们的确见过。什么情况？我、胖子和小哥在海底墓穴下到杯池里的时候，胖子在池壁上发现了这行符号。小哥看到这个标记后，突然就冲下杯池，之后他就想起了海底墓穴中发生的事情。当时我一直以为这符号是20年前三叔带文锦他们下去的时候，那几个人刻上去的，但是突然又在这里出现，这就有点不对了。雕刻的痕迹还很新，应该是用登山稿乱刻的。陈皮、阿四他们的登山稿在我们这儿，所以要么就是三叔留下的，要么就是小哥或者阿宁留下的。而且留这个符号的人，肯定已经进到方洞里去了。我跟三爷10年了，往少了说，也到了不下50座墓，其中大的也有几个，没见他留过什么暗号啊。而且三爷 A、B、C、D 都认不全，这肯定不是三爷留下的。那就是阿宁或者小哥了。海底墓穴中的那个洋文符号，会不会是闷油瓶刻下的？所以他看到这个符号之后，才会说这个地方他来过。
这个可能。等他再出现的时候，我必须得问问他。不管怎么说，看样子路没错，留下这个记号的人肯定已经进到方洞里去了。地宫的入口应该就在这下面，咱们要不要也进去？进，还等什么呀？几路人马都在咱们前头了。胖爷我向来是打先锋的，碰上你们几个倒霉孩子，才给人垫的后，咱就别磨蹭了。等会儿人家都办完事出来了，咱们都没脸跟人抢了。小三爷，你别光问我们呢，你身体行不行啊？我没事。胖子说的对，咱们不能拖了。反正碰到粽子，我就是没受伤也得死。现在受伤了，也就死得快一点而已，不怕。你就不会说点吉利的？也不看看咱们现在要去什么地方？有你在，脑门上贴2个门神都没用。你先管好你那手吧。商量好之后，一行人各自准备了自己的装备。刚才他们是行军的打包方式，现在他们把风灯、燃料这些东西全都放进包里，然后把冷烟火、冷光棒、炸药拿了出来，系在武装带上。王胖子和潘子各自拉开枪栓，上满弹药，将猎刀、匕首放在方便取放的位置。由于枪太长，在方洞之中可能无法转身，于是王胖子把枪给了顺子，自己拿出登山镐。顺子也是个用枪的行家，他拿过枪熟悉了一下，大有怀念之感。几个人测试了一下手电的亮度，一切准备就绪。最后，王胖子拿出自己的摸金符，握在手里，朝天拜了拜。阿弥陀佛，祖师爷保佑。几位老板，我不懂你们这行，不过我要提醒一句，在长白山上钻洞要小心血毛子。如果看到苗头不对，先用棉花塞住自己的耳朵。这东西现在这个季节脑壳还没硬，只能钻耳朵，等到了夏天壳硬之后，能直接从你的皮里钻进去，就露出2根后须，一者后须就断，整只虫子就断在里面了。你得挖开伤口才能挖出来。还有，这东西也钻肛门，做的时候要千万小心。现在虫子也有这时候了。我不和你们开玩笑，中招了自己想办法，别来问我。3人听了顺子的话，顿觉得下半身发凉，但这并没有阻碍他们的脚步。王胖子一马当先，探身爬进了方洞之中，其他人紧跟其后，鱼贯而入，开始向着地下终极的未知世界前进。第301集，方洞坑道。方洞之中只能猫着腰前进，洞是平行挖掘的，因为高度太低，4个人走得很慢。吴邪边走边看四周的情况，他猜测起这条坑道的历史。这里的岩底非常结实，看敲凿的痕迹，应该是用了最原始的挖掘方法。修这么大规模的皇陵，怎么着也要20多年吧。很多皇帝在登基的时候就开始着手修陵，不过即便是20多年，挖出这条坑道也是非常勉强的。看样子，当年外逃的工匠队伍应该规模不小。越往里走，越能看到很多人为的痕迹，登山鞋的鞋印不止一处，好在没有看到血毛子的踪迹。吴邪发现坑道的顶上有一些奇怪的岔洞，这些洞都不大，只能容纳1个人，而且洞中有斜坡，笔直向上一段后就会向下大转弯。这样的洞大概每隔10米就有1个，他们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结构的洞，一时之间觉得非常奇怪。哎，你们说这些岔洞有什么用啊？从建筑核算学的角度来说，打这些洞的工程量
几乎和打整条坑道一样多。那这些洞肯定有不得不打的理由，不然实在说不过去啊。小三爷，你有没有发现，这条坑道有点眼熟？眼熟？为什么这么问？咱们在山东瓜子庙的时候过的那个石洞，进洞的隧道不也是这个德行？那老头子不就是躲在上面的洞里来害咱们几个的吗？山东的那时候我慌都慌死了，并没有留意那尸洞的头顶。你确定？我们也是听了那老头的话，才知道上面有洞。自己过的时候一片漆黑，并没有发觉。当时那个尸洞也是个水道洞吧？对，我知道了。这些岔洞其实是用来呼吸的。你们看，水灌入这条排道的时候，因为岔洞的弯曲结构，会在岔洞中留有空气。这样只要游一段，然后头探入岔洞中呼吸一口，再继续前进就可以了。妙啊！这么说，当年这一条排道还真是在水下。差不离吧？看样子，瓜子庙的那一条水道洞，说不定也是汪藏海的人挖的。哦，不对，三叔说那条道洞非常古老，可能是鲁殇王进山修陵的时候挖的。难道是汪藏海去了之后看到，借鉴了古人的技术？倒也有这种可能。继续往前吧。一行人走了很长时间，也不知道走了多少距离，排道逐渐变宽，终于看到了出口。他们爬了出去，面前竟然是另一条河渠，有10几米深，5、6米宽，已经干涸了。河渠两边各有一条供一人行走的河埂，上头还架着一座石桥。他们小心翼翼地走过去，来到河的另一岸。王胖子停下脚步，看了看周围。现在怎么走？这是引水渠，护城河的水从这里引出去，保持水是活水，不会发臭，而且可以防止水的倒灌。这条渠和外面的渠应该是相通的，我们跟着水走。看水流痕迹，应该是前边。4人继续往前。不久后，前方河埂边的石壁上出现了一个4方形的方洞。王胖子燃起冷烟火，丢了出去，照出了方洞外面地上黑色的石板，那是地宫的封门石。王胖子钻了出去，连续燃起了很多冷烟火，扔到四周，接着招呼其他人跟上。哎，来这边！其他人从坑道中爬了出来，来到一间用黑色岩石修建的墓室。墓室不高，人勉强能站直，但是很宽阔。墓室的四周整齐地摆放着很多瓦罐，每一只都有半人高，粗略估计有上千罐，看起来十分惊人。这些是什么罐子？可能是用来殉葬的酒罐。看样子万奴皇帝是个酒鬼。墙上有浮雕。哎，小同志，到了你最擅长的阶段了，你能看出来画的是啥吗？太模糊了，只能看出个大概，好像是皇帝设宴时的情形。这里的火山气体虽然没潘子说的那么致命，但是腐蚀性肯定比一般的空气强。这里的壁画能保存下来，已经是个奇迹了。哎，你们看，左右两面墙上各有一道石头闸。里边有风，应该是甬道，黑咕隆咚的，看不到头。小三爷，你的脸色不太好，休息一下吧。正好我们也收拾一下装备。还真是不来不知道啊！这长白山里竟然还埋着这样的地方，这次算长见识了。再走下去，还有你没见过的东西呢。我估计啊，当年大金国掠夺北宋得来的那些东西，和南宋岁岁进贡的宝贝，
要不就是落在成吉思汗的手里，要不肯定就在这个地方。哎呀，别想得太美。当年南宋进贡的大部分都是绫罗绸缎，这种东西不经放，又不好出手。我看呢，就算有，也烂得差不多了。咱们别老惦记地宫里的东西，还是得多考虑考虑眼前比较好。比如这些酒罐子。第302集，陈年老酒。这种缸子太糙了，你别折腾了。送给别人卖羊杂碎、腌菜，别人都不要。谁说我惦记这缸了？别以为你胖爷爷我只好名气啊！哟，还真有酒，就是闻起来有点怪。说香不香，说臭又不臭，闻多了还挺过瘾。我在不少典籍里看到过古墓藏酒的记录，亲眼看见还是第一次。这不多不少，还有半缸，这半缸就是酒的精华呀。我记得中国最古老的酒是1980年在河南商代后期古墓中出土的，现在就保存在故宫博物院，大概有3000年的历史。听说开罐之后，酒香立马就熏倒了好几个人，也不知道那帮人当时有没有喝过，不然也能有个借鉴。哎呀，咱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喝过，但胖爷我马上就要喝过了。胖子，你不要命了？过期食品，小心食物中毒。你不懂，这窖藏酒放几千年都不会坏的。听说吃了1000年陈酒下面的酒糟，还能长生不老呢。咱们老祖宗叨叨，有的还就是为了那酒去的，尝尝味道不会有事儿的，最多拉个肚子。胖子，你嘛呢？先别发火，你看看那酒糟里是什么东西。吴邪和王胖子转头一看，只见黑色犹如泥浆的酒槽里面有很多暗红色的絮状物，犹如劣质棉被的碎片。这种东西在进水的棺材里很常见。王胖子用匕首拨弄了一下，他脸色立刻大变。吴邪凑过去一看，顿时头皮一麻，一阵恶心，差点呕出来。那些红色的絮状物是一具还未完全泡烂的婴儿尸体，肉已经完全溶解于酒中，但是皮和骨都在，所以形成了棉絮状的一团。潘子见两人目瞪口呆，便自顾自地蹲在地上拨弄起那团絮状物。这种酒叫做猴头烧，这不是人，而是魏足月的猴子，是广西那边的酒，可能是女真的大金国还鼎盛的时候南宋进贡的窖藏酒。胖爷，请吧。能不能长生不老我不知道，不过听说壮阳的功效不错，您就别客气了。他娘的太恶心了！你小子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啊？你喝过这酒啊？我在山西的南宫见过这种瓦罐，当时大奎和我们另一个伙计取出了一罐，我始终觉得哪里不对劲儿，就没碰。但是他们不在乎，结果喝到底才发现下面的东西。后来啊，大奎在医院躺了2个月。我对你啊实在算不错了，要是有心害你，就等你舔上一口再踢翻罐子，有你好看的。王胖子脸上直抽动，想发作又没有借口。此时冷烟火陆续熄灭，黑暗再次袭来。他们休息了片刻，重新开路。王胖子要回他的宝贝步枪，拉枪上膛，给自己壮胆。走到2条墓道的中间，他犹豫起来。往哪边走啊？我觉得左边比较稳妥一点。为什么？左边也有一个阳文符号，我刚才偶然看到的。我想，这是有人在为你们引路。还真有，虽然能看出来和方洞口那个一样，但刻得太潦草了，我都怀疑这到底是不是英文。
这不是你们那三爷留下的？三爷没这么花哨，他要留记号，一般就是敲出个坎儿就行了。这肯定不是三爷留下的。我觉得还是小心一点为好，记号不一定全是用来引路的。没错，如果这记号不是引路的，那可能就是一种危险的警告。不过我们在海底墓穴里看到那符号之后，并没有发生什么危险的事情，而且甬道就2条，不是走这一条就是那一条，2条都没把握，随便选哪条都一样，犹豫似乎没什么意义。那就别犹豫了，跟着记号走呗。胖爷大头，嚯，还挺宽敞，这是施工的时候走骡车的道吧？确实有可能。地上还隐约能看到当年的车辙痕迹。这里面似乎和外面通着，实在太冷了。无论什么古墓都很讲究密封性，这风从哪里吹来的？这是自来风，咱们老祖宗说这叫鬼喘气，在大墓里经常有这种事情，不过没什么危险。有解释吗？怎么产生的？传下来大多只有个说法，没人去研究过，而且这事情最好也别去研究。也是，在那个时代，盗墓都是为了温饱，只要知道危不危险就行了。各种奇怪的现象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哪还有心思琢磨？甬道刚开始的一段比较平整，到后来就有很多坍塌的痕迹，一些黑色石板翘了起来，使得地面高低起伏不平，这是地壳运动造成的自然破坏。甬道的2边每隔一段距离都有一种加固的拱梁，上面雕刻着单龙盘柱，大部分已经开裂。如果没有这些加固措施，整条甬道可能早就坍塌了。一路无话，几个人安静地走了7、80米，走在最前面的王胖子突然停了下来。前面有门儿。第303集，一个新的记号。甬道的尽头出现了一道黑色的石头木门，门上的飞檐和瓦当上雕刻着云龙、草龙和双狮戏球的图案。左门上雕刻着一只羊，右门上雕刻着一只不知名的东西。4人走近一看，石门紧闭，门缝和门栓的地方都被铜浆封死了，但是左边门的羊肚子处被炸开了一个脸盆大的破洞，冷风就是从这里吹出来的。吴邪使劲推了推门，发现一丝不对。这不是门，而是风石，是用大块的黑石头垒砌，然后用铜水封死成整体，做成了门的样子。胖子，你说的没错，这条甬道是骡道，修得这么宽，应该是为了让骡子驮这些石头。有风石，说明这条墓道还挺重要，应该能通到地宫的中心。看来那标记真是给咱们引路了，而且洞都开好了。他们已经进去了。怎么样？里面有什么东西？里面还是墓道，而且还有一道风石。看样子这万奴皇帝从小就缺乏安全感啊！扯淡！你家的门还3保险呢，风石最少也有3块，3000世界，你懂吗？我钻进去看看啊！哎，怎么这么冷啊？走，咱们也进去。后面的墓道温度比较低，吴邪一过去，立刻有种全身发紧的感觉。正前方又有一道风石，不过比较简陋，没有飞檐。风石上同样被炸了一个洞，比刚才那个更大。4人没有停留，继续爬了过去。后面还是一样的情况，墓道继续延伸，然后是风石，上面依然有洞。王胖子爬了一会儿，
已经没了耐心。还没完没了了，这很正常。一般的风石都7、8吨重，长一点的墓道会有6、7重风石。这些算是好的，厚度可能只有一半。咱们的老祖宗如果没炸药，拿这种风石塞到的古墓，是一点办法都没有。说话间，他们穿过了最后一道风石，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前。左右两边的墓道更宽更高，抬头一看，一片丹红，墙壁上是大量鲜艳的壁画长卷，几乎连成一体，一直覆盖到手电照不到的地方，连墓道的顶上也全是彩色的壁画。这里的壁画风格和温泉缝隙中的一样，全是腾云的仙车和侍女。吴邪虽然看不懂其中的象征意义，但还是被这磅礴的气势所感染了。这条肯定是主墓道了，整座地下玄宫的中轴线，不然不会修饰得这么华丽。先别感慨了，咱们是贼，还是老问题啊，往哪儿走啊？快找找，附近还有没有引路标记没有啊？看看有没有那个英文符号，不然就只有丢硬币来猜了。你们过来，看墙角这里。哟，还真是，这省事儿了啊！碰到倒斗界的好心人了，咱们一路顺着走就行。不对，这个符号和我们之前看到的那2个不太一样。哎，有啥不一样？我看差不多。我瞅着也一样啊。你们对英文字母也太没概念了，这2个是不同的单词啊？咋还变着花样留记号呢？不对啊，如果单纯只是为了引路，按照人的一般心理，进入墓道之后，注意力应该完全放在四周的环境上，雕刻符号的时候不可能有意识的去变换花样。而且这个符号雕刻得非常匆忙，说明这个留记号的人并不是在从容的状态下做这件事的，这也更排除了他心血来潮的可能性。那么就只剩一个理由了，这些符号是有不同意义的，他在引路的同时也在告诉我们什么信息。那到底是什么信息啊？我也不知道，这洋文不是英文，却是由英文字母组成的单词，实在看不出是什么语言。难道是德语、法语之类的？他们不也用 ABC 吗？肯定不是，字母的排列太没章法了。那怎么办？我们还走不走？我们在河底和甬道口看到的那2个符号，进去之后都没有遇到危险。假设之前符号的意思是可以安全进入，那现在这个意思肯定就不同。会不会是一种警告，表示墓道的这个方向有什么可怕的危险？进入地宫，特别是主墓道之后，凡事都必须特别小心，因为只要古墓之中有机关陷阱，那肯定就在这一段了。有道理。哎，要不咱们先别轻举妄动了，再琢磨琢磨。小三爷，咱们这里也就你有点洋墨水，连你也不认识，那就真没办法了。你要不把这几个英文翻译成中文，咱们不知道整句话的意思，猜也能猜一猜呀。你以为英文和中国字一样是一个字母一个意思啊？要说猜的话，不如猜这个符号是谁留下的，以及他留下来的目的，这样猜到意义的可能性还大一点。谁留下咱们不知道，但留下的目的咱们还用猜吗？这肯定是给我们引路的呀。我之前也这么想，但是现在就不敢这么说了。如果真是为我们留的，至少该写我们看得懂的符号。现在看来，我们可能只是捡了个便宜。这符号或许是留给别人看的。别人？是谁？第304集，宝藏。阿宁他们人多，也许分批行动，这符号可能是他们几个小队之间的暗号，也有可能是其他原因。哎呀，现在猜这个也没用。最让我在意的还是这个符号里包含的信息。
这种符号应该是类似于国际探险地图的图例。有的原始丛林小道在地图上的标示都有危险等级之分。一个符号除了告诉你这里可以走之外，还可以告诉你在这条道路上会碰到什么东西。比如河道中有河马，就会有河马意义的暗号。到了这里，这个符号变了，会不会是表示这条墓道中有粽子？要真是的话，回头或许可以在我的金杯小面包车上也贴一个。也不对，我觉得这个符号表示的信息不可能有什么危险方面的提示。你想，墓道之中有没有危险，要走过才知道。没理由他们走过之后再返回来刻个符号。也就是说，这个符号是那人即将进入这个墓道的时候刻的，表示自己走了这个方向。至于里面是什么，当时他刻的时候肯定是不知道的。这其实有个讲究，叫做追踪语言。什么叫追踪语言啊？我当兵的时候学文化课，因为是在丛林里服役，所以学过很多关于救险的东西。追踪语言就是一旦在丛林里遇险迷路，你在自己找出路的同时，必须标示你的行走路线。这种标示的方法是有特别规律的。后来的救援队看到你刻的符号，就知道你在这一带做了什么事情。比如说，食物充足的情况是一种符号，食物吃完了是另一种符号，队伍中有人遇难了又是一种符号。救援队跟着你的符号走，就可以一路知道你的情况。如果事情极度恶化，他们就可以用这种符号作为依据，升级营救策略。听说这是老美打越南人的时候发明的东西。那你学过，你能看懂吗？我是说也许。这个暗号和我当时学的完全不同，我也认不出来。但是我相信，这应该是追踪语言的一种，我们没有必要去破译它。这个符号的变化，也许只是说他在这里扭了脚。情况不妙啊！如果真是追踪语言，那说明留下这符号的人并不是志在必得，而是为自己的第二梯队做准备。也就是说，他们没有信心能活着出来。对，所以说了这么多，也没有实际作用。我看，既然这符号不是给咱们留的，咱们就当没看见。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找到三爷，符号绝对不是三爷刻的。也就是说，三爷不一定是走了这一条道。跟着走，就算走得再顺也没用。我们走我们自己的。以前倒过不少斗了，也不是没碰到过这种情况。我就不信了，咱们连探个墓道都摆不平。嘿，老潘，这句话像人话了啊！那这样，不如咱们兵分两路，潘子和小吴走一边，我和顺子走另一边。咱们看看谁的彩头亮，反正都是直路。如果走到底发现不对，折回来不就行了？另一队走对的，就在果店外等其他人，在这儿犹豫也不是办法。走。话是这么说没错，只怕这主墓道不是这么好走。你看地下的4尺石板，这种墓道很可能装着流矢和翻满的机关，别是两队走到最后都死在墓道里，咱们一分开就永别了。哎，照你这么说，你就不该来。你吃饱了下这儿来干什么？既然下地宫了，这点破事就不该怕。这是我想来的吗？老子一直想当一个腰缠万贯的小市民，也不知道今年走的什么运，犯的竟是粽子。现在我倒是已经不怕粽子了，但是连念叨一下都不行吗？胖子，小三爷说的对，还有一个问题，阿宁马队里的人肯定就在附近了。咱们不防着粽子，也要防范人。2把枪的火力总比1把强，而且，万一一队人出去就消失了，没回来，那另一队人怎么办？咱们还是在一起好，有个照应。顺子，你说了。不管怎么样，我必须把吴老板送到，我肯定得跟着他。好，好，好，投降！你们2个这是搞个人崇拜，孤立我，算我倒霉。那你们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大不了一起死。我们就先走这个刻了符号的方向，如果不对再回头，事事小心就对了。反正事已至此，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再好也没用。
现在走哪边，怎么走，全靠运气了。潘子从背包里拿出折叠探路棍，敲着地面打头。4人向刻了符号的那个方向走去。几个人一路走得极其小心，只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一段墓道非常短，不到200米便陡然开阔，尽头处出现了一道巨大的玉门，门的下半截已经被炸飞了，露出了一个很大的空洞。吴邪一眼就认出这个门，不禁暗喜，看来我们走对路了。这是明殿的大门，因为墓道口的木门不会用这么好的石料，而且已经有人进去过了。万奴王的棺椁就在里面，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会不会有机关啊？墓室的玉门十有八九会有机关，两边的石墙很可能是空的，里面灌着毒石粉，而且这种机关往往没有破解办法。因为墓室一关就没打算再打开，就算你是设计正门的工匠，关上之后也进不去了。不过这门已经被炸成这样了，估计有机关也被破坏了，这一点倒不用担心。第305集，金山藏尸。4人俯下身子，从洞口鱼贯而入，进入到了门后的墓室之中。谨慎起见，王胖子立刻燃起冷烟火，加大照明力度。冷烟火亮起的一瞬间，一幅令人窒息的画面出现在了他们面前。所有人都没想到自己会看到这番景象，几乎都僵立在了原地，无法动弹。这个墓室比刚才的藏九室高度和宽度都大了将近10倍。4根满是浮雕的巨型廊柱立在墓室的4个角落，墓室的地面上到处堆着东西，那是小山一样的金银器皿、宝石琉璃、珍珠美玉，手电照上去流光溢彩，让人无法正视。我的爷爷啊！这是……我说什么来着？女真的国库，南宋的岁贡，我没说错吧？没想到，这小小的边陲弱国，皇陵里竟然会有这么多宝贝。难道真和你说的一样，大清灭国之后的宝贝，全都囤到这里来了？我这里的东西随便拿几样出去，就够吃一辈子了。哎呀，宝贝儿们！你胖爷来啦！胖子，别得意忘形。很多墓葬的金器上都喷着剧毒，滚到里面被毒死就太傻了。这些东西最好还是不要碰。那你倒是也拦下潘子呀！潘子！我的天哪，这么多金子！看来没毒。没毒，还好没毒。那走起，走起啊！哇！也不知道是谁说的，人类对黄金的喜爱已经写入了基因中，变成了与生俱来不可抗拒的本能。这简直是真理。我觉得我肯定算不上视财如命的人，但是看到黄金的那种激动，是由心里发出来的。就算想骗自己也骗不了。我喜欢这些东西。我这些东西都是真正的极品，只要有一件放到博物馆里就是镇馆之宝。现在这里却有这么多。那是，这随便拿随便采都不觉得可惜。哎，那边那些更好！哎呦，他娘的，这就跳花眼了都！哎呦，我们怎么装都带不走这宝藏的10万分之一。装了这些，马上又会发现更好、更珍贵的东西在它下面。装了那更珍贵的，又会发现从来没见过的珍品，根本无从下手。就是说呀，这胖爷我还是第一次这么为难。哎呦，我这宝贝哟！哎。
顺子呢？顺子，你站这儿干嘛呢？你看到这些黄金，不兴奋吗？下面好像有东西。吴邪用手电沿着顺子的手照去，发现在几堆金器的中间，无数财宝围绕的地方，里面竟然蜷缩着几个人，一动不动。王胖子和潘子看到吴邪和顺子呆立在那里，以为他们又发现了什么宝贝，这儿还有呢，飞奔过来一看，不由得也吃了一惊。他们走下金器堆中的那个凹陷处，反手握住手电，仔细照了照，确认那些都是死人，而且死了有一段时间了。尸体的皮肤冰冻脱水成橘皮状。奇怪的是，这几个人穿的竟然都是腐烂的呢子大衣，身边还有几个烂得不成样子的老式行军包。怎么回事？这些什么人呢？咱们同行啊？不是，这种衣服款式应该是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比较流行。现在东北农村40、50岁的人也会穿。我们在银山村就见过不少这样打扮的半大老头。看腐烂的程度，这些人死在这里，应该5到20年了。会不会是长白山的采药人或者猎户，误进到这里，走不出去死了？不太可能。你看这具女尸，手上戴着梅花表，老款式，当时就算市长级别的人也不一定能搞到。这女的来头不小，不像是农村人。那会不会是以前80年代的迷路游客？我们一路跟过来的符号是他们刻的？不可能是他们刻的，这符号我在海底墓穴中看到过，肯定是相关的人刻的，不是阿宁他们，就是小哥。他们倒是有可能是迷路游客，但是真的可以迷路到这种地方来？地宫墓道，没有相当的胆量，普通人是不敢下来的。说的也是。不过，如果这女人有点来头，比如说是什么领导人的子女，或者和地方官僚有点关系，失踪了，说不定会在当地影响很大。顺子，5到20年前，你们这里有没有出过什么比较轰动的失踪事故？顺子，顺子，你蹲在上面发什么呆呢？难道顺子也像胖子一样，被师太的舌头勒了？他的脖子上也没东西啊。哎，怎么了，顺子？怕死人啊？刚才怎么没见你怕呀？哎，这状态不对，怎么了？中邪了？第306集，10年前的探险队。顺子没有理会王胖子，他脚步沉重的一步一步挪动，来到其中一具尸体前，蹲了下来。吴邪发现他紧张的几乎要摔倒，突然就意识到了是怎么一回事。如果我猜的没错，这几具尸体可能就是顺子和我提起的他父亲10年前带入长白山的队伍。顺子现在看着的那具尸体，应该就是他的父亲，所以他才会这么紧张。想不到他跟着我们，真的找到了父亲的遗体。可是，这是巧合还是什么？10年前的队伍是误入了这里，还是有其他我们不知道的隐情？顺子有些激动，但并没有哭。过了一会儿，他渐渐地放松下来，恭敬地给他的父亲整理了头发。尸体已经严重脱水，头发一碰就往下掉。王胖子和潘子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看得莫名其妙，直冒冷汗。于是
吴邪就把守夜那晚顺子和他讲的话告诉了他们。这小子心里肯定不好受，也许这10年内，他还有着父亲还活着的侥幸心理。现在希望破灭，人可以说轻松了，也可以说绝望了。我家老头子去的也早，顺子，你这心情我能理解。不过人嘛，总要往好的方向想。10年后父子还能重逢，老天也算照顾你了。看开点啊！好了好了，你们都还有老爹，我连老爹的面都没见过。三爷一直像我爹一样，现在也是生死未明。你们有病啊！顺子都没哭，你们两个凑什么热闹？快看看他们为什么会死在这里。他们既然能走到这儿，没道理出不去，肯定是发生了什么意外。我们现在也是一样的处境，我可不想步他们的后尘。不对，太蹊跷了。顺子的父亲就算了，他只是一个领路人，其他几个人，按顺子说的，也是在不适宜进山的时候非要进山不可，那就应该不是普通游客。他们是不是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进这里是巧合吗？我一定要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4人去翻找尸体旁边零落的背包，背包里什么东西都有，比如腐烂掉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3本老式的工作笔记，一些户外装备，老版瑞士军刀，韩中词典，口红，卫生袋，医药盒子和军用指南针等。吴邪翻开笔记本看了看，里面都是一些账单和电话号码，此外没有任何能证明他们身份的东西。最主要的是，没有一个人带了身份证。吴邪把这些东西全都摆成一列，越看越觉得奇怪。他们的设备挺齐全的，虽然没有我们的先进，但是要出去应该不成问题。再险恶的环境，这些装备也可以应付了。无论怎么样，在有能力离开的前提下，这些人要死，也应该死在出去的路上，而不是应该坐在这里，似乎是等死一样。总不能是因为舍不得这些宝贝吧？难道另有蹊跷？我总觉得这个墓室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看着我们。别自己吓自己。同志们，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些东西里面少了什么呀？少了什么？食物。没有食物，这所有人包里都没食物。还真是，这里全都是装备，没有任何可以用来充饥的东西。那说明这些人不是因为意外死的。如果因为意外死亡，可能不会这么巧，所有人都没食物。那他们难道是吃光了食物在这儿饿死的？但这又说不通了。只要有水，体型正常的人可以坚持1个月的时间。他们有心出去，就不会在这里饿死。这些人如果饿死在这里，那只有一个解释：他们出不去。糟了！哎呀，还好，门还在。不过，不会突然消失吧？小吴同志，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如果真遇上海底墓穴那种情况，咱们这一次有炸药在身上，不用怕啊。顺子，你知不知道你父亲带的探险队是几个人？好像只有7个人。我母亲说的。但这只是她看到的，实际有几个人她也不知道。反正我父亲临走时是和7个人一起出发的。那这里有1、2、3、4、5、6具尸体，至少有2个人不见了。这些人死在这里，会不会是那2个人见财起意，把人杀了，
然后跑了？不可能，这里完全没有打斗的迹象。看他们临死时的动作和表情是蜷缩在一起的，不像是中毒，也不像是受外力死亡的。最诡异的是，他们表情几乎完全相同，全都透露着一种深切的绝望，就像陷入了一个毫无希望的境地之中。当年这里发生的事情肯定很不简单。别琢磨了，还是想想怎么把这些东西带出去吧。这几个人死在金器堆里，我实在放心不下。我们先不要动了，别忘了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我还真晕了，忘了来这儿干什么了。哎，那符号引咱们到这儿来，门也给炸开了，但是里面只有一个藏宝室，没有棺椁。我看那个符号的含义也清楚了，就是有名气的意思。符号肯定是阿宁他们留下的，以便他们第二梯队过来运宝贝。门也可能是这几具尸体炸的，不过这里只是一个放陪葬品的墓室，那棺椁肯定不在这里。我们要向相反的方向走。我一直以为这条墓道是主墓道，一边是墓门，一边是地宫中心，现在看来却不是。这地宫到底有多大呀？别是迷宫一样。第307集，变幻的墓道。那这些东西怎么办啊？你随便拿一样走，就足够你过半辈子无忧无虑的生活了，也不用太贪心，而且以后也不是不能回来。也是。行了啊，走吧，各位。我要把我父亲的尸体带出去。他们最后看了一眼金光璀璨的金山玛瑙堆，狠了狠心，陆续走出墓门下的栅口。刚出墓门，众人就发觉不对，打起手电四处一照，不由得都呆住了。外面墓道上的壁画竟然和刚才不同了，不知道何时，红色的壁画全部变成了一个个黑色的、脑袋奇大的人影。怎么回事？走错门了？不是，这墓道移位了。我们在墓室里面的时候，老的墓道移到了其他地方，一条新的墓道移动到了这里。这样都能做到？能？何止这些，在汪藏海设计的墓穴中，发生什么事情都不奇怪。我知道顺子的父亲和另外几具尸体为什么会活活困死在黄金之中了，和我们上次在海底墓穴碰到的一样，这都是汪藏海的计策。怎么回事？汪藏海利用升降电梯的原理，让墓室和墓道在不知不觉间发生了诡异的变化，想把入侵者逼疯。我们在海底墓穴中就几乎给骗得丧失了理智。其实知道了墓道突然变化的原理，就一点也不可怕了。原来是这样，那也不过如此。只不过墓道一变化，我们来时的十字路口肯定就不存在了，要回去也不可能了。那怎么办？虽然不知道这条新的墓道尽头是什么，但是如果我们留在这里不走，那下场肯定就和那几具尸体一样了。最多就是墓道尽头什么也没有，是死路，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果是这样，理论上这个地下玄宫的结构会无限复杂。我们会不会像深陷魔方中一样，走进去就怎么也走不出来了？放心吧，应该不会。汪藏海的伎俩，说实话也只是给盗墓贼施加心理压力，真的要做到困人到死也不容易。我估计最后那些人都是被折磨的精神崩溃才死的。总之，这条新出现的墓道，我们必须要走一走，然后想想办法。实在出不去，就按胖子说的，先确定一个方位，然后一步一步炸出去。反正我没有炸药。吴邪带头走入墓道，王胖子他们紧随其后。走着走着，吴邪突然觉得有些不对，四周的壁画过于瘆人，
重重叠叠的大头影子就像集聚在四周一样，让人极度不适。可怕的想象也随之涌入脑海。这密道的尽头，不会就有一个这样的东西吧？要是他的影子照到墙上，我们肯定发现不了。不过走也走进来了，再退回去就太丢脸了，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走了。你们注意到没？刚才我们一路走来，所有的风石都是用定向爆破炸出洞口的，这是最新的技术。看来10年前那支探险队走的不是这条路线，这里肯定有不止一条路出去。肯定的，你看阿宁他们走得那么快就知道了。我们还是输在情报太少上，也不知道阿宁他们现在到哪里去了。他们应该也到过刚才那个藏宝室，是不是出来也碰到了墓道移动？还有，三叔是不是也是这样？一行人边说边走，走了大概20分钟，照向前面的手电出现了反光，墓道的尽头到了。他们不由得都紧张起来，不再说话，放慢了速度，一点一点地走过去。很快，墓道的尽头出现了一道玉门。吴邪看见，立刻呆住了。不过很快，他就缓过神来。这道玉门和刚才那道一模一样，吓我一跳。不过，古墓中的门大部分都是一个工匠负责的，就算一样也不奇怪。门下方也有一个破洞，看样子还是有人来过了。那就好，不管是谁来过，对我们来说都是好事，至少证明没有机关陷阱。4人再一次通过破洞鱼贯而入。因为没剩多少冷烟火了，这一次王胖子没舍得点，而是打起了几只火折子。他们四处一看，不由得一愣，墓门后面是和刚才的藏宝室一模一样的房间，墓室内的金银宝器堆成小山一样，4个角落里也有4根巨大的柱子，格局也完全一样。吴邪看着满屋子金光闪闪的宝藏，不由得感慨起来。这地宫中这样的房间还不止一间，那堆积的财宝到底有多少？难怪东夏王朝这么羸弱，却仍旧可以修建这么雄伟的陵墓地宫。原来是因为囤积了不少宝贝。哎呀，不过也是，独裁政权都这么干。成吉思汗的宝藏在蒙古的草原之下，希特勒的纳粹黄金听说是埋在了西藏，看来女真大金耶律兄弟的就在这里了。怎么了？吓我一跳！这，怎么了？顺子，你有几个父亲？不，你父亲的队伍到底有几个人？第308集，永无止境的死循环。这里的宝藏之中，竟然也蜷缩着几具尸体。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的是，那堆尸体附近的金器堆里也被人整齐地摆放着一串东西。吴邪用手电一照，正是他们刚才在另一间藏宝室里整理出来的，顺序类别都一模一样。怎么回事？有人模仿咱们的行为？不是，是我们又走了回来。这里就是我们刚才出发的地方。没错，就是我们发现顺子父亲的那间墓室，地上到处都是我们的脚印。奇怪，我们是怎么走回来的？墓道是笔直的，我们走的时候没有转一个弯。4个人，一具尸体，按道理绝对不会走了20分钟却回到原点，这太匪夷所思了，简直是鬼打墙嘛！难道咱们走的时候不知不觉走了回头路了？这么邪门啊？不会吧？要是走了回头路，咱们4个人不可能都不知道。
我们一直就是笔直的走，这墓道又不长，也没有岔路，没理由走错。那就是鬼打墙了。顺子，是不是你老爹和咱们开玩笑呢？你可得教育教育他，咱们在办正事儿呢。你少胡说！哎，你们不要吵。要看看是不是真的走了回头路，只有一个办法，我们再走一遍看看。我说小吴同志，你想到什么了？这表情有点吓人啊！你们还记得那几具干尸的表情吗？那种绝望的表情，也许他们就是在这里被这种方式困死的。没有了食物，而且怎么走都会回到原来的房间，这也太匪夷所思了。我的直觉告诉我，困死他们的事情现在已经同样发生在了我们的身上。吴邪想要证明自己恐怖的预感是否真实，于是他迫不及待地走进墓道里，其他人急忙跟上。因为走过一次，确定没有机关陷阱，这一次他们走得非常快。吴邪几乎是一溜小跑冲在了最前面，眼睛死死地盯着两边，确定没有任何岔路，也没有拐弯。这一次不到10分钟，他们就跑完了全程。就在即将看到墓道尽头的时候，吴邪不停地祈祷，希望自己的预感不要成真。但是最终他还是看到了那一扇一模一样的浴室大门。5具尸体，我们排列开的东西全在，我们又回来了。在100%全神贯注，确定没有岔路和回头的前提下，我们一路直走，竟然还是走回了起点。这是鬼打墙，这绝对是鬼打墙！咱们怎么走都是一个循环，这墓道两头都是这墓室，咱们这一次要去见顺子他爹了。顺子，你倒是和你爹说说，别玩咱们呀，不然啊，咱们就把他扔这儿，咱自己走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定会有线索的，这不可能啊！冷静，冷静，千万不要乱。小三爷，你自己不是说汪藏海的东西，充其量只是制造心理压力的小伎俩吗？我们千万不要明知道这一点还中招。现在一定要冷静，肯定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说的对，你说的对，这肯定是机关。我们在海底墓穴中已经证实了，没有什么鬼打墙的事情。汪藏海善于使用巧妙的机关来营造诡异的气氛，如果不知道底细，很容易就被他牵着鼻子走。难道这次也是墓室或者墓道的移动？这不可能，我们走的并不慢。墓室如果能移动，它需要多快的速度？墓道就更不可能。我们走在上面，只要有一点震动，绝对可以知道。但是如果不是墓道和墓室移动，那这就无法解释了。不过，肯定有我们没发现的什么机关。不管是鬼打墙还是机关，都得解决。现在怎么办？要不要再走一次？再走。这一次咱们走慢一点，好好感觉一下脚下或者四周的动静。我就不信没破绽。于是，他们又走进了墓道之内。这一次走了40分钟，还没有走到底，他们就知道失败了，因为墓门一模一样，一路上什么也没有感觉到。后来，他们又陆续试了几次，全都以失败告终。几个人的脸色也越来越差，吴邪已经逐渐感受到了那些尸体的绝望。这样折腾下去不是办法，先别走了。既然走了这么多次，基本上什么都排除了，那这个机关肯定是用我们根本想不到的办法设置的。还是继续走吧，也许某时某刻，以前那条墓道就会回来。
那时候咱们就可以脱身了。你死了这条心吧，那条墓道绝对不可能回来了。那几具干尸走入墓道的次数，绝对比我们多得多，但他们还是被困死了。所以，走墓道是没有用的，再走10000次也没有用。我们不可能这么走运。照你这么说，咱们不是死定了？这几个人在这儿肯定是什么都尝试了，咱们再做一遍也没用啊。你少想这些，现在就这样想，那你干脆自己撞死得了。等到我们把能做的都做了，再来想绝望的事情。趁着现在还有力气，不如再想想办法。第309集，枚举法。要不要现在把食物限量一下？我们要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活的时间越长，出去的机会就越大。小三爷，不瞒你说，我们其实还不如他们呢。我们的食物不多了，最多只能吃2顿，这还吃不饱。我看不用限量了，该怎么吃就怎么吃，保持精力充沛。我估摸着，如果2天之内我们还走不出去，就什么办法都没了，那就该用炸药了。如果炸药也没用，就等着别人来给我们收尸吧。2天，这几具干尸在这里待了多长时间？我们能在2天内出去吗？崔世元同志，咱们能不能提早开饭呢？先把分散注意力的事情给解决了，才有力气想别的事儿啊！我也饿了，我也是。那行吧，我出点面。我们的食物啊，就只剩下挂面了。刚吃下去的时候还可以，但是时间撑不了多久。哎，怎么一块肉都没有了？那边有速冻排骨，你要是吃得下去，顺子不介意，我们就不介意。吃完面之后，大家的精神终于好了许多，几个人又开始继续琢磨。下地宫的过程已经够惊险万分了，没想到下到地宫里面也不得安宁。这个地宫，汪藏海肯定有一个设计主旨，到底是什么呢？你问我们，咱们几个里面，也就你这个学建筑的能分析分析了。地宫都是回字形的，灵殿在最中间，是制式最严格的地方，汪藏海肯定不敢动手脚。回字地宫周边是殉葬坑、陪葬坑、排水系统和错综复杂的甬道、墓道。这么说，我们现在还在地宫中心的外沿，可是我们在那条水下排道中已经昏了头，鬼知道我们最后出来的洞口是朝什么方位的。我想到了。你想到什么了？我想到了，咱们应该用什么办法去思考办法。啊？什么？你不是在想怎么出去，反而在想该怎么想办法的办法？好，那你说说看。咱们这么零散的想办法是很浪费时间的，不如这样，咱们把所有的可能性全写出来，然后归纳成几条，之后直接一个一个验证，不就行了？什么意思？你示范一下给我们看看。现在有几种假设，你们都提一下，不要具体的，要大概方向就行了。有机关？一机关。可能有东西在影响我们的感觉。我在电视里看到过，比如说心理暗示或者催眠，让我们自己不知不觉地走回来。别说那么详细。2错觉。小吴，该你了。理论上也有可能是空间折叠。你这个不可能啊，太玄乎了。不管，有1/1000的可能性，咱们就得承认。3空间折叠啊，我认为啊是有鬼。4有鬼。
你这样写出来有什么意义？你们念书多不懂，老子念书少，凡事都必须用笔写下来。但是这样有个好处，几件事可以一起做，你事先一理就知道，能节省下不少时间呢。咱们不是只有2天了吗？还是得省点。哎，对了，还有5吗？谁还有5啊？光是这4点，就集齐了量子力学、玄学、心理学、工程学4大学科。第5点一时半会儿还真想不出来了。那行，咱们先来验证第1点和第2点，这2点正好可以一块儿处理。看你胸有成竹的，你是不是有什么打算了？这条墓道有1-2千米，5-6式满杀伤射程是400米，但是子弹能打到3000米外。我在这儿放一枪，看看会有什么结果。还真有你的啊！墓道影响了我们的感觉，但是影响不了子弹。如果这里的情况可以用常理解释，那么子弹一定会消失在墓道的尽头，不会回来。这个试验完美的地方就是子弹的速度，在这么短的墓道2-3秒之内，子弹就能完全走完，没有任何机关陷阱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挥作用。但是如果这里的情况真的超出了常理，进入玄学的范畴，那么子弹就会像吴邪他们一样，在墓道中进行180度转向。王胖子的办法既简单又漂亮，非常符合科学精神，让吴邪听了生出几分惭愧。我这个大学生都想不出来，实在惭愧。不过这一招也只有胖子这样的人才能想得出来，这是最简单的逻辑思维。要判断是不是有错觉的影响，就要找不会受错觉影响的东西，要找东西就要就近找，3段式一考虑，马上得出这办法。汪藏海可能遇到对手了，像他这么处心积虑的人，可能就怕胖子这种单纯的思考方法，任何诡计都会被简单化。王胖子说做就做，他拉上枪栓就想对着墓道开枪，吴邪赶忙上前一步制止。等等，怎么了？不要这样。如果这里真的邪门到那种地步，那你开枪出去几乎是一瞬间，自己就会中弹。我还真没考虑到这一点。行，我把枪歪歪，子弹是抛物线，如果射回来，应该落在枪口偏下的地方。第310集，来自海底的人们。木门剧烈一抖，炸起一连串灰尘。王胖子还僵直地保持着开枪的姿势，但是他的枪下边5-6厘米的地方的门上出现了一个弹孔，炸起的烟雾还没有散尽。第1点和第2点几乎在1秒内被排除掉，试验进入了量子力学和玄学的阶段。再次回到藏宝室中坐下，气氛变得和刚才完全不同了。他们进入了一种无法言喻的状态，因为事情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控制，甚至机关的假设也不存在了。任何科学的推理经过这么一个简单的试验，都得宣告完全失效，因为没有任何人类的力量能够使一颗子弹在几秒的瞬间转如此巨大的一个弯。沉默良久后，顺子悲切又恐惧地看向了自己父亲的尸体。这是真的归大家，完了，我们和他们一样出不去了。慌什么呀？还剩下2点的可能性。第3点，空间折叠，是吴邪随口胡说的。他之所以会想到这一点，是因为突然想起在过火山缝隙的时候，张起灵在他面前消失过几秒。当时他百思不得其解，
现在觉得也许真的和空间折叠有关系，因为刚才的试验实在太可怕了，一下子让这玄之又玄的空间折叠假设变成了最有可能的解释。此时吴邪已经有点慌了，不过王胖子依旧保持着镇定。哎呀，行吧，咱们都亲眼看到了啊，就不多说废话。咱们怎么来证明这第3点？不用证明。这里只有6具尸体，我们假设一共进来的是8个人，那肯定有2个人逃出去了。虽然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出去的，但如果是像小三爷说的第3点，那绝对是1个人也出不去。所以我们不用考虑，考虑第3点，就等于承认自己死定了。哎，你怎么能确定进来是8个人啊？说不定进来的时候就只有6个了呢。死胖子，你还不明白？他们进来几个人其实不重要。没错，他们到底进来几个人，对我们的处境是一点也不重要，但是对我们的士气非常重要。如果有2个人成功出去了，那我们的心境就会完全不同，我们就可以思考他们出去的方法，至少还有一点希望。吴邪径直走到尸体旁边，翻看起那些笔记，想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这些人死到临头的时候，还会不会写东西呢？不过，他们临死的时候，恐怕连灯都没有了，电池早就耗尽，也没有取暖的东西，所以才会在黑暗中蜷缩成一团挤在一起。如果是8个人进来，那最后2个人会是在什么时候出去的？肯定不会是在他们清醒的时候。如果是那样的话，其他人也应该能出去。难道是他们已经饿得神志不清，而且没有灯光，一片漆黑的时候，所以走了2个人，其他人也不知道？那走出去的关键，难道是黑暗，不用灯？这里是古墓，如果是在黑暗中走如此狭长的墓道，那真是要了人命了。小三爷，你在找什么呢？我来帮你。回来，老坐那儿空想也不是办法。我们先省点电，把手电关了吧，剩下取暖的炉子也可以照明。4人围坐在炉子面前，分别翻看起3本笔记和1本小说，他们逐字逐句地寻找线索。我这本笔记字体娟秀，应该是一个女人写的，里面都是人名和电话号码，后面有请客吃饭的名单，长白山旅馆的电话，有的地方画了一些简易的地图，还有一些地址以及备忘录。1994年的时候，这个女人好像生了一场病，住过院，这里写着要复诊，再往后就是白纸了。哎，我这儿有条线索。今天卖掉从海里带出来的最后一件东西，拿了3000块，1500还给老李，欠款还清。嗨，看来这家伙是打鱼的呀。潘子，你那本里有什么信息吗？我已经看完了，几乎什么都没有。顺子呢？此时，顺子正津津有味地看着小说，直接跳到了主人公离开前最激情的那一页。王胖子看得不爽，一把将小说抢了过来。让你找线索，你看黄书，你的心大大的坏了。成功。胖子，你能不能悠着点儿？这老树一碰就散架。哎，这里有张照片啊，我看看。这是……吴邪接过来一看，脑子里顿时嗡了一声，几乎背过气去。这照片竟然是吴三省他们去西沙之前在码头的合照。吴邪身上还有内伤，激动之下差点一口血喷出来，把其他几个人都吓了一大跳。小三爷，怎么了？你们看这张照片，上面有三叔和小哥，还真是啊！这里怎么会有三爷的照片？
这张照片不会出现在无关的人身上。难道10年前进入长白山，被困死在这里的神秘队伍，就是海底的那一帮人？什么海底的一帮人？小三爷，你知道些什么吗？第311集，倒斗和量子力学。20年前，三叔和一支考古队一起去了西沙海底墓，他们在那里遇到了很多离奇的事情。后来，三叔睡了一觉，醒来后其他人就都不见了。难道这几具干尸是文景和李四弟他们？难怪三叔怎么也找不到他们，原来早就死在了这里。看着服装，的确吻合，还有这照片。但是这些人为什么要来这里？他们是不是也在海底墓穴中发现了什么东西，被吸引到长白山来了？不对劲啊！如果真是那样，几乎海底墓穴中的所有人，现在都在云顶天宫中了。这帮人10年前就来了，而三叔小哥也在最近赶到。他们到底为什么非来这里不可？不会吧？等等，似乎去到海底墓穴的所有人，包括阿宁还有我们，也都到这儿来了。难道海底墓穴中有一个诅咒，只要到了那儿的人就必须爬长白山？看来海底墓穴只是一个跳板，关键是在这里。那些被淡忘的谜团再次复活，无数的问题涌向吴邪的大脑。他翻找了尸体上所能找到的一切，但是再无任何线索。吴邪心乱如麻，晕头转向的就往墓道里走去，连手电都没有拿。王胖子急忙一把拉住他：“哎，小吴，你冷静点，你急也没用啊！这些人还不是都给困死在这儿了？哎，你死了倒是可以问问他们灵魂，这到底怎么回事？”我一定要出去，我一定要找到三叔问个明白，不然我死也不会闭眼的。哎，可是咱现在不是没找到任何线索，你去了也是送死。哎呀，但至少可以证明他们之中有人成功出去了，搞不好这里根本就出不去，是一个密闭空间，你不闭眼也没用啊。小三爷，你的内伤还没好，今天先休息吧。反正一时半会儿也出不去，不如好好睡一觉，这样脑子更清醒。你也不要想太多了。我知道你心里的疑团很多，但是要弄清啊，也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怎么可能睡得着？还不如在这里继续想。想到实在坚持不住了才能睡着，不然只能越睡越累。其实早知道刚才就不按那个符号走了，听我的多好，一帮人被困住，另一帮人还能想办法。那符号现在想起来，倒可能是这几具尸体留下的了。你看，这事情都赶巧了，也许他们也像我们想的一样，分队走了。那俩人走的是墓道另一边。不会的，一帮人被困了，另一帮人回来找，还不是同样中招，到时候更郁闷。而且，说不定走没有符号那一边更凶险，不知道有什么等着我们呢。其实也不可能，因为既然已经被困住了，那另一帮人回来的时候，墓道已经变化，就无法找到这个墓室了。那几个符号，是不是另一边的幸存者留下的？这里有一队人失踪的符号，也有这种可能。哎，我突然想到一个很诡异的破绽，这墓道是一个悖论。什么？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走着出去，在黑暗中，无论什么原因导致了回到原点的结果，我们都必须有一个调转方向的过程。
尽管这个过程我们自己一点都不知道，对不对？对。再比如说，我拿着一支笔，在墙上一边画一边往前走，那这出口处的墙上肯定也会留下一道长长的痕迹，一直跟着我。等我在无意中调转方向的一刹那，你们才会发现什么？哎，你看前面那墓道墙壁上，已经有你画过的痕迹了。不止这样，最关键的是什么？就是我转身之后，左右就发生变化了。那我拿着笔的手，就会在墙壁的另一边开始画。对呀，这是逻辑推论。也就是说，如果按照逻辑来解释，墓道中间必然会有一个转折点，在转折点上，我们就像走入一面镜子一样，直线走到自己的相反方向。你们觉得对不对？只要符合逻辑，就肯定是你说的那样。好，那你们再想一下，如果我们这么走过去，真的碰到了我说的那个反射面，那这个反射面有多厚？多厚？是啊，肯定会有一个厚度。如果没有厚度，那么你身体前一半通过的时候，你身体的后一半就会互相重叠。没错，因为在那个位置上，你的前半部分已经反射回来，但你的后半部分又没有通过镜面，所以，如果我的说法是正确的，那我们在通过反射镜的同时，必死无疑，而且会变成一坨怪物，你的脸会撞到你的后脑勺。可是，咱们走这么多次了，都没死啊！这就是我要说的，这个镜子面肯定有一个远大于人的厚度，一个反射的过渡段。我们走入这一段之后，从这一头进去，在里面行走一段距离后，再从另一头出来，完成了空间的折叠。好像是这么回事儿。这推理简直天衣无缝。第312集，有鬼。问题是，我们不知道这段距离有多少。我举一个例子，比如我们走进了那一段镜子空间之中，但是胖子不走进去，而是待在镜子空间之外，而镜子空间只有2、3步，你前后两边都能看到，你猜会发生什么事情？会看到前后出现2个同样的胖子。好，这里出现了一个悖论，在你后面的胖子往你前面看的时候，能不能看到你前面的那个胖子呢？又或者你去牵其中一个胖子的手，会发生什么事情？别说了，这说明什么？我们不用继续试验也可以确定，这个所谓的镜子空间是不存在的，而且这个墓道反射怎么走也走不出去的逻辑基础也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个墓道的存在本就是不合逻辑的。汪藏海不是神，他不可能自己创造物理规则。这里的机关和汪藏海无关，这些人也不是因为这个而困死的。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是一个特例，是一种新的状况。我们被这些尸体误导了，而最可能造成我们这种状况的其实是我们身边有鬼。确定有鬼吗？这条墓道的逻辑基础是不成立的，那么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和逻辑无关。但是如果不是做梦的话，其他东西都无法逃脱逻辑的束缚。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或者听到的，很可能都是假象。能够让4个人同时产生假象的，我认为只有恶鬼的力量。只有恶鬼才可以不讲逻辑。那现在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我们根本看不到他，自然也没办法对付他，这太讨厌了。而且我们也不知道他是什么类别的鬼，如果是植物鬼就麻烦了，他自己没有思维，就算我们用计都没用，只有硬碰硬找到他才行。如果是冤鬼就好办了，他能够思考，我们可以将他逼出来。你是说这里的干尸？我感觉可能是有人的魂魄放不下凡尘俗世，还在这里游荡，看到有人来了就想捉弄一番，但是又不知道他到底是哪一具。
可他妈难办了。不过可以首先排除顺子的父亲。老爹10年不见儿子，自然不会拿儿子的命来开玩笑。那就是另外的误局。我想到了，快来，咱们干脆先折点金元宝烧给他们。哦，各位前辈，我是吴三省的侄子，我找我三叔有急事。你们哪位在施法，请笑纳纸钱之后就放过我们吧。我们真的赶时间，要不留下这个胖子陪你们玩，放我们其他人出去。吴邪，你卑鄙小人，老子咬死你啊！胖子，消停点。没什么变化，看来没用。你们放开胖子吧。你看，鬼大叔还是公平的，看不上你这几个臭钱。也许人家看不上你呢，真是的。不对，咱们是不是应该这么想？你看，我父亲在，就算有人对我们不利，我父亲也会帮忙的。如今没用，是不是作恶的不是这几个人的鬼魂？说不定你父亲已经走了，或者作恶的不止一个，他打不过。不过也可能不是这里的几个，这些人都是成年人了，而且和我三叔关系都不错，我想不会搞这种花样的恶作剧。可能是小鬼，尸体并不在这里。哎呀，你们谁有什么办法？偏方也行，有能看到鬼的吗？我听说，只要在眼睛上涂上牛的眼泪，就能看到鬼了。嗨，那寻找牛的任务就托付给你了啊。不，也许不需要牛的眼泪，也能看到，但是要牺牲一下胖子。你该不会是想杀了我，让我的灵魂去跟鬼谈判去吧？我可不干啊！要是你们把我杀了，我肯定和那鬼合谋，把你们整得更惨。倒是新的办法。不是，你想到哪里去了？我是要你的摸金服用一下。哎，你想干什么？这可是真货，弄坏了你赔得起吗你？摸金符是天下最辟邪的东西，要是真货，咱们怎么会落到这个下场？我刚才已经看过了，你那东西是假的。假的？你确定？当然，你那是用犀牛角做的。老子是专门做这一行的，能不知道？穿山甲的摸金符是越戴越黑，你自己看你的犀牛角，已经开始发绿了。我不会骗你的。我说怎么这么倒霉啊？那龟儿子又他妈晃点我，难怪每次都不灵。胖爷，我这次要是有命出去，不把他那铺子给拆了，我就不姓王。不过也不是完全没用，给我一下。哎，你打算怎么用？是不是用来按他们脑门上？自古有一个传说叫做西照通灵，你听说过没有？该不会是前几年放的香港片子吧？差不多，就是那个意思。只要烧了这个东西，借着燃烧它发出的光，你就能看到鬼了。当然，我也没试过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靠不靠谱啊？第313集，西照通灵。晋书中曾经有这样的记载：桥悬于武昌，置牛主鸡，水深不可测，是云其下多怪物。桥遂燃犀角而照之，须臾见水族复出，其形怪状。其夜梦人谓之曰：“与君幽冥道别，同义相照也。”大意是说，中国古人通过燃烧犀牛角，利用犀角发出的光芒，可以照得见神怪之类。古人的说法，总归能有点用吧。吴邪拿出无烟炉，将摸金符放在上面焚烧。一开始还烧不着，后来就有一股奇怪的味道散发出来，绿色的火苗中闪烁出奇异的光照，
他举高无烟炉，让他照亮尽量多的地方。四人连忙查看四周，寻找是不是出现了什么刚才没有的东西。然而，他们在墓室中走了一圈，却什么变化都没有。也许那鬼躲得远远的。不会。传说如果是鬼打墙，鬼是趴在人的背上的。大家都转过身看看。来，我看看你攀的。还是什么都没有。早就说传说不作数了，浪费我的摸金符。看来这一招也没用了。咱们碰到的是第5种情况，也就是无理可循的情况。现在应该怎么办好啊？哎，我……王胖子突然做了个噤声的手势，潘子也似乎发现了什么。吴邪顺着他们的眼神抬头一看，只见墓室的顶上隐约出现了一个黑色的小孩。潘子不动声色地伸手摸枪，王胖子则一点一点地把手里的锡照灯举得更高。随着摸金符越烧越亮，那黑色的小孩逐渐清晰起来。吴邪仔细一看，突然发现了端倪。这不是我们在藏尸阁中看到的那个大头尸胎吗？怎么跟到这里来了？难道他一直跟着我们？原来是这东西在捣鬼！王胖子把枪端了起来，无处发泄的怒气顿时爆发了，一连扫射了几次，直到那东西打得黑枝四溅，摔落在地。4个人马上后退了好几步。那大头尸胎惨叫了一声，猛地撞翻了无烟炉，闪电一般的向着黑暗中逃去。不能让他跑了，不然我们还会中招！追！4人爬起来，一路狂飙，几乎是一瞬间，外面的墓道壁画已经变成了原来的图案，鬼打墙失效了。出来了，不用被困死了！尸胎跑得飞快，以惊人的速度冲入了墓道的黑暗之中，向另一头跑去。吴邪他们都不敢停下，他们知道一旦停下来就会重新回到那种困境，谁也不想再经历一次，而且也不可能有第2个摸金符可以烧了。所以4个人几乎拼了命一样跟在他后面，竟然都没有被落下。7、8分钟后，尽头出现在他们面前，那是一道阶梯，直通向下。尸胎闪电一般的冲了下去，他们也狂奔着鱼贯而入，什么机关陷阱都顾不上了，仿佛不论发生什么也要把这东西干掉，以解心头之恨。吴邪如袋鼠一样狂窜而下，但是跑楼梯总归要比跑平路慢上半拍。那尸胎却一点也不减速，几乎一瞬间就消失在了楼梯下的黑暗中。吴邪明知道追不上了，这时却刹不住车，想停下来，结果左脚绊了右脚，一连几个滚儿，摔到了石阶的尽头，摔得头破血流，手电都飞了出去。真是倒霉！你们怎么跑那么慢啊？刚才顺子路过那十字路口的时候，按原路回去了。他父亲也找到了，也摸到这么多金子，根本不想再跟着咱们冒险了。他说他在外面的雪山上等咱们1个星期，如果1个星期之后咱们还没出去，他就自己回去。啊，这个没良心的！不过他也是受够了，跟着我们吃了这么多苦头。怎么有枪声？3人用手电照了照四周，发现楼梯的尽头是一个楼台，外面是几道长廊。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2层的巨大墓室的入口，但是2层墓室之间没有天花板，只有几道架空的长廊，在长廊上可以直接看到下一层的景象，这叫做连天廊。看上去雕龙刻凤做装饰用，其实有功能性，是在墓室中吊入棺椁的设备。这连天廊的下面是一个棺室，密集的枪声就是从那里传来的，而且到处都闪动着手电的光芒。发生了什么？难道是刚才那个尸胎跳下去造成的？不过，那么多枪在扫射，大象也能给放倒了，还打不中一个尸胎。走，过去看看。第314集，闷油瓶第2。3人排着队去了楼台，外面的连天廊很窄，他们小心翼翼地爬上去，往下一看，下面竟然是一个巨大的圆形墓室，足有500-600平方米。令人意外的是，阿宁小姐的队伍就在廊下，10几支冷烟火扔在四周，把整个墓室照得通明。只见阿宁小姐他们围成一圈，不停地用枪扫射四周。原来周围到处都是手臂粗的油盐，密密麻麻的，就像海洋一样，把阿宁小姐他们围在了中间。墓室的中央有一个倒金字塔形的棺井，井底有8口巨大的黑棺，这些黑棺围着中间一口半透明的巨型玉石棺椁。玉石棺椁已经被打开了，在冷烟火的映照下，玉石棺椁流光溢彩，反射出诡异的光芒。吴邪注意到，那些油盐就是从这棺椁之中源源不断地爬出来的。难道那就是蛇眉统御上记载的九龙台尸棺，成炼万奴王的宝匣？看样子，这帮外行触动了什么机关，或者只是因为踩死了一只油盐。哎，咱们要不要帮忙啊？等他们再死掉几个。你倒不如现在直接扫射他们，死得更快。这倒不是救不救的问题，问题是救了之后他们会怎么对我们？阿宁在海底墓穴中就要置我们于死地，我们命大才侥幸逃脱，而且我之前还救过他，他也没买我面子。不过不救，我恐怕会内疚一辈子。另外，就是救不救得了的问题了。没错，我们在上面开枪于事无补，要救人只能用绳索把他们拉上来，但是他们现在全力扫射，才勉强能够维持。绳子一垂一停，下面肯定有人伤亡。哎，潘子，你看他们队伍里那个老外背上戴登山帽的人，是不是很面熟？是三爷。你确定？吴邪准备往那个人上方走近几步，仔细去看，没想到才迈出1步，他的脚就感觉不对劲儿。他低头一看，只见刚才逃下来的那个尸胎竟然掉在石廊的下方，那只干枯的手突然抓住了他的脚，将他用力向下拉扯。完了，这东西肯定是记上仇了，老是找我们的麻烦。吴邪的平衡感本来就差，被那尸胎一拉，顿时一个不稳，趴倒在石廊上。潘子和王胖子发现不对，立刻同时举枪，把那东西的脑袋打得稀烂。那东西从廊上掉了下去，吴邪却被尸胎重重一拉，也摔了下去。尸胎落在了阿宁小姐他们那群人的中间，顿时把他们吓得屁滚尿流，四散摔倒。紧接着，吴邪也从空中摔了下来。石廊不算太高，吴邪摔下来后，恰好摔在了那个尸胎已经被打烂的脑袋上，顿时黑血四溅。他迅速站定，紧接着四周的油盐像见了鬼一样四处逃窜，瞬间如潮水般退去。很快，地上就只剩下油盐的尸体了。
吴邪被吓得够呛，半晌才缓过神来，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儿。他抬头一看，却见所有人都看着他，脸上满是惊骇的表情，就好像看到什么怪物一样。而阿宁小姐一开始竟然都没有认出他来。你是？嘿，又见面了。在场的众人对吴邪的这种出场方式吃惊到了极点。阿宁小姐一开始甚至没有认出他来。事实上，吴邪现在蓬头垢面，的确也不容易被辨认。直到王胖子在石廊上招呼了一声，阿宁小姐才反应过来，这更让她惊讶地说不出话来。两帮人就这样僵立了许久，才逐渐有所反应。吴邪走动了几下，他迫切地想看看那个人背的是不是他三叔，可是他一动，围着他的人就全部自动后退好几步，仿佛看见鬼一样，有几个还条件反射地端起了枪。把枪放下！不光你们有枪，老子也有。我们没有敌意。自己人合作过，都把枪放下。阿宁小姐的手下将信将疑地把枪放下来，但是几个老外还是非常紧张，眼睛死死地盯着吴邪。吴邪看到他们脸上青筋暴起，显然已经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再有一点惊吓可能就会崩溃，于是也不敢再有什么动作，就站在原地，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直到阿宁小姐再次开口。第315集，重伤。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嘿，这叫白娘子找对象，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的脱光了搂在一起，还嫌对方毛糙呢。我说我们路过，你信吗？是那个胖子，怎么在这儿碰到他？真晦气。这下好了，在糟糕的地方碰上了糟糕的人。别说，这话还挺贴切。王胖子瞪了那些人一眼，就去和其他几个比较熟悉的人打起了招呼。吴邪和潘子已经忍耐不住，径直跑向了那个背着人的老外。那些老外有些忌惮吴邪，见他跑过来都远远地躲开。背人的老外却并不在意，发现对方的目标是自己背上的人后，便将人放在了地上。吴邪急忙上前2步，翻开了那个人头上的登山帽。登山帽中是一张十分憔悴、胡子拉碴的脸，几乎令吴邪认不出来了。真是三叔！这个老贼，几个月不见，竟然老了10多岁，头发都斑白了，乍一看都认不出来。说实话，我没想到会是这样的见面，我还以为我最后会在一间墓室里见到他，然后他会告诉我一切，又或者在我危险的时候他会出来搭救，但是他竟然就这样突然出现在了阿宁的队伍里。吴邪看得真切，却突然不相信起来。他僵在那里，不知道该做什么反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做梦还是产生了幻觉。而此时神志不清的吴三省突然眯起眼睛，有了一丝轻微的反应，干裂的嘴唇微微动了一下。大侄子，还好，这家伙还活着。吴邪的心里一酸，一种难以言说的感觉涌了上来。他看到吴三省平安，顿时放下心来，那种没了主心骨的焦躁感一下子消失了。可立刻又有一股极度的愤怒涌了上来，
想上去把他三叔推倒，狠揍一顿。潘子看到吴三省这副模样，担心的上去摇了他好几下。三爷，三爷！见对方没有反应，潘子又解开他的衣服。吴三省的衣服里竟然全是粘液，胸口都是烂疮，无数油盐挤在他的皮肤之下，显然是断在了里面，伤口无法愈合，时间一久便全都化脓了。潘子顿时急火攻心，一把扯住边上的老外就要揍他，被其他人拦了下来。你们对三爷做了什么？竟然把他搞成这个样子！我们也不知道啊。你们是在什么地方找到他的？他怎么会这个样子？就是在这里的观景下面，我们刚发现他时，还以为他已经死了，后来发现他还活着。领队说这个老头知道很多的事情，一定要带着他走。我不知道他身上会有这些东西，不然我死也不会背他的。一定是你们！老子在越南见过，那些越南人审犯人用的就是这一招，就是从你们美国人那里学来的。你们肯定逼问过三爷，老子宰了你们！潘子，冷静一点，和他们没关系。如果是他们干的，他们不会不知道死油盐会吸引同类，也不会这么惊慌。队医，给他治疗一下。几个人手忙脚乱地把吴三省扶正。就在这个时候，吴邪突然感觉吴三省偷偷往他的口袋里放了什么东西，动作很快。他呆了一下，心中一动，三叔可能是清醒的，他假装昏迷有什么目的？不过能做这种小动作，说明这老家伙的死期还远着呢。吴邪用眼角余光看了看四周，发现其他人都被吴三省的伤口震惊到了，没有注意到他的这个小动作，于是不动声色地继续扶着他，用力掐了掐他的肩膀，表示自己知道口袋里有东西了。这时吴三省的眼神又涣散了起来，队医用酒精给他擦了伤口，然后用烧过的军刀划开皮肤，用镊子将里面的油盐夹出来，再放出脓水。因为这里太冷了，很容易结冰，吴邪和潘子就燃起无烟炉为吴三省取暖。伤口一共有16处，被队医一针一针的缝合。潘子全神贯注地看着整个过程，吴邪想给他使个眼色都没有机会。吴邪迫切地想知道口袋里到底是什么，又怕突然走开引起怀疑，只能硬等着。好不容易所有的问题都处理好了，队医给吴三省盖上了毯子，让他睡在一边。潘子仍旧不放心。三爷怎么样了？我能做的都做了，现在他是伤口感染，等下我给他打一针抗生素，但是他现在已经有点高烧了，能不能撑到出去要看他的个人意志。哦，你们不要去吵他，让他睡觉。潘子，我们听医生的，先让三叔休息休息。走。小三爷，你浑身都是伤，来，我也给你包扎一下。第316集，小纸条。吴邪坐在自己的背包上，队医帮他包扎了伤口。他手上的伤特别严重，缝了3针才算缝合起来。那是被尸胎从石梁上拽下来的时候划破的。吴邪自幼虽然不是娇生惯养，但是也没有做过什么粗重活，所以这样的磕磕碰碰很容易受伤。处理好伤口后，队医还不忘叮嘱他几句：注意不要碰水，也不要用这只手去做任何事情了。好的，谢谢。冷烟火已经逐渐熄灭，四周黑得过分。
阿宁小姐的队伍有16、17个人。王胖子和阿宁小姐在远处正在不停地说着什么。吴邪想拉潘子到个没人的地方，但是潘子已经有点懵了，只顾着坐在吴三省的边上。吴邪心里恼火，一边观察一边想办法避开四周的人。阿宁的队伍分成了2批人，一批受伤的休整，一批下到官井里面了。这些人似乎对我没有恶意，可能是因为胖子认识他们，也可能是因为我刚才震退了油盐。不过，不管我走到哪儿，他们都用一种奇怪的眼光来打量我，实在没地方让我躲呀。吴邪心一横，干脆走到被他砸烂的尸胎那里，假装蹲下去观察，这才没人围上来看他。尸胎就像一只巨大的虾菇，五官已经被踩得模糊，看得吴邪头皮发麻。但是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了，迅速掏出口袋里的东西一看，竟然是一张小字条。他回头看了看，没有人注意，就紧张地展开来，上面写着几行字：我下去了，到此为止，你们快回去。再往下走，已经不是你们能应付的地方。你们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蛇眉铜玉里。纸条上的署名令吴邪大吃一惊，竟然就是他们之前看到的那个奇怪符号。这好像是闷油瓶的字迹啊！看来那符号果然是闷油瓶留下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纸条再下面就是吴三省非常潦草的字，看起来就像用指甲刻出来的，但是还算清晰。上面写着：我们离真相只有一步了，把铜鱼给阿宁下面的吴老四，让他破译出来。没关系，最关键的东西在我这里，他们不敢拿我们怎么样。看来三叔到这里的时候，在什么地方发现了闷油瓶的这张字条，而且这张字条肯定是写给我们的。看字条里的意思，似乎还有什么通道。他去了一个十分危险的地方。闷油瓶想阻止我们下去，但三叔显然不领情。可真是要了命了，这老家伙到底想干什么？到底三叔那里还有什么关键的东西？闷油瓶既然不想让我们下去，那符号是留给谁的？难道是留给他自己的？吴邪的脑子顿时神游天外，越来越多的线索已经出现，但是因为之前的谜团过于杂乱，所以他更加混乱了。闷油瓶看到那个海底墓穴中的符号，才知道自己去过那里。如今他又刻下符号，难道他知道自己会丧失记忆，所以事先留下了自己的符号，以便下一次到来的时候能够凭借符号想起来？哎，头疼，这简直太乱了。吴邪，你过来。啊！哎，叫你过来你就快过来。哦。喝点水吧。我和王先生谈了一下，我们准备正式合作，你怎么看？合作？吴邪想起在船上的事情，以及张起灵的警告和吴三省的话，一时之间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事实上，找到吴三省后，他就想尽快摆脱这个地方，但是转念一想，又犹豫了起来。正如三叔说的，我们似乎离真相非常近了。看样子三叔自己也有谜题，说不定问他也是一问三不知。怎么救他出去？救出去之后呢？以三叔的性格，肯定还要再来一次。我能坐视不理吗？
怎么个合作法？你说说看。说实在话，和你合作，我真的要考虑考虑。那个，在岛上来不及向你们道别，现在，谢谢你救了我。我在海里，那是有苦衷的，我没想过要害你们。鬼才信！真想合作的话，就告诉我是怎么一回事。你们在海底到底要找什么东西？你们来这里又是干什么？对，大家坦荡荡才好做事情。你不知道？你三叔没有把事情告诉你吗？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就这样拼了命的乱跑？他们说，我一直是个无头苍蝇。难怪，我一直以为你是个特别厉害的角色，一点也看不出来你在撒谎的样子。原来，你的确什么都不知道。为什么这女人突然来找我们合作？他们这么多人，兵多粮足，我们只有3个人。何必与我们合作呢？就算是因为我能够震退油盐，大不了绑我就行了。难道他们的处境不妙，或者有什么不得已的理由吗？我大概知道你在想什么。其实，我们这些小角色知道的也不多，只不过给老板卖命而已。你们先坐。可可，你过来一下。这老外叫科克，是个汉学专家，专攻的就是冬夏，整件事情他知道的最多。你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他。第317集，壁画故事。Hello， 你们好。本来我们是严格保密的。但是现在这种情况，你想问什么就问吧。你们老板 ，I'm sorry， 关于我们老板的目的，我无法告诉你。说实话，我也只是个领队而已。我和阿宁只知道我们需要进入一个地方，拿一件东西出来，然后就完成了。具体高层要做些什么，我真的不知道。所以我们在海底墓穴的目标可以说一共有2个，一个是一只玉玺，你们中国人把它叫做鬼玺，听说可以召唤阴间的军队。另一个就是这里地宫的结构图，可惜的是我们都没有弄到手。最后还是我们阿宁出马，才拿回了应该得到的一些东西。鬼玺？你是说鲁殇王的鬼玺？在海底墓穴中，鬼血？你这胖子，别凑那么近。是的，相信你们也知道了一些。鲁殇亡灵被王藏海盗掘之后，王藏海用蛇眉铜玉替换了鬼玺。我们一直以为鬼玺被他拿到自己的坟墓里去了，却怎么也找不到。而那天宫的结构图，恐怕就是落在你们的三叔手里。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被这只老狐狸掰了多少刀了，但还是得和他合作。他的情报比我们准确得多。哈，这个我也深有感触。那你说，阿宁和我们去海底那一次，他带出了什么东西？哥哥，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你别多话。你这什么意思啊？阿宁，你就算现在不告诉他们，总归还是要拿出来的。况且你现在就算有这些东西也没有用。我千辛万苦弄出来的东西，真是便宜你们了。这是什么？壁画的照片？别弄乱顺序。这是从哪里拍来的？就是你们一起下海的那一次，从主墓室拍下来的。这是虚实壁画，非常关键。你可以看看，看看里面画的是什么内容。一共是15张壁画，有画着攀登雪山的情形，有俯视山岭的，有攀岩的，有士兵战斗的。但这些壁画都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啊。
这是第1章，你看到的是什么？画面是几个女真打扮的人正在捆绑一个汉人，是不是在战场上抓俘虏？可以这么说，但是你猜猜这俘虏是谁？难道这是汪藏海？女真人在抓他？对，这是第1章，就是这样的画面。说明什么？说明汪藏海修建这里的时候，可能是被迫的，他是被掳来的。那这些照片记录的都是汪藏海被掳去之后，他在东夏人手里经历的事情。我们虽然无法完全看懂，但是从前面的照片上也猜了个8、9不离10。这一张好像有点不对。你的眼睛很厉害，这一张很关键。你发现没有？这就是那火山口里的皇陵。当时汪藏海被掳去的时候，那皇陵就已经存在了，而且已经非常破败。啊？难道我们头顶的皇陵不是他修建的？我们研究过，上面皇陵的整体样式是殷商时期的，但是被他晕改成了明式。东夏人掳他来，不是让他修建皇陵，而是让他来改造。因为皇陵经过了太久的岁月，已经无法使用了。那这里的地宫什么的，也是早就存在了？我们就是靠这些照片找出了通往这里的旧路，但是还有些照片无法理解。比如倒数第3张，这是一张无数的恶鬼从石头中窜出的壁画，还有一张描绘了一团黑色的软体生物一样的东西从巨大的悬崖下爬上来，上面好像有人正往下倾倒什么东西。这太奇怪了。好了，我们的事情说完了，照片你随时可以看。现在你是不是也得告诉我们点什么？告诉什么？我的事情我都和盘说了，你们和吴三省的事情，你不会比我这个女人还小气吧？你说的这些是什么狗屁呀？说了等于没说，重点根本就没提。你还以为我是以前那个什么都不懂的吴邪？唉，算了，事已至此，我还是听三叔的吧。你们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叫乌老四的人？怎么，你认识？你们要知道的事情，全在这2条铜鱼里面。乌老四如果没死，就让他出来。我天哪！你竟然有2条！看到吴邪手中的2条蛇眉铜鱼，柯克几乎摔倒在地，阿宁小姐的眼神都直了，隔了好久才反应过来。你从哪里弄来的？你简直是神仙！难道说你们在鲁王宫里？这是龙鱼秘纹，我一直以为只有1条，没想到。你们这里到底有人能看懂吗？吴老四，天啊！能翻译吗？能。第318集，破解蛇眉铜鱼。乌老四像接神物一样接过铜鱼，用手电开始照鱼的鳞片。很快，大量女真文字显现在了地上，旁边马上有人帮忙抄写下来。乌老四也的确颇有造诣，他一边看一边就能翻译。这上面说，这篇龙鱼秘文所隐藏的秘密十分重大。汪藏海刻录下来，本来是希望永世不见天日，但是如果有人看见，他希望此人是汉人而不是女真人。后面记录了他被掳获到东夏之后的事情。他为了拿到一些东夏没有的宝物，先后带人盗掘了很多古墓，偷偷将铜鱼放入灵气最盛的地方，以使这个秘密有机会被人发现。竟然是这样！汪藏海在改造东夏皇陵的过程中，
逐步发现了东夏王的一个诡异秘密。他在这里被困长达10年的时间，曾经被领去看一扇被称为神迹的地底之门。传说历代的万奴王不是世袭的，而是在前一代死亡之后，从那道地底之门中爬出来的。而那道地底之门，也只有在前任万奴王去世的时候才能够打开，否则地狱的业火就会烧尽那个开门者以及一切，使得长白山没有白头。这听着怎么感觉像是火山爆发？难道万奴王是从火山里爬出来的？倒是有这个可能。总之，汪藏海目睹了一次这种王位更替，让他感到恐惧的是，在地底之门中爬出的万奴王根本不是人，而是妖怪。上面记载，这地底之门就在这皇陵之下长白山山底，年代源于上古，恐怕是夏朝的产物。而通往地底之门的通道由一种长着人头的鸟守卫，他们喜欢将猎物挂在枝头上风干备用。这就是第1条铜语里讲的大概内容。看下一条。另一条铜语上记载了他偷偷潜入地底之门的经过，是他回来之后在极度恐惧的情况下刻的，有些语无伦次，我得再好好看看。不是说地狱的业火会烧尽那个开门者的一切吗？怎么他进去就没事啊？这他妈就是胡扯！他肯定用了什么我们不知道的方法。乌老四又研究了一会儿，然后将汪藏海进入地底之门的经过简单梳理了一下，讲解给大家。吴邪还没听明白，正准备再问时，突然有人跑过来汇报：报告，又发现了符号。符号？吴邪跟着他们走过去一看，棺井中的几口棺材都被打开了，里面的东西全都暴露出来。棺井的一边竟然有人开启了一道暗门，暗门内又出现了一个符号。阿宁小姐查看了一番，她走过来问吴邪：这符号不是你们留下的？不是，我们也很纳闷。这里的棺椁全是隐棺，是假的，里面只有用玉做的尸体，真的棺椁不在这里。我们刚才一开启了重香玉的机关，结果油烟全部爬了出来。我们仔细找了找，没想到这里还有一条密道，而且有人进去了。看样子这是个双层墓，真的棺椁可能还在这下面。这是元朝时候比较流行的墓葬方式。这条暗道非常陡峭，似乎是以挖掘深度为目标的。看样子，闷油瓶不让我去的地方，就是这里了。所有人，下去。都愣着干嘛？所有人都没动，他们都看向吴邪和王胖子。墓道倾斜向下，角度越来越陡，尽头处是深沉的漆黑一片。吴邪一眼望去，心里越来越慌。我们一路往下走了很长的距离，已经深入长白山的内部。如果再这样一直走下去，会走到哪里？地心吗？可就算是地心，我们也必须走下去，因为闷油瓶留下的引路符号明确地指示我们，它就是朝这个方向走的。我们每走一步，都会离事实的真相更近一步。吴邪和王胖子别无选择，只得硬着头皮走下墓道。借着手电的灯光，走了20多分钟后，王胖子渐渐放慢了脚步。小吴，你有没有发现，这墓道里边越来越暖和了？也许我们越走越靠近火山的地层活动区域，那里有熔岩或温泉，所以温度就会逐渐升高。汪藏海当年到底挖到了什么地方啊？谁知道啊？哎，对了，小吴，
你老实告诉我，你和那小哥有什么特殊关系吗？什么特殊关系啊？你想到哪里去了？啊？你想哪儿去了？我是说，你的血怎么也能驱虫啊？哦，他说不定是你失散多年的哥哥、弟弟或者表亲之类的，或者你爸其实在外边有私生子。哎，会不会你们家都遗传了这种特异功能啊？别胡说，我老爹就我一个儿子，他那种老学究要是有私生子，那世上就真没男人靠得住了。那这就奇怪了，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蹊跷。怎么回答他呢？按照梁师爷的说法，我的血的奇特能力，应该是和吃了熏尸的麒麟血有关系。但是我实在想不起来我吃过那东西，而且刚才那种情况，也不能单单就断定是我的血在起作用。算了，还是不说了。第319集，唯一的出口。哎，小吴，这儿怎么会有热风啊？两个人来到墓道的尽头，刚走出墓道，就突然感到一阵暖风吹来，令人为之精神一振。两人忙打亮手电，向四周看去。这里是一处修建在悬崖上的廊台，就和他们来的时候在冰穹中看到的贾灵宫的祭祀台一样。脚下的地板是用廊柱架空在悬崖上的，廊台的中间立着一只巨大的黑鼎，鼎的一角已经陷入石头地板，呈现出即将倾倒的状态。而平台的边缘就是悬崖，上面一片漆黑，看不到顶。吴邪心里一慌，他开口提醒王胖子：“我们在这个平台上走动的时候得小心一点，底下的石头都老化了。”知道了。这不过怎么又到头了？这没路走了，还是没有关过。这万奴王到底藏什么地方去了？这还不是最奇怪的。我们是沿着那小哥的符号来的，一路上都有非常明显的线索。但是你看，这里一个人也没有。难道说，这些人发现这里是死路，都回去了？还是飞走了？也许这里的悬崖可以下去。王胖子向前方发射了一枚信号弹，信号弹在高空燃烧起来，如同一颗小太阳，照亮了这无比漆黑的空间。两个人终于看清楚了，这里其实是一处巨大的山体裂缝，他们所在的廊台修建在一边的裂缝峭壁上，而他们对面200多米处是巨缝另一边的峭壁，遥遥相对。信号弹开始降落，照亮了下方的情形。只见深不见底的裂谷中，无数碗口粗细的青铜锁链横穿两边，将裂谷连在了一起。从廊台下20米到一片混沌的裂谷深处，成千上万的锁链架在那里，几乎看不到稀疏的地方。而在深处的锁链上，还密密麻麻地挂着很多东西，就像铃铛一样。这时，王胖子在廊台的一端找到了一根攀岩绳子，从平台的一端垂了下去，一直垂到下方最近的一根青铜锁链处。王胖子看了一眼，眉头都皱了起来。那小哥也真够锲而不舍的，看样子他爬下去了。咱们是不是也跟着下去学猴子？下面锁链挺密的，应该也不难爬。只不过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设置？难道万奴王的棺椁会在这裂谷下面？胖子，你有没有想过，当时他们是怎么把那么巨大的棺椁运下去的？还真有这可能。古人总有他们自己的办法。咱们是上去通知那几个老外，还是自个儿先下去？下去之后还不知道能不能上来，
咱们犯不着给他们当探路狗。把他们叫下来，他们的装备和技术都比我们好，况且潘子也在上面。反正三叔已经找到了，多花一点时间也没事。也是，看那柯克一身腱子肉，应该叫他第一个下去。吴邪和王胖子加快速度，原路返回。阿宁小姐他们早就等得心急，还以为出了什么事，见到两个人平安归来，才松了口气。你们终于回来了，看到什么了？小三爷，先喝口水吧。那条墓道走到头后是一道悬崖，悬崖下方有好多青铜锁链，看起来能顺着锁链爬下去。青铜锁链？你们看这个，这张照片里的壁画上面有很多背着弓箭的东夏勇士，正在攀爬一道悬崖峭壁，背景就是无数类似于锁链的东西。你们看，这壁画描绘的就是东夏人探索那道巨型地下裂谷时的情形。看样子，那些锁链也不是东夏人设置的。他们当时应该也很好奇，这些用锁链封锁着的裂谷底下，到底有什么东西？这些青铜链条会不会是修建这里的先民建造防御的措施啊？用来防止下面什么东西爬上来？比如说，壁画中描绘的那种巨型黑色软体的东西。有可能。阿宁，这幅壁画是第几张？下一张是什么？按照叙述壁画的一般规律，这应该是倒数第6张，后面还有5张。看，大概描绘的就是东夏勇士搭弓射箭的情形，似乎有一场惨烈的战斗，但是壁画上看不到敌人，也不知道他们在和什么搏斗。难道是那种在空中飞行的怪鸟？下面也有这东西？那就不清楚了。还有一张是很多恶鬼从石头中钻出来的情形。壁画和壁画之间似乎并没有太多情节上的联系，但是……是不是又看出什么蹊跷了，吴超人？倒也不是看出了什么。你看，攀爬悬崖的壁画后面就是战斗的画面。我感觉这也许是告诉我们，下到裂谷之后会遇到什么危险。有武器的人务必都把武器准备好。包在我身上。好，那大家准备，出发吧。好的 ，Yes sir，OK。第320集，下悬崖。潘子，三叔怎么样了？还是昏迷不醒。但是小三爷，你放心，就算是爬，我也要把三爷拖出这个鬼地方。哎，小胡同志，你瞅瞅阿宁那些人，一个个神经紧张的，他们好像都把你当精神领袖了。怎么样，爽不爽？还真有一种莫名的快感。但是，我的想法和我的决定，真的是正确的吗？会不会，我正在将这些人全部推向死亡呢？不久后，所有人都来到了廊台上。王胖子又发射了一个信号弹。吴邪和潘子掏出绳子，准备攀爬到下面。这是一个极度冒险的决定，但是他们的去路已经被完全封死，没有别的选择了。吴邪掏出所有的绳子后，把王胖子拉到一边，小声叮嘱起来：“不知道下面是什么情况，阿宁这伙人也不是什么好货色，我们要小心一点。现在我们都落了难，大家看上去都很配合。一旦到了下面，出路有了眉目，就要小心那臭女人翻脸不认人。”放心吧，我早就留了一手了。看这。王胖子怕吴邪不放心，
特意扯开衣服的一角，露出腰间绑着的10根雷管，让他看了看。这一会儿，潘子已经测试好张起灵绑的那根绳子，相当结实，于是主动做先锋，第一个爬了下去。下到锁链上之后，他像单杠运动员一样甩动自己的身体，轻松的就跳到了下面的另一根锁链上。这样重复了5、6次，已经下去10多米了。然后抬头朝吴邪做了个 OK 的手势。没问题，下来吧。柯克带上发散式的指引头灯，把自己变成一只移动的灯泡，第2个爬了下去。其他人以他的脑袋为指引，继续爬下廊台，来到悬空的锁链世界中。在平台上，风还不是很强烈，但在锁链上从谷底吹出的风格外凛冽。众人站在上面，就像站在帆船上拉帆，船在动，帆也在动，十分心慌。不过好在锁链的密集程度很高，攀爬非常方便。不论青铜锁链设置在这里原来的目的是什么，现在反倒成了一个方便的梯子。一行人爬得久了，各种动作都熟练起来，也掌握了一些窍门。他们如蜘蛛一般缓慢向下，一路上并没有突发事情，锁链的牢固程度也令人叹为观止。4个小时后，他们进入了裂谷深处。那些在上面看不清楚的挂着巨型铃铛一样的青铜锁链，出现在了吴邪的视野里。前面有东西，都先停一下。是一些吊死的人。大家拿出夜视望远镜向下看去，幽幽的绿色视野中，密密麻麻全是吊死的人。一条条黑色头发般的丝线从他们的后颈处延伸出来，挂在锁链上。这让吴邪想到了龙鱼密文中透露的信息。我们遇到的那种在空中飞行时看不到，只有在落地时才会出现的人头怪鸟，喜欢将猎物挂在枝头上风干备用。这里有这么多尸体，难道下面是他们的巢穴？难怪闷油瓶让我们千万不要下去。可是我们现在也没有其他路可走，不下去搏一把，还不是一样死？已经走到了这里，就算下面是地狱，也只能硬着头皮下去了。吴邪压下心头的恐惧，打了个手势，示意所有人提高戒备，继续向下。离得越近，那些尸体就越清晰。尸体都穿着破旧的盔甲，有一些被风干成了木乃伊，也有一些则已经变成了半骷髅状。吴邪心里越来越紧张，但转念想了想，又安分了几分。这些应该都是当时的女真勇士，被猎杀在了探路的途中。不过他们当时的武器太简陋了，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 M16和560，火力非常猛，应该没那么危险。进入挂尸锁链的范围之后，一行人又向下爬了50多米，上下左右都是尸体，那种腐烂空洞的眼神让人很不舒服，气氛瞬间变得阴郁。为了防止出现视线死角并驱散恐惧，几个人打起了冷烟火。四周的亮度达到了空前的强度。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这里并没有什么怪鸟的影子，四周出奇的安静。第321集，青铜门。都是老尸体，没有新鲜的，这里会不会已经荒废了？小声点，有这个可能，
既然这里的怪鸟能够去狩猎，那说明附近肯定有出口，我们的希望大了很多。当然，也有可能他们是暂时不在，像成群的蝙蝠，都是在同一时间飞出洞口去狩猎的。我们还是加快速度离开这儿吧。小三爷，你过来一下。大家稍等一下，我和胖子去看看怎么回事。小三爷，你看，快到点儿了。看来我们的蜘蛛侠生涯即将结束了。不过手电光圈发散的太厉害，看不清地下有什么东西。Mr. Wu， 您判断一下。我也看不清。胖子，我们就剩几颗信号弹了，你有没有办法在这种环境下发射一颗照明弹，尽量让照明的时间长一点？这可难不倒你胖爷。王胖子打亮一根荧光棒，用刀切开，把里面的涂料点在照明弹的弹头上，然后将照明弹丢到下面的深渊中。紧接着，他端起5、6式步枪，一个3点射，打中了下面的弹头。照明弹顿时就燃烧了起来，将整个谷底照得清清楚楚。谷底覆盖着凹凸不平的黑色火山岩块和从上面跌落的尸骨，以及层层叠叠的骨头与黑色的粪便。在裂谷底下一边的崖壁上，竟然有一扇无比宏伟的青铜巨门。青铜门高30米左右，宽度将近60米，比10层楼还要高大。整扇门看上去像是整体铸造而成，门上装饰着极其精美的花纹，花纹的复杂程度令人头皮发麻。巨门闭合的完美无缺，上面贴满了淋着血液的人皮，将整条门缝都冻了起来。人皮呈现出青灰的颜色，几乎已经石化。吴邪看在眼里，觉得一阵窒息，半晌才渐渐缓过神来。这绝对不是古人能铸造出来的青铜制品，也绝对不是给人用的。因为这样的门有上万吨重，压在岩石之上，什么人能打开？这一定是东夏传说中历代万奴皇帝出现的地底巨门。每次王朝更替，他们就再次用活人生的皮将门封闭起来。你猜，里面是什么地方？我不知道。不管里面是什么地方，我们绝对进不去。这么一扇巨门，到底是什么人住在这里的？万奴王是怎么出来的？难道他真的是神，拥有能够推动万吨巨石的神力？对了，那个青铜神树也是深深地埋在山脉的底端。这些人力无法修造的巨型青铜神器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联系？其他山脉，比如昆仑山、喜马拉雅山里面，会不会也有这样的东西存在？吴邪隐约间感觉自己似乎正在靠近一个远古的巨大谜团，一种极度渺小的自卑感油然而生。和这些古老神秘的神迹相比，人类实在是不值一提，就连知道真相的希望都无比渺茫。照明弹逐渐熄灭，地下又重新被黑暗笼罩，但吴邪还是待在那里，直到一旁的潘子拍了拍他：“下去吧。”他们陆续爬下锁链，来到谷底，小心翼翼地踩着脚下的骨头，走到青铜巨门之前。吴邪顿时觉得自己的渺小感更加强烈了，甚至有种跪下来的冲动。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到了这里都有这种感觉。不难想象，当年东夏勇士千辛万苦带着汪藏海来到这里的时候，会是怎样的震惊。也难怪他们会对在这里的经历念念不忘。
以至于拼死也要将这里的一切记录下来，传达给后世之人。我好像有些理解汪藏海的痛苦了。那种他原本以为自己已经通彻宇宙的规律，又突然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懂的恐惧。你看裂谷中间，吴邪的胡思乱想被打断，他顺着王胖子的手看过去，这条地下裂谷谷底足有500-600米宽，裂谷中央，一块巨石山整体被打造成一个平台，就像一座小型的金字塔一样。一条长长的石阶修造在石头的一边，每一级阶梯两侧都有一盏小灯。石台上摆放着一口轿车大小的白石棺椁，9条石雕的百足龙盘绕在棺椁的底下，形成莲花的形象。四周还立着4个黑色的石人，面朝四方，做跪拜状。棺椁前有一只盛放祭品的大鼎，后面有一座影壁。这些东西吴邪他们从上往下看的时候，都和普通的石头一样，不容易看清楚。这一下终于显露出了全貌，令吴邪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难道这是汪藏海龙鱼秘文中说的万奴王的9龙台石棺？绝对就是。那谁不是说了吗？万奴王的棺材下有9条神龙守护着。你看这棺椁下面不是正好有9条蜈蚣吗？我还以为陈皮亚斯当时晃点咱们呢，没想到是真的。我一直以为万奴王只有墓室地宫中的隐棺，尸体实行了天葬，本来早就放弃了希望，没想到居然在这里被我们发现了。走，过去看看。走。不要过去，危险！第322集，9龙台尸棺。怎么了？你们没看到棺材下面的油烟龙吗？我的姑奶奶，那是石雕的，有个屁的危险！你那什么眼神啊？你才是什么眼神？我说的不是那些石雕，你好好看那石台边上。石台边上什么也没有啊！你指给我看看。你看，就在那儿。阿宁小姐用手电当成教棒，向前一指。初时吴邪仍旧什么都没有发现，正纳闷的时候，石台突然动了一下。原来石台之上竟然盘绕着一条巨大的火山油岩，足足有5-6米长。因为实在太大了，加上它甲壳的颜色和岩石几乎一样，所以粗略一看根本注意不到。发现第1条后，马上第2条、第3条、第4条，一共9条巨型油岩全都显露出来，就好比石头上的浮雕，几乎与石台融为一体。吴邪当即愣住了。9龙台尸，真的是名副其实的9龙台尸。如果你们爬上石台还没明白怎么回事，肯定就被咬成2截了。火山油岩是食肉性巨虫，非常凶猛迅捷，我们这样的体型正是他们最喜欢捕食的对象。这都大到超出常理了，简直是美国恐怖片里被辐射后变异了的怪物。看到9条巨大的油岩盘绕在裂谷底部的棺台之上，尽管一动不动，但大家还是感觉到了巨大的压力，一个个脸色惨白，一边后退一边将武器举了起来。这时阿宁小姐队伍里的一个华裔专家站出来安慰大家：你们不用这么紧张，现在是冬天，这里的气温又偏低，油烟还在冬眠期，这些巨虫是不会那么容易醒的。不容易醒，总归也有醒的可能。我们这些人，是绝好的冬眠点心。管他行不行呢，老子摸过去顶着他们脑袋来几枪，
就算他再大10倍，也立马死定了。然后咱们就去看看这个从地底爬出来的万奴王到底是人还是妖怪。绝对不行！你还记不记得顺子说过，死去的油盐会惊醒其他冬眠的同伴？这条裂谷左右贯通了整条长白山系，你知道里边有多少油盐？到时候怕会有更大的家伙出来替他的徒子徒孙报仇。等我再好好看看。这么大的油盐，说不定是古代巨虫的化石。的确太奇怪了。这种油盐的寿命一般也只有2、3年，虫子在只有手指这么长的时候就应该死了。要是它们真是活的，难道已经活了几千年了？哎，你们看棺椁后面的影壁上有浮雕，竟然是女真文字。王藏海修建的建筑当中很少出现文字，但是这里有这么多，那很可能是古墓中最珍贵的资料——墓主人志。吴老四，你快看看上面写的是什么？哎，这些字和女真文字很像，却不是女真字，应该是另一种相同语系的文字。哎，但这一时半会儿的我也看不懂写的是什么呀！啊！哎呀，这万奴王也太狡猾了，简直不留一丝破绽。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过去，不如让胖爷我去探探路。我也去。不过也难怪，像汪藏海这种老谋深算到了极点的人，在这里待了这么多年，直接参与了上古皇陵的改造，也无法探到万奴王秘密的核心。那万奴王为他设置了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更不用说我们这些只能纯靠瞎猜的人了。哎呀，可惜华和尚不在，他要是在这里，说不定还能说出点名堂。不过如果陈皮阿四那伙人在的话，局势就不是我们能控制的了。胖子，你行不行？要不换人？胖子，胖子怎么了？吴邪一听潘子叫胖子，立刻紧张了起来。他抬头一看，只见王胖子和柯克已经爬上了一条锁链，正小心翼翼地走到棺台的上空。王胖子正往腰上系着绳索，大概是想像汤姆克鲁斯一样从锁链上挂下去，悬空到棺椁上方。在场的其他人并没有阻止，还在一边帮着他指挥位置。怎么回事？这些人是准备看九龙溪胖猪吗？没事儿，一般来说，这样的方式不会惊动油盐冬眠。而且我刚才发现，油盐的尾巴都被青铜锁链锁在了石台下的石柱上，他们的活动范围有限，只有步行靠近的人才有危险。这些人来这里，都想看看万奴王的棺椁里有什么。现在找到了却不能看，谁能忍得住？就算胖子能垂下去，也不可能翻开这么大的棺椁盖子啊！你们只是想看他出丑而已。他不是去翻棺椁盖，他是把起棺钩卡进棺椁的缝隙里，这样我们在上面的一根青铜锁链上挂一个滑轮，就能在这里将棺椁盖子吊起来。该死！阿宁他还是在履行公司的工作义务，寻找棺椁中的某样东西。就算到了这种地步，他还是没有放弃。虽然我不知道他要找的是什么，但我觉得没有什么东西会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而且棺床上有那么多青铜锁链，王藏海设计的时候不会想不到他们的招数，一定有什么原因让他觉得上面根本不需要防范。胖子傻乎乎的做先锋，肯定是想第一个开关可以捞点好处，我必须阻止他。吴邪刚想打手势让王胖子停下来，变故却已经发生了。第323集，突发变故。王胖子上方的柯克突然从锁链上掉了下来，脑袋朝下摔在棺床的棺椁之上，顿时脑浆迸溅。
接着王胖子也突然飞了起来，在空中手舞足蹈地盘旋了一阵，直直地往下摔去。幸亏他腰上有绳子，在脑袋快撞上棺椁的时候，绳子绷直停了下来，离柯克的尸体只剩几厘米。吴邪将这一系列动作看在眼里，几乎吓晕过去。这太诡异了，难道锁链上有什么东西把他们推了下来？潘子，照明弹，所有人抄家伙！一颗照明弹射上半空，炸了开来。众人立刻看到无数只影子在他们的头顶上盘旋，好几只已经倒挂到了锁链之上，好奇地观察着这些闯入巢穴的人类。原来那种怪鸟不知何时已经无声无息地开始归巢了。天空飞翔的怪鸟中，有几只还抓着什么东西，显然有猎物到手。吴邪急忙举手叫停，千万不要开枪！这些怪鸟是半瞎子，在这么强烈的光下根本看不见我们，但是他们对声音非常敏感。是哪个王八蛋开枪？那个死胖子！石台上的王胖子正在试图爬上绳子，柯克的 M16已经被他拿了过去。此时他正对着下面的棺椁不停扫射。吴邪仔细一看，才发现万奴王的巨大棺椁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起开了一条缝，3只青紫色类似于手臂的东西从棺椁中伸了出来，颀长的指甲在空中滑动，想要抓住吊在上方的王胖子。天空中的照明弹突然熄灭，黑暗迅速笼罩下来。潘子随即又打出一发照明弹，紧接着下面的人全部一起开火，10几条火蛇向上空窜去。很快，飞翔的影子有几只中弹从空中摔落下来。尽管形势有所控制，但吴邪愈发紧张起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是我们最后一发照明弹了。这么多怪鸟，一旦这一颗照明弹熄灭，我们将面临在黑暗中被无情捕杀的命运。怪鸟越压越低，有的甚至已经从他们的头顶掠过。他们的子弹数量根本不够这样大强度的扫射，很快就宣布告罄。王胖子的情况极其危急，如果没有人去救，他的命再硬，这一次也得完蛋。吴邪正左右为难，不知所措，王胖子却突然一枪打在了他的脚下。靠！往哪打的？快跑！潘子，你带着三叔和其他人往裂谷的尽头跑，这里是他们的巢穴，他们肯定是顺着山谷飞出去觅食的。你看他们飞来的方向是哪一边，就一路跑下去，不要管我了，我去救胖子。你行不行？要不我去救胖子，你带残也走。哎，我背不动那个老头子，老子有保险，绝对不会有事。那你小心点，我们在外面等你。给，拿着枪。伙计们，都跟我走。快，跟我！就剩3发子弹了，可真慷慨。你怎么还不走？行了，你跑你的吧。阿宁，你还愣着干嘛？还不跟他们走？我还有任务。吴邪知道这种人劝也没用，便不去理会他。他端着枪就朝石台上跑去。万奴王的棺椁盖子已经起开了一大半，一只黑色的巨大如蜘蛛的东西从棺椁中挤出了半个身子，它的全身都是青紫色的，十分诡异。吴邪冲到石台边时，王胖子已经顺着绳子爬回到上方的青铜锁链上，不停地用 M16点射俯冲下来的怪鸟。此时的他无暇顾及下方的怪物。走运的是，就算环境如此混乱，棺台四周蛰伏的巨大油烟还是没有苏醒。
此时吴邪也管不了3721了，抬头就冲王胖子大叫起来：“胖子，把56的子弹给我，我掩护你，快下来！小吴同志，给我一撒，接着。胖爷，我来了！你走，快跑！哎，奇怪，阿宁呢？别管那婆娘了。不知道是跑了还是被怪鸟叼飞了。唉，绝色佳人何必如此执着？什么情况？这时，棺材板子突然被翻到了一边，一具巨大的黑色男尸从里面站了起来。他的身上穿着已经褪色腐烂的女真铠甲，诡异的是，他竟然长着12只手，呈环形排列在身后，而且12只手都在扭动，就像庙里的千手观音一样。王胖子和吴邪吓得差点拔腿就跑，结果那东西竟然对他们一点兴趣也没有。他舞动着他的12只手，快步跳下石台之后，径直就向青铜巨门走了过去。第324集，千手观音。看着眼前的千手观音尸，吴邪突然想起在海底墓穴中看到的12手蜡尸，不由得惊恐万分。难道东夏的皇族不是人？这具12手男尸就是万奴王？犯什么罪呀？你看，他想干什么？啊？难道他想进到青铜门里面？荒藏海龙鱼秘文上的最后一句说，如果时间不对，打开地底巨门就会遭受天谴，地下的业火会通过巨门涌出地狱，焚烧整个天空。之前我以为这一句预言的灾难，是汪藏海进入巨门之后，看到了火山内部情景之后的异象。但是现在看来，也有可能知道青铜门的建造者，为了防止青铜门里的秘密被发现，设置了什么威力巨大的机关。我们离门这么近，如果有机关就死定了。不管是不是真的，我们都必须阻止这个畸形粽子。那就上吧！吴邪立刻追赶起那个千手观音尸体来，他连续不断的扫射，但是子弹打在尸体上，就像打进了橡胶里，既无法穿透，也没有炸裂，如同泥牛入海，一点反应都没有。而且那千手观音完全没有理会子弹的攻击。胖子，加油！哦，雷管！王胖子立刻冲上前去，一跃而起，跳到千手观音尸的背上，把雷管像黑驴蹄子一样塞进了尸体的嘴巴里，然后迅速跳了下来。吴邪眯起眼睛，一个扫射，其中一颗子弹正中雷管的引信，雷管顿时爆裂，千手观音尸的脑袋连同肩膀部分整个被炸得4分5裂。两个人被冲击波掀翻在地，碎片和气浪扑面而来，上面的怪鸟受到刺激，瞬间疯狂起来。吴邪赶紧爬起来一看，顾不上危险，不由得大喜过望。千手观音倒了，果然炸药还是无敌的。快跑！照明弹要灭了！什么？我说快跑！照明弹要灭了！然而吴邪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头顶上的光线已经消失了，黑暗犹如雾气一样迅速笼罩过来，所有的光源只剩下2个人手中的手电了。吴邪和王胖子背靠着背，专注地防御着。极端情况下，吴邪只能寄希望于自己的血。他解开手上绑的绷带，露出里面血淋淋的伤口。希望我的血对他们也有用。那个什么教授不是说了吗？这种麒麟血只对吃尸体的东西有用。
也不知道这种怪鸟是指什么的。这样怎么办？你问我，我问谁去？话音未落，一只怪鸟扑扇着翅膀落了下来，停在了他们前面10几米的地方。这只怪鸟极大，站起来比一个人还高。落下来后，丑陋的鸟头转动了几下，就直勾勾地盯着2个人，似乎正在打量他们。吴邪隐隐地看到他嘴巴里的獠牙闪着寒光，忙举起手用伤口对着他，但那怪鸟没有什么反应，依旧面无表情地定在那里。紧接着又有2只怪鸟飞落下来，一只停在他们左边，一只停在他们身后。逐渐的，越来越多的怪鸟飞了下来，很快就将他们团团包围。但是这些鸟都没有行动。随着气氛愈加紧张，吴邪渐渐地觉得不妙。这些鸟似乎对我的血一点也不感冒，它们也不进攻，难道有什么阴谋？国外恐怖电影里的石像鬼，那种白天是石像，晚上变成动物的妖怪，难道就是以这种鸟作为原型的？从这些鸟的眼神来看，它们似乎是有智慧的。这样围着我们，是不是有什么诡异的目的？很快，吴邪的预感就应验了。有一只鸟突然从上空掠过，抛下一个东西，顿时鲜血四溅。吴邪定睛一看，竟然是叶城。脖子已经被咬断了，没救了。接着又有一具尸体被抛了下来，脑袋已经没了，浑身都是血。吴邪的心里涌上一丝悲凉。陈皮阿斯和我们分手之后，直接冲进了皇陵之中。叶城应该就是在皇陵的中心被这种巨鸟捕获的。没有三叔暗号的指引，这些人竟然落得了如此凄凉的下场。陈皮阿斯估计也难逃一死了。第325集，口中侯。接下来抛的几具尸体都是阿宁的手下，显然刚才并不是所有人都逃脱了，所幸没有吴三省和潘子的尸体，吴邪总算稍稍安心。王胖子此时也有些害怕了。这些鸟想拿我们干什么？他们好像正在把猎物集中起来。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哎，你还有炸药吗？全炸万奴王去了，你也没说要剩点啊。这下麻烦了，千算万算也算不到，我吴邪竟然会这么死。四周全是鸟，一点空隙也没有，连跑的机会都没有。难道我们真的要变成鸟粪了？这样腹背受敌太不利了。后面有一条烟缝，咱们躲进去，一人挡一面，死也不能便宜了这些死鸟。吴邪回头一看，裂谷底下2块巨型山岩之间的夹角有一条1人宽的缝隙，两边都是通的，缩进里面可能活动不便，但是防守倒是一流。马上死和抵挡一会儿再死，当然后者划算。2人当下解开那些尸体上的子弹带，快速钻入了缝隙之中。里面的空间很小，吴邪尚且可以做一些腾挪，王胖子就非常勉强了。不过好在这些鸟要钻进来也并不容易。王胖子经历过多次生死悬于一线的场面，此时表现得比吴邪镇定得多。他一进入缝隙之内，马上堆积起几块石头作为掩体。咱们只能一只一只进来，只要杀掉几只，就能把入口堵着，咱们还能撑得久一点。我
们的子弹本就不多，而且根本没有换子弹的时间。如果把子弹匣中的打完，就等于死期到了。不过，现在还没有到死的时候。外面的鸟群开始嗷叫起来。通过缝隙，吴邪和王胖子看到为首的一只怪鸟突然张大了嘴巴，露出满口獠牙。接着，它的嘴巴里面竟然吐出了一只猕猴一样的生物，只是没有皮，浑身血淋淋的。那猴子动作极其敏捷，一下子就窜到地上，先是谨慎地四处看了看，然后跑进尸体堆里撕咬起来。紧接着，其他的怪鸟也开始吐出这种生物。无数口中猴从鸟群中窜出，冲往中间的尸体堆，一拥而食。顷刻间，到处都是血与肉，争食之间还不时发生冲突。吴邪和王胖子看着这诡异的一幕，都皱起了眉头，差点吐了出来。这种猴子似乎是那怪鸟的一种器官。等一下咱们也是这种下场，太他娘恶心了！空气中全是血腥味儿，他们就快把尸体吃完了，马上就轮到我们了。想吃胖爷我，看看你们有没有这钢板牙。来一口吧，你胖爷珍藏的二锅头。来一口。酒的确是好东西，但是有了酒和没有酒，感觉真是不同。外面口中猴在残骸中四处搜索，突然，有一只注意到了缝隙中的两个人，立刻发出一声怪叫。紧接着，其他口中猴也好奇地围了过来，都伸着一张张怪脸打量着他们。吴邪这才看清楚，那口中猴竟然没有嘴唇，獠牙异常锋利。更奇怪的是，所有口中猴的脖子上都挂着一只青铜的六角铃铛，有些完好，有些只剩下半个，但是这些铃铛一点声音也没有。那些口中猴们刚开始还是很谨慎，在洞口围了很久，王胖子和吴邪大气也不敢出，端着枪防御着。过了一段时间，有几只按耐不住了，突然从缝隙顶上悬挂下来，一下子跳入缝隙，试探性地朝王胖子猛扑过来。王胖子猝不及防，贴着那口中猴的脑袋开了一枪，子弹横贯而出，将其带飞出去，摔到尸体堆里。紧接着，王胖子的枪就像走火了一样，子弹横扫，顿时将数只口中猴打得血肉横飞。这一下，所有的口中猴都注意到了缝隙中的两个人。这下完了！两只口中猴闪电一般的跳入缝隙，挂在缝隙顶上，朝吴邪张开了巨大的嘴巴。50-60步枪太长，不好操控，吴邪只好飞起一脚将一只踢了出去，然后两枪将另一只打死。顿时血浆迸裂，炸了他一脸。然后又是一只猛冲进来，吴邪根本没有心理准备再去点射，他端起枪就开始扫射。5-6分钟时间里，一只又一只狰狞的口中猴冲进缝隙，又被吴邪扫射出来，到处都是溅飞的血液。第326集，青铜门开。口中猴发了疯一样，根本没有一丝畏惧，成群结队的挤进缝隙，结果自己把自己卡住，都被吴邪用脚狠狠地踢了出去。然而更多口中猴犹如潮水一样涌了过来，子弹扫过，就算只剩下半截身体，只要能动，他们就继续往缝隙里钻，
两人被逼得节节后退，最后背靠在了一起，不停地开火，也无法给自己抢回一点空间。胖子，我们守在这里根本行不通啊！只要怪猴子不停止冲锋，我们就没有机会换子弹。老子一刀一个！小心！他娘的！完了，没子弹了！我和胖子，恐怕再也走不出这长白山的秘境了。命硬如我们，终归也有命丧的一天。无数只口中猴扑到吴邪的身上，撕咬他的肌肉。他剧烈的挣扎，不耗尽最后一点力气，绝不罢休。但是他心中早已绝望。完了，就算神仙老子来了，也救不了我们了。发生什么了？怎么都跑了？找着东西不吃了？难道他们嫌我太油腻？赶紧装满子弹！奇怪，人面怪鸟全飞走了，这里就剩我们2个人了。咋回事？我也不知道啊。上帝，你就算真不想我死，你也得找个好点的理由啊！是不是他们天敌来了？这种怪物还有天敌？那，小五，你看，啊！吴邪转过头去，只见一边巨型青铜大门上面封门的人皮，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全部爆裂脱落，两扇巨大的青铜门竟然向外挪开了一点儿，一条黝黑无比的细小缝隙出现在两扇门的中间。吴邪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瞬间出了一身冷汗。这么大的巨门，竟然自己开了！刚才那一下巨震，肯定是门开时候的反应。这么重的门，是谁打开的？谁在里面？在汪藏海的叙述中，这个地底巨门被描绘成了一个邪神来往于地狱和现世的通道。地门之内有着万古的邪恶，总之不是好东西。如今地门打开了，难道是地狱中的邪神准备出来遛狗了？是妖怪还是粽子？我们是跑还是看看再说？跑的话，往哪边跑？啊天哪！我的思路竟然这么清晰，我都开始佩服自己这种被折磨出来的心智了。哎，要不要过去看看？一切的谜题都在这巨门之中，也许我们走几步就可以全部解开了。而且汪藏海也进去过，并且平安出来了，说明进去应该没有直接的生命危险。里面会是什么呀？肯定是一些我们绝对想象不到的景象。但是如果进入，一旦大门关闭，就算有1000个人在这里也推不动，我们肯定就被困死在里面。就算知道了所有秘密，也没有价值了。现在吴邪和王胖子面临的其实就是选择安全的离开这里，还是冒险去得到答案。吴邪的脚步愈发沉重，但内心的想法却越来越坚定。不行，我没办法再忍受这困扰我1年之久的谜团了，我一定要进去看看汪藏海当年看到的魔镜到底是什么样的景象。这延续了上千年，牵扯我们家族3代的秘密背后，究竟是什么神秘的力量？怎么样，想好没？走，去看看。这巧了，我也这么想的。那接着。两人拿上枪，捡起弹匣，然后擦了擦脸上的血，一起朝青铜门走去。大门过于庞大，远处看好像是一条缝隙，到了近处几乎可以开进一辆卡车。要将万吨重的巨门移动这个距离，需要的力量难以估计。
吴邪压抑着心中的兴奋，走到巨门之前。他闻到从缝隙中吹出了一阵奇怪的味道，心跳陡然加速，一种介于紧张和不安之间的情绪越来越浓厚。他的手上全是冷汗，连脚都有点软了。王胖子倒是没什么变化，还用手电照了照里面。然而手电光一射入巨门之内，就立刻完全消失了，什么也找不到。这也太黑了吧！吴老四说，汪藏海在《龙域秘文》里提过，当年东夏人带他来这里的时候，刚进入门内的一段是一片虚无，必须要用一种奇怪的照明工具，叫做真实之火。那是啥玩意儿？应该是犀角蜡烛。不对，我们没有这样的设备，就算进去，看到的也是一片漆黑，也不知道能不能通过那一片虚无的空间，到达传说中的魔境。那还走不走？吴邪刚想说话，青铜巨门缝内的黑暗中却突然亮起了几盏灯火。与此同时，一股淡蓝色的薄雾从裂谷地面的石缝源源不断地涌出，犹如云浪一般迅速上升。很快，两人的眼前蒙上了雾气，手电的光几乎没了作用。紧接着，一连串鹿角号声从裂谷的一端传来，似乎有什么东西过来了。第327集，阴兵借道。无数悠悠的黑影随着鹿角号声排成一列长队，出现在裂谷尽头的雾气中。吴邪当下还没有反应过来，只觉得奇怪到了极点。这里的人死的死，跑的跑，早就不成气候了，怎么突然又冒出来这么多人？难道还有其他队伍在这里？看着也不像啊，这人也太多了。阴兵借道，阴兵，你是说？放下手电，跟我走。两人放下手电，直往后退去，躲到了一块大石头的后面。队伍朝着他们不紧不慢地走来，4人一行，极为整齐，很快就从远处的裂谷尽头走到了他们面前。在手电光的照射下，雾气中的影子越来越清晰。只见队伍最前头的人穿着殷商时代的破旧盔甲，手上举着旗帜，后面有人抬着号角。这些人走路都像是飘荡一样，一点声音也没有，速度也非常快。最诡异的是，所有的士兵都一模一样，像纸糊的。他们的脑袋比普通人长1倍，一个个都面无表情，脸色异常苍白。队伍幽灵一般的前进，径直走入青铜巨门的缝隙之内。吴邪和王胖子此刻已经头皮发麻，谁也不敢说话，默默祈祷这些人快点过去。就在这时，吴邪突然发现队伍中间竟然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是闷油瓶？难道闷油瓶死了，魂魄被这群阴兵勾去了？再一看，张起灵和那些阴兵穿着同样的盔甲，身后还背着他那把黑金古刀，走路的动作和阴兵完全不同。吴邪马上意识到，他还活着。他想干什么？难道他想混进去？这小子疯了！不行，我得去阻止他。吴邪起身就要冲过去，
但被王胖子死死摁住，动弹不得。这时，张起灵也注意到了这边，他转过头来，正看到吴邪和王胖子的脸。张起灵突然意味深长地笑了笑，动了动嘴巴，好像说的是再见。紧接着，他就走入了青铜巨门之中，瞬间消失在了黑暗里。很快，整队阴兵都进入门内，地面猛地一震，巨型大门瞬间闭合，重新成为一个整体。吴邪目瞪口呆地瘫倒在地，脑袋几乎就要炸开了。这是怎么回事啊？他到底想干什么？那些真的是阴兵？王胖子跑过去捡回手电，一脸惊诧地看着巨门，神经已经有些错乱了。这时，四周的雾气逐渐散去，零星的怪鸟叫声从裂谷的尽头传了出来，越来越响。王胖子意识到他们没有时间发呆了，要立刻行动起来。快走！那些鸟又飞回来了，这一次咱们肯定没那么走运了。刚才死了也就算了，如果逃过一劫后还是死在同样的地方，那就亏大了。吴邪瞬间清醒，他跟着王胖子向潘子他们逃跑的方向跑去。裂谷下的石头犹如丘陵，非常难走。跑了一会儿，吴邪的伤口已经从疼痛变成了麻木，双脚渐渐地失去知觉，就算咬紧牙关也跑不快。他和王胖子只好互相搀扶着，竭力向前，一步也不敢停留。两个人就这样连滚带爬，直往深处前进。他们翻过一块小山一样的巨石，3条巨大的山体裂缝出现在了他们面前。吴邪顿时懵了。我还以为裂谷会一路到底，我们能在出口处碰到潘子。现在有3条路，就算3条路都能出去，但我们身上没有食物和水，不能和他们会合的话，肯定死路一条啊！怎么办？走哪一条？前面好像有记号。画的歪七扭八的，这老潘子果然懒惰，连个箭头也不会搞得漂亮点。你还管这些？管用就行了。这里比较狭窄，这怪鸟就算飞进来也不会太灵活。看来我们的小命是暂时保住了。两人稍稍安心，咬紧牙关在缝隙中前行。很快就看到前方有手电的光亮，吴邪心中一震，突然紧张起来。按照他们的脚程，应该早就跑得很深了，怎么这里还有手电光？难道又遇到意外，死在这里了？第328集，回归队伍。小三爷，是潘子，潘子大人回来救我们了。就你们2个，其他人呢？别提了，太惨了。快点走，后面那些鸟还跟着。走，我们快撤。队伍最后的人打起一支冷烟火，转身在前面带路。一个老外看吴邪伤得严重，干脆直接将他背了起来。一行人迅速撤退。吴邪起初还不太习惯被背着，但是注意力很快就被四周岩壁上的壁画吸引。然而队伍跑得太快，他根本无法仔细去看。凄凉的叫声越来越弱，怪鸟逐渐放弃了追击。这时吴邪突然想起了阿宁小姐。潘子，你有没有看到阿宁？放心吧，他被人敲晕背回来了。那就好。
一队人跑了许久，缝隙越来越窄，最后只能容一个人通过。空气渐渐暖和起来，他们放慢了速度，走着走着，前面出现了2个身影，是守夜的警戒人。他们回来了，太好了！怪不得这里比较热，原来有温泉。小三爷，小三爷，伤口已经消毒缝合，也给他们打了消炎针和动物疫病疫苗，没什么大问题了。谢了。盘子，你醒了，小三爷，先吃点东西吧。这么多面条，这也太奢侈了吧？吃吧，虽然食物不多了，但是他们的向导说这里有活风，肯定有路出去，所以也不用太紧张。吃完饭再吃点巧克力。哎，胖子，这是你的。谢了，再给我递过来点儿。胖子，你行不行啊？有吃的都叫不起来你。哎，胖爷，我屁股都被那些死猴子咬烂了，只能趴着吃饭了。吃过饭后，吴邪和王胖子渐渐缓了过来，身体各部分的感觉都有所回归，疼的地方更疼，痒的地方更痒。吴邪用温泉水擦洗了一下身子，顿时感到神清气爽。吴三省依旧神志不清，不过已经退烧了。潘子将他裹在睡袋里，不停地给他喂水。之后，吴邪把青铜门前看到的景象毫无保留地讲给了其他人。几个老外见识到中国传说中诡异邪恶的一面，都闷声不响，说不出话来。不过，其中一个动物专家对于那种怪鸟的身份，倒是有几分见地。哦，那种生活在怪鸟嘴巴中的猴子一样的怪物，可能是远古的一种寄生物，就好比趴在狼身上的背一样。怪鸟可能无法消化食物，而口中猴帮它消化。怪鸟靠口中猴的粪便为生，这在海洋中非常常见。大家如果能活着回去，要是对这些事有什么研究进展，可以通过邮件资源共享。希望以后我们可以不再是比快的竞争关系。那再好不过了。一行人在原地休整了半天时间，潘子就带着几个人往缝隙的更深处探路。接着，他们再次启程，向着裂隙的深处继续前进。阿宁小姐的队伍里有一位洞穴专家，他始终保持着积极乐观的心态。这条缝隙应该有通往地面的出口，不然不会有流动的空气。哎，而且出口啊，肯定是一个风口。真的假的？起初，吴邪并不相信他的话，但是等到他们走了将近1天后，吴邪走着走着，突然发现四周熟悉了起来，而王胖子则是惊讶地张大了嘴巴。第329集，无法解开的谜团。小茹，你看，是那个被剥开的双层壁画。这条裂隙的出口，竟然就是我们上山时躲避暴风雪的那条岩石缝隙。里面还有我们丢下的生活用品呢。真是讽刺。我们来这里时浩浩荡荡，现在都犹如败兵。当时我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只要再往这条缝隙中走上几公里，
就是九龙台师官。我们竟然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啊！绝了，天大的讽刺！也不知道这是汪藏海留给我们的最后一次惊讶，还是连他也不知道的一个巧合。之后，一行人很快走出了缝隙，所有人1个星期以来第一次见到太阳，他们全都被晃得睁不开眼睛。等大家都适应阳光后，他们聚在一团，商量起下一步的计划。我们的食物基本上已经吃完了，不过不缺水，精力还算充沛，饿肚子走上1天应该不成问题。跟着我们走吧。我已经通过卫星电话联系好了医生和接应，路上就会有人来接应我们。吴邪他们跟着阿宁小姐的队伍，缓缓地下了雪线。碰上山地救援队的时候，已经是在营山村外了。所有的伤员全被吉普车运到了最近的医院做简单处理，然后再送到吉林大学第3医院。吴三省经过检查，是剧烈的脑震荡和伤口感染引起的并发症，需要长时间调理。吴邪和王胖子则全是外伤。从此之后，吴邪再没有羡慕过潘子布满伤疤的健壮肉体，毕竟他也不会逊色多少。事到如今，虽然他对吴三省的目的和动机依然一无所知，但因为总算将这个人找了回来，心中也颇有一种自豪感。吴三省需要在医院接受治疗，直到病情稳定。吴邪、潘子、王胖子和几个老外就在吉林放肆快活了半个月，之后便各自告辞。临别前，吴邪、潘子和王胖子聚在一起吃了顿饭。潘子、胖子，你们最后什么打算？我得回长沙，收拾残局。我回北京潘家园。这回啊，说什么都得休息个把月了。哎，对了，小吴，你能不能帮我把摸出来那几件金器给卖掉？成，你先放我这儿，卖出去了我联系你。得嘞，来，干了这杯，敬重返人间，敬重返人间。顺子等不到我们，肯定已经回去了。他熟悉雪山环境，应该没什么危险。回来后就再也没见过阿宁，他这一次也是什么都没拿到，在董事会那边怕是不好过关。不过和我也没关系了，要是他被炒鱿鱼了，这样拼命的员工我倒是需要。王蒙那个懒蛋实在是不成气候。送别了潘子和王胖子，吴邪一个人留在了吉林。他一边照顾吴三省，一边整理想法，试图用现有的线索理出一点眉目来。最终，他得出了5点结论：第一，云顶天宫并不是汪藏海建造的，而是他改建的；第二，汪藏海参与这个改建工程并不是自愿的，大部分参与改建的汉人工匠都是被东夏人胁迫过来的。在改建工程中，总司令汪藏海设计了几乎横贯小胜和三胜2山的逃亡密道，以免地宫封闭时给异族的万奴王陪葬。第三，在改建过程中，汪藏海逐渐隐藏了在东夏皇陵之底长白山山体深处的众多秘密。第四，汪藏海将这些秘密记录在鱼龙秘文上，希望有朝一日能够为世人所见。第五，因为东夏是边境小国，国库不盈，云顶天宫的诸多奇珍异宝都是从其他墓穴中搜刮而来的。汪藏海在指导东夏军队道关的时候，偷偷地将鱼龙秘文藏于这些古墓之内，一共放了2条，最后一条在他老死之前
藏进了自己的坟墓中。尽管汪藏海那一部分谜题已经清晰，但是因为缺少吴三省的那部分信息，吴邪的疑问依然还有很多。这座殷商时期的巨大遗址，以前到底是谁，为了什么目的修建的？汪藏海在青铜巨门里到底看到了什么？他为什么要把古墓修建在海底？是害怕东夏的后人断绝了这个秘密吗？海底墓穴中消失的人，出现在了云顶天宫的密室中，除了2个人，其他人都死了。那这2个人是谁？他们到哪里去了？是不是也和闷油瓶一样，进到了青铜门里面？他们为什么要进去呢？三叔去云顶天宫，目的又是什么？巨大的青铜古树、青铜门和几个地方都出现过6角铃铛，这些青铜的东西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联系？它们代表的神秘力量，到底是什么呢？也许，20年前在海底墓穴中发生的一切，才是破解这些谜题的关键。